情缘一线牵。林峰看着自己店铺那充满讽刺意味的招牌，欲哭无泪。开张3个月，别说牵线了，连根毛都没牵着，还差300下品灵石。300。林峰摸了摸手指上那枚看起来像地摊货的戒指，这是他穿越时唯一的遗产，易容戒，效果很顶，完美伪装，从容貌身形到灵力波动，连合体7大能都看不穿，限制也同样很顶。这玩意儿只提供皮肤，不提供属性加成，纯纯的光影特效，而且启动条件极其苛刻，必须接受代撩委托。说白了就是帮别人泡妞。砰砰砰，木门被锤得震天响，下一秒就要散架。林峰，滚出来交租！门被一脚踹开，一个虎背熊腰的猪影堵住了门口，连阳光都透不进来。包租婆张翠花，炼气5层，手持一把蓦得发亮的扫帚，浑身散发着欠债还钱的彪悍气息。张翠花先是扫了一眼家徒四壁的铺子，最后视线落在林峰那张俊美绝伦的脸上，鄙夷更甚，长了张小白脸的皮囊，却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杂灵根。3个月了，连灵气都感应不到，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凡人老板吧。哦，忘了，你这破店也没几个人来。林峰脸上的颓丧瞬间消失，他一个滑跪抱住了包租婆粗壮的大腿，声泪俱下。花姐，你不能这么说我，你以为我是在开店吗？不，我是在播撒爱的种子，是在为这个冰冷的修仙界带来一丝温暖。我的事业是神圣的，是伟大的。林峰唾沫横飞，开始画大饼。你想象一下，未来天灵宗的宗主，瑶池的圣女，甚至魔界的皇者，他们的姻缘都由我一手促成。到时候别说300灵石，3万、30万，那都不是事儿。林峰抬起头，眼神真挚。花姐，你就是我梦想最初的投资人，是我的天使投资人啊。包租婆被他一连串骚话轰得有点猛，拎着扫帚的手微微一顿。林投资人，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林峰见有效果，再接再厉。3天，就给我3天时间。3天之后，我若交不出房租，任由花姐处置。张翠花被他这股气势镇住了，琢磨了半天，最终还是松了口。他恶狠狠地用扫帚指着林峰的鼻子。好，就3天。3天后，你要是再敢跟老娘耍嘴皮子，我就把你这铺子拆了，把你绑到城门口示众。说完，他砰的一声摔上门，扬长而去。前一秒还悲痛欲绝的林峰，后一秒立刻站了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脸上的眼泪瞬间蒸发。搞定！他长舒一口气，务实的本性彻底暴露。这单做完，我就金盆洗手，回老家买几亩地算了，房租还差300灵石。他从床底下摸出一个破旧的账本，封面上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高端客户情感维护档案。翻开第1页，业务1，帮城东王屠夫代写情书给隔壁李寡妇，报酬2斤猪头肉。业务2，伪装成张家2少爷，替他赴赵家小姐的桃花林之约，报酬50下品灵石。这些就是他过往所有的辉煌战绩，寒酸的令人心疼。林峰直接翻到最后1页，那一页只用朱砂写着3个名字，笔记狂放，力透纸背：瑶池圣女、魅魔皇、九尾妖帝。名字下方还有一行小字：终极目标拿下任何一个，退休金到手，会所嫩模不是梦。正当他对着账本流口水，幻想自己左拥右抱，躺在零食堆上数钱的美好生活时，那扇饱经风霜的木门又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个身影贼眉鼠眼地探了进来。来人身材瘦小，穿着天灵宗外门弟子的灰色服饰，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四处乱转，神情紧张，鬼鬼祟祟，生怕被人看到。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压低了声音：请问这里是情缘一线牵吗？林老板在吗？林峰瞬间切换成高深莫测的老板模式，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是我，有事。那瘦子看到林峰，眼前一亮，快步上前，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钱袋，放在桌上。叮当一声，清脆悦耳。林峰的耳朵动了动，这是灵石的声音。林老板。瘦子搓着手，一脸谄媚：我是听道上的朋友介绍来的，说您活好，嘴严。我叫王二。林峰不动声色地将钱袋往自己这边拉了拉，掂了掂分量。很足。说吧，什么委托？王二的脸微微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是这样，我暗恋我的一个师姐很久了，她是内门弟子，天赋异禀，貌美如花，是天上的云，而我只是个外门扫地的，是地上的泥，我不敢去跟她说话，所以想请老板您。林峰懂了，代撩业务终于上门了。
林峰强压住内心的狂喜，脸上依旧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你想让我伪装成你，去跟他邂逅，让他记住王二这个名字，对吗？王二猛地点头，像是小鸡啄米。对，就是这个意思。最好能让他对我不是对我产生一点点好感。小场面。林峰伸出5根手指，500下品零食，500。王二的声音都变调了。老板，您怎么不去抢啊？我就是想您替我说句话，让他记住我的名字而已。这可是他省吃俭用好几年才攒下的全部家当。林峰靠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开口：年轻人，你买的不是一句话，是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你和梦中女神产生交集的机会。这个机会无价。500零食，我帮你创造一个完美的邂逅，让他对王二这个名字刻骨铭心，你觉得亏吗？王二被说得一愣一愣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位师姐清冷绝美的容颜，再想想自己这猥琐的模样，他一咬牙，一跺脚，干了，钱货两清，概不退款。林峰麻利地将零食收好，脸上露出了3个月来的第一个真心笑容。他站起身，当着王二的面将那枚地摊货戒指戴在了手上。看好了，这是附赠的免费体验，让你知道你的500零食花的有多值。王二瞪大了眼睛，不明所以。只见林峰轻轻一扭戒指，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没有璀璨夺目的神光，只有一圈微不可察的涟漪从戒指上荡漾开来，瞬间扫过林峰全身。下一刻，王二的嘴巴猛地张大，大到足以塞下一个鸡蛋，他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瞪出来。站在他面前的不再是那个俊美无愁的林峰，而是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不仅仅是容貌，就连那洗得发白外门弟子服饰都完美复刻。更恐怖的是，那个王二连他自己都嫌弃的站姿，还有那双总是习惯性闪躲的猥琐眼神，以及紧张时会下意识搓动手指的小动作，全都一模一样，仿佛是镜子里的人活了过来。怎么样？那个王二开口了，声音嘶哑，语调猥琐，正是他王二本人的声音。王二感觉自己的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他伸出颤抖的手，指着眼前的自己，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是什么神仙手段？这哪里是伪装？这他妈是夺舍吧！天灵宗云雾缭绕，作为东域第一大宗，其外门占地已是广袤无垠，其中百草园更是灵气充裕，是无数外门弟子的修炼宝地。此刻，一处假山背后，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王二正鬼鬼祟祟地探着脑袋。左边的那个是货真价实的王二，他浑身抖得和筛糠一样，手心里的汗把衣角都浸湿了，一双小眼睛死死盯着不远处的小径，紧张到快要翻白眼。右边的那个是林峰伪装的王二，他蹲在地上，百无聊赖地用一根草棍戳着蚂蚁，神情淡定。林老板，王二的声音都在打颤，牙齿上下打架。周师姐真的会从这里经过吗？我有点怕。怕什么？林峰头也不抬，嘴里叼着草根，说话含混不清。怕他一剑把你劈了。放心，你这张脸还不配他出剑。这话扎心了。王二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却又不敢反驳。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情，开始给林峰做最后的岗前培训。林老板，你记住了，周师姐全名周青言，内门天骄榜第3，一手寒霜剑诀出神入化，人称冰霜仙子。她最喜欢穿越白色的长裙，最讨厌别人盯着她的脸看，更讨厌油嘴滑舌的男人。看到没？前面那个内门李师兄筑基3层，他爹是丹堂长老，追了师姐1年了，师姐连个正眼都没给过他。王二越说越激动，也越说越没底气。林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锦衣华服的男弟子正捧着一盒一看就价值不菲的丹药，满脸堆笑的凑到一位白衣女子面前。那女子便是周青言，她身姿高挑，一袭月白长裙，不染尘埃，青丝如瀑，用一根简单的木簪挽住，容貌清丽绝伦，却也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傲。面对李师兄的热情，他只是淡淡瞥了一眼，红唇轻启，吐出2个字：让开。声音不大，却带着刺骨的寒意。李师兄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尴尬地处在原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周青言没再看他第2眼，绕过他，径直朝百草园深处走来。王二看到这一幕，腿肚子当场就软了。他一把拉住林峰的袖子，哭丧着脸：老板，我不干了，这生意我不做了，钱退我吧。这他妈哪里是泡妞，这分明是送死啊！你看李师兄那德行，连他都碰一鼻子灰，我们上去不是找死吗？林峰嫌弃地甩开他的手，拍了拍自己袖子上的褶皱，缓缓站起身，转头看着王二：
那张和王二一模一样的脸上，猥琐的表情消失了。闭嘴！林峰的声音不大，却让王二瞬间噤声。钱已经收了，现在是服务时间，懂吗？你以为你在买什么？买我替你说几句话。林峰的眼神变了，那双原本闪烁着猥琐光芒的小眼睛，此刻竟然沉淀下一片深不见底的湖水。湖水中倒映着落寞、忧伤，还有一丝不被世人理解的孤傲。整个人的气质在这一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前一秒他还是那个偷鸡摸狗的王二，那么现在他就是一个有故事、被情所伤的浪子。王二看呆了，这还是自己那张脸吗？怎么能做出这么复杂的表情？林峰不再理会石化的王二，理了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弟子服，算准了时机，从假山后走了出去。周青言心情不算好，那个李师兄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扰了他的清修。周青言走到一株散发着淡淡寒气的灵草前，脚步停了下来。冰心草，3阶灵草，是修炼他那门寒霜剑诀的绝佳辅药，只是这草性子极寒，极难寻觅。周青言正伸出玉手，准备将这株冰心草采下。就在这时，一个带着磁性的声音在他身侧不远处响起：此草虽美，却不及师姐万一。周青言的动作一顿，又是这种俗不可耐的奉承。周青言眉头微蹙，心中生出一丝不耐，正要冷声呵斥，那个声音却悠悠地继续说道：可惜他有冰心，人若有情反而更苦。这句话如同惊雷，在周青言的心湖里炸开。周青言猛地转过头，只见一个身穿外门弟子服饰的瘦小男子正看着那株冰心草，眼神里是化不开的落寞。这张脸好像叫王二，外门负责打扫百草园的弟子之一，平平无奇，甚至有些猥琐。可此刻他身上哪里还有半分猥琐，只有一种看透事情的沧桑。这是周青言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种方式与他搭话，不是夸他美，不是赞他强，而是在悲悯他。有意思。周青言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想从他脸上看出些什么。然而那个王二只是对上了周青言的目光，旋即嘴角露出苦涩又潇洒的笑意。他什么也没多说，甚至没有半句解释，就那么转过身，向着小径的另一头，头也不回地走了。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驳地洒在他身上。那瘦小的背影在这一刻竟然显得无比孤单，无比落寞，仿佛他一个人背负了整个世界的悲伤。周青言站在原地，看着那个背影，鬼使神差地开了口：你叫什么名字？那个背影没有停下，只是随意地抬起手在空中摆了摆，一句轻飘飘的话顺着风送了过来：萍水相逢，姓名不足挂齿。话音落下，他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小径的尽头，只留下周青言一个人站在那株冰心草前，秀眉紧蹙。他低头看了看那株冰心草，又抬头望了望那个身影消失的方向，脑海里反复回想着那句话：他有冰心，人若有情反而更苦。这个王二到底是什么人？假山后面，真正的王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鹅蛋，整个人已经彻底傻了。他看到了什么？神迹。他看到了活生生的神迹。周师姐，冰山一样的周师姐居然主动开口问一个外门扫地弟子的名字，而那个该死的自己居然还敢那么装逼的拒绝回答。最离谱的是，周师姐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站在那里发呆。她那是什么表情？是好奇？是疑惑？还是心动？王二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林峰一脚踹得粉碎，然后又重新拼接了起来。看向林峰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狂热的崇拜。这哪里是带撩，这是降神啊！半个时辰后，天灵宗山脚下的小树林里，林峰解除了伪装，恢复了他那张俊美绝伦的脸。他靠着一棵大树，好整以暇地看着面前的王二。王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老板，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他双手颤抖着，从怀里又掏出一个钱袋，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这是尾款，还有100灵石，是我孝敬您的，请您务必收下。林峰毫不客气地接过钱袋，掂了掂，600下品灵石，分文不差。他脸上的高深莫测瞬间消失，露出财迷专属的满足笑容。好说好说，以后还有这种业务记得找我，给你打9折。房租300，到手还净赚300，血赚！王二激动得满脸通红。老板，您那一手简直是神来之笔。周师姐她真的对我产生好奇了。林峰内心毫无波澜，甚至有点想笑。对你？不是对一个叫王二但气质忧郁、满腹经纶、背影落寞的虚拟人物产生好奇。跟你王二本人有半毛钱关系吗？林峰收好灵石，拍了拍王二的肩膀，
语重心长。记住，今天的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以后别主动去找周师姐，等她来找你。啊，为什么？王二不解。林峰高深的一笑，这叫极限拉扯，说了你也不懂。走了。说完，他转身就走，步履轻快，心情舒畅。这单做完，我就金盆洗手，回老家买几亩地算了，先把铺子升级一下，换个结实点的门。他一边走一边盘算着，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王二正用一种看神仙的目光对着他的背影五体投地。300下品灵石，整整齐齐的码在包租婆张翠花面前的桌子上。张翠花眼皮都没抬，伸出一根粗壮的手指，沾了点口水，慢条斯理地数了起来。1、2、3，不错，一块不少。张翠花抬起头，那双小眼睛里不再是鄙夷，而是赤裸裸的怀疑。小子，可以啊，3天就凑齐了。哪儿偷的？哪儿抢的？林峰脸上是标准的职业假笑。花姐，瞧你说的，我林峰秦源1线牵的金字招牌，靠的是脑子和技术吃饭，区300灵石洒水了。张翠花撇了撇嘴，把灵石一股脑扫进自己的储物袋，站起身，那魁梧的身躯再次挡住了门口的光。少跟老娘贫，记住了，下个月的租金少1个子儿，我照样拆了你这破店。说完，他转身就走，只是走到门口时，脚步顿了一下，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话：你那门，我找人给你修结实点，省得老娘每次来都得费力气踹。话音落下，人已经走远了。林峰脸上的假笑瞬间垮掉，整个人瘫在椅子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总算是把这位姑奶奶送走了。他从怀里摸出剩下的300灵石，放在桌上，用指尖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冰凉的触感，悦耳的声响，安全感，这该死的安全感又回来了。奢侈一把。林峰一拍桌子，揣着灵石就出了门。半个时辰后，林峰提着一大块还冒着热气的赤焰猪肉回到铺子，浓郁的肉香瞬间填满了整个简陋的小屋。这可是灵兽肉，蕴含着微弱的灵气，寻常修士1个月都舍不得吃上一顿。林峰狼吞虎咽，吃得满嘴是油，连骨头上的最后一点肉筋都缩得干干净净，他满足地打了个饱嗝，浑身暖洋洋的。人生在世，奋斗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吃饱喝足，林峰再次瘫回床上，熟练地从床底下摸出那个破旧的账本，高端客户情感维护档案。林峰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瑶池圣女、魅魔皇、九尾妖帝，3个名字依旧是那么的耀眼，那么的值钱。林峰的口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嘿嘿嘿，拿下任何一个，我就再也不用看包租婆的脸色了。到时候我买下这整条街，天天去他那儿收租。正当他沉浸在自己当上包租公的美好幻想中时，嗡，沉闷的震响打断了他的意淫。铺子门口，他用王二那笔钱布下的简陋镜制剧烈闪烁，下一秒就啪的一声彻底碎裂。林峰一个机灵，从床上弹了起来。不好，来者不善！砰！那扇刚刚被修好的木门再次被人一脚从外面暴力踹开，碎裂的木屑四处飞溅。一个身影逆着光走了进来，来人一身云锦华服，腰间挂着龙纹玉佩，脚踩流云靴，浑身上下都写着2个字：有钱。他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倨傲和不耐，在他身后还跟着2个面无表情的黑衣护卫，气息沉稳，太阳穴高高鼓起。筑基期。林峰的心猛地一沉，这阵仗绝对是来找茬的。可他刚穿越过来，穷得叮当响，仇家应该只有包租婆一个才对。那华服年轻人扫了一眼这间破败的铺子，眉宇间的厌恶更深了。他甚至懒得跟林峰多说一句废话。你就是林峰。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一样高高在上。林峰瞬间进入了工作状态，脸上挂起高深莫测的表情，懒洋洋地抬了抬眼皮。是我。有事。年轻人似乎对他的态度很不爽，冷哼了一声。他手腕一翻，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被丢了出来，啪的一声砸在林峰面前的桌子上。那声响比300灵石砸在桌上的动静要沉闷得多，厚实得多。林峰的眼角不受控制地抽动了一下。听人说你这儿能办成任何事。年轻人下巴微抬，用鼻孔看着林峰。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什么方法，我要你去搞定一个人。林峰不动声色地将储物袋拉到自己面前，神识稍稍一探，下一秒他的呼吸停滞了。储物袋里灵石堆积如山，灵光闪耀，几乎要刺瞎他的眼睛。1万，整整1万下品灵石。林峰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这辈子不对，他2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林峰强行压下翻腾的气血，努力维持着自己高人的形象。
谁？华服年轻人讥讽地笑了笑，一字一顿地吐出了一个名字：天灵宗圣女林青竹。轰林峰的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颗惊雷。天灵宗圣女，那个高悬于天，被誉为东域年轻一代第一仙子，未来板上钉钉的元婴大能。搞定他！你他妈怎么不叫我去搞定天道呢？林峰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10000个草泥马奔腾而过。这位公子，你可能找错地方了，我这里是情缘一线牵，不是酒泉路直通车。这个委托我钱不够。年轻人打断了他，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表情。你们这些凡人还不是为了钱？他似乎很享受这种用钱砸人的快感，慢悠悠地解释道：林青竹名义上是我的未婚妻，但那个女人自命清高，眼里只有她的剑，她的道，对我从来都是不假辞色。我天灵宗少主展池，未来的宗主，他凭什么看不起我？展池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怒火。我要你伪装成我，去让他知道谁才是他未来的夫君，让他对我服服帖帖。林峰听明白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自尊心受挫，恼羞成怒的富二代。可这单子太烫手了，这根本不是带撩，这是带死。一旦暴露，别说天灵宗了，光是展池这个心胸狭隘的家伙，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第一个就会杀人灭口。林峰的求生欲在这一刻战胜了财迷本性，他正要开口拒绝，啪，又一样东西被展池丢在了桌子上。那是一块通体温润的白玉令牌，上面用古篆雕刻着一个灵字，散发着淡淡的灵力波动。事成之后再加10000灵石，这块天灵宗内门长老令也归你。展池的声音充满了诱惑，见此令如见长老亲临，整个天灵宗除了几处禁地，你大可去得。林峰的瞳孔骤然收缩，他的目光死死地定在那块令牌上。10000加10000就是2万，还有这块令牌，这不仅仅是报酬，这是通行证，是护身符，是完成这个不可能任务的关键道具。风险是死无葬身之地，但回报是直接退休，一步到位。林峰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艰难地咽了口唾沫。他脑海里求生的小人和发财的小人展开了天人交战。干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不能干，命就一条，没了就全没了。2万灵石啊，还有令牌，有了这个以后接活多方便。方便个屁，你有命花吗？最终财迷的小人一脚将求生的小人踹翻在地，踩在脚下。林峰抬起头迎上展池的目光，脸上重新挂上了那副高深莫测的笑容。成交。林峰缓缓伸出手，将那1万灵石的储物袋和长老令一起收入怀中。钱货两清，概不退款。展池满意的点了点头，总算找回了一点少主的颜面。一道灵光在两人之间闪过，一份灵力契约凭空生成，烙印在彼此的灵魂深处。契约成立，林峰脸上的懒散和财迷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表情变得专注，看着展池问出了第一个问题：你的性格霸道，眼高于顶，但内心其实很自卑，对吗？展池的脸色一变，像是被人戳中了痛处，眼神瞬间变得阴沉。你什么意思啊？林峰没有理会他的威胁，继续说道：你试图用灵石，用丹药，用一切身外之物去讨好他，结果呢？他离你越来越远。展池的呼吸变得粗重，拳头也攥了起来。这些正是他这1年来所做的事情，也是他最大的痛处。林峰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压低了声音：少主，你以前的方法都错了，大错特错。展池一愣，下意识地问道：那该怎么做？林峰凑到他的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轻轻吐出了一句话，一句话让这位天灵宗少主愣在当场。林峰直起身，看着展池那张错愕、震惊又渐渐转为兴奋的脸，淡淡开口：想让他爱上你，想让他对你死心塌地，你首先要做的就是用最残忍的方式彻底的羞辱他，打碎他引以为傲的一切。天灵宗内门圣女居所，清心小筑，这里是寻常外门弟子乃至普通内门弟子都无法轻易踏足的地方。小筑之外，守山的弟子皆是筑基期修士，气息沉稳。一个身影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来人身穿锦衣华服，面容俊朗，眉宇间却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倨傲，正是天灵宗少主展池。少主，守山弟子看到来人，立刻躬身行礼，但并未让开道路。其中一人硬着头皮开口：少主，圣女正在清修，吩咐过不见任何人。哦。展池的脚步停下，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只是从怀中慢悠悠地摸出一块令牌，随手丢了过去。这个够吗？守山弟子下意识接住令牌，定睛一看，手一抖，令牌差点脱手飞出。天灵宗长老令，见此令，如见长老亲临。两个守山弟子的腰瞬间弯得更低了，额头上渗出细密的冷汗。够，少主请。再无半分阻拦。林峰不是展池，心中冷笑一声，有钱有权的感觉真他娘的爽。他没有直接走向那座被云雾环绕的清新小筑，而是拐了个弯，朝着另一处山峰走去。观云台，这里是内门弟子切磋剑法、感悟天地之所，也是林青竹每日清晨修炼的必经之地。此刻，观云台上正有7、8名内门弟子在互相喂招，剑光闪烁，呼喝之声不绝于耳。展池的到来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是展少主，他怎么来这了？他不是从不来观云台的吗？弟子们纷纷停下动作，恭敬的行礼。见过少主。林峰扮演的展池对这些问候置若罔闻。他双手负后，径直走到一名正在苦练剑法的弟子面前，看了一眼对方那软绵无力的剑招，毫不客气的嗤笑出声：蠢货！那弟子脸色一白，敢怒不敢言。展池却不依不饶，继续点评：剑是杀人技，不是你这种绣花枕头的玩意儿。你这套追风剑法讲究的是快、准、狠，你倒好，使得比老太太挥拐杖还慢，喂狗都嫌弃。刻薄、尖酸，这番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展少主今天是怎么了？吃错药了？那被骂的弟子脸涨得通红，握着剑的手都在发抖。展池根本没看他，只是自顾自地说道：看好了，废物，我只教一遍。话音落下，他并指如剑，随意向前一划，没有动用任何灵力，但易容借体的效果在这一刻发挥到了极致。嗡！一道璀璨夺目的金色剑气凭空乍现，剑气长达3丈，凝练如实质，带着一股斩破苍穹的无上威势，猛地劈在观云台边缘的一块万金巨石上。轰隆！没有惊天巨响，只有一声沉闷的切割声。那块万金巨石从中间被一分为2，切口光滑如镜，整个观云台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拳头，死死盯着那被切开的巨石。这是追风剑法。追风剑法要是有这威力，还叫什么追风剑法？叫灭世剑法算了。那名被骂的弟子更是整个人都傻了，他呆呆地看着那光滑的切口，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剑，世界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练的是同一种剑法吗？展池收回手指，脸上是理所当然的倨傲。他环视一周，看着众人那副见了鬼的表情，眼神轻蔑。懂了吗？懂了。众人如梦初醒，看向展池的眼神已经从之前的敬畏变成了崇拜。这就是少主的实力吗？深藏不露，太恐怖了。林峰心中乐开了花，装逼的感觉比有钱有权还爽。这光影特效5毛钱，这起码得5000块。就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一道清冷的身影踏着晨光出现在了观云台的入口处。他身段高挑窈窕，纯白的工装长裙勾勒出恰到好处的曲线，腰间系着一根银色丝带，更显得腰肢不盈一握。那张脸上没有半分多余的情绪，眉眼如远山淡漠，唇色是初樱之粉，组合在一起却只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正是天灵宗圣女林青竹。林青竹看到了观云台上的骚动，也看到了站在人群中央享受着众人崇拜目光的展池。林青竹的秀眉机不可察地蹙了一下，又是他，还是这么张扬，这么肤浅。林青竹目不斜视，准备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无视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夫，绕道而行。就在林青竹即将走过人群的瞬间，一道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林师妹，你的天心剑诀练到瓶颈了吧？林青竹的脚步顿住了，他缓缓转过身，清冷的目光落在了展池的脸上。可惜道心不纯，剑心又如何能明？轰！全场哗然，所有弟子都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展池。疯了，少主绝对是疯了。谁不知道修为和道心是圣女林青竹此生最大的骄傲。展池以前虽然也纠缠不休，但从未敢在公开场合如此直接地用这种方式挑衅圣女的根基。这不是在追求，这是在结仇啊！林青竹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周遭的空气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好几度。他看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红唇轻启，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我的道心就不劳少主费心了，管好你自己，别让修为被酒色掏空了。
这是他一贯的回应，冰冷且充满了距离感。若是以前的展池听到这句话，恐怕早就面红耳赤，悻悻而退了。然而今天的展池闻言却放声大笑，笑声张扬，充满了毫不掩饰的侵略性。他一步踏出，只一步就跨越了数丈的距离，瞬间来到了林青竹的面前。两人的距离被拉近到不足3尺，林青竹的瞳孔收缩成针尖状，他甚至能感受到对方呼出的灼热气息，以及那双眸子里毫不掩饰的占有欲。林青竹下意识的想要后退，可一股无形的气场却将他死死地定在了原地，动弹不得。那是一种源自灵魂的压迫感。眼前这个人还是那个纨绔草包展池吗？展池俯下身，用只有2个人能听到的声音在林青竹耳边一字一顿地说道：我的心里有没有酒色，你很快就知道了。他顿了顿，目光灼热，但你的心里很快就会有我。说完，展池直起身，最后用那极具侵略性的目光深深地看了林青竹一眼，然后在全场惊愕的目光中潇洒地转身离去，深藏功与名，只留下林青竹一个人僵在原地。微风吹过，扬起她白色的裙角和几缕青丝，她那张万年冰封的绝美脸庞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震惊、疑惑、愤怒，甚至还有些心神不宁。林青竹下意识地伸出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那里她的道心，她的剑心剧烈地跳动着。乱了，全乱了。次日清晨，林青竹一夜未眠，他盘坐在蒲团上，试图运转天心剑诀，平复心境。可往日里清澈如镜的道心，此刻却一团乱麻。脑海里反复闪现着昨日观云台上的那一幕，那个男人，那个叫展池的男人。他灼热的呼吸，他充满侵略性的眼神，还有那句嚣张至极的你的心里很快就会有我。荒谬。林青竹睁开眼，眸中寒光一闪，区区一个纨绔子弟，几句狂言就想乱我道心，可笑至极。他站起身，推开房门，决定不再理会，只要当他不存在，一切纷扰自会烟消云散。然而当林青竹走到自己洞府清心小筑的门口时，脚步再一次凝固了。就在他洞府旁那块山壁上，被人用剑气刻下了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那笔迹锋芒毕露，张扬霸道，正是展池的风格。但上面的内容却让林青竹的瞳孔猛地收缩。欲斩情丝炼道心，奈何情丝化剑吟，冰封3尺非我意，一念成魔又何惧。轰！这20个字如同20道天雷，狠狠劈在了林青竹的灵台之上。斩情丝，炼道心，这不正是他一直在走的路吗？可后面那2句冰封3尺非我意，一念成魔又何惧，这是一种何等挣扎，何等痛苦，又何等离经叛道的宣言。林青竹的呼吸彻底乱了。他不信，他绝不相信那个只知吃喝玩乐的草包展池能写出意境如此高远的诗句，这绝对不可能。他猛地伸出纤纤玉指，轻轻触摸着石壁上那道剑痕，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息顺着指尖涌入他的神识，炙热、霸道，充满了火焰般的灵力波动。这确确实实是展池所修功法的气息，易容界模拟出的气息，完美无瑕，做不得半点假。为什么会这样？一个人的笔迹可以模仿，但功法气息是独一无二的。难道那个嚣张跋扈、肤浅不堪的展池全都是他装出来的？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林青竹心中疯狂滋生。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理智与骄傲，在这一刻被这首诗、这道剑痕冲击得摇摇欲坠。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与此同时，青云城晴园1县千铺子，呼噜溪流，浓郁的泡面香味混合着一股劣质调料包的味道，充斥着整个破旧的小屋。始作俑者林峰正蹲在小板凳上，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破碗，吃得满头大汗。这才是生活啊！搞定了房租，还能奢侈一把，来一桶修仙界特供版红烧牛肉面，简直是神仙日子。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摊开着一张从展池那里坑来的情报预简，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关于林青竹的资料。姓名林青竹，爱好修炼、舞剑、下棋、看书，厌恶油嘴滑舌的男人、吵闹的环境、一切无意义的社交。性格弱点分析。林峰一边嗦着面，一边用沾着油污的手指在性格弱点分析那一行上重重点了一下。啧，极度的骄傲，极度的自律。林峰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嘀咕。这种人看上去无懈可击，其实弱点最他妈明显了。你越是追求掌控，就越是恐惧失控。你的骄傲不是你的铠甲，是你亲手给自己打造的囚笼。
而我，林峰把最后一口面汤喝干，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就是那个来给你撬锁的开锁王。林峰拿起玉简，看着上面展翅标注的追求记录：送9转还魂丹，送万年冰蚕丝。我的天，兄弟，你这是追圣女，还是去海关送礼啊？路子走窄了啊，少主。林峰嘿嘿一笑，将玉简收起。第一步，用颠覆性的形象在他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已经完成了。第二步，就要开始精准打击他的灵魂了。林峰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骨头噼里啪啦一阵爆响。开工。第3天，天灵宗天机阁，此地乃是宗门存放各类功法典籍、前辈高人心得手札的重地。平日里，除了负责看守的长老，就只有林青竹这种身份特殊的核心弟子才有资格随时出入。今日，林青竹心神不宁，剑练不下去，丹也练不下去。鬼使神差的，他来到了这里，想从古籍中寻找能让自己静心的答案。刚踏入天机阁的大门，他就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展池，他竟然也在这里，没有像往常一样看到自己就跟苍蝇似的凑上来，而是独自一人坐在靠窗的一处角落。在他面前摆着一副棋盘，他正在下棋，一个人左右互搏。林青竹本想转身就走，可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被那方寸棋盘吸引了过去。他自己也是棋道高手，只一眼他就看出了这盘棋的凶险。棋盘之上，黑子如同一条嗜血的恶龙，攻势凌厉，招招致命。大开大合间充满了霸道与掠夺。白子则像是一位坚守孤城的仙子，棋路清雅，步步为营，看似纯净无瑕，却已经被黑子蚕食的只剩下一隅之地，岌岌可危。每一次白子的退让和防守，都像是一把刀，狠狠扎在林青竹的心口上。这盘棋像极了他自己，像极了他此刻摇摇欲坠的道心。就在这时，那个一直低头沉思的展池仿佛没有看到他的到来，只是看着棋盘发出一声轻叹，自言自语：守是守不住的，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可惜啊。展池摇了摇头，语气里是毫不掩饰的惋惜。下棋的人没有这个魄力。就是这句话瞬间劈开了林青竹脑中的所有迷雾。他修炼天心剑诀遇到的瓶颈不正是如此吗？过于求稳，过于爱惜羽毛，不敢行险一搏，不敢破而后立，所以他的剑始终少了一分真正的锋锐，他的道也始终无法圆满。这个道理他不是不懂，可他做不到。而眼前这个男人竟然一语道破了他最大的心魔。林青竹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冰冷，他不受控制地迈开了脚步，走到了棋盘边。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对展池开口，问的却是那盘棋。此局白子当如何走？林青竹的声音有些颤抖。林峰扮演的展池终于缓缓抬起了头，看着眼前这张带着震惊疑惑的绝美脸庞，微微一笑，那笑容看得林青竹心头一跳。下一秒，哗啦，展池伸出手做出了一个让林青竹目瞪口呆的动作，他竟然直接将那盘厮杀到最关键时刻的棋局一把挥乱，黑白棋子散落一桌。你的棋为什么要问我？展池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呆立原地的林青竹，声音低沉：你的心也该有你自己来乱。天机阁一别，林峰脚底抹油，溜得比谁都快。他可不想真被那位圣女抓着问东问西。易容界能模拟气息特效，可模拟不了脑子里的墨水。万一被问到白子到底该如何走，他总不能说我母鸡啊。回到那间熟悉的狗窝，林峰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舒畅。他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摸出一枚玉简，这玩意儿跟市面上流通的传音玉简不太一样，通体黝黑，上面刻着一道极其复杂的符文，摸上去有种磨砂的质感。白小楼特供匿名版，天灵宗内部灵网接入口，死贵。为了买它，林峰啃了半个月的窝窝头，但现在看来这笔投资血赚。灵力注入，玉简微微一亮，一道光幕投射在林峰面前。光幕上正是天灵宗内部弟子交流的灵网论坛，界面很简陋，跟林峰老家的 BBS 差不多，但此刻人气却异常火爆。林峰嘿嘿一笑，搓了搓手。第二阶段的心理攻势现在开始，他熟练地在光幕上操作，神识涌动间，10几个不同的账号被他一一登录。这些马甲有男有女，有内门有外门，人设各不相同，全是他提前养好的号，专业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林峰选中一个名为天灵百事通的账号，手指在光幕上飞快敲击，一个帖子横空出世，标题耸动，字字诛心。震惊！少主当众调戏圣女，
圣女竟无言以对。帖子内容更是添油加醋，将关云台和天机阁发生的事情用一种极具故事性的口吻描绘出来。诸位师兄弟姐妹，你们绝对想不到我今天看到了什么。那个我们眼中曾经的纨绔少主，今日竟判若两人。他在关云台为情所困，指点剑法，剑气3丈，一剑断石，只为引起圣女回眸。圣女清冷如初，少主却步步紧逼，直言圣女道心不纯。此等狂言，我等闻所未闻。圣女当时脸色都变了，可她竟未发一言。更有甚者，天机阁内少主以棋局论道心，直指圣女心魔，守是守不住的寥寥数字，振聋发聩，最后更是拂袖而去，留下一句你的心该由你自己来乱。霸道，太霸道了。帖子发出去不到1炷香的时间，回复就炸了。卧槽，真的假的？展少主吃错药了？剑气3丈，吹牛逼吧？他的修为我们还不知道吗？楼上的，我当时就在关云台，我作证，是真的。那一剑帅瞎了我的狗眼。舆论开始发酵。林峰看着不断刷新的回复，嘴角微微上挑。还不够，火候还不够。他立刻切换了另一个马甲，这次的 ID 叫爱做梦的师姐。一篇全新的帖子被置顶飘红。霸道少主爱上我，他逃，他追，他们都插翅难飞。他是天灵宗未来的主人，霸道张扬，却将所有的温柔都藏在心底。她是高高在上的圣女，清冷绝尘，却不知那颗冰封的心早已为她而动。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捏着她的下巴，眼神炙热，放肆。他想挣脱，却被他禁锢得更紧。你的道心是我的，你的剑是我的，你的人也只能是我的。这他妈是什么虎狼之词？这篇堪称同人爽文的帖子，精准地狙击了宗门内无数怀春少女的心。一时间，整个灵网论坛的风向彻底变了。如果说一开始还有很多人在骂展翅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厚，那么现在风向已经完全歪到了爪哇国。这是什么神仙爱情？我磕到了，池青 CP 给我锁死。以前觉得展少主就是个草包，现在才发现是我有眼无珠。这叫深情，这叫偏爱。圣女太冷了，就需要少主这样一团火来融化她。支持少主，干他娘的！就是，什么清心寡欲都是装的。我就不信圣女面对这样的少主，道心还能稳如老狗。整个天灵宗因为林峰的几篇帖子，彻底陷入了八卦的狂欢。清心小筑，林青竹盘膝而坐，面前的灵茶已经凉透。他试图静心，可脑海里论坛上那些话语却像是魔音贯耳，挥之不去。什么霸道少主，什么捏着他的下巴，什么你的人也只能是我的。荒谬，无耻！林青竹的脸颊不受控制地泛起一抹红晕，连耳根都有些发烫。就在这时，一道风风火火的身影冲了进来。青竹，出大事了！来人是他的闺中密友，内门弟子柳絮。柳絮举着自己的传音玉简，满脸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兴奋。你快看，灵网论坛都炸了，全都在说你和展少主的事。他将光幕递到林青竹面前，指着那篇最火的同人爽文：霸道少主爱上我。哎呀，我的天，写得太好了！青竹，你老实交代，展少主是不是真的对你做这些事了？他是不是真的说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了。无聊。林青竹冷着脸，一把推开玉简。不过是些无稽之谈，你也信？哎呀，我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吗？柳絮贼兮兮地凑过来，我就是好奇，你是不是真的对展少主有点感觉了？我可听说了，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好多师妹都偷偷迷上他了呢。你再胡说，我就把你丢出去！林青竹的声音冷得像冰。柳絮缩了缩脖子，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多言，但那八卦的眼神却从未离开过林青竹那张微红的俏脸。送走了柳絮，洞府内再次恢复了安静。林青竹重新坐下，可心却再也静不下来了。他嘴上斥责着无聊，可那些帖子里的每一个字都刻在了他的脑子里。鬼使神差的，林青竹拿出了自己的传音玉简，打开了那个他平日里从不屑于看的灵网论坛，看着那些不堪入目的标题，看着那些疯狂的讨论，看着那篇被无数人追捧的霸道少主爱上我。林青竹的心乱了，彻底的乱了。外部的舆论将他和那个叫展翅的男人死死地捆绑在了一起，逼着他不得不去想这几天发生的一切。林峰用一场舆论风暴成功地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智。与此同时，天灵宗深处一座奢华的洞府内，真正的展翅
正惬意地靠在铺着灵兽皮毛的躺椅上，听着手下的汇报。少主，根据情报，圣女已经3天没有正常修炼了，今天还将她的好友柳絮给赶出了洞府，据说是心境不稳。哦，展翅端起一杯灵酒，抿了一口，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看来那个叫林峰的家伙有点东西。展翅完全不知道自己此刻在宗门弟子眼中已经被塑造成了一个何等惊世骇俗的形象。展翅只知道他砸下去的灵石见效了，这钱花得值。展翅心情大好，大手一挥，传我命令，再给那个林峰送1000灵石过去，就当是本少主的赏钱。破旧的铺子里，林峰心满意足地看着灵网论坛上那爆炸的讨论度和自己刚刚到账的1000灵石赏金，翘着二郎腿，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计划通，舆论的烘托已经到位，圣女的心也已经被搞乱了，鱼儿已经在网里疯狂挣扎，耗尽了力气，是时候进行最后一步了。林峰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下一步就该收网了，让他主动来我这口鱼塘里。清心小筑，林青竹的指尖悬停在传音玉简的光幕之上，微微颤抖。3天，整整3天了。整个天灵宗从外门杂役到内门精英，嘴里谈论的只有3件事：展翅，他和那篇狗屁不通的霸道少主爱上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那些异样的目光，有好奇，有羡慕，有嫉妒，更有甚者，是那种原来圣女也吃这一套的了然。林青竹的清静被那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风暴撕得粉碎。他试图修炼，可一闭上眼，脑子里就是关云台那道霸道的剑气，是天机阁那句你的心也该由你自己来乱，还有灵网上那些让他脸颊发烫的虎狼之词。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你的道心是我的，你的人也只能是我的。荒唐，可笑，可为什么他就是静不下心来？为什么那个男人的身影像是用烙铁硬生生烙在了他的神魂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他引以为傲的道心就要真的废了。林青竹深吸一口气，指尖终于落下，一道冰冷的神念瞬间传出，约他问个清楚。他要亲手撕碎那个男人所有的伪装，让他变回那个自己熟悉的肤浅又愚蠢的纨绔少主。另一边，情缘一线千铺子狗窝里，林峰正美滋滋地数着刚到手的1000灵石赏金，口水都快流下来了。嘿嘿，展少主大气，这活干的舒坦。就在这时，怀里的传音玉简嗡的一声震动起来，林峰掏出来一看，乐了。鱼儿上钩了。光幕上只有一行冰冷的字：今夜子时问新芽，有话问你。落款林青竹。林峰吹了声口哨，将灵石小心翼翼地收好。他知道最后的决战来了，这场戏已经铺垫到了极致。关云台立威是第1层，山壁刻诗是第2层，天机阁论棋是第3层，灵网舆论引爆是第4层，层层加码，步步为营，已经将林青竹这位高冷圣女逼到了悬崖边上。现在就差这最后致命的一推。林峰没有立刻出门，而是走到屋里那口缺了半边的水缸前。他俯下身看着水面倒映出的展翅那张倨傲的脸，不对，这张脸今晚不能再用了。霸道总裁的戏码已经演到了尽头，再演下去就腻了。一个女人，尤其是林青竹这种极度骄傲的女人，你一直压着她，她只会反抗。但如果你在她面前展露出只属于她的独一无二的脆弱，那才是真正的绝杀。林峰对着水缸开始调整自己的表情，眼神里的倨傲和侵略性一点点褪去，眉宇间染上了一抹疲惫与挣扎，嘴角那标志性的嘲讽弧度也垮了下来，变成了苦涩的自嘲。一个为爱所困，用尽了所有手段，却依旧求而不得的深情男人形象逐渐清晰。差不多了。林峰直起身，从角落里一个破旧的木盒中取出了一枚玉簪，这是他花了2块灵石从地摊上淘来的。但在他神念的微操下，易容界的力量被激发，一层肉眼不可见的微缩阵法被刻印在了玉簪之上。这阵法没什么用，唯一的功效就是在月光下能折射出漫天星辰的璀璨光影。光影特效还得看我林某人。道具就位，演员就位。今晚我就是修仙界奥斯卡影帝。此时问新崖，万丈悬崖边，云海翻涌，月华如水，冷风如刀，刮得人衣袍猎猎作响。一道白色的身影一世独立，宛如月下谪仙。林青竹到了，他看到那个人已经在了。展翅背对着他站在悬崖的最边缘，
玄色的衣袂在夜风中狂舞，那背影不再是他记忆中那个张扬跋扈的模样，反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孤寂与落寞。林青竹的心没来由的一紧，但他很快压下了这丝异样，声音清冷如冰：展池，你到底想做什么？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你不觉得可笑吗？他的话像是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射向那个背影。林青竹以为会看到对方恼羞成怒，或者继续用那些霸道的言语来挑衅他，然而那个背影只是微微一颤。展池缓缓地转过身来，当林青竹看清他脸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张脸没有了平日的嚣张跋扈，没有了观云台的意气风发，更没有了天机阁的置诸在握。展池的眼眶微微泛红，眼神里是他从未见过的痛苦和挣扎，那是一种爱到极致却又被现实狠狠击碎的绝望。我别无他法。展池的声音沙哑干涩，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只一句话就让林青竹准备好的所有质问，所有斥责全都卡在了喉咙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林峰扮演的展池凄然地扯了扯嘴角：青竹，你就像天上的月亮，清冷高洁，不染尘埃。而我呢？展池自嘲地低头看了看自己：我只是地上的一滩烂泥，无论我怎么努力，怎么挣扎，都只能仰望着你。我用那些可笑的手段，不过是想在你的清辉里留下一丝我的影子，哪怕只有一瞬间，哪怕你看到的是一个狂妄、可笑、肤浅的我。这番话如同重锤，一下下地砸在林青竹的心口上。林青竹脑子里一片混乱，原来是这样吗？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挑衅，只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就在他心神俱震之时，展池从怀中拿出了一枚玉簪，在皎洁的月光下，那枚玉簪通体温润，簪头雕刻着一朵含苞待放的青莲。更让他心神摇曳的是，随着他手腕的翻动，无数璀璨的星光竟然从玉簪上流淌出来，映照在他的掌心，如梦似幻。这本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我想只有这漫天星辰才配得上你的风华。展池看着林青竹，眼神里释化不开的深情，但我现在知道我不配。说完，在林青竹呆滞的目光中，他做出了一个让他永生难忘的动作。展池抬起手，没有丝毫犹豫，猛地将那枚能映照星辰的玉簪抛向了身后的万丈悬崖。若不能得到你的心，这些身外之物要知何用？决绝果断。那枚玉簪带着璀璨的星光，划过一道绝美的弧线，坠入无尽的云海深渊，像是一颗流星砸落，也像是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林青竹的心上。林青竹彻底愣住了，大脑一片空白。他预想过无数种可能，他会恼羞成怒，他会死缠烂打，他会继续说那些霸道的狂言，唯独没有想过他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结束这场荒唐的闹剧。他竟然把那份他曾经不屑一顾的真心，当着他的面亲手丢下了悬崖。林峰扮演的展池做完这一切，仿佛抽干了全身的力气。展池最后看了林青竹一眼，那眼神复杂到了极致，有爱慕，有不舍，有痛苦，最后全都化作了释然。我不会再来烦你了。他转过身，声音被夜风吹得有些破碎。当我能真正站在你身边，配得上你的时候，我会堂堂正正的告诉你我爱你。话音落下，他再也没有回头，一步一步决然离去，背影萧索，融入了无边的夜色，深藏功与名，只留下林青竹一个人，像一尊冰雕僵在悬崖边上。夜风吹过，扬起她雪白的裙角和几缕凌乱的青丝。他看着那个男人消失的方向，又低头看了看深不见底的悬崖，脑海里反复回想着那一句我不配，回想着那一句要知何用。咔嚓一声轻响，仿佛从灵魂深处传来。林青竹那冰封3尺坚不可摧的道心，在这一刻浮现出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痕，紧接着裂痕如蛛网般瞬间蔓延，轰然碎裂。一种他从未体会过的情绪，像是决堤的洪水，瞬间将他整个人淹没。那不是愤怒，也不是羞恼，而是一种让他心脏揪紧，痛到无法呼吸的心动与悔恨。他输了，在这场他自以为是的较量中，输得一败涂地，体无完肤。青云城秦园1线千铺子，林峰翘着2郎腿，在他面前2只沉甸甸的储物袋，还有一枚通体玄黑雕刻着繁复云纹的令牌，被整整齐齐地摆在破木桌上。空气里仿佛都弥漫着灵石那该死的甜美的铜臭味。林先生，这是我家少主吩咐的尾款，共计2万下品灵石，一枚不多，一枚不少。这枚是我天灵宗的克卿长老令，持此令
可在宗门内便宜行事。展池派来的心腹管事弓着身子，语气里是掩盖不住的敬畏。天知道这位用了什么通天手段，把那位冰山一样的圣女搞得道心失守。3天没出洞府，少主现在心情好的天天开宴，连带着他们这些下人赏钱都拿了好几轮。知道了，你走吧。林峰挥了挥手，姿态拿捏得死死的，眼角的余光却一刻没离开过那2袋灵石。等管事一走，铺子门一关，林峰脸上的高深莫测瞬间崩塌。他一个饿虎扑食，将2只储物袋死死抱在怀里，脸颊在上面疯狂地蹭来蹭去。发了，老子发了，2万，整整2万灵石啊！林峰将灵石哗啦一下全倒在床上，自己整个人往上一躺，在灵石堆里打滚。冰凉坚硬的触感撞得他骨头生疼，可他却笑得像个300斤的孩子。这才是人生，这才是他妈的修仙。什么狗屁大道，什么长生久世，有躺在钱堆里爽吗？不干了，金盆洗手。林峰抓起一把灵石，从指缝间看着他们哗哗落下。等老子把这钱花完不对，先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买上几百亩灵田，雇他10个8个貌美如花的女修给老子种地。林峰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至于天灵宗后续会发生什么，关我屁事。尾款已结，单子已了。那个叫林青竹的圣女是哭是笑，是爱是恨，都与他林峰再无半点瓜葛。他林峰专业的带撩，没得感情的赚钱机器，现在是享受生活的时刻。与此同时，天灵宗清新小筑，展池觉得自己又行了。他特意换上了一身玄色劲装，头发用玉冠高高竖起，努力模仿着记忆中那个自己的孤高与霸道。根据他安插在清新小筑外的眼线回报，林青竹这几日心神不宁，甚至连修炼都无法进行。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沦陷了。那个叫林峰的家伙手段确实高明，但这最后的临门一脚还得他这位少主亲自来提。展池深吸一口气，对着水镜扯出一个自以为深沉的笑容。女人，你的心只能由我来乱。就是这个味儿，霸道、深情，还带着点不容置疑的掌控力。展池信心爆棚，大步流星地走向林青竹的洞府。他甚至没有通报，直接推门而入。青竹，我来了。洞府内，林青竹正盘膝静坐。林青竹的脸色有些苍白，双眸紧闭，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问心崖那一夜，那个男人决绝的背影，那枚坠入深渊的星光玉簪，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心魔。他恨他的欺骗，恨他的玩弄。可当他试图用天心剑诀斩断这份情绪时，却发现自己的道心早已千疮百孔。那个男人用最霸道的方式闯入，又用最惨烈的方式离开，在他心里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听到这声呼唤，林青竹的身体猛地一僵。这个声音是他的声音，他回来了。他不是说不会再来烦他了吗？一种他自己都无法描述的复杂情绪瞬间涌上心头，有怨，有怒，有委屈，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卑微的期待。林青竹缓缓睁开眼，转过头，当看清来人的那一刻，林青竹整个人呆住了。展池，还是那个他熟悉的展池，一身华服，满脸自得，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欲望与占有。那双眼睛浑浊浅薄，哪里有半分问心崖上那个男人眼中的痛苦、挣扎与深情。展池看着林青竹那张略显苍白的绝美脸庞，心中一片火热。成了，他果然为我憔悴了。展池清了清嗓子，迈着自以为潇洒的步伐走上前，学着林峰的腔调压低声音：青竹，别再守着你那颗破道心了，守是守不住的，不如让我来。展池伸出手想去捏林青竹的下巴，脸上带着猥琐的笑意，然而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林青竹的眼神变了，如果说前一秒他的眼中还是混乱的暴风雪，那么这一刻所有的混乱都已散去，只剩下一片死寂的冰冷的虚无。林青竹看着眼前这张脸，看着他拙劣的模仿，听着他轻浮的言语，一个让他如坠冰窟的真相瞬间击穿了他的神魂。骗子，全都是骗子。关云台的指点江山，山壁上的狂傲诗篇，天机阁的棋局论道，问心崖的决绝断情，那一个个让他道心动摇，让他彻夜难眠，让他心痛如绞的瞬间，都不是眼前这个人。有人伪装成了展池的样子，像一个最高明的棋手，将他的骄傲、他的理智、他的道心玩弄于股掌之间。噗！一口鲜血猛地从林青竹口中喷出，染红了他胸前雪白的衣襟。道心在这一刻彻底崩碎。青竹，你怎么了？展池吓了一跳，连忙上前。
可迎接他的是一只快到极致的巴掌。啪！一声脆响，展翅整个人被抽飞出去，狠狠撞在石壁上，半边脸瞬间高高肿起。你！展翅被打懵了，又惊又怒。你疯了！林青竹缓缓站起身，他没有擦去嘴角的血迹，那抹嫣红衬得他本就清冷的脸多了一分妖异的凄美。林青竹的目光落在了展翅身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没有愤怒，没有杀意，只有无尽的冰冷和看一件死物般的漠然。你不是他。他的声音很轻很平静，却让展翅浑身汗毛倒竖。你说什么胡话？我不是展翅，谁是展翅？展翅挣扎着爬起来，色厉内荏地吼道。林青竹没有再说话，一股恐怖的威压从他体内轰然爆发。金丹期大圆满的圣女在道心碎裂彻底失控的这一刻，所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寻常，整个洞府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展翅只觉得一座无形的大山狠狠压在了自己的神魂之上，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说，林青竹一步步向他走来，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他的心脏上。那个伪装成你的人是谁？我不知道。在绝对的死亡恐惧面前，展翅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他想说，他想把那个叫林峰的家伙的铺子地址都喊出来，可就在他张口的瞬间，源自灵魂深处的契约力量死死扼住了他的喉咙，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发出呵呵的声音。林青竹停下脚步，他看懂了，灵气。那个男人心思缜密到了这种地步。林青竹忽然笑了，那笑容凄凉绝美，却又带着令人心悸的疯狂。好，很好。他抬起手，一掌轻轻印在了展翅的胸口。滚！展翅如遭雷击，身体像个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撞碎了洞府大门，一路翻滚，鲜血狂喷，不知断了多少根骨头。洞府内再次恢复了死寂。林青竹抚摸着自己隐隐作痛的心口，那里曾经是他引以为傲的道心，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和一道用滔天恨意与病态偏执浇筑而成的清晰无比的身影。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但他绝不认输。林青竹拿出自己的圣女令，一道神念注入其中。这道命令没有传给宗门任何一位长老，而是直接连接了天灵宗最神秘的情报机构七星楼。一道冰冷的神念跨越虚空，传入了七星楼深处，以天灵宗圣女之名发布甲字第1号追查令。目标：一人。特征：擅长伪装，能完美模拟展翅气息。其人：城府极深，擅长攻心，懂诗，懂棋，懂剑。最重要的一点，林青竹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刻骨的恨意和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疯狂的占有欲。他懂我，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所有资源找到他。西墨域与东玄域的交界，血渡口，这里是三不管地带，是所有被正魔两道追杀的亡命徒的乐园。空气中常年弥漫着铁锈、劣质灵酒和绝望混合的怪味。城中最热闹的断魂酒馆里喧嚣震天，一个身穿火红长裙的女子独自坐在一张角落的酒桌上，显得格格不入。她太美了，美得像一团正在燃烧的火焰，妖异且充满了侵略性。周围的邪修和魔道弟子目光贪婪地扫过她圣雪的肌肤和摇曳的腰肢，却没一个人敢上前，因为她的桌前摆着的不是酒杯，而是一个还在微微跳动的心脏。她叫叶琉璃，血神教的圣女。半年前，血神教一位长老的宝贝儿子脑子一热，想追求她，那蠢货不敢自己上，花了一笔天价灵石请了个代撩。于是一个男人伪装成他的样子出现在了叶琉璃面前。那个男人不一样，他以一手惊世骇俗的万魔朝宗特效引动天地异象，然后当着他的面单膝跪地，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嗓音对他说：我的力量，我的魔功，甚至我的命都属于你，主人，请尽情支配我。那一刻，叶琉璃那颗被魔功浸染的冰冷又扭曲的心融化了。他找到了那个能让他心甘情愿跪服，能彻底支配他的主人。可后来呢？当他满心欢喜地去找那个纨绔子时，看到的却是一个见了他就双腿发软，话都说不清楚的废物。那个唯唯诺诺的蠢货根本不是他。叶琉璃感觉自己被耍了，他一怒之下将那个纨绔子和他全家上上下下300多口人全都炼成了血神子，没有一个活口。他要找到他，那个骗了他的男人。此刻叶琉璃白皙修长的指尖正轻轻抚摸着一枚藏在袖中的玉佩，玉佩是温的，上面刻着一只诡异的蛊虫，同心蛊。
那个男人留下的唯一信物，也是他追踪他的唯一线索。这半年来，他踏遍了西莫域的每一个角落。终于，这枚同心骨有了反应，它在发热，指向东方。叶琉璃的嘴角噙着一抹病态的笑意。就在这时，几个不长眼的邪修喝多了几杯马酿，壮着胆子走了过来。为首的刀疤脸嘿嘿一笑，露出满口黄牙。小娘子，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不如跟哥哥们去乐呵乐呵。另一个瘦高个更是直接伸手想去摸叶琉璃的脸蛋，这皮肤啧比刚剥壳的鸡蛋还嫩。叶琉璃的眼睫毛动了一下，他没有看他们，只是低头看着自己鲜红的指甲，声音甜得发腻。几位哥哥是想摸我吗？那刀疤脸被他这一声哥哥叫的骨头都酥了。对啊，小美人，让哥哥好好疼疼你。好啊。叶琉璃抬起头冲他们展颜一笑，百花失色。那几个邪修瞬间看呆了。可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伸出手即将碰到叶琉璃脸颊的瘦高个，他的身体从脚底开始毫无征兆的融化，就像是被烈日暴晒的蜡烛，皮肤、血肉、骨骼都在迅速变成一滩滩浓稠的血水。啊啊！他甚至连完整的惨叫都发不出来，喉咙里只能发出呵呵的怪响。他的眼神从淫邪变成了极致的恐惧，他想逃，可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不过眨眼功夫，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化成了一滩腥臭的血水，溅在地上。死！整个酒馆瞬间死寂，所有人都被这诡异又残忍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那刀疤脸和剩下的几个同伙酒意全无，双腿抖得跟筛糠一样。妖女！刀疤脸怪叫一声，转身就想跑，可晚了。叶琉璃只是轻轻吹了一口气，几滴血水从地上飞起，像是有生命一般，精准地落在了那几个逃跑的邪修身上。吃吃吃！腐蚀的声音不绝于耳。那几个邪修步了瘦高个的后尘，在凄厉的惨嚎中，一个个化成了冒着黑烟的血水。整个过程不超过10息。叶琉璃伸出纤纤玉指，沾了一点溅到桌上的血迹，放进嘴里，轻轻舔了舔。他的眼神病态而迷恋。小骗子，我闻到你的味道了，你跑不掉的。你的身体，你的灵魂，都将是我最完美的收藏品。酒馆里的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个离他最近的修士更是直接吓尿了裤子，瘫软在地。叶琉璃的目光落在了那个修士身上，他勾了勾手指，你过来。那修士连滚带爬地挪到他面前，头磕得像捣蒜。仙子饶命！饶命啊！别怕。叶琉璃的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我问你，东玄域那边最近有什么热闹的地方吗？东玄域。那修士哆哆嗦嗦，脑子飞速运转。回仙子的话，东玄域广大无边，要说最出名的，当属正道7大仙门，其中又以天灵宗为首，门下弟子数万，高手如云。天灵宗。叶琉璃咀嚼着这个名字，手中的同心骨热得有些发烫，指引的方向正是天灵宗所在的区域。叶琉璃笑了，笑得天真烂漫，却让整个酒馆的温度都降到了冰点。很好。叶琉璃站起身，火红的裙摆像是一朵盛开在地狱的曼陀罗。她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径直走出了酒馆，只留下一地血水和一群被吓破了胆的亡命徒。她要去东玄域，她要去天灵宗，她要去抓回那个属于她的收藏品。叶琉璃完全不知道，她心心念念的那个小骗子，那个让她甘愿臣服的主人，就在不久前刚刚用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剧本，把正道魁首天灵宗的圣女骗得道心破碎，生不如死。东玄域，天灵宗，一场由正道圣女发起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查令已经启动。西莫域，血渡口，一个更加疯狂、更加不计后果的魔道妖女也踏上了她的寻人之旅。2道致命的追杀线正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同一个目标急速收拢。而此刻，事件的中心，那个始作俑者林峰正在他那间破铺子里，躺在2万灵石堆成的小山上，睡得口水直流，做着买上几百亩灵田，雇10个8个貌美如花的女修给他种地的美梦。他不知道，一场足以颠覆整个修仙界的风暴已经因他而起。他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2个修仙界最不能招惹的女人同时给盯上了，而且他们都快找到他了。青云城，翠云轩，这里是全城地价最贵的地方，寸土寸金。能在这里拥有一座洞府的非富即贵林峰现在就很富，所以他理直气壮地跪了起来。他背着手跟在一个身穿锦袍满脸堆笑的牙行管事身后，对一座占地3亩带独立温泉灵脉的豪宅指指点点。这院墙
不行，得用黑曜石给我砌，要雕花得是富贵牡丹的那种。池塘太小了，怎么养锦鲤？给我扩，至少要能让10个8个女修在里面洗澡壳洗洗。还有那个聚灵阵，你别想糊弄我，这用的什么破烂玩意儿？灵气稀薄的跟老太太的稀饭一样，必须换，用最好的。管事脸上的笑容都快僵了，心里把林峰骂了个狗血淋头。哪来的土包子，真当灵石是大风刮来的？可脸上还得陪着笑。爷，您说的这些价钱可就？价钱是问题吗？林峰一瞪眼，拍了拍腰间的储物袋，那沉甸甸的声响是整个修仙界最动听的音乐。爷不差钱，他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妈的，这也要钱，那也要钱，老子这2万灵石还够不够装修啊？要不池塘先不扩了，女修先雇3个试试水。不行，我林峰金盆洗手，享受人生，排场必须拉满。管事走后，林峰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庭院里，叉着腰，迎着微风，闭上眼。他已经能想象到未来的美好生活了。左边是穿着清凉法衣给他捶腿的剑修大姐姐，右边是声音甜糯给他喂灵果的丹修小妹妹。池塘里还有几个嘿嘿嘿。至于那个叫林青竹的圣女，还有那个叫展翅的冤大头，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他现在对即将到来的风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天灵宗清心小筑洞府内寒气逼人，一名身着7星道袍的长老正单膝跪地，头都不敢抬。禀圣女，查到了。展翅在事发前的确去过一趟青云城，在那里他通过地下衙行接触了一个身份不明的掮客，据说此人专接各种不上台面的委托，但线索到此就断了。那个掮客像是人间蒸发了。端坐在冰床上的林青竹缓缓睁开眼，那双曾经清冷如秋水的眸子，此刻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寒潭。青云城掮客，他懂了，那个人就是个藏在阴沟里的老鼠，一个靠着出卖自己的演技来换取灵石的戏子。可就是这样一个戏子，把他这个天灵宗圣女玩弄于股掌之间，何其荒唐，何其可恨。继续查。林青竹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就算把青云城给我翻过来，也要把这只老鼠给我揪出来。他抚摸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心口，那里曾经有一颗坚不可摧的道心，现在只剩下了一个人的影子。他要找到他，然后亲手捏碎他所有的伪装，撕开他那张虚伪的面具，看看面具之下到底是一张怎样的脸。青云城外官道旁的一间茶寮，一名身穿火红长裙的女子正端着一杯粗茶，慢悠悠地品着。正是跨越半个大陆一路追查过来的叶琉璃，她袖中的同心骨越来越烫了。她就在这附近。茶寮里几个修士正在高谈阔论。听说了吗？天灵宗最近出了件天大的奇闻。嗨，不就是展翅少主追圣女那点破事儿吗？现在谁不知道？你知道个屁！一个消息灵通的修士压低声音。我七舅老爷的二表姑在天灵宗当杂役，他说那个展翅跟变了个人似的，以前就是个草包，现在出口成章，一手剑法霸道绝伦，把圣女拿捏得死死的。真的假的？反差这么大？可不就是。叶琉璃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反差，霸道，才情，这熟悉的配方，这该死的味道和当初那个骗了他的男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先用一种极端的形象出现，打碎你的认知，再用一种截然相反的魅力攻陷你的内心。叶琉璃嘴角的笑意越发病态。小骗子，你可真会玩啊，刚骗完我又跑去骗正道的仙子了，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有趣？就在这时，他怀中一块漆黑的玉牌忽然震动了一下，这是他从黑市高价买来的联络工具幽影镜，可以与另一个持有者进行匿名的神念交流。他之前通过血神教的情报网查到东玄域最近有一道声势浩大的追查令，发布者身份神秘，似乎也在找人。他当时只是随手留了个钩子，没想到鱼儿上钩了。一道冰冷高傲的神念从幽影镜中传来。你是谁？叶琉璃笑了，指尖在镜面上轻轻划过，送出自己的神念。一个和你一样被男人骗了的可怜女人罢了。妹妹，我们或许在找同一个人。天灵宗清心小筑。林青竹看着幽影镜上那道带着明显魔道气息、轻佻又魅惑的神念，秀眉紧蹙。魔道妖人，但他没有立刻切断联系，直觉告诉他对方没有说谎。我的目标，伪装成纨绔子弟，行事霸道，懂诗懂剑。林青竹冷冷地传出信息，镜面那头很快有了回复。哥哥喽，妹妹，你搞错了，我的小骗子，他伪装的
可是一条最忠诚、最会舔舐主人脚尖的狗啊！他会跪在我面前说他的命都是我的。他懂得也不是诗和剑，而是最精纯的魔功。林青竹瞳孔一缩，2个人，不对，如果只是巧合，这个魔道妖女不可能找到自己。林青竹强压下心头的翻涌，继续传念。他的手段是不是层层递进，先立威，再示弱，用巨大的反差摧毁你的心房？这一次，镜面那头沉默了许久，才传来一道带着几分凝重的神念：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很懂你？懂你想要什么？懂你内心的缺口在哪里？然后把自己变成你最渴望的模样，送到你面前。镜面那头彻底沉默了，答案不言而喻，是同一个人。这个混蛋，他竟然是个千面戏子，他到底骗了多少人？一股前所未有的羞辱和愤怒涌上林青竹的心头。原来自己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他演出的其中一幕，那个让他道心破碎的深情浪子只是他无数面具中的一个。镜面再次亮起，夜琉璃的神念带着一丝兴奋的颤抖。有意思，太有意思了，这个男人是个宝藏啊！妹妹，我们联手吧，把他揪出来，你一半，我一半，我剁手，你剁脚，很公平吧？林青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跟这种妖女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但他现在别无选择。那个男人太能躲了，仅靠天灵宗的力量如同大海捞针。好，林青竹只回了一个字：找到他，再谈分配。一个正道圣女，一个魔道妖女，在这一刻因为同一个男人达成了诡异的共识。一个史无前例的寻夫复仇者联盟雏形诞生。夜琉璃的神念再次传来，带着一丝疯狂。光靠我们找太慢了，得让他自己无处可藏。我出钱，你出名，我们去中天神州的稷下学宫发布一份悬赏，一份让整个玄天大陆都为之疯狂的悬赏。几天后，一份由稷下学宫信誉担保的寻人榜，以风卷残云之势传遍了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从顶尖宗门到市井酒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份榜单很奇怪，没有画像，没有姓名，甚至连性别都描述的模棱两可。上面只有一段极具煽动性的描述：寻艺人，此人善伪装，精通人心，演技通神，可为霸主，可为忠犬，可迎风月，可诵魔典。其言能遂仙子道心，其行能令魔女臣服。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份悬赏奖励：先天灵宝1件，化神期破镜心得1份，极品灵石10万。整个修仙界炸了，无数闭关千年的老怪物都闻风而动。此刻，青云城翠云轩，林峰手里攥着一张温热的兽皮房契，站在自己刚买下的豪宅庭院里，心潮澎湃。3亩地，独立温泉灵脉，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他心满意足地背着手，像个退休老干部一样在院子里踱步。等装修好了，东厢房住一个给我捶腿的，西厢房住一个给我捏肩的，后院那个温泉池子必须给我改成露天的。池边种上灵桃树，花瓣落下来的时候，林峰嘿嘿一笑，口水差点没绷住，他已经能想象到那幅活色生香的画面了。享受生活，揣着房契，林峰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准备去城里最好的酒楼醉仙楼，点一桌最贵的零食，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可刚一出门，他就感觉不对劲，整个青云城的气氛变了。街道上修士们行色匆匆，脸上的表情却不是往常一样淡漠。更让林峰不爽的是，路过他的每个修士都会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眼光上上下下的打量他，那眼神充满了审视、嫉妒，还有毫不掩饰的贪婪。尤其是看到林峰这张俊美绝伦的脸时，那目光简直像是要在他身上剜下一块肉来。一开始林峰还挺得意，哥的帅气终究是藏不住了。可渐渐的，他感觉这味道不对了，这不是欣赏，这是狼群在看一块肥肉。林峰眉头一皱，加快了脚步，走进了醉仙楼。酒楼里人声鼎沸，比平时热闹了10倍不止。他刚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邻桌几个膀大腰圆的刀客修士就扯着嗓子吼了起来：听说了吗？稷下学宫亲自担保的寻人榜，他娘的，这谁不知道？现在整个东玄域都传疯了。一个满脸横肉的刀客猛灌了一口酒，眼睛放光。1件先天灵宝，一份化神期破镜心得，还有10万极品灵石。我操，这是要把天捅个窟窿啊！谁说不是呢？别说先天灵宝了，就是那10万极品灵石都够咱们兄弟逍遥几辈子了。林峰竖着耳朵听着，心里啧啧称奇。稷下学宫，那可是中天神州最顶尖的学府，信誉比天灵宗还硬。
他们担保的悬赏绝对错不了。到底是哪个倒霉蛋这么值钱？林峰心里嘀咕，忍不住幸灾乐祸。嘿，倒霉蛋，我看是秦胜。另一个尖嘴猴腮的修士压低声音，一脸的羡慕嫉妒恨。榜上说了，那家伙是个玩弄感情的绝顶高手，把正道仙子和魔道妖女同时给骗了。牛逼，绝了，吾辈楷模。酒桌上一片惊叹，林峰听得也是一脸敬佩。好家伙，同行啊，而且还是个业务能力这么强的同行，能同时搞定正魔两道的顶级女人，这他妈是时间管理大师中的祖师爷啊！可惜了，估计也是个不结尾款就跑路的，不然哪能闹这么大？林峰摇了摇头，深以为然。就在这时，一个喝得满脸通红的修士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根手指直直地指向了林峰。我看这小子就很有嫌疑。他打了个酒嗝，声音吼得整个酒楼都听得见，长得跟个狐狸精似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就是那个小白脸。唰，整个酒楼瞬间安静了下来，落针可闻。下一秒，超过100道不善的目光齐刷刷的全部锁定在了林峰身上，贪婪、炽热、疯狂，那感觉像极了一群饿了10天的野狗看到了一根从天而降的肉骨头。林峰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终于明白了，原来不是他的帅气藏不住了，是他妈的长得帅在这个节骨眼上成了一种罪。邻桌那几个刀客已经把手按在了刀柄上，眼神在他身上来回扫视，像是在估量从哪里下刀比较方便。妈的，林峰心里骂了一句，后背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他出道这么多年，靠的就是一张脸和一张嘴，这还是第一次因为这张脸被人当成了活靶子。林峰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之前，从储物袋里摸出几块下品零食往桌上一拍。小二，结账。林峰的声音很平静。说完，他站起身，仿佛没事人一样，朝着酒楼门口走去。每一步，林峰都能感觉到背后那些视线像钢针一样扎着他。林峰的直觉在疯狂报警，在生死边缘锻炼出的敏锐，让他知道，只要他流露出半点心虚或者加快脚步，下一刻至少会有10几把法器把他剁成臊子。就在林峰一只脚即将迈出酒楼大门时，身后那个满脸横肉的刀客猛地一拍桌子：站住，兄弟们，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先把他拿下再说。对，抓住他，送去稷下学宫领赏。他想跑，轰，整个酒楼炸了锅，10几个修士如同出笼的猛兽，带着满脸的狰狞朝林峰扑了过来。林峰瞳孔一缩，妈的，玩脱了！没有丝毫犹豫，林峰反手将腰间一个不起眼的储物袋朝着人群最密集的地方狠狠扔了过去。赏你们的！砰的一声，储物袋炸开，上千块下品零食如同天女散花，哗啦啦洒了一地。零食是我的！人群瞬间乱了套。那些原本要扑向林峰的修士看到满地打滚的零食，眼睛都红了，立刻扭头去抢。趁着这个空档，林峰身形一闪，像条泥鳅一样窜出了酒楼，一头扎进了旁边最复杂的小巷子里。林峰不敢停，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在迷宫一样的巷道里疯狂穿行。身后的叫骂声和追赶声越来越近，别让他跑了！那个小白脸在那边。林峰躲在一个巨大的泔水桶后面，屏住呼吸，心脏狂跳。几个提着刀的修士骂骂咧咧地从他面前跑了过去。等脚步声远去，他才感叹出头，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浸湿。林峰看着自己一身价值不菲的锦袍，沾满了污秽的菜叶，闻着空气中刺鼻的酸臭味，欲哭无泪。老子的退休计划，我他妈刚买的豪宅，1天都还没住啊，彻底泡汤了。全完了，现在他林峰这张脸就是一张行走的催命符。别说住豪宅，雇女休了，他连在青云城里露个面都做不到。只要他敢出现，全城的修士都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来，把他撕成碎片。必须换个身份，找一个新的安全的避风港。林峰垂头丧气，像只丧家之犬，绕了无数个圈子，才偷偷摸摸地回到了自己那间又破又小的情缘一线牵铺子。这里是他唯一的藏身之处了。可当他走到门口时，脚步却猛地一顿。林峰看到在积满灰尘的门板上多了一个不起眼的刻痕，一个只有他才认识的刻痕，像是一朵盛开了一半的兰花。这是他和青云城里最神秘的那个业务中介人约定的暗号，有这个标记就代表有新客户上门了，而且是指定要找他林峰的10万火急的大单子。林峰的眼神瞬间变了，所有的颓丧和懊恼一扫而空。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一抹疯狂的光芒在他眼底深处闪过。
现在整个青云城，甚至整个东玄域都在找他，他就是风暴的中心。躲，能躲到哪去？他现在才是最危险的人。既然如此，富贵险中求。林峰低声喃喃自语，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想要躲过这阵风头，就不能当个缩头乌龟，必须搅动更大的风云。生存的压力让他那颗刚刚熄灭的搞事之心再次熊熊燃烧。不就是演戏吗？老子是专业的。他伸出手推开了那扇破旧的木门，旧的剧本已经落幕，新的委托送上门了。推开门，一股陈年的灰尘味扑面而来。这里和他刚买的豪宅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茅房，可现在这个破铺子却是他唯一的避风港。林峰反手将门栓插好，整个人瘫靠在门板上，大口喘着粗气。他的心跳还没平复，外面那些修士疯狂的眼神就像刀子一样，现在还刮着他的后背。先天灵宝，化神期心得，10万极品灵石。林峰现在觉得自己脑袋上就顶着这行子，走到了哪里都闪闪发光。那2个疯女人，他妈的，这是要让他社会性死亡啊！林峰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眼神落在了屋子中央，那里不知何时多了一道身影，一个穿着淡绿色弟子服饰的女孩，正局促不安地站在那，双手绞着衣角，怯生生地看着他。女孩看起来年纪不大，16、17岁的模样，炼气3层的修为，弱得像只小鸡仔，一张小脸长得清秀可人，但此刻却写满了紧张和害怕。你……林峰刚开口，那女孩就像受惊的兔子，猛地后退了一步。您就是牵线人先生吗？她的声音细若文瑞，带着哭腔。林峰皱了皱眉，门板上那朵兰花暗记是青云城地下中介人才懂的最高级别联络方式，代表着客户身份不凡，出手阔绰，且委托10万火急。可眼前这个小丫头怎么看都不像啊。是我。林峰压下心里的疑惑，恢复了职业性的冷淡。说吧，什么委托？女孩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从储物袋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双手捧着，小心翼翼地递了过来。先生，这是我的全部积蓄了。林峰接过来掂了掂，轻飘飘的。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堆下品和中品灵石，仔细数数，撑死也就800块。林峰的脸当时就黑了。800灵石，打发叫花子呢？老子现在身价比先天灵宝还贵，你给我800。我叫小雅，是百花宫的弟子。女孩见林峰脸色不对，吓得声音都在抖。百花宫，林峰想起来了，东玄域一个挺特殊的宗门，只收女弟子，不争不抢，就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种花养草，在修仙界里算是一股清流。是这样的。小雅眼圈一红，声音哽咽。最近万剑阁的一位内门弟子，他一直在追求我。好事啊！林峰没好气的把布包扔回桌上。嫁入万剑阁，当个剑修夫人，不比你在百花宫种花强。不是的。小雅急得快哭了。那位10亿师兄，他性格太耿直了，一根筋。我根本不喜欢他，可我又不敢直接拒绝。万剑阁我们百花宫惹不起，我怕话说重了，会给我们宗门惹来麻烦。林峰听明白了，这是碰上个死缠烂打的憨憨了。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帮你把他打一顿。林峰嗤笑一声，800灵石不够我出手的茶水费。不是的。小雅连连摆手，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说出了他的委托。我想请您伪装成我的样子，去把他给拒绝了。空气安静了。林峰掏了掏耳朵，怀疑自己听错了。什么玩意儿？带撩的单子他接过，带写情书的单子他也接过，这他妈带拒的单子还是头一回听说，而且还是让他一个大男人伪装成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去拒绝别人，这活儿太阴间了。不做。林峰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你另请高明吧，先生。小雅扑通一声直接跪下了，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求您了，那个10亿师兄，他已经在我们百花宫山门外站了3天3夜了，风雨无阻，跟个门神一样。我们宫里的长老都惊动了，说再不解决就要亲自出面把他赶走，到时候事情闹大，我会被逐出师门的。林峰的眉毛挑了一下。万剑阁，他想起来了，东玄域正道7大仙门，天灵宗是魁首，这万剑阁常年老二，2个宗门之间明里暗里一直别着苗头，谁也不服谁一个念头在林峰脑海里闪电般划过。现在天灵宗的圣女因为他搞出了天大的动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骗了圣女的神秘人身上。如果这个时候万剑阁也出了点不大不小的桃色新闻呢？比如内门核心弟子
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宗门女弟子给甩了，还闹得人尽皆知，那乐子可就大了。两个顶级宗门一掰扯起来，谁还有空管他这个行走的先天灵宝？浑水，必须把水搅得更浑。一瞬间，林峰眼里的嫌弃变成了算计。林峰看着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的小雅，慢悠悠地把那个装了800灵石的布包重新揣进了怀里。行吧，这活儿我接了。小雅猛地抬头，满脸的难以置信。可下一秒，他就看到了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幕。林峰抬起手，他手指上那枚看起来像地摊货的古朴戒指忽然亮起了一阵微光，光芒一闪而逝，原本站在他面前那个高大俊美的男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同样的身材娇小，同样的淡绿色弟子服饰，同样清秀又带着几分怯懦的脸，甚至连他左边眉角那颗不起眼的小痣都分毫不差。你！小雅惊得嘴巴张成了 O 型，指着对面的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别怕，专业团队。林峰开口了，发出的声音柔柔弱弱，和他自己的声音没有任何区别。林峰走到屋里那面蒙尘的铜镜前，打量着自己的新形象，然后他试着像小雅一样做出一个绞着衣角楚楚可怜的动作，动作很标准，就是看着有点别扭。林峰内心疯狂吐槽，妈的，为了生活我究竟付出了多少？这单做完必须加钱。好了，现在把你知道的关于百花宫的规矩、功法特点，还有那个叫10亿的憨憨的所有信息，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林峰转过身，用小雅的脸露出了一个职业化的微笑。小雅已经完全看傻了，木木地点着头，把他问的所有问题都竹筒倒豆子一样说了出来。耿直、热血、一根筋，渐修思维，非黑即白，认定的事情9头牛都拉不回来。林峰听完，心里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剧本。对付这种头脑简单的直男，不能硬来，得用魔法打败魔法。林峰对着小雅拍了拍自己平坦的胸脯，用一种无比温柔又充满歉意的语气提前演练了一遍。放心，活儿绝对给你整得漂漂亮亮的，保证让他觉得我拒绝他都是为了他好，让他被甩了还得反过来谢谢我。百花宫山门，云雾缭绕，百花盛开，空气里都是甜腻的花香。要换在平时，林峰肯定要赞叹一句好地方，可现在他只想吐。他林峰，一个顶天立地的7尺男，现在正穿着一身淡绿色的百花宫弟子服，胸口平的跟块搓衣板似的，还得夹着嗓子迈着小碎步，这都什么事儿啊？林峰低头看了看自己现在的装备，内心疯狂咆哮，就为了800块灵石，我他妈现在身价比先天灵宝还贵，接这种单子简直是行业耻辱。不远处，山门外的青石坪上，一个背着门板一样宽重剑的青年站得笔直，跟电线杆子似的。他就是10亿万剑阁内门弟子，那个死缠烂打的憨憨。林峰深吸一口气，不是为了平复心情，而是为了酝酿情绪。眼睛的红，肩膀的抖，脚步的虚浮，很好，专业演员的自我修养。开演。林峰低着头，用袖子挡着半张脸，一步一步磨磨蹭蹭地挪了过去。那副渲然欲泣、我见犹怜的模样，连他自己都想给自己颁个奖。10亿早就发现了他那双跟探照灯似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小雅师妹，他大步流星地冲了过来，带起的风都刮得林峰脸疼。你终于肯见我了。10亿的嗓门大得能把树上的鸟震下来，脸上是压抑不住的狂喜。他往前一站，高大的身影直接挡住了阳光。林峰适时地抖了一下，怯生生地后退了半步。石师兄，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一样，还带着哭腔。完美。10亿看到他这副模样，又心疼又着急，想伸手又不敢。他憋了半天，涨红了脸，终于吼出了那句他准备了3天3夜的台词：小雅师妹，我喜欢你，我10亿对天发誓，我的剑以后只为你一人出鞘。声音洪亮，气冲云霄，周围几个路过的百花宫弟子吓得花篮都掉了，赶紧捂着嘴跑远了。林峰差点没绷住，好家伙，土味情话都快溢出来了。林峰强忍着翻白眼的冲动，缓缓抬起头，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噙满了泪水，用一种混合着崇拜、痛苦、挣扎，还有3分自卑、7分无奈的复杂眼神望着10亿。石师兄，你是个好人。开局一张好人卡，杀伤力不大，侮辱性极强，但对付这种直男只是前菜。10亿果然愣住了。石师兄，你就像天上的太阳，那么耀眼，那么炽热。林峰的声音悠悠传来，带着一丝飘渺的破碎感。而我只是山涧里一棵不起眼的小草，只能在阴影里默默地仰望着你。
这台词林峰自己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太绿茶了，太做作了。但他知道对付石毅这种人就得这么干。石毅眉头紧锁，显然没听懂里面的弯弯绕绕。他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用一种更认真的语气说：小雅师妹，你别这么说。小草怎么了？小草坚韧不拔，生命力顽强。我就喜欢小草。林峰，草，一种植物。这天聊不下去了。计划 A 失败，立刻启动计划 B。林峰悲戚地摇了摇头，一滴准备了许久的眼泪恰到好处地从眼角滑落，划过清秀的脸颊。不，师兄，你不懂。林峰捂着心口，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你不知道的，我们百花宫修炼的功法叫百花招露诀。林峰开始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这门功法讲究的是心如止水，灵力要像清晨的朝露一样纯净轻柔，最忌讳的就是受到剧烈的心神波动和外界阳刚气息的冲击。石毅听得一愣一愣的，显然是被这套专业术语给唬住了。林峰见有效果，立刻加大了剂量。石师兄，你的建议太过霸道，太过炽烈了。我只是靠近你，就感觉丹田里的灵力在沸腾，经脉刺痛，修为都不稳了。林峰说着，还配合的咳嗽了2声，脸色都白了几分。当然，这也是特效。易容界自带美白磨皮，并若滤镜，专业。石毅的表情瞬间变了，从刚才的着急和困惑变成了震惊和担忧。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大步，生怕自己的王霸之气真把心上人给震伤了。怎么会这样？是真的。林峰的声音更加凄苦。前几日你来找我回去之后就吐了一口血，打坐调息了整整1天，才勉强压制住紊乱的灵力。石毅彻底慌了，手足无措。我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成了，鱼儿上钩了。林峰心里的小人已经开始叉腰狂笑，但脸上依旧是那副为爱牺牲的悲壮模样。林峰看着石毅，眼神里的爱慕变成了更深沉的决绝。所以石师兄，我不能答应你，我不能因为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儿女私情耽误了你的无上剑道。你这样的人物天生就是握剑的，你的未来是要登临绝顶，成为一代剑仙，名震整个玄天大陆的。而我呢，我只会成为你的拖累，成为你剑道上的心魔。我配不上你，更不敢拖累你。这番话掷地有声，每一句都把石毅捧到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圣人位置，每一字都把自己贬低到了尘埃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拒绝了，这是为了成全对方更伟大的未来而主动做出的悲壮的、伟大的、无私的自我牺牲。 To add 的反向运用就是把对方捧杀。石毅这个一根筋的剑修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他从小到大，世界里只有黑与白，对与错，练剑与更努力的练剑。感情那是什么？石毅只知道他看这个小雅师妹顺眼，就想对她好。可现在他发现自己所谓的好竟然会伤害到对方，甚至会耽误对方的修行。而对方明明也对自己有情意，却为了不拖累自己成为剑仙，甘愿斩断情丝，独自承受痛苦。这是何等深明大义的女子啊！一瞬间，石毅心中的那点儿女情长被一种更宏大的感动和愧疚给淹没了。石毅看着眼前这个为自己牺牲一切的柔弱女子，感觉自己的格局小了。他握紧了拳头，骨节捏得发白。石毅觉得自己太鲁莽，太自私了。过了许久，石毅紧绷的身体才缓缓放松下来。他看着林峰，眼神里再也没有了痴缠，而是充满了敬意。石毅退后3步，对着林峰深深行了一个万剑阁最标准的大礼。小雅师妹。石毅的声音不再洪亮，而是低沉且带着一丝颤抖。我明白了，是我鲁莽了，是我糊涂了。你放心，为了不影响你修行，也为了不辜负你的期望，我石毅从今往后绝不会再来打扰你。你多保重。说完，石毅猛地转身，扛起那把重剑，大步流星地走了。那背影没有半分失落，反而充满了为爱放手、奔赴大道的悲壮和决绝，仿佛下一秒他就要去闭关，不正剑仙，誓不出关。林峰站在原地，保持着悲伤的表情，目送他远去，直到石毅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山路尽头，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妈的，累死我了！演戏真是个体力活。林峰揉了揉自己笑得快僵硬的脸，心里美滋滋。800到手，还顺便把万剑阁的愣头青给忽悠瘸了。这波操作简直完美。任务完成，收工。万剑阁，这里的空气是冷的，与百花宫的甜腻花香截然不同。石毅回来了，他扛着那把门板式的重剑，一步一步走得沉稳。
只是那张一向耿直的脸上，此刻多了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的复杂情绪，不是失恋的痛苦，而是一种被赋予了神圣使命的悲壮。路过的同门师兄弟向他打招呼，他都视若无睹，整个人沉浸在一种我为大道舍弃小爱的崇高氛围里，径直走向了自己的修炼瓶。枪，重剑插地，剑气激荡，石毅开始练剑，但今天的剑不对劲，以往他的剑是直来直去，大开大合，一往无前，可现在剑招里却多了一丝缠绵，一丝犹豫，还有一丝刻意压抑的爆裂。石毅想把那份无处安放的情感融入剑道，却不知这正是剑心紊乱的开端。不远处，一座剑屏之上，一个身穿青色剑修静装的女子静静地看着他。女子身形高挑，面容凌厉，眉眼如削，没有寻常女子的半分柔媚，却自有一股令人不敢直视的飒爽英气。她只是站在那里，周遭的剑气便自发地向她臣服。万剑阁首席弟子冰山剑仙苏慕晴，也是石毅的亲姐姐。整个东玄域玄天美人榜上，她位列第7。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位冰山剑仙平生最厌恶的就是情爱2字，在他看来，那玩意儿只会影响拔剑的速度。他看着练剑的石毅，清冷的眸子微微蹙起。你的剑乱了。声音不大，却像一盆冰水都投浇在了石毅的头上。石毅的动作一僵，停了下来，转身恭敬地低头。姐。苏慕晴踱步而来，脚步无声，压力却扑面而来。发生了什么？他从不问多余的话。石毅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组织语言，想把自己经历的那场伟大爱情描述清楚。石毅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于崇拜的光。姐，我见到了一位深明大义的奇女子。接着他把在百花宫山门前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从小雅师妹的渲染玉气，到那番为了她的无上剑道而甘愿牺牲自己的肺腑之言。石毅说的是慷慨激昂，情绪饱满。姐，你不知道，小雅师妹她明明心里有我，却为了不拖累我，为了不成为我剑道上的心魔，硬生生斩断了情丝。他还说我的未来是星辰大海，是要成为一代剑仙的男人。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善良。石毅越说越激动，仿佛被拒绝的不是自己，而是见证了一场圣人降世。他总结道，我明白了，现在的我确实配不上他，我要努力修炼，不辜负他的期望。说完，他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姐姐，希望得到认同。然而苏慕晴的脸上没有半分动容，她只是静静地听着，像一个最冷静的判官在审视一份漏洞百出的供词。等石毅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依旧冰冷。说完了。石毅一愣。说完了。漏洞百出。苏慕晴毫不留情地给出了4个字的评价。石毅的脸瞬间涨红了。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小雅师妹？她第一。苏慕晴竖起一根手指，眼神锐利得像剑尖。百花宫的百花朝露诀，我虽未修行，却也略知1、2。此功法讲究兼容并蓄，以柔克刚，从没有惧怕阳刚剑气一说。这个理由是编的。第二。他又竖起第2根手指。一个练气期的外门弟子，连百花宫的山门都很少出，他从何而知你的无上剑道，又如何断定你会成为一代剑仙？他见过几个剑仙？第3。苏慕晴的目光让石毅不敢直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精准地踩在了你的软肋上，捧高你，贬低他自己，让你产生愧疚，再把拒绝包装成一种伟大的牺牲。这不是拒绝，这是操控。一套话术下来，你非但没有恨他，反而对他感恩戴德，甚至立下了所谓的修炼宏愿。苏慕晴看着自己这个一根筋的弟弟，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失望。石毅，你被人当傻子耍了。石毅整个人都懵了，他引以为傲的伟大爱情被他姐姐3言2语剖析的体无完肤，像一件华美的袍子被瞬间撕开，露出了里面爬满的虱子。不可能。石毅喃喃自语，脸色发白。小雅师妹不是那样的人。她是怎样的人？我去查查便知。苏慕晴转身，不再看他，静心练剑，再让情爱之事扰乱你的剑心，就去撕过牙待上1年。冰冷的话语不带任何感情。1个时辰后，一份关于百花宫弟子小雅的详细资料送到了苏慕晴的桌案上。苏慕晴一目十行的扫过。小雅16岁，炼气3层，出身凡人家庭，天赋平平，入门5年，修为在同辈中属下游。性格胆小懦弱，不善言辞，与人说话便会脸红。据其同门描述，上次被执事长老训斥一句，哭了整整3天。资料的最后附了一句评价，毫无出奇之处。苏慕晴将玉简放下，
指尖在冰冷的桌面上轻轻敲击。这就对了，一个平庸至极的女孩，一个滴水不漏的剧本，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无法用常理弥补的鸿沟。这个胆小懦弱的小雅绝不可能说出那番话。那么说出那番话的人是谁？一个念头在苏木 Sing 的脑海里闪电般划过。苏木晴想起了最近整个东玄域都在疯传的那张寻人榜，那个把天灵宗圣女和魔道妖女同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神秘人。悬赏令上描述的手段，不正是这种登峰造极的人心操控术吗？对付骄傲的仙子和妖女，用的是无法抗拒的魅力和深情；对付自己这个头脑简单的弟弟，用的则是捧杀和道德绑架，因材施教，对症下药。好手段。苏木晴对那个所谓的情圣没有半分兴趣，但他对这个谜题产生了极致的探究欲。一个无法用常理和逻辑解释的骗局，就像他完美无瑕的剑道上出现了一丝裂痕，这个裂痕就是心魔，而剑修必须亲手斩破自己的心魔。有意思。苏木晴站起身，走到窗边，他看着远处云海翻腾，眼神比云海更深邃。那个骗子为了躲避天灵宗的追杀，躲进了小小的百花宫，伪装成一个不起眼的弟子。他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却没想到一次为了搅浑水的即兴表演，暴露了自己最擅长的手段，也成功引起了另一位顶级猎手的注意。此时此刻，秦园一线牵铺子里，林峰正美滋滋地将那800块灵石一块一块地码放整齐。嘿，完美！忽悠一个憨憨赚了800灵石，还顺便把万剑阁也拖下了水。现在天灵宗和万剑阁互相看不顺眼，等他们掰扯起来，谁还记得我这个小白脸？林峰觉得自己这波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他已经开始盘算，等风头过去就去翠云轩的豪宅里把那个露天温泉给安排上。万剑阁，苏木晴拿起腰间的佩剑走向山门，有弟子上前询问：首席，你要去何处？苏木晴的脚步没有停顿，只留下一句冰冷的话：百花宫，会那个深明大义的奇女子。一处隐秘山谷，阵法隔绝了外界的一切窥探，谷内却是一片诡异的景象，一半是灵气氤氲，另一半却是魔气缭绕，正与魔泾渭分明，将这片小小的山谷撕裂成2个世界。山谷中央，2道身影对峙而立。林青竹一身白衣，站在灵气氤氲的那一侧，神圣的如同9天玄女，不容侵犯。她的脸依旧清冷如月，只是那双本该平静无波的眸子里，此刻凝结着化不开的冰霜。叶琉璃则立于魔气之中，血色长裙如火，妖异绝伦。她赤着双足，白皙的脚踝上系着一串摄魂铃，随着她的轻微动作，发出细碎又勾魂的声响。她看着对面的林青竹，嘴角噙着一抹天真又残忍的笑。空气是凝固的，仿佛只要一丝火星就能引爆这座积蓄了无尽火药的军火库。天灵宗的妹妹，没想到你也被那个小骗子给耍了。叶琉璃率先打破了死寂，声音甜得发腻，却让人生不出半点好感。叶琉璃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林青竹，像是在欣赏一件有趣的玩具。让我想想，他是不是也对你说，你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还说为了你，他愿意与整个魔道为敌。这句话像一根淬了毒的针，精准地扎进了林青竹的心脏。林青竹的脸色瞬间冷了下去。闭嘴！林青竹的声音比谷中的寒冰还要冷。他对我说的境界，是你这种只会玩弄人心的妖女永远无法理解的。哦，叶琉璃歪了歪头，笑得更开心了。是吗？可在我看来，咱们俩不过是同一个小骗子鱼塘里的2条鱼罢了，就是不知道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呢。你找死！林青竹再也无法维持表面的平静，噌的一声，天心剑已然出鞘，剑气森然，直指叶琉璃的眉心。叶琉璃却不闪不避，只是伸出纤长的手指，轻轻拨开近在咫尺的剑尖，指尖与剑锋触碰的瞬间，一缕血色的魔气缠绕而上，发出滋滋的腐蚀声。妹妹，别这么大火气嘛！叶琉璃舔了舔猩红的嘴唇，眼神里透着病态的兴奋。咱们今天可不是来打架的，毕竟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小目标，不是吗？林青竹死死地盯着他，胸口剧烈起伏，良久，他才缓缓收回了长剑。他知道这个妖女说的对，跟叶琉璃在这里争个高下没有任何意义，找到那个男人才是最重要的事。见他服软，叶琉璃脸上的笑意更浓。气氛虽然依旧紧张，但至少可以开始谈正事了。林青竹也不废话，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玉简，用灵力拖着送到了叶琉璃面前。这是他留下的东西。玉简上一道剑气拓印的诗词清晰可见，笔锋凌厉，意境开阔，字里行间充满了正道的光明磊落与荡尽天下不平事的豪情。
每一个字都仿佛蕴含着一道纯粹的剑意，是天心剑诀独有的气息。叶琉璃只是扫了一眼，便轻嗤一声，满脸不屑，装模作样。随即他也摊开手掌，掌心之中一缕黑红色的气息正在盘旋嘶吼。那气息纯粹、霸道、邪异，充满了毁灭与吞噬一切的欲望，是化血神功修炼到极高境界才会产生的本源魔气。他留给我的。叶琉璃的语气带着炫耀。林青竹的目光落在那缕魔气上，瞳孔猛地一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怎么可能？那诗词里的剑意纯正浩然，绝不可能作假，是他日夜参悟的天心剑诀，是他最熟悉的道韵。可眼前这缕魔气同样纯粹到了极致，那种邪恶，那种霸道，做不了半点假。正与魔，光明与黑暗，两种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力量，竟然完美的出现在了同一个人身上。这一刻，林青竹引以为傲的理智和判断力彻底崩塌了。他看着叶琉璃，叶琉璃也正看着他，两人都在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同样的震惊和无法理解。之前他们都以为对方是被骗了，自己遇到的才是那个男人的真实面目。现在看来，他们都错了，大错特错。那个男人既是能写出光明磊落诗篇的谪仙，也是能留下纯粹霸道魔气的魔君。他到底是谁？这个可怕的发现让他们对那个神秘人的评价再次疯狂拔高，从一个手段高明的情骗，直接跃升到了一个无法揣度的恐怖存在。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骗局了，这是一种碾压，一种降维打击。他根本不是在伪装，他可能真的是两种身份。一种深深的忌惮从两人心底升起，但伴随着忌惮的还有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承认的病态的兴奋，能将他们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能同时驾驭正魔两种极致的力量。这样的男人，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在游戏人间。林青竹的声音有些干涩，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许叶琉璃收起了脸上的媚笑，第一次露出了凝重的表情，又或者是某个隐士的超级势力派出来进行红尘试炼的秘密传人。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只靠他们任何一方的力量，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共享情报吧。叶琉璃看着林青竹，眼神灼灼。我能调动西墨域所有的魔道势力和黑市网络。林青竹沉默了片刻，他知道这是唯一的办法，但高傲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向魔道妖女低头。可是抓住那个男人的执念又压倒了一切。我可以动用天灵宗在东玄域的所有眼线。林青竹冷冷的回应。协议达成。一个覆盖了正魔两道，囊括了黑白两股力量的巨大天罗地网，在这一刻于无声中缓缓张开。目标只有一个，林峰，找到他。叶琉璃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猩红的嘴唇，眼中是化不开的占有欲。我要把他锁在我的血神宫里，让他哪里也去不了，再也骗不了别的女人。他的一切都将是我的收藏品。找到他。林青竹的眼神冰冷的像是万载玄冰。我要亲手废了他的修为，斩断他的经脉，让他明白欺骗我的代价。我要让他的道心也尝尝被撕裂的滋味。两个女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一个要占有，一个要毁灭。他们的寻夫联盟在这一刻正式成立。青云城那间破铺子，林峰正就着油灯的光，把那800块灵石一块一块地码成小山。下品灵石垫底，中品灵石放中间，最上面尖尖上再放一块，完美，艺术品。他搓着手哈了一口气，满脸都是老农看着自家丰收粮食的喜悦。现在天灵宗圣女满世界找他，万剑阁的首席弟子估计也快找上门了。等这两家正到巨擘掰扯起来，谁还顾得上他这个小小的情骗？浑水摸鱼，我才是专业的。等风头过去，就去翠云轩提那套带露天温泉的豪宅，到时候一天泡3次，一次8个时辰。就在林峰畅想未来的时候，门板被嘟的敲响了。敲门声很急也很轻，是暗号。林峰眉头一挑，收起灵石，走过去拉开门栓。门外站着的是那个给他介绍业务的中介人，一个贼眉鼠眼的小老头。此刻这老头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精明，只剩下惊恐。他连滚带爬的挤进屋，反手就把门关死，整个人贴在门板上，抖得跟筛糠一样。老弟，出大事了。什么事这么慌张？林峰给他倒了杯凉白开。老头一口灌下去，呛得直咳嗽，好半天才缓过劲来跑。快跑，别在青云城待了，这城里现在就是个阎王殿。林峰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却不动声色。怎么说？你那个悬赏令又加码了？
老头压低了声音，跟做贼似的。天灵宗和魔道血神宫不知道抽了什么风，昨天夜里同时通过黑市把悬赏额度提了3倍。3倍！林峰眼皮直跳，这他妈是多大仇多大怨？不止！老头哭丧着脸，万剑阁也下场了。他们没发悬赏，但派出了内门的剑心卫，满世界探查一个叫小雅的百花宫弟子，还有跟他接触过的人。现在青云城里3步一个高手，5步一个大能，全他妈是生面孔，看谁都像是在找人。老头抓着林峰的袖子，手冰凉。老弟，你到底惹了哪路神仙？这阵仗是要把整个东玄域翻过来啊！林峰的脑子嗡的一下，天灵宗、血神宫，现在又加一个万剑阁。好家伙，东玄域3大顶级流量，凑一桌打麻将都够了。而他就是那张麻将桌，随时都可能被这3个大佬给掀了。豪宅梦碎了一地，现在保命才是第一要务。送走了魂不守舍的中介老头，林峰在屋里来回踱步。青云城是待不下去了，可天下之大，又能逃到哪里去？林业2家布下的天罗地网，绝对比他想象的要恐怖。他现在就像一只被3头猛虎盯上的小兔子，跑得再快，能快过老虎的爪子。除非这只兔子不往外跑，而是直接钻进老虎的嘴里。林峰的脚步停了下来，他的眼神落在了被他随手扔在桌角的一块令牌上。天灵宗内门长老令，一个无比疯狂、无比大胆的想法在林峰脑子里瞬间成型。全天下的人都以为他会躲到天涯海角，躲到穷山恶水，谁能想到他敢反其道而行，直接藏进天灵宗的老巢里。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这叫灯下黑。干了！林峰眼神一狠，心里的赌徒因子彻底被激发了。他拿起那枚古朴的易容剑，轻轻摩挲着，启动。戒指微光一闪，林峰的身体开始发生诡异的变化。他的身形在抽缩，原本挺拔的脊背肉眼可见的变得佝偻，俊美无愁的脸皮肤松弛，长出了皱纹和老人斑，一头乌黑的头发迅速变得花白稀疏。短短几个呼吸间，那个足以让仙子妖女都动心的美男子消失了。原地站着的是一个50多岁、相貌平平、唯唯诺诺，甚至有些驼背的杂役老头。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隔壁老王。为了让这个身份更合理，林峰又从储物袋里翻出笔墨纸砚，模仿着展翅那种特有的巨奥笔记，伪造了一份派遣文书。内容很简单：兹派遣樊一王2柱前往藏经阁，负责外围典籍的除尘养护工作，任何人不得阻拦落款，是长老展翅的灵力印记。这枚令牌就是最好的印章。藏经阁是宗门重地，但有些古老的玉简和兽皮卷脆弱不堪，经不起任何灵力触碰，只能由不通法力的凡人用最原始的手法进行清洁。所以一个凡人杂役出现在内门，合情合理。准备万全。老王佝偻着背，扛着一把扫帚走出了破铺子，迎着清晨的阳光走向那座高耸入云、仙气缭绕的天灵宗山门。山门前，守山弟子气势凌人，看到一个衣着破烂的凡人老头走过来，眉头当时就皱了起来。站住！什么人？林峰，不，老王被这声呵斥吓得一哆嗦，手里的扫帚都差点掉了。他卑微的低下头，不敢直视那几个年轻修士的眼睛，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掏出那份伪造的文书和长老令，双手捧着递了过去。守山弟子狐疑地接过，当他的目光落在那块令牌上时，脸色微微一变，是内门斩长老的令牌。他仔细核对了一下文书上的灵力印记，与令牌的气息完全吻合。一个凡人去藏经阁，弟子虽然还有疑惑，但长老令做不得假。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看起来一阵风就能吹倒的老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进去吧。老王点头哈腰，千恩万谢，扛着扫帚，迈着小碎步，低着头走进了这座东玄域修士挤破头都想进的仙门。成了！林峰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刺激，太他妈刺激了！从今天起，他就是天灵宗一名光荣的清洁工老王，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地擦灰，在藏经阁外围的庭院里一扫就是一天。他沉默寡言，见谁都低着头，完美的融入了背景板。内门弟子们来来往往，没人会多看这个卑微的凡人老头一眼，而这恰恰给了林峰最好的掩护。他一边扫地一边竖起耳朵，将这里变成了自己的情报收集站。听说了吗？圣女殿下又去西墨域了，好像是跟魔道的人起了冲突，为了那个骗子，值得吗？嘘，小声点。圣女殿下现在脾气可不好，昨天李师兄就是多嘴问了一句，被罚去寒冰洞面壁10年。唉，真不知道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把咱们清冷出尘的圣女逼成这个样子。老王拿着扫帚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继续面无表情的扫地，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老子魅力大，怪我咯。这样的日子过了半个月，林峰已经完全适应了老王的身份，甚至觉得扫地这个活儿还挺解压。直到那天下午，他正在藏经阁门口认真地擦拭着一根玉柱，一道白色的身影从阁内走出，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林峰的动作僵住了，他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瞥了一眼，是林青竹。他似乎比半个月前更加清瘦，那张绝美的脸上接着万年不化的冰霜，眼神空洞，却又藏着一团即将喷发的火山。林青竹行色匆匆，似乎要去处理什么急事，从老王身边走过，带起一阵香风。林青竹没有看他，在他眼里，这个卑微的凡人杂役和地上的灰尘没有区别。可林峰的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呼吸都停了，直到林青竹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云雾中，他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后背已经湿透了，恐惧还有一点小兴奋在仇家眼皮子底下晃悠，玩的就是心跳。林峰低下头看着自己布满老茧和灰尘的手，嘴角咧开一个无人察觉的弧度。这日子可比泡温泉有意思多了。哗啦哗啦，杂役老王继续一丝不苟地挥动着手里的扫帚，动作迟缓，却有一种奇异的韵律感。林峰佝偻着背，花白的头发在晨风中乱晃，整个人看起来就跟他手里的扫帚一样普通且破旧。扫地是个好活，能锻炼心性，尤其是当你随时可能因为掉马甲而被人大卸八块的时候，这活计就显得格外有禅意。林峰很享受这种感觉，他甚至给自己的扫地大法起了个名字：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保命心法。心法总纲第一条，只要我够没存在感，危险就看不见我。就在他即将把最后一片落叶扫进簸箕的时候，周围的空气温度骤降。来了。林峰的扫帚顿了一下，他没有抬头，眼角的余光已经捕捉到了一抹纯白。藏经阁厚重的玉石大门无声地敞开，一道身影从中走出来。林青竹。他刚从阁楼顶层下来，那里存放着天灵宗最古老的一批典籍。这半个月他不眠不休，翻遍了所有关于上古易容术、夺舍秘法、身外化身的记载，他要搞清楚那个男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结果一无所获，那些典籍里记载的任何一种法门都无法解释。一个人身上怎么可能同时存在那么纯粹的正道剑意和霸道魔气？找不到答案，这让他愈发烦躁，心里的那道裂痕非但没有弥合，反而有扩大的趋势。林青竹从老王身边走过，目不斜视，在他眼中，这个卑微的凡人杂役跟地上的一片落叶、一粒尘埃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就在他与老王错身而过的一瞬间，林青竹的脚步毫无征兆地停住了，林峰的心脏也跟着停了。操！什么情况？他维持着弯腰扫地的姿势，后背的肌肉却在一瞬间绷紧到了极致。他能感觉到一道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后背上，那道目光没有温度，却比最锋利的剑尖还要刺人。林青竹缓缓转过身，他看着那个佝偻的正在扫地的老人背影，眉头紧紧蹙起。不对劲，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但就是不对劲。一种莫名的源自于天心剑诀最深处的直觉，让他心头狂跳。他感觉这个老人周围的空气似乎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不协调，就像一幅完美的画卷上滴落了一滴不属于这幅画的墨点。神识如水银泻地，瞬间扫过，眼前的老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气血衰败，命火将息，身上没有半分灵力波动，骨龄也确实在50岁上下，一切都毫无异样。可那种不协调的感觉为什么还在？时间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林峰感觉自己的心脏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甚至能听到自己血液在血管里奔流的声音。他不敢动，也不敢不动，只能强迫自己维持着一个老人该有的迟缓又麻木的动作，一下又一下，把那片已经扫到簸箕边的落叶来来回回的拨弄。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彻底打湿，黏糊糊的贴在皮肤上，致命的危机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的每一寸神经。1吸3吸5吸，林青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盯着他的背影，足足看了10个呼吸。这10个呼吸对林峰来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他感觉自己的伪装正在那道锐利的目光下被一层一层地剥开。终于，林青竹摇了摇头，或许是错觉吧。林青竹自言自语，最近为了追查那个人的事，他心神消耗巨大，道心不稳，已经有些疑神疑鬼了。一个凡人杂役
能有什么问题？林青竹收回了目光，转身准备离去。林峰提着的心刚刚落下了一半，去查一下这个杂役的来历。一句冰冷的话轻飘飘地传来，是对他身边的侍女说的。林峰刚刚落下一半的心，瞬间又被提到了嗓子眼，还顺便打了个死结。操！女人的直觉是他妈的是装了雷达吗？是，圣女。侍女恭敬地应下。林青竹不再停留，化作一道白虹消失在天际，直到那股冰冷的气息彻底消散，林峰才敢缓缓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他的手抖得连扫帚都快握不住了。身份即将面临审查，一旦被查出他是凭空冒出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必须想办法。夜深了，月光被乌云遮蔽，一道比影子更淡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天灵宗的外门区域。杂役管理处，这里存放着所有天灵宗凡人杂役的档案，虽然地方不重要，但也有简单的禁制和守卫。林峰像一只狸猫贴着墙根，完美避开了所有巡逻的弟子。来到档案室门口，2个练气期的弟子正在打盹。林峰没有惊动他们，他从怀里摸出了那块内门长老令，将一缕微弱到几乎不可察觉的灵力注入令牌。令牌上属于长老展翅的气息一闪而逝，门口的禁制如同温顺的猫咪，主动为他开了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林峰闪身而入，档案室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一排排巨大的书架顶天立地，上面塞满了厚厚的卷宗。林峰直奔王信的区域，他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天衣无缝的过去。一个好的骗子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林峰伪造的那份派遣文书上写的名字是王二柱，现在他要让这个王二柱在天灵宗的档案里活过来。他抽出了一份空白的卷宗，又从储物袋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特制墨水和笔，这种墨水可以完美模拟出100年沉默的风干质感。姓名王二柱，年龄53，籍贯天灵宗山脚王家村，已于30年前的受朝中覆灭。入宗时间30年前。职务杂役。家庭关系父王大锤，天灵宗前杂役，已故。祖父王根生，天灵宗前杂役，已故。备注：该人性格木讷，不善言辞，曾于20年前因打扫单房时不慎打碎一品丹炉，被罚扣除3年月钱。10年前因清扫灵兽园被灵兔蹬伤左腿，休养1月。每一笔每一个字都写得极为认真。林峰不仅给自己编了一个3代平农的完美出身，甚至还给自己加上了几个无伤大雅却能让这个人物形象瞬间丰满起来的污点。一个完美的、卑微的、命运多舛的，在宗门底层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的老实人形象跃然纸上。写完后，他又拿出那枚长老令，在卷宗的末尾轻轻一按，一个淡淡的属于展翅的灵力印记留在了上面，表示这份档案曾经被长老过目。天衣无缝。做完这一切，林峰把卷宗悄悄塞回了书架的最底层，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然后原路返回，神不知鬼不觉。第二天，林峰依旧在藏经阁门口扫地，他的动作和昨天一模一样，迟缓麻木，但他的耳朵却竖得比兔子还尖。午后，那名侍女回来了，他快步走到正在庭院中静坐的林青竹身边，恭敬地递上了一份玉简。圣女查清楚了，那个杂役叫王二柱，祖上3代都是咱们宗门的凡役，身家清白的不能再清白了，档案我都拓印下来了，没有任何问题。林青竹接过玉简，神识扫过，当他看到王二柱那堪称悲催的人生履历时，眉头微微舒展开。是自己多心了。他挥了挥手，示意侍女退下，最后一丝怀疑烟消云散。不远处，林峰靠在扫帚上，看着林青竹起身的背影，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有惊无险，第一次身份危机解除。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这双布满老茧和灰尘的手，这日子真他妈的比泡温泉有意思多了。藏经阁前落叶满地，自从上次有惊无险的糊弄过去之后，林峰对这份清洁工的工作愈发得心应手。扫地能尽兴，尤其是当你的顶头上司就是你最大的债主，随时可能把你切片研究的时候，这份工作就充满了禅意。只要我没有存在感，债主就看不见我。林峰给自己这套保命心法点了个赞。他现在每天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竖起耳朵，听那些路过的内门弟子吹牛打屁。这里的情报可比黑市卖的带劲多了。哎，圣女殿下还在闭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估计还在为那个骗子的事烦心吧。别提了，现在宗门里谁敢提那3个字？找死吗？
林峰面无表情地把一片落叶扫进簸箕，心里却乐开了花。对，就是这个效果，让林青竹变成一个谁都不敢惹的炸药桶，他就没工夫注意我这个扫地的老头了。安全，太安全了。就在林峰为自己的机智洋洋得意时，两个穿着七星楼服饰的弟子鬼鬼祟祟地凑到了庭院的角落里，压低了声音交谈。他们的声音很小，但林峰是谁？专业人士。他耳朵一动，假装没拿稳扫帚，人跟着扫帚踉跄了几步，正好就不小心挪到了离那两人不远的一根柱子后面，开始擦灰。一个弟子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了过来：听说了吗？黑市那边的最新情报，血神教那个妖女好像也参与进来了。血神教圣女。林峰擦柱子的手猛地一顿，这个称呼怎么这么耳熟？他脑子里嗡的一下，一段尘封了半年的记忆瞬间被激活。那是一个比林青竹还要难缠的目标，一单生意他足足花了3个月才搞定，最后不但没赚到零食，还差点被对方用一种恶毒的同心蛊给绑死，从此对西莫玉的女人敬而远之。他怎么也掺和进来了？林峰的后背开始冒凉气，难道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里升起？他不敢再想下去，只能强迫自己冷静，继续装作一个耳背眼花的老头，慢吞吞地擦着柱子，耳朵却竖得比兔子还尖。另一个弟子的声音传来，带着几分幸灾乐祸：何止是参与，我师叔从黑市买到的消息说，天灵宗和血神教现在简直是穿一条裤子了。他们发现那个神秘情圣的行动轨迹很不对劲。怎么不对劲？前脚刚在咱们东玄域伪装成天灵宗少主骗了圣女殿下，后脚就跑去西莫域摇身一变成了血神教某位长老的儿子，把血神教的妖女也给耍了。我靠，真的假的？这么嚣张，千真万确，所以他们才联手了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骗子了，这他妈是骑在正魔2道脸上疯狂输出啊！后面的话林峰已经听不清了，他的脑子已经炸了。天灵宗少主，血神教长老之子，这些全都是他曾经用过的马甲。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客户们都是独立的，被骗了也只会各自为战，谁能想到他们这群被他骗得团团转的女人，竟然通过某种他不知道的方式联系上了。还他妈的共享情报，前女友复仇者联盟，这他妈是什么地狱级副本？林峰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凉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悬赏额会翻3倍，为什么万剑阁也下场了。一个林青竹已经够让他心惊胆战，现在又加上一个疯批病娇的叶琉璃，还有一个智商在线的冰山剑仙苏慕晴，这3个女人要是凑一桌，光是那股怨气都能把整个青云城给掀了。他这个小小的情缘一线牵铺子老板的身份，就像是纸糊的窗户，一捅就破。一旦被他们顺藤摸瓜，把所有马甲串联起来，最终指向自己，那后果林峰不敢想。他甚至能想象到自己被林青竹的剑气凌迟，被叶琉璃炼成血奴，最后骨灰再被苏慕晴拿去祭奠的悲惨下场。跑，没地方跑。这张由正魔2道顶级势力联手编织的大网已经覆盖了整个大陆，他就是网里那条最肥的鱼，躲不下去了，再躲下去就是等死。那2个7星楼的弟子聊完八卦，心满意足地走了。林峰一个人靠着冰冷的玉石柱子站了很久，他的脸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只有那双浑浊的老眼里闪烁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疯狂。必须主动出击，与其被动的等着他们把线索拼凑完整，不如由我亲手再扔给他们一堆乱七八糟的错误的拼图。我要制造混乱，我要把这潭水搅得更浑。一个无比大胆无比疯狂的计划在他脑中迅速成型。如何切断这些线索之间的联系？很简单，再干一票，干一票大的。在东玄域和西莫域之外的地方，用一个全新的身份制造一个全新的情圣作案现场，让他们以为那个情圣的活动范围根本不在他们关注的区域，让他们的调查拐向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这个计划需要一个新的委托，一个分量足够重，足以引起整个修真界轰动的委托。目标必须是顶级势力的重要人物，地点必须远离天灵宗和血神教的势力范围，让他们鞭长莫及。当晚，林峰回到了自己那间破旧的杂役房，他反锁上门，从储物袋里摸出了一张残破的兽皮地图，这是整个大陆的势力分布图。他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天灵宗划掉，万剑阁划掉，血神教所在的西莫域整片划掉。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大陆中央一个被群山和禁制环绕的独立区域——补天阁，一个以炼气和阵法闻名天下，实力强横，
却又超然中立的古老宗门，不参与任何纷争，也不畏惧任何势力，完美，就是这里了。林峰的脑中浮现出关于补天阁的一条小道消息。补天阁的阁主有个独生女，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对男人、对胭脂水粉、对修炼全都没兴趣，唯独对敲敲打打、炼制各种稀奇古怪的法宝有着病态的痴迷，人送外号炼气狂魔。据说他为了得到一块天外陨铁，能3天3夜不合眼，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种性格古怪又地位尊崇的目标，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林峰的嘴角咧开一个诡异的弧度。很好，新的债主找到了，是时候给这个寻夫豪华午餐再加一道硬菜了。林峰 Masa 着手指上那枚平平无奇的易容剑，启动，需要委托。戒指冰冷的回应在他的脑海里响起。林峰眼神一凝，那就去找个委托。补天阁的大小姐喜欢天外陨铁是吧？那我就伪装成一个手握绝世神铁、从域外星海归来的落魄贵公子。这个剧本够不够劲爆？此时夜色如墨，天灵宗的杂役房区域死一般寂静。林峰佝偻着背，将最后一点垃圾倒进处理池。他看了一眼远处巡逻弟子手中法器散发出的微光，算准了他们巡视的间隙，不能再等了。那个前女友复仇者联盟就像悬在他头顶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林峰贴着墙根的阴影，悄无声息地滑向外门一处偏僻的角落。这里是宗门的物资运送通道，守卫相对松懈。林峰从怀里摸出那枚展翅的长老令，微弱的灵力注入，令牌上属于内门长老的气息一闪而逝。守卫通道的禁制法阵光芒闪烁了一下，如同认出了熟人，没有发出任何警报。林峰闪身而出，瞬间消失在山下的密林中。脱离天灵宗的范围后，他没有片刻停留。他很清楚，以林青竹现在的偏执程度，很快就会发现一个扫地老头失踪了。他必须抢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完成自己的布局。3日后，东玄域通宝城，这里是整个东玄域最奢华、最纸最精迷的地方。天空之上，各种华丽的非洲灵车川流不息，组成了一道道流光溢彩的河。地面上，店铺林立，叫卖声此起彼伏。这里没有宗门间的森严等级，唯一的通行证就是灵石。林峰乔装打扮了一番，虽不及易容界的伪装，那也总比没有强。他走进一间名为万事通的茶楼，茶楼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的人物都在这里交换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情报。林峰没有找任何人搭话，只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点了一壶最便宜的粗茶。他手指在桌上有节奏地敲击着，3长2短，这是他和以前某个中介约定的暗号。很快，一个伙计打扮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低声问道：“客官，要点什么？”林峰头也不抬：“找人。”人傻钱多，有解决不了的烦心事。伙计眼皮跳了一下，不动声色地擦了擦桌子：“城东首富钱家，独子钱多多，最近为了补天阁的公输大小姐，头发都快愁白了。据说他愿意为任何能帮他的人付出任何代价。”伙计说完，转身就走，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林峰将一枚中品灵石压在茶杯下，起身离去。目标锁定，钱多多，通宝城首富之子，一个行走的灵石矿，也是全城闻名的顶级舔狗。他追求补天阁大小姐公输纸的事，早就成了通宝城的饭后谈资。公输纸，玄天大陆的奇女子，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宅，炼气狂魔。据说他曾当众放言，男人只会影响我挥锤的速度。无数追求者都被他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法宝打得哭爹喊娘。钱多多就是其中最执着，也是被揍得最惨的一个。此刻，钱家府邸的一间豪华炼器室内，钱多多正对着一堆报废的零件唉声叹气：“妈的，又失败了！我花了3万灵石买来的图纸炼出来的飞梭。”他说结构不稳定是对空气动力学的侮辱。空气动力学又是什么玩意儿？钱多多抓着自己的头发，一脸崩溃。就在这时，一个管家走了进来：“少爷，外面有位自称廖先生的人求见，他说他能解决您的烦恼。”“让他滚，我现在烦着呢。”钱多多不耐烦地挥手。他说他知道什么是空气动力学。管家又补充了一句。钱多多的动作僵住了，他猛地抬起头：“让他进来。”片刻后，林峰走了进来。林峰依旧是那副伪装的模样。他先是扫了一眼地上那堆废铜烂铁：“钱少爷，你的问题不在于材料，也不在于图纸，那在于什么？”钱多多急切地问。“在于你，你不懂他。”林峰缓缓开口。“你懂？”钱多多一脸不信。“我懂所有为热爱而活的女人。”林峰的语气
带着一种莫名的自信。我可以帮你，让他对你刮目相看，甚至主动与你探讨炼气之道。钱多多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什么条件？10万。林峰伸出一根手指。10万，下品灵石。钱多多试探着问。林峰笑了。是上品灵石？你疯了？钱多多跳了起来。10万上品灵石，就算是他这个首富之子也得大出血。公叔指的心就值这个价。你若觉得贵，可以继续用你的灵石去砸那些他看都看不上的法宝。林峰说完转身就要走。等等。钱多多咬了咬牙，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我答应你，但是你必须让我看到效果。成交。林峰的计划很简单，他要伪装成钱多多，用技术去征服那个炼气狂魔。林峰从钱多多那里拿到了所有关于公叔指的情报，包括他最近正在研究的一个炼气难题，如何解决高阶傀儡核心过载的散热问题。回到钱多多为他准备的秘密据点，林峰反锁上门，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他没有去翻阅任何炼气典籍，而是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叠写满了简体字的草稿纸，那是他凭着地球记忆默写下来的东西。材料力学、金属工艺学、流体力学导论、热力学第2定律，用科学来泡妞，这他妈应该是降维打击吧。林峰看着草稿纸上的各种公式和图表，自信心爆棚。散热问题太简单了，让我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热管技术和帕金斯循环，什么叫强制对流散热和散热鳍片矩阵。林峰拿起笔，开始在一张新的兽皮纸上写写画画。他将地球的科学理论巧妙地用这个世界的符文和阵法语言进行转译。这个应力分析模型就叫金刚应力阵，这个流体散热管道就叫玄水冷却符文组。一个个超前的颠覆这个世界炼气理论的概念在他的笔下诞生。林峰准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再次上演秦圣的奇迹。这一次他要攻略的不是女人的心，而是那个天才炼气师引以为傲的大脑。公叔指。林峰看着自己画出的那堪称艺术品的傀儡核心散热结构图，咧嘴一笑。你的新任学术导师已上线，希望你的大脑能跟得上我的版本更新。补天阁，天下炼气师的圣地。山门前没有天灵宗那种仙气缭绕的威压，只有一股扑面而来的金属与火焰混合的厚重气息。无数富家公子、宗门少主捧着各种天才地宝，对着一脸谄媚的笑排着长队。队伍的最前端，一个管事模样的修士正不耐烦地登记着礼物。玄冰铁一箱，放下吧。下一个。千年火山湖，心意到了。下一个。上古妖兽的内丹，有点意思，放那边。下一个。就在这时，一个穿着俗气、浑身挂满金玉，一看就是暴发户的胖子挤到了最前面，正是被林峰义融成了的钱多多。钱少爷，您又来了。管事显然认识他，脸上挤出一丝职业假笑。今天又带了什么宝贝？周围的追求者们投来鄙夷的目光。又是这个通宝城的傻儿子，除了用灵石砸人，他还会干什么？林峰顶着钱多多那张肥脸，露出一个憨厚的笑。他没有拿出任何礼物，而是从怀里掏出了一卷兽皮，双手奉上。这不是礼物。林峰用钱多多那略显油腻的声音说道，这是一份拜帖，也是一份探讨。管事愣住了。探讨？你一个浑身铜臭味的胖子，要跟我们公叔大小姐探讨什么？探讨哪家的灵石矿品质更好吗？他狐疑地接过兽皮卷，随手展开，只看了一眼管事脸上的假笑，僵住了。论灵力传导中金属材质灵性疲劳的8种解决方案与模型构筑，这他妈是什么玩意儿？每一个字他都认识，但连在一起他一个字都看不懂。什么灵性疲劳？什么模型构筑？管事眼皮狂跳。他虽然不懂炼气，但他在补天阁待了几百年，耳濡目染之下，也知道这份东西的分量绝对不一般。你等着！管事不敢怠慢，拿着兽皮卷屁滚尿流地冲进了山门。周围的追求者们全都傻眼了，一份破兽皮就把管事吓成这样，那胖子到底写了什么？补天阁核心攻防。当当当，巨大的炼气炉火光熊熊，一个穿着短褐工装、头发随意扎成马尾的清秀女子，正挥舞着一柄比他人还高的巨锤，疯狂砸着一块烧红的灵铁。火星四溅，她脸上沾着油污，眼神却亮得惊人。正是公叔指。大小姐。山门外，钱多多递来一份拜帖。管事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钱多多。公叔指的动作停了下来，秀气的眉头紧紧皱起。那个只会用灵石买笑话的蠢货，他写的拜帖直接扔进炼气炉里当燃料。可是大小姐，
您还是自己看吧。管事将兽皮卷递了过去，公叔只不耐烦地接过，扫了一眼。下一秒，他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猛地瞪圆了，仿佛看到了什么最不可思议的东西。灵性疲劳，用矩阵符文抵消应力共振，通过改变金属内部分子结构来增加传导韧性。他喃喃自语，声音越来越激动。这些理论，这些名词，他闻所未闻，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脑中无数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让他进来。公叔指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现在，立刻，马上！巨大的炼器工坊里，林峰伪装钱多多，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周围那些奇形怪状的法宝半成品。公叔只站在他的面前，神情冷漠，试图用这种方式掩盖内心的惊涛骇浪。他开门见山，直接抛出了一个困扰他数月的难题：我问你，如何在飞剑上附加自动锁敌阵法，同时不影响它本身的速度和稳定性？这是一个死结。附加阵法必然增加飞剑的重量和灵力运转的复杂性，速度和稳定性必然会下降，这是炼器界的铁律。林峰看着他，顶着钱多多的脸，却露出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笑。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公叔小姐，你有没有想过，问题不在于阵法，而在于飞剑本身的气动外形？气动外形？公叔只愣住了，这是他第二次听到这种古怪的词。胡说八道！飞剑依靠灵力御空，跟外形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林峰走到一个工作台前，随手拿起一块最普通的灵铁和一柄炼器锤，当他一锤落下，动作精准，力道沉稳，与钱多多那虚浮的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你所谓的灵力不过是一种能量，能量的运用需要效率。他一边敲打一边解释，你看飞剑的剑尖为什么要尖？是为了减少风阻，也就是空气的阻力。但光有剑尖不够，你还需要流线体，让气流能够顺滑地从剑身两侧流过，而不是形成湍流，造成不必要的能量损耗。还有这个，林峰将灵铁的横截面敲打成一种上凸下平的古怪形状，这叫异形剖面，利用伯努利原理，可以让飞剑上方的气流速度快于下方，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一个向上的升力，抵消飞剑本身的重量。这样，你的自动锁敌阵法所增加的重量就不再是负担，而是可以被气动外形完美平衡的变量。一锤又一锤，林峰的每一锤都像敲在公叔指的心脏上。公叔指从最初的不屑，到中期的震惊，再到最后的狂热。公叔指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双眼死死盯着那块在他看来丑陋无比，却又蕴含着无尽至理的飞剑半成品。那不是一块铁，那是新世界的大门。公叔只感觉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炼器学识，在这个胖子面前就像是小孩子的涂鸦，幼稚可笑。这是一种彻底的来自知识层面的碾压。终于，林峰停下了动作，他将那柄外形古怪的飞剑模型插在了工作台上。整个工坊死一般寂静，只能听到公叔指粗重的呼吸声。你，公叔指的声音在发抖，他第一次用如此激动，甚至带着敬畏的语气对一个男人说话。你是怎么想到的？林峰潇洒地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顶着钱多多那张油腻的脸，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深情眼神看着他。那眼神专注炽热，仿佛穿透了他不修边幅的外表，看到了他那颗为炼器而狂热的灵魂。因为我每天都在想你。他的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与钱多多的形象格格不入，想着如何才能跟你有共同语言。公叔指的心猛地一颤。这些，林峰指了指那柄飞剑模型，又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都是我为你而学的。轰！这句话比10000柄重锤砸在心上还要震撼。公叔指彻底呆住了，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不是爱上了钱多多，他是爱上了那个能与他进行灵魂层面技术交流，并带来颠覆性知识的导师，以及那句为你而学。这4个字对一个将所有生命都奉献给枯燥研究的技术宅来说，是无法抵抗的致命暴击。林峰走了，走得潇洒利落，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在他转身离开工坊门口的时候，他弯腰整理了一下衣袍，一枚黑色的刻着鬼脸图案的令牌从他的袖口不小心滑落，掉在了门槛的缝隙里。啪嗒，声音很轻。他没有回头，径直离去。片刻后，一个负责打扫的补天阁弟子路过，注意到了那枚令牌，他好奇地捡了起来。咦，这不是那个专在东玄域和西漠域流窜作案，人称千面鬼影的独行大盗的令牌吗？怎么会掉在这里？弟子挠了挠头，想不明白，
随手将令牌上交了宗门。3天后，通报称炸了，补天阁那个眼高于顶、视男人如粪土的炼气狂魔公书旨被拿下了。拿下的方式不是靠什么绝世神兵，也不是什么万年灵药，而是靠钱。通宝城那个傻儿子钱多多，用钱砸开了公输仙子的心扉。这个消息的爆炸性堪比某个宗门圣地被妖兽平推了。听说了吗？公输旨当众宣布，钱多多是他的学术道侣。我靠，这词儿我都第一次听说。学术道侣，什么玩意儿？一起双修能提升炼气成功率吗？谁知道呢？反正人家现在出双入对，天天在炼气工坊里探讨什么空气动力学。据说补天阁的长老们去偷听，结果一个字没听懂，全被干出来了。假的吧？钱多多那个草包，他懂个屁的炼气。一开始没人信，所有人都觉得这是钱多多花钱买通告，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常规操作。但很快更劲爆的后续来了。从补天阁内部流出的绝密情报，钱多多在离开补天阁时不慎遗落了一枚令牌，一枚黑色的刻着狰狞鬼脸的令牌，千面鬼影。当这个名号被爆出来时，整个修真界的舆论彻底反转。千面鬼影是谁？一个在东玄域和西漠域边境流窜了上百年的独行大盗。此人身份成谜，无人见过其真容，最擅长的就是易容伪装。据说他能变成任何人，模仿其言行举止，分毫不差。曾经有宗门长老被他伪装顶替，整个宗门的宝库被搬空了，那长老还被扣了一口黑锅，至今还在宗门地牢里喊冤。现在这个传奇大盗跟那个神秘情圣的画像重合了。我靠，我就说嘛，钱多多那个胖子怎么可能搞定公输旨？原来是千面鬼影，这就合理了，太他妈合理了。一个擅长易容、手段通天的大盗，伪装成天灵宗少主，伪装成魔教长老之子，再伪装成通宝城首富之子，这逻辑通了，完全通了。一时间，千面鬼影这个原本只在小圈子里流传的名号响彻大陆，他被扣上了情圣的帽子，一个偷心又偷宝的绝世大盗形象跃然纸上，名声顿时变得又香又臭。无数男修士其为偶像，无数女修骂他无耻，却又忍不住好奇，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血神教血池大殿，一面巨大的血色晶石镜面上映照出林青竹那张冰冷如霜的脸。镜子前，叶琉璃赤着玉足踩在温热的血泊中，笑得花枝乱颤。哥哥喽，千面鬼影，这个名字我喜欢。他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嘴唇，眼神里满是病态的兴奋。我就说嘛，能把我耍得团团转的小骗子怎么可能是个无名之辈？只有这种老鼠一样狡猾、臭虫一样顽固的家伙才有资格成为我的收藏品。叶琉璃的声音甜腻，却带着刺骨的寒意。镜面中的林青竹眉头紧锁，此事过于顺利了，像是有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他依旧保持着警惕。顺利？叶琉璃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哪里顺利了？我们查了这么久，不还是一点线索没有？现在好不容易冒出个目标，你又疑神疑鬼。你仔细想想。叶琉璃难得地收起笑容，分析道，这个千面鬼影常年混迹于正魔两道的灰色地带，行踪诡秘，精通伪装，这和那个骗子的行为模式完全吻合。他先在你的地盘东玄域伪装成你最熟悉的天灵宗少主，然后跑到我的地盘西漠域，摇身一变成了血神教长老之子。现在他又去了中立地带的补天阁，扮成一个谁都想不到的草包富二代，地点、身份、手法都对得上。这已经不是巧合了，这就是真相。叶琉璃的分析简单粗暴，却直指核心。林青竹沉默了，他不得不承认叶琉璃的话很有道理。虽然直觉告诉他这件事有点不对劲，但逻辑上却严丝合缝。一个擅长易容的大盗，为了某种目的伪装成不同的人接近他们，这个解释比任何猜测都来得合理。他那颗因为被欺骗而混乱的道心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宣泄仇恨的清晰具体的目标。好，林青竹终于开口，声音冷得像冰。传令下去，天灵宗所有外派力量暂停一切任务，全力追查千面鬼影的下落。哥哥，早就该这样了。叶琉璃满意的笑了。我也会让我的小宝贝们把整个西漠域翻个底朝天，我倒要看看他这张脸皮到底能换多少张。寻夫复仇者联盟的战争机器轰然转向，整个修真界的目光都被千面鬼影这个新鲜出炉的靶子牢牢吸引。天灵宗藏经阁，啪嗒，林峰将最后一片落叶扫进簸箕，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暖洋洋的太阳晒在身上，舒服。不远处，几个内门弟子正兴高采烈地聊着最新的八卦。听说了吗？
圣女殿下和血神教那妖女联手发布了对千面鬼影的最高悬赏令。那可不，现在黑市上千面鬼影的脑袋比10个元婴老怪加起来还值钱，活该！谁让他惹谁不好，偏偏把这几位姑奶奶全给惹了。林峰佝偻着背，默默地听着，嘴角差点没压住。成了，栽赃计划完美。林峰能感觉到那股一直压在自己心头若有若无的窥探感和危机感消失了。林青竹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了，安全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让林峰浑身舒坦，连扫地的动作都轻快了几分。他甚至开始美滋滋地盘算起来，等这阵风头过去，自己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退休生活了。回老家买几亩林田，再盖个小院子，每天种种地，养养鱼，多惬意。算了，房价太贵，还是先攒个首付吧。林峰又感觉自己的未来一片光明。然而他并不知道，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虚构的千面鬼影身上时，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正从一个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悄然收拢。万剑阁，剑冢，这里是万剑阁最核心的禁地，也是苏慕情的清修之地。空气中弥漫着锐利无匹的剑意。苏慕情盘膝坐在一柄断剑前，身姿笔挺如松。他的面前悬浮着3枚玉简，一枚记录着天灵宗少主展翅的全部资料，一枚记录着血神教长老之子的蛛丝马迹，最后一枚则是刚刚传来的关于千面鬼影和钱多多的最新情报。他一一看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双锐利如剑的眸子里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叶琉璃会相信，因为他感性，崇拜强者；林青竹会相信，因为他被仇恨蒙蔽，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来稳固道心。但苏慕情不会，因为他是修无情见到的苏慕情，他的世界里只有逻辑。这个千面鬼影的出现太巧了，就像一个走投无路的解题者突然发现标准答案就贴在自己脑门上，太完美反而成了最大的破绽。这是有人在故意引导他们的视线，一个完美的烟雾弹。对方在害怕，害怕他们将3条独立的线索串联到一起。展翅、魔教之子、钱多多3者之间一定有一个被忽略的共同的交集，那才是真正的线索。苏慕情闭上眼，脑海中无数信息如星辰般流转碰撞。天灵宗、东玄域血神教、西漠玉补天阁、中州地点、身份、手法。忽然一个被所有人都忽略了的名字在他脑海里闪过，那个名字与3起事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一直游离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外。苏慕情的眼睛猛地睁开，一道骇人的剑光在他的瞳孔深处一闪而逝。他站起身，拿起身边那柄古朴的长剑，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他只是看着远方，淡淡的说了一句：百花宫，我去一趟。万剑阁首席苏慕情。当这个名字降临在百花宫山门前时，整个宗门都感觉头皮发麻。百花宫公主亲自出迎，脸上堆着客气的笑，心里却在打鼓。这尊大佛怎么来了？他们百花宫只是个2流宗门，平日里连万剑阁的内门弟子都见不到几个，更别提这位传说中年轻一代见到第一人的首席弟子。不知苏剑仙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公主小心翼翼的措辞，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引来不快。苏慕情站在那里，一身青色剑袍，身姿笔挺，像一柄出鞘的利剑。他没有看公主，目光平静地扫过百花宫的山门，这里的花花草草与万剑阁的凛冽萧杀格格不入。我找人。苏慕情开口，声音很平淡，没有温度。公主一愣，赶紧道：不知苏剑仙要找谁？我立刻。外门弟子小雅。苏慕情吐出这个名字，空气瞬间安静了。百花宫公主的笑容僵在脸上，脑子里疯狂搜索。小雅？哪个小雅？好像是有这么个弟子，天赋平平，胆小怕事，平日里毫无存在感，丢进人堆里都找不到的那种。万剑阁的首席剑仙找这么个小弟子做什么？难道是这小弟子在外面闯了什么滔天大祸，惹到了万剑阁？一想到这个可能，公主的后背瞬间渗出一层冷汗。她不敢多问，立刻对身后的长老使了个眼色：快去把小雅叫过来。小雅被带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她正在自己的小屋里打坐，2个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内门师姐突然闯进来，二话不说就架着她往外走。一路上她战战兢兢，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直到她被带到山门前，看到了那个站在所有人中央，仅仅是站着就让周围空气都变得锐利的青衣女子。苏慕情，是万剑阁的苏慕情，那个活在传说里的人物。小雅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2条腿不受控制的开始发软。
苏剑仙。他的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一样，牙齿都在打颤。弟子小雅拜见苏剑仙。他想跪下，可腿软的连下跪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勉强撑着。苏慕晴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那目光不像林青竹那样冰冷，也不像叶琉璃那样充满侵略性。苏慕晴的目光是纯粹的审视，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要将小雅从里到外一层层剖开，看个清清楚楚。在这道目光下，小雅感觉自己像是被扒光了衣服，扔在冰天雪地里，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恐惧都无所遁形。小雅快要哭了，苏慕晴的心中却是一片清明。他脑海里回想起弟弟石毅那激动又崇拜的话语：姐，我见到了一位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她明明心里有我，却为了不拖累我，硬生生斩断了情丝。她的格局，她的胸襟，让我自惭形秽。深明大义奇女子，苏慕晴的视线落在眼前这个快要吓晕过去的女孩身上，胆怯、慌张、语无伦次，眼神躲闪，甚至不敢与自己对视。别说跟人论道，讲什么无上剑道和儿女私情了，现在让他把一句完整的话说清楚都费劲。这反差大得离谱，就像有人指着一只瑟瑟发抖的兔子，告诉你这是一头能搏杀猛虎的雄狮。不是不孝，是毫不相干。答案已经有了，但苏慕晴没有点破。戳穿一个骗局需要的是证据链，而不是当场的羞辱。苏慕晴反而朝前走了一步，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小雅吓得往后一缩。不必紧张。苏慕晴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一点温和的意味，但这温和在小雅听来比冰霜更让她恐惧。我只是来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请教？百花宫公主和一众长老面面相觑，更猛了。你一个万剑阁首席，见到第一人向我们一个外门弟子请教问题，这是什么新型的羞辱方式吗？小雅也懵了，结结巴巴地说：弟子愚钝，不敢当。苏慕晴根本没理会他的推辞，自顾自地问道：我问你，剑意与情丝孰轻孰重？他顿了顿，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若情为心魔，当斩；可若剑由情生，又该如何自处？这个问题一出，周围那些百花宫的长老们都皱起了眉。这个问题太深了，这已经不是术法层面的问题，而是道心层面的拷问，是无数剑修中其一生都在思考却未必能有答案的难题。他们看向小雅，想看看这个被苏慕 K 秦特意找来的弟子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结果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完全石化的女孩。小雅的脑袋里一片空白，剑意、情丝、心魔，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每个字她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她一个字都听不懂。小雅感觉自己像一个凡人，被扔进了大能的论道现场，周围全是天书，压力，巨大的压力让她几乎要窒息。她支支吾吾了半天，脸涨得通红，眼泪都快挤出来了，最后只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我不知道。声音里带着哭腔，这3个字就是最终的答案。苏慕晴点点头，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打扰了。他转身对着一脸茫然的百花宫公主微微颔首，然后便迈步离开，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只留下一群百花宫的人在风中凌乱。这就走了？他到底来干嘛的？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就走了。谁知道这位冰山剑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没人能看懂苏慕晴的操作。离开百花宫后，苏慕晴御剑而行，速度不快。山间的风吹动他的衣角和发丝，他的眼神却比这山风更冷。有人伪装成了小雅，拒绝了我的弟弟。这是第一个结论，这个人的手段与那个被悬赏的情圣如出一辙。这是第二个结论，先塑造一个完美的人设，精准打击目标的内心弱点，再用一套无法拒绝的逻辑让对方主动放弃。对林青竹是谪仙凌尘，点化道心；对叶琉璃是魔道知己，共筑大道；对石毅是深明大义，为爱牺牲。手法是同一种手法。林青竹和叶琉璃被仇恨和占有欲蒙蔽了双眼，他们将线索指向了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千面鬼影，因为千面鬼影这个目标足够传奇，足够强大，也足够解释一切。一个成名已久、精通伪装的独行大盗，这个解释太完美了，完美到像是一个为了结案而递过来的标准答案，太完美就是最大的破绽。万剑阁，剑心峰。苏慕晴盘膝而坐，手中捏着一枚传音符。他刚从百花宫回来，心中已经有了答案。那个所谓的千面鬼影不过是个幌子，真正的那个人就在暗处看着他们这些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很好，苏慕晴冷笑，他最讨厌被人当猴耍，
传音符亮起，连接上了一个加密频道。2位，我是万剑阁苏慕晴。频道里静了几秒，然后传来林青竹冰冷的声音：万剑阁的首席，你联系我们做什么？哥哥，有意思。叶流离娇笑声传来，冰山剑仙也对我们的小骗子感兴趣。苏慕晴直接开门见山：你们追查的千面鬼影很可能只是个幌子，真正的那个人不久前还伪装成百花宫的一名女弟子，拒绝了我弟弟的追求。这话一出，频道里瞬间安静下来。林青竹率先反应过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苏慕晴语气平淡，你们又多了一个同类，或者说我弟弟也是受害者。叶琉璃的笑声戛然而止。等等等等，你说什么？那个小骗子还骗了别的人？不只是骗。苏慕晴说，他伪装成百花宫外门弟子小雅，用一套深明大义、为爱牺牲的剧本，把我弟弟感动得死去活来，最后主动拒绝了我弟弟的追求，还让我弟弟觉得遇到了世间最好的女子。林青竹的声音明显变冷，他伪装成女人，对，而且演技相当不错，连我弟弟这种心思单纯的人都被骗得团团转。叶琉璃在那边气得跳脚，这个该死的小骗子，居然还有这种操作。苏慕晴继续分析，我去百花宫验证过了，真正的小雅就是个胆小怕事的普通弟子，她连剑意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提什么深明大义了。所以，林青竹的声音带着寒意，他的作案范围比我们想象的更广，而且作案动机更复杂。苏慕晴点头，对你们，他是为了骗情；对我弟弟，他是为了拒绝。这说明什么？叶琉璃想了想，说明他不缺钱，说明他在玩一场更大的游戏。林青竹接话，他享受的是玩弄人心的过程。苏慕晴赞同的点头，正是如此。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千面鬼影这条线索出现的太及时了？就在你们联手追查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完美的解释，这不觉得奇怪吗？叶琉璃愣了一下，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苏慕晴语气转冷，我们可能被他牵着鼻子走了。那个千面鬼影的身份暴露，很可能就是他故意安排的。林青竹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开口，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人的心机之深远超我们的想象。不只是心机深，苏慕晴说，他还是个布局高手，能够同时算计我们三方势力，还让我们浑然不觉，这种人绝对不简单。叶琉璃的声音变得兴奋起来，哎呀，这样就更有趣了。我就说嘛，能把我耍得团团转的小骗子，怎么可能是个普通货色？现在不是兴奋的时候。林青竹冷声打断，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联手。苏慕晴毫不犹豫地说，单凭任何一方的力量都不可能找到这个人，但如果我们三方联手，整合所有线索，他就无处可逃。叶琉璃咯咯笑道，好主意，我喜欢，正好我也想看看，我们三个联手，那个小骗子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林青竹沉吟了片刻，具体怎么合作？明面上继续追查千面鬼影，苏慕晴已经想好了策略，让他以为我们还在被他牵着鼻子走。暗地里，我们三方共享情报，重新梳理所有案件的共同点。我能调动血神教在西莫域的所有暗线。叶琉璃说，天灵宗在东玄域的情报网也可以全面开放。林青竹表态，万剑阁的剑心卫擅长追踪和分析，可以负责整理线索。苏慕晴最后说道，三人达成了共识。那么，苏慕晴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盟友了。临时盟友。林青竹纠正，等抓到那个人，我们之间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哥哥，没问题。叶琉璃娇笑，不过到时候那个小骗子归我，你们可别跟我抢。做梦。林青竹冷哼，他必须死。等等等等。叶琉璃急了，死了多浪费啊，我要把他养在血神宫里，天天调教。你们两个先别吵。苏慕晴打断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人，至于怎么处置，抓到再说。三人又商量了一些细节，然后结束了通话。苏慕晴收起传音符，眼中闪过一丝冷芒。那个神秘的男人，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吗？现在东玄域三大顶级势力的核心人物都盯上了你，看你还能躲到什么时候。与此同时，天灵宗林峰正在杂役房里数零食，心情相当不错。这段时间的潜伏生活虽然枯燥，但胜在安全。而且他通过偷听确认那些前女友们都被千面鬼影的线索带偏了。哎，我真是个天才。林峰得意地想，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马甲就把他们全部忽悠过去了。现在他们肯定正在满世界找千面鬼影，哪还有时间想别的。林峰拿起一块上品灵石，对着光线欣赏着里面的凌厉纹路。等风头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换个地方重新开始了。
到时候找个偏远的小镇，买套房子，娶个普通的媳妇，过过平凡人的生活。林峰越想越美，甚至开始规划退休生活了。还是要准备个后备身份，万一王二柱这个马甲被识破，我也有地方跑。他拿出纸笔，开始设计新的人设。姓名：李铁牛。身份：北京边陲小村庄的官儿，被一位路过的采药人收养，性格憨厚，为人老实。最大的梦想是攒钱娶媳妇。林峰一边写一边满意的点头，完美。这个身份普通到扔进人堆里都冒不出一个泡，绝对安全。林峰完全不知道，一张由3位大陆顶级天之娇女亲手编织的巨网，已经悄无声息地向他这个隔壁老王笼罩而来。天灵宗的日子又恢复了该死的平静。林峰很享受这种平静，每天扛着扫帚在藏经阁前，把落叶扫成一堆，再慢悠悠地装进簸箕，听着内门弟子们压低声音议论着千面鬼影又在哪个州哪个府露了马脚，追捕他的前女友联盟又闹出了什么新动静。林峰心里就乐开了花，这感觉爽，就像看着自己导演的一部大片票房火爆，而自己这个导演兼主演却深藏功与名，在电影院最后一排吃着爆米花，完美。林峰靠在藏经阁外一棵千年古松下，翘着2郎腿，嘴里叼着一根草根。他甚至有点喜欢上老王这个身份了，没有 KPI， 没有996，每天上班就是扫扫地，摸摸鱼，听听八卦，宗门还管吃管住，简直是神仙日子。等这波风头过去就彻底退休。林峰美滋滋地盘算着，他连退休地点都想好了，就去北京一个叫铁佛镇的地方，那里民风彪悍，修士都懒得去。他用李铁牛的身份买上几十亩林田，再盖个大院子，娶个普普通通的媳妇，生一堆娃。从此江湖再无情圣，只有老实巴交的农场主李铁牛，多好。午后的阳光透过松针洒下斑驳的光影，暖洋洋的，让人犯困。微风和煦，吹在脸上，痒痒的。林峰眯着眼，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他想起了地球上的某个下午，也是这样好的天气。林峰坐在大学的草坪上，旁边是抱着吉他的室友，那家伙正在磕磕巴巴地弹一首曲子，想在联谊会上一鸣惊人。想到这，林峰的手指开始不自觉地在自己布满补丁的膝盖上轻轻敲击起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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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段轻快明亮带着循环往复层层递进美感的旋律从他的指尖流淌而出。这个世界的音乐要么是工商脚趾语，追求大气磅礴，要么是丝竹靡靡，追求意境悠远。而林峰此刻敲击的旋律，其和声结构与推进方式，与这个世界的主流音律完全是2个次元的东西。他自己没注意，可有人注意到了。一个身穿灰色道袍，头发胡子全白，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者，正被着手散步路过。他是天灵宗的太上长老之一，云乐子。这位长老修为深不可测，但一辈子不问宗门俗事，唯一的爱好就是研究音律。从上古神魔战场流传下来的残缺战歌，到凡俗勾栏瓦舍里的市井小调，他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当那段陌生的旋律飘进他耳朵里时，他的脚步猛地顿住了。云乐子的眼睛瞬间亮了，这是什么曲子？结构如此精巧，简单的几个音节通过不断的重复和叠加，竟然能营造出如此和谐又华丽的听感。这简直是大道至简的典范。他循着声音望去，看到了那个靠在树下一脸惬意，手指还在膝盖上敲打的扫地杂役。老王。云乐子认识他，一个在藏经阁扫了10几年地的老头子。他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林峰敲完了一小段，咂巴嘴，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准备睡个午觉。刚闭上眼，一个苍老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老王。林峰一个机灵，差点从地上弹起来。他猛地睁开眼，看见一张放大的老脸正好奇地盯着自己。云乐子。林峰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谷底。完犊子了，刚才得意忘形，竟然把卡农给敲出来了。他脸上却没露出半点破绽，一副刚睡醒的迷糊样子。啊，长老，您叫我。他一边说，一边手忙脚乱的想站起来行礼。不必多礼。云乐子摆摆手，眼神里全是好奇和探究。我问你，你刚才敲的那段曲子叫什么名字？是从何处学来的？为何我从未听过？一连3问，林峰的脑子飞速运转。怎么办？说实话，说这是我家乡的一首名曲，那他妈不是直接自爆卡车？一个凡人老头会一首连太上长老都没听过的曲子，这比一个杂役会写惊鸿仙子的诗还离谱。必须装傻。1秒钟内，林峰就定下了策略。他挠了挠头，
露出一副憨厚又茫然的表情。曲子？什么曲子？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膝盖。哦，长老您是说我刚才瞎敲的？嗨，那哪算什么曲子啊？林峰嘿嘿一笑，露出一口黄牙。就是小时候在村里听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哼过的调子，俺觉得好听，就记住了。至于叫啥名，俺一个大老粗哪里晓得哦。他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表情语气都完美符合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老头的形象。云乐子眉头微皱，一个乡下货郎哼的调子，他有点不信，这种精妙的和声进行怎么可能出自一个凡俗货郎之口？但他看着林峰那张真诚又愚笨的脸，又找不出任何破绽。或许是自己想多了，可能真是某个影视高人游戏人间时随口哼出来的调子，被这老头侥幸听了去。可惜了，真是可惜了。云乐子摇摇头，没再追问。他觉得这事儿挺有趣，一个扫地老头竟然还身怀如此别致的曲调。云乐子背着手溜溜达达地走了。林峰看着他的背影，直到彻底消失在小路尽头，才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后背已经湿透了。妈的，太险了，以后再也不能浪了。狗，必须往死里狗。天灵宗圣女峰，林青竹正在静室中打坐，他的面前悬浮着3枚玉简，一枚来自血神教，一枚来自万剑阁，还有一枚是天灵宗自己的情报汇总。3方势力联手后，情报如雪花般汇集而来，但所有的线索都指向那个虚无缥缈的千面鬼影。可查了这么久，那个千面鬼影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露过面。这让林青竹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他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一种被戏耍的感觉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这时静室外的禁制被触动，圣女云乐长老求见。侍女的声音传来，林青竹睁开眼，云乐子，这位长老一心沉醉于音律，从不参与宗门争斗，他来找自己做什么？请他进来。很快云乐子笑呵呵地走了进来。青竹丫头还在为那个骗子的事烦心呢。林青竹微微颔首，没有说话。老夫不通打打杀杀，也帮不上什么忙。云乐子自顾自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茶。不过今天倒是遇到一件趣事，说给你听听，给你解解闷。哦，咱们宗门啊，真是藏龙卧虎。云乐子咂了口茶，一脸神秘。今天路过藏经阁，你猜我看见了什么？一个扫地的杂役叫老王，竟然能用手指敲出一段我闻所未闻的精妙曲子。林青竹端着茶杯的手没有任何动作，他静静地听着。那曲子的结构跟你我所知的任何音律都不同，简直是自成一派。我问他，他倒好，说是一个乡下货郎哼的。云乐子说到这里自己都乐了。你说好笑不好笑？一个凡人杂役哼着前所未闻的曲子，这要是传出去，怕是又要多一段扫地僧的传说了。云乐子只是当成一件趣闻，可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进了林青竹的脑海。凡人杂役，前所未闻的曲子。林青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他那因为追查千面鬼影而变得有些迟钝的直觉，在这一刻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瞬间变得无比清晰，无比锐利。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那个雨夜，那个自称展翅的男人轻描淡写地吟出的那首诗：惊鸿仙子落凡尘，回眸一笑天下春。那首诗意境高远，浑然天成，绝不是一个普通内门弟子能写出来的。他又想起了那个男人的眼神，那不是一个骗子的眼神，那是一种看透了人心，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眼神。是眼神。现在又多了一首来自凡人杂役的前所未闻的曲子。一个念头，一个让他自己都感到毛骨悚然的念头，在他心中疯狂滋长。千面鬼影，一个纵横100年的独行大道。这个解释太完美了，完美到像是有人故意递到他们面前的标准答案。会不会他根本不是什么大道，也不是什么天灵宗少主、魔教长老之子，他就是一个用最卑微最不起眼的凡人身份伪装起来的更高明的骗子。圣女峰静室，云乐子已经走了很久，林青竹依然坐在原地一动不动，茶杯里的水已经凉透了。他端起茶杯送到唇边，却没有喝，冰凉的杯壁贴着他的嘴唇，就像他此刻的心情。凡人杂役，闻所未闻的曲子，扫地僧的传说。不，林青竹缓缓放下茶杯，杯底与桌面接触，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在寂静的静室里格外刺耳。林青竹没有再调用宗门的情报网，也没有去惊动任何长老，他取出了一枚纯黑色的玉简，凌厉注入。青衣。玉简另一头立刻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干脆利落：圣女。
动用圣女卫队。林青竹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冷得像是从万年玄冰下传来。从现在起，对藏经阁杂役老王进行全天候监视，记住，是全天候，不留任何死角。我要知道他每天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去了什么地方，吃了什么东西，连他扫地时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我都要知道。但是，林青竹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冰。不要惊动他，我要看看他到底还能装到什么时候。是，圣女。第二天，林峰扛着扫帚，打着哈欠来到藏经阁前。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又是适合摸鱼的一天。可不知为何，他总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劲，空气里似乎多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感。几个路过的外门弟子看到他，眼神躲闪了一下，然后加快了脚步。错觉吧？林峰挠挠头，没太在意。可能是昨天被云乐子那个老头吓到了，有点神经过敏。他靠着老松树开始慢悠悠的扫地，扫着扫着，眼角的余光瞥见远处回廊的柱子后面有一个人影一闪而过。林峰停下动作，眯着眼看过去，那里空空如也。他继续扫，没过一会儿，他又感觉到了，这次是在藏经阁2楼的窗户边，一道视线落在他身上，又飞快地移开。林峰的心咯噔一下，不对劲，这绝对不是错觉。林峰不动声色，继续扫着地，脑子却飞速运转起来。谁在监视我？云乐子？不可能，那老头要是怀疑我，昨天就直接动手了。难道是一个绝美的身影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林青竹。这个念头一出来，林峰手里的扫帚都差点握不住。不会吧，千面鬼影的烟雾弹那么好用，他怎么可能怀疑到我一个扫地老头身上？林峰决定试探一下，他扛着扫帚，装作要去后院倒垃圾，脚步却猛地一拐，朝反方向的一条小巷子里走去。刚拐进去，他就立刻回头，一道灰色的身影正匆忙地想缩回墙角，被他看了个正着。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林峰看清了，那人穿着天灵宗内门弟子的服饰，但眼神和动作绝不是普通弟子，那是一种训练有素的警惕和机敏。林峰的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浸湿了，他没有声张，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继续往前走。但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被发现了，真的被发现了，他的好日子到头了。林峰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他知道再待下去绝对是死路一条。林峰强迫自己保持镇定，不能慌，一慌就全完了。他按部就班地倒完垃圾，然后拎着扫帚走向了宗门杂役们专用的茅厕。这里是整个宗门最污秽但也最没人注意的地方，是最好的窃听地点。林峰刚开始清理，就听到外面传来2个弟子的脚步声和压低的议论声。听说了吗？圣女卫队昨天连夜出动了。圣女卫队？那不是圣女殿下最精锐的亲信吗？为了抓那个千面鬼影？屁的千面鬼影！我听我表哥说，他们是在宗门里秘密调查一个人。谁啊？哪个不开眼的惹到圣女殿下了？那个声音压得更低了。就是藏经阁那个扫地的老头，老王。啥？就那个糟老头子？他能犯什么事？谁知道呢？反正我表哥说了，圣女殿下亲自下的令，盯死他，别让他跑了。你说吓不吓人？卧槽，真的假的？外面的声音渐渐远去，茅厕里，林峰僵在原地，如坠冰窟，手里的马桶刷子啪嗒一声掉进了粪坑里，溅起一阵恶臭。但他闻不到了，他的脑子里只剩下那几个字：圣女殿下，秘密调查，那个老王，盯死他，别让他跑了。完了，全完了。林峰的脸一瞬间变得惨白，他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可能暴露了，而是已经彻底暴露了。那个女人，那个看似清冷如仙，实则直觉敏锐到变态的女人，已经把目标死死锁定在了他的身上。跑，必须立刻跑！再晚1秒，等他找到确凿的证据，就是天罗地网，死无葬身之地。林峰的眼中第一次浮现出真正的恐惧，他一把扔掉手里的工具，冲出茅厕，快步走回自己那间破旧的小屋。关上门，他背靠着门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心脏狂跳，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冷静，林峰，你必须冷静。他狠狠掐了一把自己大腿，剧烈的疼痛让他混乱的脑子清醒了3分。林峰开始疯狂地思考对策。硬闯不可能，天灵宗的护山大阵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求饶更不可能。想想林青竹被骗后那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的眼神，去求饶等于自杀。唯一的路就是逃，用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他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
逃出去。林峰的目光扫过房间里一张发黄的宗门地图，一个计划在他脑中疯狂成型。3天后是天灵宗1年1度的新弟子入门大典，届时为了迎接新弟子和各路关里的宾客，宗门东面的防御法阵会暂时开放几个时辰，大部分的安保力量都会集中在典礼广场。这将是整个宗门防御最松懈也最混乱的时候。而他作为一个扫了10几天地的老杂役，知道一条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通道。在宗门后山有一条几十年前为了倾倒废料而挖掘的杂役通道，早就废弃了。那条通道的出口正好在护山大阵的覆盖范围之外，这就是他唯一的机会。林峰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他立刻开始行动。林峰利用下午打扫储物间的机会，偷偷藏了一些凡人用的硫磺、硝石和一些磨碎的铁屑。他要制作最原始但最有效的烟雾弹和闪光弹，这些东西没有灵力波动，不会被察觉，关键时刻能为他争取到宝贵的1-2秒。傍晚，他又借口去后山砍柴，偷偷地将那条废弃通道入口的杂草和碎石清理干净。做完这一切，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圣女峰，林青竹静静地听着手下的汇报。圣女，目标今日行为异常，曾2次试探我们的岗哨。他从储物间取走了硫磺与硝石。刚刚他去了后山，清理了西崖那条废弃的旧道。他还反复确认了3天后新弟子大典的流程和时辰。林青竹听完，拿起桌上的一支笔，在宗门地图上从藏经阁一路滑到了西崖的废弃通道出口，一条清晰的逃跑路线跃然纸上。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至极的弧度。想跑？我等你很久了。林青竹抬头看向窗外即将降临的夜色，声音如同寒冰。传令下去，新弟子大典那天封锁西崖方圆10里，我要让他插翅难飞。3天度日如年，天灵宗新弟子入门大典终于开启。主峰广场上，数千名新进弟子身穿崭新的宗门服饰，脸上是压抑不住的激动与向往。观礼台上，各大长老正襟危坐，宗主发表着慷慨激昂的致辞，整个天灵宗的荣光都汇聚在了这一刻。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佝偻着背挑着一担垃圾筐的老杂役，正沿着最偏僻的石阶，逆着人流的方向钻进了一片阴暗的竹林。林峰的心跳快得像肋骨，他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欢呼声，那声音越大，这片竹林的寂静就越是瘆人。林峰身上这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杂役服，就是他最好的护身符。这3天，他表现得和往常一模一样，扫地、打盹、听八卦，甚至在昨天还因为偷藏了一个肉包子，被杂役管事当众训斥了一顿。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为了这场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胜利大逃亡。穿过竹林是一片废弃的药园，林峰没有停顿，他把这条路在脑子里走了不下100遍。哪里有巡逻弟子的空档，哪里有监控法阵的死角，他一清二楚。这是他这几天用无数个枯燥的下午换来的财富。终于，他站在了一处被藤蔓和杂草几乎完全覆盖的山壁前。就是这里，宗门后山废弃的杂役通道。林峰放下垃圾筐，双手用力拨开厚厚的藤蔓，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漆黑洞口出现在眼前。陈腐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林峰没有犹豫，一头扎了进去。通道里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是湿滑的青苔。林峰的心反而在此刻彻底静了下来。进来了，只要穿过这条300米长的通道，他就能出现在护山大阵的范围之外。到时候天高任鸟飞，林峰将彻底告别老王这个身份，也告别林青竹那个疯女人。他会去北境做他的农场主李铁牛，娶个媳妇，生一堆娃，再也不碰这些破事。林峰甚至能想象到自己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看着孩子们在田里疯跑的画面，自由的滋味是如此的香甜。他加快了脚步，前方已经能看到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光点，那是出口。光点越来越大，越来越亮，林峰几乎能闻到外面自由的带着泥土芬芳的空气。林峰的嘴角不受控制的向上扬起。再见了，天灵宗，再见了，我的圣女殿下。林峰迈出了最后一步，踏出了通道。然而预想中开阔的山野没有出现，迎接他的是冰冷的月光和比月光更冰冷的杀意。林峰整个人僵在了原地。通道外是一片不大的空地，空地中央一袭白衣的林青竹静静地站在那里，月光洒在他身上，仿佛为他披上了一层寒霜。他的那张绝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幽深，像一潭不见底的寒渊。在他的身后是整整一对圣女卫队，清一色的白色劲装，清一色的长剑出鞘，剑锋在月色下反射着森然的冷光。
几十道剑气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将这片小小的空地彻底封死。风停了，空气凝固了。林峰感觉自己的血液在这一瞬间都凉透了，从头顶凉到脚后跟。他脑子里那幅李铁牛农场主的美好画面，哗啦一声碎成了粉末。怎么会？他怎么会在这里？这个计划天衣无缝，他是怎么知道的？林峰的大脑一片空白，嗡嗡作响。我们终于见面了。林青竹开口了，声音很轻很冷，在寂静的夜里清晰地传进林峰的耳朵里。展翅。他顿了顿，仿佛在思考一个更合适的称呼，或者我该叫你什么？完了，这2个字像2柄重锤，狠狠砸在林峰的心上。林青竹不是猜测，他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林峰的身份，他的所有伪装，在这个女人面前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但求生的本能让他做出了最后的挣扎。扑通，林峰手里的垃圾筐掉在地上，馊臭的垃圾滚了一地。他自己的双膝一软，整个人跪了下去，五体投地。属于老王的那种卑微到骨子里的恐惧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身体筛糠般的颤抖，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圣女殿下饶命啊！老奴不是故意的，老奴就是看这里近，想抄个近路去倒垃圾。老奴什么都不知道啊！求圣女殿下开恩，饶了老奴这条狗命吧。林峰一边说一边用力的磕头。砰砰砰，额头与坚硬的石地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很快就有血迹渗了出来。这是一个被吓破了胆，只求活命的老杂役最真实也最可怜的反应。任何一个正常人看到这一幕都会觉得是不是抓错人了。然而林青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表演，他的眼神里没有怜悯，没有动摇，甚至没有一丝波澜。林青竹等他磕完了3个头，才一步一步向他走来。绣着云纹的白色裙摆从那些污秽的垃圾旁擦过，却纤尘不染。林青竹停在林峰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到了现在你还在演？林青竹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洞穿一切的冰冷。你的演技很好，真的很好，好到可以骗过苏慕情，骗过叶琉璃，骗过整个天下人。他的声音压低，一字一句都像淬了毒的冰锥，狠狠扎进林峰的耳朵里。但你骗不了我，你骗不了我的直觉。轰！林峰的脑子彻底炸了。直觉，就因为这狗屁的直觉，他所有的算计，所有的布局，他那被合体期大能都看不穿的易容剑，最后竟然输给了直觉这2个字。这一刻，无尽的荒谬感和绝望感像潮水一样将林峰淹没。林峰抬起头，沾着血污和泥土的脸上，那属于老王的惊恐表情第一次出现了裂痕。林峰看到了林青竹眼中的情绪，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有被欺骗的滔天恨意，有被戏耍的怨毒，有对他这个人的好奇，甚至还有他自己都没能察觉到的病态兴奋。林青竹很享受这一刻，享受这种将他所有伪装一层层剥开，看着他无处可逃的快感。这个疯女人，动手！林青竹收回目光，再也没有看他一眼。唰！林青竹身后的圣女卫队瞬间动了，几十道身影变换，剑光流转，一个玄奥的剑阵瞬间成型。森然的剑气从4面8方涌来，化作实质的压力，将林峰死死地锁定在原地。林峰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冰山压住，连动一根手指都做不到。几十柄长剑的剑尖对准了他身上的每一处要害，冰冷的锋芒已经刺破了他的皮肤，下一秒他就会被万箭穿心，化为一滩肉泥。死局，真正的插翅难飞的死局，死局，真正的插翅难飞的死局。几十柄长剑的剑尖已经刺破了林峰的皮肤，冰冷的锋芒带来阵阵刺痛，血液顺着剑尖缓缓渗出，染红了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杂役服。林峰能闻到自己血液的铁锈味，也能感觉到圣女卫队那些女弟子身上传来的杀气。下一秒他就会被这些剑切割成一滩谁也认不出来的肉泥。完了，他那堪称奥斯卡影帝级别的表演，最后竟然输给了直觉这2个字，就因为这狗屁的玄之又玄的女人的直觉。操！一股无尽的荒谬感和憋屈感从林峰的心底猛地喷涌而出，瞬间淹没了求生的恐惧。凭什么？老子不服！林峰猛地抬起头，那张沾满血污和泥土的老王的脸上，卑微和恐惧第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峰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林青竹，那眼神里没有了哀求，没有了伪装，只有一种被逼到绝路后野兽般的疯狂。林青竹捕捉到了他眼神的变化，他那张冰封万里的脸上
终于有了细微的波动。林青竹很享受这一刻，享受这种将他所有伪装一层层亲手剥开，看着他从一个玩弄天下的情圣，变回一只无处可逃的蝼蚁。这种快感甚至让林青竹那冰封的道心都产生了战栗。这个疯女人，林峰看懂了，他彻底看懂了。讲道理没用，求饶更是笑话。他要的就是看自己绝望。动手！林青竹收回了目光，声音里没有任何感情。刷！圣女卫队再无迟疑，几十道剑光骤然亮起，剑阵瞬间收缩，森然的剑气化作实质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空间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咯吱声。死亡的气息已经扼住了林峰的喉咙。不，老子不能死在这里！在剑阵合拢的最后1/1000秒，林峰所有的求生欲，所有的不甘，所有的疯狂，全都化作了一个念头，狠狠地灌注进了手指上的那枚戒指里。易容剑，拼了！老子跟你拼了！林峰没有试图改变自己的容貌，那已经毫无意义。不求伤敌，只求特效，给老子有多大搞多大！嗡！那枚看起来像地摊货的戒指骤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林峰感觉自己的神魂都被抽干了一样，眼前一黑，差点直接晕厥过去。但他死死咬着舌尖，用剧痛维持着最后一丝清明。林峰没有将这股力量作用在自己身上，而是将它投射到了100米之外的山林之中。下一刻，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那片山林中猛然炸开，一道充满了血腥与怨毒的暗红色魔气撕裂夜幕，冲天而起。那魔气之柱粗壮如龙，直插云霄，将半边夜空都染成了诡异的血红色。在这冲天的魔气之中，一个模糊但气息极其恐怖的魔道身影一闪而逝。那身影散发出的气息霸道阴冷，充满了对生灵的漠视与玩弄。那股气息正是血神教圣女叶琉璃修炼血神晶时独有的魔功气息。林峰在赌林青竹和叶琉璃那个妖女既然已经结盟，就一定共享过情报，赌她一定认得这股气息。在那边，一名圣女卫队的弟子最先反应过来，发出一声惊呼，手指下意识地指向魔气爆发的方向。所有人的动作都为之一致，包括林青竹。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血神教的气息，而且是叶琉璃的本源魔功气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这人只是个弃子，一个用来吸引自己注意力的诱饵？真正的大鱼在那里，他的背后还有同伙。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划过林青竹的脑海，让他那原本天衣无缝的判断出现了1/1000秒的动摇。够了，就是这1/1000秒，对于林峰来说这就够了。砰！林峰看准时机，将手中一直没放下的垃圾筐猛地砸在地上，筐里那些馊臭的垃圾滚了一地，但在垃圾下面7、8个用油纸包好的他这3天精心制作的土炸弹露了出来。烟雾弹、闪光弹，没有丝毫犹豫，林峰用尽全身力气将这些东西一股脑地朝着脚下的地面狠狠砸了下去。刺了！刺目的强光瞬间爆发，那光芒比正午的太阳还要耀眼100倍，整个世界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片惨白。所有人的眼睛，包括林青竹在内，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光刺得生疼，泪流不止，眼前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紧接着，浓烈刺鼻的烟雾混合着硫磺和硝石的味道轰然炸开。可嗨嗨，什么东西？我的眼睛！小心，别让他跑了！惊呼声、咳嗽声乱成一团。这烟雾不仅能遮蔽视线，林峰还在里面加了料，能够短暂的屏蔽修士的神识探查。一瞬间，整个包围圈乱了。林峰连滚带爬，根本不敢回头看，朝着与魔气爆发完全相反的方向猛地冲了过去。机会只有一次，林峰能感觉到身后那被暂时扰乱的剑阵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重新合拢，冰冷的剑气已经再次锁定了他的后心块。再快一点！林峰爆发出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一个狼狈的鱼跃扑向了悬崖的边缘。在他身体跃出悬崖的最后一刻，他回头透过渐渐散去的烟雾，看到了林青竹那双恢复了清明与杀意的眼睛。林峰咧开嘴，用尽最后的力气，无声地做了一个口型：谢了，直觉。随即他整个人纵身一跃，在剑阵合拢前的最后一刻，跳下了那片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呼啸的风声在耳边响起，身体在急速下坠。再见了，圣女殿下，李铁牛的农场老子还没放弃呢。林青竹冲到悬崖边，白色的裙摆在狂风中猎猎作响。他往下看，万丈深渊，云海翻涌，深不见底，吞噬了一切光线和声音。
他最后看到的是那个男人隔着烟雾对他无声做出的口型。谢了，直觉。那不是求饶，不是恐惧，是嘲讽，是赤裸裸的对他引以为傲的一切最恶毒的嘲讽。啊！林青竹再也无法维持那冰山般的外表，一股压抑到极致的怒火从他的胸腔里轰然炸开。他猛地抬起手，一掌拍向身下的万丈深渊，恐怖的灵力在他掌心汇聚，化作一道巨大的白色剑影，撕裂空气，带着毁灭一切的怒意，狠狠地轰入下方的云海。轰隆隆，整座山崖都在剧烈震颤，云海被硬生生撕开一个巨大的空洞，无数碎石从崖壁上剥落，坠入深渊。可那下面除了更深的黑暗，什么都没有，找不到任何踪迹。林峰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圣女殿下，身后的圣女卫队队长声音发颤，他们从未见过圣女如此失态。林青竹缓缓收回手，胸口剧烈的起伏着。他闭上眼，在睁开时，那外泄的怒火已经消失不见，转而成了比深渊还要寒冷，还要死寂的冰冷。传我命令！林青竹的声音不大，却像冰刀一样刮过每个人的耳膜。封锁西崖方圆100里，所有出口，所有暗道，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巡山长老、执法堂，所有能动用的人手，全部给我派出去。林青竹一字一顿，声音里是不容置疑的命令。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呼！呼啸的风像是无数把刀子刮在林峰的脸上，身体在急速下坠，失重的感觉让他的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他赌赢了，也赌输了。他骗过了林青竹，为自己争取到了这唯一的生机，但他没能完全躲开那收缩的剑阵，一道冰冷的剑气余波还是扫中了他的后背。噗！林峰人在半空，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他感觉自己的后背像是被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了一下，紧接着就是撕裂般的剧痛。林峰知道那里肯定留下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再这样掉下去，就算不被追兵找到，也得摔成一滩肉泥。他瞪大眼睛，在飞速下坠的过程中，疯狂地寻找着任何可以借力的地方。终于，他看到下方几十米处，一棵从陡峭崖壁上横着伸出来的古松，就是它了。林峰用尽全身的力气，调整着下坠的姿态。近了，更近了。在身体与古松交错而过的瞬间，林峰猛地伸出双手，死死地抱住了那棵粗壮的树干。咔嚓，骨头断裂的声音，强大的冲击力瞬间从他双臂传遍全身。林峰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错了位，喉头一甜，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在了古松的树皮上。林峰整个人挂在树干上，像个破布娃娃一样，浑身提不起半点力气。疼，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特别是后背的伤口，火辣辣的，鲜血正一股一股的往外冒，很快就染红了他破烂的杂役服。就在这时，轰隆，头顶上方传来一声巨响，一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如同风暴般席卷而下，是林青竹那个疯女人。林峰吓得魂都快飞了，赶紧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自己死死地贴在树干下方，躲在崖壁的阴影里。碎石和尘土如下雨般从他身边簌簌落下。好险！林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全身的伤口。林峰知道自己必须在天亮之前逃出天灵宗的范围，否则等到大批的搜山人马过来，他就真的死定了。林峰抬头看了一眼深不见底的下方，又看了一眼几乎不可能攀爬上去的头顶，没有退路，只能往下。林峰咬着牙，凭着那股超人的意志力松开古松，开始在陡峭的崖壁上亡命攀爬。没有路，他就用手用脚扣住那些凸起的石块和树根，一点一点地往下挪。好几次他都因为脱力差点直接摔下去，全靠着脑子里那股老子不能死在这的念头硬生生撑住了。撑住，林峰，你他妈给我撑住！李铁牛、农场、大宅子。林峰嘴里胡乱地念叨着，用这种方式来转移剧痛，维持清醒。头顶上不时有几道强大的神识扫过，每一次林峰都紧紧贴住岩石，收敛全身气息，一动不动。林峰能感觉到那些神识在他藏身的地方停留了片刻，然后又挪开，每一次都是在鬼门关前走一走。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林峰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崖壁上爬了多久，他的食指早已被坚硬的岩石磨得血肉模糊，身上的血流了又干，干了又流，整个人都处在一种麻木的机械性的运动中。终于他的脚踩到了坚实的地面，到崖底了。林峰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身体蜷缩成一团，剧烈的颤抖着。
林峰缓了好几分钟，才勉强撑着地站了起来。这里是一片阴暗潮湿的密林，他辨认了一下方向，拖着那条几乎要断掉的腿，一瘸一拐地朝着天灵宗山门外的方向亡命奔逃。身上的杂役服早已被撕扯得破烂不堪，鲜血顺着他的裤管滴落，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条断断续续的通往死亡的痕迹。他不敢停，他能想象到林青竹那张冰冷的脸，那个女人现在肯定已经疯了，被抓回去的下场他连想都不敢想。跑，必须跑！林峰的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不知道跑了多久，林峰身上的力气正在一点一点的流逝，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旋转。他知道自己快到极限了，失血过多再加上严重的内伤，林峰的意识开始涣散，天边已经泛起了一抹鱼肚白。就在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倒下的时候，他穿过一片灌木丛，前面出现了一块界碑，青云成地界。他逃出来了，终于逃出了天灵宗的巡山范围。紧绷到极致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断了。林峰眼前一黑，身体再也支撑不住，直挺挺地朝着前方倒了下去。扑通，林峰一头栽倒在青云城外的密林中，激起一片落叶，彻底昏死了过去。在他意识沉入黑暗前的最后一秒，一个念头顽强地从他混乱的脑海里冒了出来：我的房还没买。天灵宗西崖封锁持续了整整一夜，巡山长老带队，执法堂弟子协同，几乎将方圆百里翻了个底朝天。悬崖之下更是被强大的法术轰击了数遍，连地皮都被削下去3尺，结果一无所获，除了几滩早已凝固的血迹和崖壁上一棵被拦腰撞断的古松，再无任何线索。那个男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清心小筑，林青竹回来了，他遣散了所有侍女，一个人坐在静室里。往日里一尘不染的纯白宫装，此刻裙摆上沾染了崖边的露水与尘土，显得有些狼狈。他那张清冷绝美的脸上再也看不到平日的平静无波，是一种死寂，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啪！林青竹面前的一只白玉茶杯毫无征兆地裂开了，细密的裂纹蛛网般蔓延，最后化作一地碎片，茶水混着茶叶流淌了一桌。林青竹看着那堆碎片，眼神没有丝毫波动。他说了，在他自认为布下天罗地网，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输得一败涂地。那个男人最后那个嘲讽的口型深深扎进了他的道心里。谢了，直觉。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成了对方口中最大的笑话。怒火在胸膛里燃烧，几乎要将他的理智焚烧殆尽，但他强行压了下去。愤怒解决不了问题，他要找到他，然后亲手一寸一寸地把它撕碎。林青竹伸出手，一枚通体漆黑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玉简出现在他掌心，灵力注入，玉简微微一亮。寻夫复仇联盟第2次线上会议强制召开，我找到他了。林青竹的声音像是从九幽寒冰之下传来，不带一丝温度。他又跑了。玉简那头短暂的沉默后，传来血神教圣女叶琉璃那带着一丝妖媚的冷笑。哦，天灵宗的圣女殿下也会有失手的时候，他身边有帮手。魔音门的苏慕晴声音冷静，直指关键。林青竹将昨夜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漏的全部复述了一遍，从监视到追捕，再到最后那冲天而起的魔气和声东击西的脱身之法。魔气，叶琉璃的声音第一次认真起来。什么样的魔气？林青竹描述了那道魔气的特征：霸道、阴冷，充满了血腥与怨毒。是他。叶琉璃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这2个字。当初骗我的那个混蛋模拟出的血神经气息就是这样，他根本没有同伙。苏慕晴立刻得出了结论，声音里也多了一丝凝重。他一个人在我们3个人的眼皮子底下演了3场大戏，他故意制造出夜流碧离的气息，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一瞬间的动摇和判断失误。好缜密的心思，好可怕的算计，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泛泛之辈。林青竹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苏慕晴的分析就像一把刀，又在林青竹的伤口上狠狠地剜了一下。他就是被骗了，被一个他眼中的蝼蚁用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计谋耍得团团转。就在这时，一个全新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强行切入了他们的秘密传音。喂，你们说的那个到处骗人的王八蛋，是不是还伪装过一个叫钱多多的死胖子？这声音又急又怒，还带着被人欺骗了智商的抓狂。静室里空气都凝固了，林青竹、叶琉璃、苏慕晴3个人同时愣住了。钱多多，这又是谁？你是谁？怎么闯进来的？苏慕晴最先反应过来，声音警惕。
我是谁不重要。那个声音根本不理会他的问题，自顾自地说道。重要的是，那个叫钱多多的死胖子，给了我一堆颠覆性的炼气图纸，然后他人就不见了。我查了半天，发现所谓的通宝城首富之子根本就是假的。我顺着他留下的灵力痕迹追踪，结果就找到了你们这个奇奇怪怪的传音法阵。补天阁，天才炼气师，公叔止。3位圣女的心头同时闪过这个名字，这下乐子大了。受害者又加1人，而且还是个重量级的。寻夫复仇联盟终极形态正式集结。短暂的交流和信息互换之后，4位被同一个人骗得团团转的天之娇女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名为破防的尴尬气息。他们将所有的线索全部汇总到了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形象无比丰满的究极渣男骗子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伪装成天灵宗少主展池，用一枪伪装的深情攻破了林青竹冰封的道心。他伪装成血神教长老之子，用霸道与温柔俘获了妖女叶琉璃。他伪装成百花宫女弟子小雅，用知心姐姐的人设骗取了苏慕晴的信任。他伪装成通宝城首富之子钱多多，用超前的炼气知识忽悠瘸了炼气天才公叔止。最后他以天灵宗杂役老王的身份，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金蝉脱壳。这些身份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苏慕晴冷静地分析着，他就像一个幽灵在整个东玄域游荡，唯一的目的就是骗财、骗色、骗感情、骗信任。叶琉璃的声音充满了杀气。他不是幽灵。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公叔止突然开口了，他是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什么意思啊？林青竹问。钱多多那个死胖子给我的炼气图纸，虽然理念很超前，但有一种独特的绘图手法，我总觉得很眼熟。公叔止的声音像是在陈述一个技术报告。我查阅了我们补天阁收录的整个东玄域近500年来所有的炼气师资料和图纸手稿，终于让我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了。青云城城南有一家快要倒闭的铺子，叫晴园一线牵。那个铺子的老板日常靠帮人维修一些低阶法器，或者画一些建筑图纸为生。他的绘图手法和钱多多一模一样，只不过他画的都是些凡人的东西。青云城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同时劈中了4个人。天灵宗就在青云城地界，血神教的分舵离青云城不远。苏慕晴的剑阁在青云城有重要的产业，而公叔止被骗的通宝城就是青云城最大的贸易伙伴。所有的地点，所有的身份，所有的故事，都像一条条看不见的线，最终都汇集到了那个小小的青云城，汇集到了那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那家名为晴园一线牵的快要倒闭的破铺子。一个长相俊美绝伦却穷困潦倒，终日为了几颗灵石奔波的凡人老板。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了他叫什么名字？林青竹的声音在发颤。公叔止顿了顿，说出了那个让4位天之娇女毕生难忘的名字：林峰。头好痛。林峰的意识艰难地挣扎出水面，鼻子里是熟悉的霉味，身下是那张睡了几年一翻身就咯吱作响的破板床。回来了。林峰猛地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自家那间破铺子熟悉的房梁。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头正坐在床边，小心翼翼地帮他换着额头上的湿布。是住在城南的采药人张大爷醒了。醒了就好，醒了就好。张大爷见他睁眼，长出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你这娃怎么跑到青云山脉那片野林子里去了？还伤成这样，要不是我今天采药路过，你小子这条命可就交代给野狼了。林峰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记得自己逃出了天灵宗的范围，然后就昏过去了。原来是张大爷救了自己。大爷，谢。林峰的声音沙哑的不成样子。谢啥谢？街坊邻居的。张大爷摆摆手，把一碗黑乎乎的药汁递过来。这是我给你熬的草药，治外伤的，你趁热喝了。你这伤太重了，我这土方子也只能吊着口气，还是得去医馆看看。林峰撑着身体坐起来，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让他眼前一黑，差点又栽回去。后背那道被剑气划开的伤口疼得钻心。林峰接过药碗，也不管那苦得能酷死人的味道，仰头就灌了下去。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下，总算驱散了些许寒意。送走了张大爷，林峰踉踉跄跄地走到那面布满裂纹的铜镜前。镜子里是一张他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剑眉星目，鼻梁高挺，嘴唇薄削，俊美绝伦。这是他自己的脸。
林峰不再是玩世不恭的展池，也不是霸道阴冷的血神教弟子，更不是那个卑微到泥土里的杂役老王。镜中的青年脸色苍白的像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他费力地转过身，看到了自己后背上那道触目惊心的伤口，皮肉外翻，深可见骨。伤口周围的血已经凝固，但依旧能想象到当时血流如注的场面。林峰不由得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这次是真的玩脱了。他摸了摸自己空空如也的口袋，为了准备那场胜利大逃亡，他把身上最后一点零食全都换成了制作烟雾弹和闪光弹的材料。现在他身无分文，穷得叮当响，甚至比刚穿越过来的时候还惨。起码那时候他还是个健康的穷光蛋，现在他是个身受重伤，随时可能嗝屁的穷光蛋。林峰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十有八九已经暴露了。林青竹那个疯女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还有叶琉璃、苏慕晴，甚至公叔只一个寻夫复仇者联盟的豪华阵容已经出现在了林峰的脑海里。而他唯一的容身之所青云城，这个他以为最安全的地方，此刻恐怕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危险的龙潭虎穴。那几个女人的怒火很快就会烧到这里，必须跑，立刻，马上，逃得越远越好。可是林峰低头看了看自己这条几乎要断掉的腿，又摸了摸空空如也的钱袋。跑路要钱，疗伤也要钱，他现在拿什么跑？用脸吗？难道要跟追杀他的人说，各位仙子姐姐，看我这么帅的份上，先借我点路费和医药费，等我跑远了再接着追杀我。林峰被自己这个愚蠢的想法给逗乐了，随即又是更深的绝望。完犊子了，这次是真的要BBQ了。林峰那在北京买个大农场，娶个媳妇生堆娃的伟大梦想，还没开始就要宣告破灭。我的房，我的大 house。 林峰瘫坐在椅子上，嘴里无意识地念叨着，整个人都散发着一股生无可恋的气息。他现在就像是被按在砧板上的鱼，只能眼睁睁地等着那几把来自不同方向的刀一起落下来，然后把它剁成肉酱。正当林峰万念俱灰，开始思考自己的108种死法时，咚咚咚，店铺那扇破旧的木门被人敲响了。林峰全身的汗毛瞬间炸了起来。来了，这么快？林峰屏住呼吸，心脏狂跳，整个人像只受惊的兔子，一动不动地僵在原地。透过门板的缝隙，小心翼翼地向外看去，门外站着一个高大的人影，那人全身都笼罩在一件宽大的黑色斗篷里，连是男是女都看不清，唯一能感觉到的是那股若有若无却极其强大的气息，绝对是个高手，但似乎不是那4个女人中的任何一个。林峰心里飞快地盘算着，是敌是友，还是单纯的路过。他现在这个状态，别说高手了，来个练气期的小修士都能把他给扬了。就在林峰犹豫着要不要装死的时候，门外那人似乎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一个分不清性别的声音从斗篷下传了出来。我听说这里能解决任何关于情感的难题。林峰的心猛地一沉，不是追杀者，是客户。在这种要命的时候，林峰挣扎了一下，最终还是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走过去，拉开了门栓。门外的斗篷人并没有进来，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林峰能感觉到有2道锐利的目光正在斗篷的阴影下审视着自己。我有一个委托。斗篷人开门见山，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他伸出一只手，摊开一枚玉盒，静静地躺在他的掌心。斗篷人打开了玉盒，嗡，磅礴到极致的生命气息瞬间从玉盒中喷薄而出，那股气息温暖精纯，能滋养万物。林峰只是闻了一口，就感觉自己后背那撕裂般的疼痛都减轻了几分。玉盒中静静地躺着一株通体碧绿、流光溢彩的灵草，灵草的根茎上有9道天然形成的如同龙纹般的金色纹路。9转还魂草，传说中只要人还有一口气在，就能将其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圣药，可以生死人，肉白骨。林峰的眼睛一下子就直了，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这玩意儿正是他现在最需要的东西，有了它，他身上的伤势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痊愈。报仇。斗篷人沙哑地吐出2个字，将玉盒往前递了递，那磅礴的生命气息几乎扑到了林峰的脸上。林峰的喉结不受控制地滚动了一下，他看着对方手中的灵草，又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门外那随时会有追兵降临的天空。接还是不接？接了就是饮鸩止渴。天知道这次的委托会把他卷进什么更可怕的漩涡里。他刚从一个火坑里爬出来，难道又要主动跳进另一个？可要是不接，今天晚上可能就会因为伤势过重死在这间破铺子里。
连见到明天太阳的机会都没有。林峰的脑子里天人交战，最终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林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张苍白的脸上第一次重新浮现出了一丝神采，那是属于生意人林峰的独有的神采。他抬起头看向眼前的斗篷人，声音虽然沙哑，却异常清晰。说吧，这次要我代聊谁？林峰拖着一条几乎要断掉的腿，强撑着倚在门框上，后背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每一次呼吸都让林峰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但林峰脸上却硬是挤出了一副专业的淡然，仿佛他不是一个随时会嗝屁的逃犯，而是那个运筹帷幄的情缘一线牵金牌经理人。林峰看着眼前这个笼罩在黑袍里的神秘人，说吧，这次要我代聊谁？黑袍下那道分不清性别的声音没有任何情绪起伏。代号夜宵，目标南疆妖皇殿圣女。狐仙儿，南疆妖皇殿圣女，这三个词让林峰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当场昏过去。开什么国际玩笑，他刚从天灵宗圣女的天罗地网里死里逃生，现在这个客户直接把难度等级拉到了地狱模式。南疆妖皇殿那是整个东玄域都闻之色变的地方，是真正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那里的圣女能是什么善茬？怕不是吃个饭都要配2个人心下酒的狠角色。林峰的脑子里瞬间闪过10000个拒绝的理由，他现在只想找个山沟沟躲起来，安安稳稳的养伤，然后去北京买他的大宅子。撩妖女，嫌命长也不是这么个送法。林峰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职业假笑。这位肖哥，您这委托有点超纲了。小店业务范围有限，主要承接青云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凡人情感纠纷调解。您说的这个南疆妖皇殿跨区域了，而且客户种族也不太对口，恕小店能力有限，这单生意接不了。林峰说的客客气气，态度卑微到了极点，就差给对方鞠个躬，说一句您另请高明吧。然而代号夜宵的黑袍人对林峰的拒绝毫无反应，他似乎早就料到了。黑袍人没有废话，只是再次伸出了那只手，打开了之前那个装着9转还魂草的玉盒。嗡，那股磅礴精纯的生命气息再一次扑面来，这一次林峰离得更近。林峰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后背那撕裂的伤口在这股气息的滋养下竟然停止了恶化，连那钻心的疼痛都减轻了许多。这玩意儿是命，是他现在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这是定金。夜宵的声音依旧沙哑，说完他又从怀里摸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张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土黄色符箓，上面用朱砂画着扭曲复杂的纹路。破戒符。夜宵淡淡道，可让你无视任何阵法禁制，随机传送到东玄域之外的任何一域，北境、西漠、南海，看你运气。林峰的瞳孔猛地缩成了针尖。破戒符，这可是传说中的东西，有了它，别说林青竹那个疯女人，就算是天灵宗的太上长老亲自出马，也休想再找到它。这东西的价值根本无法用灵石衡量，这是真正的终极跑路神器。林峰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然而夜宵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手腕一翻，哗啦啦，一个沉甸甸的储物袋被他随手丢在了地上，袋口松开，里面闪烁着一片璀璨的光芒，那光芒晃得林峰的眼睛都快瞎了。10万，上品灵石，这是尾款。夜宵的声音一字一句敲打在林峰那颗财迷心窍的心脏上。救命的圣药，跑路的底牌，还有一辈子都花不完的巨款，这3样东西摆在面前，形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致命的诱惑。林峰的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他感觉自己那点可怜的原则和底线正在以光速土崩瓦解，但林峰还是强行守住了最后一丝理智。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报酬越是丰厚，风险就越是可怕。林峰抬起头，死死盯着眼前的黑袍人。最后一个问题，你一个堂堂元婴真君，为什么不自己去？没错，这个代号夜宵的家伙虽然气息收敛到了极致，但林峰依旧从他身上感觉到了一股熟悉又心悸的波动。元婴期，一个元婴期的大佬要撩一个妖女，竟然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请他一个重伤垂死的凡人出手，这里面要是没鬼，他林峰把名字倒过来写。听到元婴真君4个字，夜宵的黑袍名显动了一下，冰冷刺骨的阴寒气息从他身上一闪而逝。哼！夜宵发出了一声冷哼，我修的功法与南疆妖皇一脉的神圣气息天生相克，一旦靠近妖皇殿千里之内，就会被他们的护殿大阵瞬间察觉，到时候妖皇亲至，我必死无疑。而你，夜宵的目光像2把刀子在林峰身上刮过，
一个凡人，身上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你是最好的容器，也是最完美的媒介。我需要你的身体去承载一个全新的身份，一个能让狐仙儿放下所有戒备，为之倾心的身份。这个解释合情合理，也让林峰彻底断了最后一丝侥幸。得，跑不掉了，这一票不干也得干，要么现在就死在林青竹他们手里，要么接下这个委托，拿着救命的药和跑路的符去南疆赌一把。怎么选？小孩子才做选择，他林峰全都要。成交。林峰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两个字，话音刚落，他一把抢过叶萧手中的玉盒，从里面捏出那株流光溢彩的九转还魂草，看都没看，直接塞进了嘴里。灵草入口即化，一股无法形容的温暖洪流瞬间冲刷过他的四肢百骸，干涸的经脉得到了滋润，受损的内脏开始修复，后背那狰狞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结痂。虽然离痊愈还差得远，但那股要命的虚弱感总算是被驱散了。林峰吊住了自己这条命，叶萧将地上的储物袋和那张破戒符，连同另一枚黑色的玉简一同推了过来。玉简里是狐仙儿的全部资料和你需要扮演的人设，一个来自中州的没落贵族学者。记住，你只有2个时辰。叶萧的声音变得异常凝重。2个时辰后，天灵宗的搜捕队就会封锁全城。这是宗门内部的遁地符，能让你从这里直接遁出城外百里，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说完，叶萧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整个破铺子里只剩下林峰一个人。他踉跄地走到那面布满裂纹的铜镜前，镜子里自己的脸虽然依旧苍白，但已经恢复了几分血色。那张俊美绝伦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和自嘲。妈的！林峰看着镜中的自己，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刚被圣女追完，又要去撩妖女，这业务范围是越来越广了。干完这一票，金盆洗手。说什么也得退休。林峰喃喃自语着，将破戒符和那装着10万上品灵石的储物袋死死地塞进怀里，然后拿起了那枚黑色的玉简和叶萧留下的那张遁地符。窗外天色已经越来越暗，远方似乎已经有几道强大的气息正在向青云城急速靠近。没有时间了，林峰不再犹豫，一把捏碎了手中的遁地符，土黄色的光芒瞬间将他包裹。下一秒，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这间承载了他数年记忆的破铺子之中，只留下一地狼藉和空气中尚未完全散去的九转还魂草的淡淡药香。青云城的天说变就变，上一刻还是黄昏落日，炊烟袅袅，下一刻，整个城池的空气瞬间凝固。城中凡人只觉得胸口发闷，喘不过气，修为低微的修士更是双腿发软，骇然地望向天空。天际线出现了数个巨大的黑点，黑点越来越近，化作数艘遮天蔽日的华丽飞舟。飞舟之上3面大旗在凝固的空气中无风自动，猎猎作响。天灵宗的云纹，万剑阁的利剑，血神教的血焰，最顶尖的3大宗门竟在同一时间麒麟这座边陲小城。恐怖的威压如水银泻电，笼罩了青云城的每一个角落。无数人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匍匐在地，连头都不敢抬。城南那间破旧的秦元一线牵铺子前，空间微微扭曲，4道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4名女子风华绝代，却又各不相同，每一个都足以让天地失色。他们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凡人的注意。这是寻夫复仇联盟的第1次线下集结。为首的林青竹一袭白衣胜雪，面容冰冷的像是万载玄冰，他的目光死死地定在那扇破旧的木门上，眼底深处是压抑到极致的怒火与杀机。站在他身侧的是血神教圣女叶琉璃，她一身血色长裙，笑得妖艳甜美，猩红的舌尖轻轻舔过嘴角。咯咯咯，叶琉璃的笑声像是银铃，却透着一股子病态的兴奋。就是这里吗？我可爱的小猎物，藏身的老鼠洞。他等不及了，根本不等其他人反应。叶琉璃抬起一脚，看似轻飘飘地，实则带着万钧之力，直接踹在了那扇木门上。砰！一声巨响，脆弱的木门连同门框瞬间炸成了漫天木屑。门后的景象一览无余，屋内空空荡荡，一张破床，一张烂桌，几把歪倒的椅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合着草药的苦涩。七，叶琉璃不爽地撇了撇嘴，走了进去，裙摆上的小银铃叮当作响。小猎物跑了，算他机灵。林青竹没有动，他只是缓缓抬起手，在他白皙的腰间系着一枚古朴的镜子，镜面光滑如水，
同心镜，天灵宗秘宝，只要对方在千里之内，心中但凡对他有一丝一毫的念头，镜面便会生出感应。然而此刻，镜面一片死寂，林青竹的眼神又冷了3分，心中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他跑了，跑出了千里的范围。让我来！补天阁的大小姐宫书芷已经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她彻底告别了往日的不修边幅，一身利落的特制宫装，上面布满了各种精密的阵纹。宫书芷从怀里掏出7、8个奇形怪状的法宝，有罗盘，有镜子，还有一根不断震颤的金属杆，空间残留分析仪，灵力痕迹追踪器，因果律回溯指针。宫书芷嘴里念叨着，双手快得像幻影，将那些法宝在屋子里摆成一个奇怪的阵型。嗡，阵型启动，各色光华流转。然而仅仅一息之后，所有的法宝同时发出了滋滋的怪响，上面的光华瞬间熄灭，指针疯狂乱转，罗盘的镜面甚至裂开了一道缝隙，噗，一件法宝直接炸成了一团黑烟。怎么可能？宫书芷看着自己报废的宝贝，心疼得直跳脚。现场的灵力波动被一股更诡异的力量彻底抹掉了。他还布置了反侦查的阵法。混蛋！宫书芷气得跺了跺脚，那个骗子在技术层面上碾压了他，这是对他专业最大的侮辱。从始至终只有一个人没有说话，万剑阁首席弟子苏慕晴。他没有像叶琉璃那样暴躁，也没有像宫书芷那样急切，只是静静地站在屋子中央，青色的剑修镜装一尘不染。他的目光冷静地扫过屋内的每一个角落，翻倒的茶杯，地上尚未干涸的血迹，还有苏慕晴的视线定格在了那张破板床的床底下，那里有一堆纸，似乎是被人匆忙间一脚踢进去的。他缓缓走过去，弯下腰将那叠纸捡了起来。纸张泛黄，上面是用最普通的木炭画的草稿，字迹潦草，画迹凌乱。最上面几张是一些委托的草稿，张家小姐与李家公子的情感纠葛调解方案，王屠夫的续弦危机公关预案。叶琉璃瞟了一眼，嗤之以鼻，什么玩意儿？苏慕晴没有理会他，继续往下翻。当他翻到中间的几张时，他的手指突然顿住了，瞳孔猛地一缩。那几张纸上画的不再是别人的委托，而是他们。第一张纸画着一个身穿血色长裙的女子，旁边写着几行小字：叶琉璃，血神教圣女，性格疯批，病娇，猎人属性，极度享受追捕与折磨猎物的快感。突破口，用更疯的姿态吸引其注意力，让他误以为遇到了同类，从而放松警惕。叶琉璃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第二张纸是一个穿着工装，埋头捣鼓零件的少女。宫书芷，补天阁大小姐，技术宅，思维纯粹，非黑即白，对炼器之外的一切都不敏感。突破口，用他无法理解的超时代技术理论进行降维打击，可轻易获取其信任。宫书芷的脸瞬间涨得通红，那是羞愤交加。第三张纸是一个白衣胜雪，清冷孤傲的仙子，林青竹，天灵宗圣女，道心有缺，外冷内热，看似无情，实则最重因果。突破口，暂无。此女性格极端，直觉系选手，逻辑无效，极度危险，建议远离，物理隔绝。最后一张纸正是他的傻弟弟石毅。苏慕晴的脸瞬间垮了下来，他拿着纸的手开始微微颤抖。苏慕晴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不是对林峰实力的恐惧，而是对他那洞悉人心的鬼神莫测的算计的恐惧。这个人根本不是在见招拆招，他从一开始就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当成了研究对象，剖析他们的性格，研究他们的行为模式，寻找他们的弱点。他们以为自己是猎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殊不知他们的每一步都在对方的剧本里。呵，苏慕晴忽然发出了一声意味不明的轻笑。原来是这样。他看向其他3人，他不是在逃跑，而是在布局。苏慕晴将手中的图纸缓缓举起，我们找到他真实身份的这一刻，就已经落入了他下一个圈套的开端。他知道我们会来，并利用我们的到来掩盖了他真正的去向。天旋地转，林峰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快被甩出来了，遁地符的体验感极差，比坐10年绿皮火车还颠簸。当那股撕扯感终于消失时，混杂着潮湿闷热的空气猛地灌进了林峰的鼻腔，空气里全是陌生的味道，浓郁的香料，奇异的草药，还有一股子泥土被水汽蒸腾起来的腥味。林峰一个踉跄，差点没站稳。他还没来得及看清周围，身体就发出了强烈的抗议。9转还魂草吊住了他的命，却没能完全修复他破败的身体。药力化开后，虚弱感席卷而来，他现在就是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子。林峰扶着墙，
才勉强让自己没有跪下去。他抬起头，打量着这个全新的世界。这是一座城市，建筑风格和他见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石质的房屋低矮而坚固，墙壁上爬满了深绿色的藤蔓，有些藤蔓上甚至开着人头大小的诡异花朵。街上的行人穿着也极具特色，短衣短褂，皮肤黝黑，脖子手腕上缠绕着五颜六色的小蛇，或者趴着巴掌大的蝎子。那些人看向他的眼神充满了警惕、不善，没有一丝一毫的掩饰。这里不欢迎外来者。我靠，这什么鬼地方？桑拿房里养蝎子。林峰心里疯狂吐槽，脸上却不敢露出半点异样。他知道自己这个细皮嫩肉穿着中原款式的家伙在这里扎眼的不行，必须马上消失在人群里。林峰不敢多做停留，顺着墙根专挑偏僻的小巷子走，最终在一条散发着霉味的巷子尽头找到了一家看起来最破也最不起眼的客栈。客栈老板是个独眼的老头，浑身散发着一股蛇腥味。他只是用那只独眼扫了林峰一下，便扔过来一把满是锈迹的钥匙。林峰丢过去几块零食，拿着钥匙快步上了2楼，关上门，用破桌子死死抵住。林大爷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整个人瘫倒在床上，后背的伤口在发烫，提醒着他之前经历的一切都不是梦。这9转还魂草是拼多多买的吧？只管吊命，不管疗效。林峰自嘲了一句，从怀里掏出了叶宵给的那枚黑色玉简。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搞清楚自己在哪，以及接下来的剧本。灵力没有，精神力还是有的。林峰将玉简贴在额头，庞大的信息流瞬间涌入他的脑海。南疆万蛇城，玉简里的信息让林峰的心沉到了谷底。叶宵那个老六还真没骗他，直接把他送到了南疆腹地。整个南疆势力错综复杂，但总的来说分为2大派系，一个是以妖皇殿为尊的妖族正统，统领南疆万妖，血脉至上，规矩森严；另一个则是以五仙教为首的巫蛊势力，擅长驱使毒虫，炼制蛊毒，行事诡异，不择手段。2派表面上和平共处，共同抵御外敌，实则暗地里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狗脑子都快打出来了。而他现在的所在地万蛇城正是五仙教的核心地盘之一，一个妖族正统的死对头。林峰的眼皮跳了跳，继续往下看。玉简的后半部分全是关于他这次目标的资料。妖皇殿圣女狐仙儿，9尾天狐一族当代最杰出的后裔，元婴巅峰的实力是下一任妖皇的热门人选。最要命的是，这位圣女殿下因上古时期人族与妖族的一桩血海深仇，对人族恨之入骨。传闻中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喜欢抓2个人族修士，一个清蒸，一个红烧。恨人族，姐妈，这可不是地域黑，这是种族歧视啊！林峰看着玉简里的描述，头皮发麻。一个元婴巅峰，手握大权，还极端仇视人族的妖女，让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去撩，这他妈不是委托，这是赤裸裸的谋杀！叶宵，你个老王八蛋，我祝你功法走火入魔，道侣跟人跑路！林峰狠狠骂了一句，却也知道自己没得选，收了钱就得办事，这是他作为生意人的基本职业操守。更何况尾款和跑路用的破戒符还在自己怀里揣着呢，干了这一票就能彻底退休，去北京买他的大宅子，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咸鱼生活。林峰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房间里那面蒙着厚厚灰尘的铜镜前，镜子里映出一张苍白而俊美的脸，就是这张脸给他惹来了滔天的麻烦。林峰伸出手摸了摸无名指上那枚平平无奇的戒指，易容戒。戒指微微一亮，镜子里的脸开始发生变化，眉骨稍稍降低，眼窝变得更深邃，鼻梁依旧高挺，但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书卷气。脸颊微微凹陷下去，嘴唇的血色褪去，呈现出一种久病缠身的苍白。几息之后，镜子里那个俊美的有些张扬的青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25、6岁，面色苍白，带着几分病态，气质儒雅的青年学者。眼神不再是林峰的精明与警惕，而是对知识充满渴望，可又因身体所限而带着几分无奈的复杂神情。林峰看着镜中的陌生人，给自己这个全新的身份取了一个名字，文若愚，一个来自中州，家道中落，却痴迷于研究上古妖族失落文明的疯子学者。人设有了，但还不够一个优秀的演员，不能只有一副皮囊。林峰不，文若愚对着镜子开始了他的表演。他先是轻轻地咳嗽了几声，声音要虚弱，但不能刻意，要像是肺部长期不适下意识的反应。然后是喘息，林峰尝试着走了几步，每一次落脚呼吸都要加重一分，胸口要有细微的起伏，
仿佛每一步都在消耗他本就不多的生命力。最后是眼神，这是最难的。林峰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的练习，练习看到古籍时的狂热，练习思考问题时的专注，练习灵感迸发时的欣喜，以及练习因为身体虚弱而不得不放下研究时的那种深深的无奈与不甘。客栈的破房间成了他的排练室，那面布满灰尘的铜镜是他唯一的观众。林峰沉浸在这种扮演中，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文若愚这个角色的每一个细节。不知道过了多久，当镜中的文若愚抬起手，用带着病态潮红的指尖轻轻推了一下并不存在的眼镜时，林峰知道成了。 OK， 奥斯卡欠我一座小金人。林峰看着镜中的自己，低声说了一句：文老师您好，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林峰转过身看向窗外，万蛇城诡异的夜景在他眼中不再是危险与未知，而是一个全新的舞台，新的猎场，新的剧本，唯一的观众是整个南疆。林峰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希望这次的演出别再引来一帮前女友了。万蛇城，林峰裹紧了身上那件并不合身的袍子，拖着病躯走进了这座城市的血脉里。他没有去那些人声鼎沸的酒楼，也没逛那些兜售法宝丹药的方式，那些地方人多眼杂，对一个外来者来说是危险的信号发射塔。林峰把叶宵给的那点可怜的启动资金全部换成了南疆的货币，一种刻着蛇形图腾的黑色石头。然后他开始在城里最偏僻的角落里转悠，专门收购那些被当成垃圾处理的玩意儿。残破的兽皮卷，断裂的龟甲，字迹模糊的石板，全都是和上古妖族有关但又残缺到毫无价值的废品。摊主们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脑子有病的人傻钱多。这位客官，您要这玩意儿？这可是从上古遗迹里挖出来的，就是烂了点。文若愚虚弱地咳了两声，用沙哑的声音回答：无妨，历史的尘埃本身就是一种美。林峰付了钱，在摊主看傻子的目光中抱着一堆垃圾离开。白天林峰唯一的去处是万蛇城里唯一对外开放的妖族图书馆万卷阁。与其说是图书馆，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藏书洞窟，里面没有桌椅，只有一个个凿出来的石台。妖族们或盘踞或趴伏，用最原始的方式翻阅着巨大的兽皮典籍。文若愚的到来像是一滴水掉进了滚油里，所有目光齐刷刷地定在他身上，警惕、审视，还有毫不掩饰的排斥。一个孱弱的人族竟敢踏入妖族的知识圣地。文若愚对这些目光视若无睹，只是找了一个最角落的石台，放下自己收来的那些破烂，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卷最古老的典籍。一坐就是一天，他看得极慢极认真，时不时还会拿出一根木炭，在一张干净的兽皮上写写画画，画出的东西没人能看懂，偶尔还有几个方方正正的符号，旁边标注着奇怪的数字，那是林峰前世的记忆。化学分子式 DNA 双螺旋结构图，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解析这个世界的妖族文明。林峰的怪异举动很快引起了万卷阁管事的注意，那是一个蛇族老者，半边身子还保持着蛇的形态，盘踞在高高的柜台后面，一双浑浊的树瞳像毒蛇一样盯着文若愚，已经整整3天了。又一个想从我们妖族典籍里偷东西的人族骗子。蛇族老者心里冷哼，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族，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以为学到1、2句上古妖文就能冒充学者，骗取信任，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这一天，老者终于忍不住了，他慢悠悠地从柜台后游走下来，枯瘦的手里捧着一卷巴掌大小、材质非金非玉的黑色卷轴，卷轴上布满了刀砍斧凿般的裂纹。他来到文若愚面前，将卷轴啪的一声扔在石台上。人族的小子，老者的声音传来，你既然对上古妖文这么痴迷，不妨解读一下这个。周围的妖族全都停下了动作，看热闹的目光投了过来。林峰内心咯噔一下，妈的，该来的还是来了。他抬起头，脸上依旧是那副病弱又专注的神情，目光落在卷轴上，上面刻着的文字别说认识了，他连笔画都数不清，鬼画符都比这个规整。这玩意儿神仙来了也得摇头。林峰心里已经开始骂娘了，但表面上他镇定自若，甚至没有立刻去碰那卷轴，是静静地看着。足足过了1炷香的时间，蛇族老者眼中的嘲弄越来越浓。怎么不认识了？你不是学者吗？周围响起了压抑的嗤笑声。林峰的目光终于从那些天书般的文字上移开，落在了卷轴角落里的一幅配图上。那是一幅极其简陋的刻画，画着一种形似后世恐龙但类生双翼、头有独角的妖兽。林峰缓缓伸出苍白的手指，
轻轻点在那幅图上。他没有去看蛇族老者，声音虚弱，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洞窟。文字会骗人，但演化不会。蛇族老者愣住了，周围的妖族也愣住了。演化？什么东西？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文若愚已经站起身，拿起地上的木炭，在万卷阁满是灰尘的石地上画了起来。林峰画得很吃力，每画一笔都要停下来喘口气，剧烈的咳嗽几声，可他的手却稳得可怕，眼神更是亮得吓人。那是一种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疯魔。林峰先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最简单的圆，一切的生命最初都可能只是这样的一个单体，它存在于混沌之中，海洋之内。然后林峰在圆的旁边画出了一条鱼，为了适应水，它的一部分演化出了鳍和鳃。接着鱼的旁边出现了一只有脚的爬行生物，为了走上陆地，它的另一部分又演化出了肺和四肢。林峰的动作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急促，地上的图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从爬行类到哺乳类，再到鸟类，一条清晰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演变图谱就这样呈现在所有妖族的面前。最后文若愚的木炭重重地指向了他画出的最后一幅图。那生物类生双翼，头有独角，和那上古残卷上的妖兽一模一样。轰！所有妖族的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个惊雷。文若愚丢掉木炭，用手帕捂住嘴，剧烈地咳嗽起来，鲜血从指缝里渗出，染红了洁白的手帕，但他毫不在意。林峰抬起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扫过全场，一字一句地抛出了一个足以颠覆整个南疆甚至整个玄幻世界认知体系的理论。所以你们争论了数万年的血脉高低，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无论是高贵的龙族，还是卑微的重置，在最古老的源头，我们可能都来自同一个祖先，我们只是在适应不同环境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同的演化分支。这就是血脉演化论。死寂，整个万卷阁死一般的寂静，所有的妖族都呆立在原地，像是被施了定身咒。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引以为傲的血脉荣耀，他们根深蒂固的鄙视链，在这一刻被这个病恹恹的人族青年用几幅潦草的图画和一套闻所未闻的理论砸得粉碎。蛇族老者的身体在颤抖，他看着地上的演化图，再看看手中的上古残卷，浑浊的树丛里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他研究了一辈子上古妖文都无法解开的谜团，这个叫演化的理论竟然给出了一个匪夷所思却又逻辑自洽的答案。扑通！蛇族老者那巨大的蛇尾一软，竟然半跪在了地上。他看向文若愚的眼神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轻蔑和审视，只剩下狂热的崇敬。他双手颤抖地捧着那卷残卷，恭恭敬敬地递到文若愚面前。先生，他用上了尊称，声音都在发抖。请您收下此物，请您再多讲一些关于演化的知识。林峰在心里比了个耶。成了。知识降维打击的威力比他想象的还要猛。林峰没有立刻去接那卷轴，只是虚弱地摆了摆手，转身走回自己的角落，慢慢坐下，仿佛刚才的演讲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今日乏了，逼哥必须端住。蛇族老者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恭敬。是老朽唐突了，先生好生休息。万卷阁从今日起，所有典籍任由先生翻阅。他转过身，对着周围那些还没回过神来的妖族厉声喝道：都看什么看？没听到先生要休息吗？谁敢打扰先生，就是与我万蛇窟为敌。局势瞬间反转，林峰或者说文若愚成功用一套地球上的进化论，在这个排外的妖族城市里为自己砸开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口子。当天，一个消息开始在万蛇城一小撮真正的妖族学者圈子里悄然流传。听说了吗？万卷阁来了个人族，一个病得快死了的病秧子。他提出了一套歪理邪说，说我们高贵的蛇族活泥地里的蚯蚓是同一个祖宗。放屁，这是对我们血脉的侮辱。可是蛇老信了，蛇老把他奉为了上宾。什么？风暴的中心，被无数妖族学者议论纷纷的病秧子人族文若愚，正靠在石台上闭目养神。林峰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蛇老头看着挺横，没想到这么好忽悠。这下在城里吃饭看书应该都不要钱了。下一个目标该怎么把名声传到那位恨人族的圣女殿下耳朵里呢？妈的，这活真不是人干的。东玄域，一处被世人遗忘的荒古废墟，公叔指盘膝而坐。他已经在这里待了3天3夜。曾经干净利落的宫装上沾满了油污和符文材料的粉末，一向梳理的整整齐齐的头发此刻也有些散乱，但他的眼睛却亮得吓人。那是一种技术宅攻克了世界级难题后的狂热。
在他周围散落着上百件精密的法宝构件。不远处，林青竹静静站着，白衣胜雪，手按剑柄，像一尊没有感情的冰雕。叶琉璃则有些不耐烦地用脚尖踢着地上的石子，血红色的裙摆随着他的动作划开一道道妖异的弧线。苏慕晴抱着双臂靠在一根断裂的石柱上，目光在公输纸和那座残破的传送阵之间来回移动，大脑在飞速运转。3天了，他们追着林峰留下的最后的痕迹找到了这里，结果只找到一个被彻底摧毁的古代传送阵。若不是公输纸信誓旦旦地说能修复，他们早就分头去其他地方搜寻了。我说小直直，你这到底行不行啊？再等下去，我可爱的小猎物都跑到天边去了。叶琉璃娇声抱怨，语气里却没多少真正的焦急，反而带着一丝玩味。苏慕晴淡淡开口，别催，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如果连公输纸都无法解析，那整个东玄域就没人能做到了。他的话音刚落，嗡，一声低沉的嗡鸣从古阵的中心传来，公输纸猛地睁开眼睛，双手结印，打出最后一道法诀。成了！刹那间，残破的阵法光芒大盛，一道虚幻的光幕冲天而起，在半空中投射出一幅庞杂的星域图。万千星点中，一条暗淡的能量轨迹从他们脚下延伸出去，穿过无数扭曲的空间断层，最终落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光点上。公输纸站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和灰，指着那个光点，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找到了，传送的终点是南疆域，具体坐标万蛇城。南疆，万蛇城，3个字让在场的气氛瞬间变化。咯咯咯，叶琉璃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她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鲜红的嘴唇，那双桃花眼里闪烁着嗜血的兴奋。南疆啊，那可真是个好地方，血神教与南疆的五仙教世代交好，到了那里就等于到了我的主场。他看向林青竹和苏慕晴，笑容甜美而危险。我可爱的小猎物，这是慌不择路，自己跑进猎人的陷阱里了啊！苏慕晴的眉头却微微皱起，他走到光幕前，看着那个代表万蛇城的光点，冷静地分析道：不，他不是慌不择路，他是在选择对他最有利的战场。他伸出手指在光幕上划过，南疆地界自古排外，尤其是对我们东玄域的修士充满了敌意，我们在那里的势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天灵宗、万剑阁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次，南疆环境复杂，巫蛊、妖族、毒瘴，各种上古禁制数不胜数，这对于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是天然的屏障。他很清楚，只要进入南疆，我们的优势就会被无限削弱。他想利用环境来和我们玩一场真正的猫鼠游戏。苏慕晴剖析着林峰的险恶用心，叶琉璃听完，脸上的笑容更盛了。那不是更有趣了吗？就是要这样才好玩嘛。一直沉默的林青竹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比这废墟里的风还要冷。出发，只有一个词，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无论天涯海角，无论龙潭虎穴，他都要找到他，然后亲手执行审判。4人达成共识，这场由东玄域4位顶级天之骄女组成的寻夫复仇联盟，将开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跨域联合行动。等等，公叔只叫住了准备动身的众人，他从怀里掏出4个巴掌大小、造型古朴的金属锁扣，这是我根据林青竹师姐的同心镜连夜赶制出来的升级版，我叫它同心锁。他将其中3块递给另外3人，我们4人各持1块子锁，只要那个混蛋在1000里范围之内，我们手里的紫锁就会发热，并且指向大致的方位。虽然还是不能精确定位，也无法识破他的伪装，但至少我们不会再像无头苍蝇一样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叶琉璃把玩着手里的同心锁，啧啧称奇。小直直，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这种东西都能搞出来？公叔只哼了一声，脸上露出属于技术人员的骄傲。这不算什么。他又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更加精密的物件，那是一块3角棱镜，通体由不知名的水晶打造，内部布满了亿万道比发丝还细的金色纹路，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封印的宇宙。还有这个，我管它叫真实棱镜的雏形。公叔指的眼神变得无比专注，他现在还只是个半成品，能量极不稳定，无法直接看破他的伪装。但是他加重了语气，我逆向推演了他的伪装原理，那枚戒指本质上是一种光影与空间法则的结合，如果他要进行大幅度的容貌身形改变，就必然会引发极其细微的空间波动，这枚棱镜或许就能捕捉到那一瞬间的不协调，只要能捕捉到1次，我就能锁定他伪装的波动频率，到时候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
在我面前都将无所遁形。苏慕晴的眼睛亮了，叶琉璃的呼吸也急促了几分。这才是真正的杀手锏，一个能彻底掀翻林峰底牌的希望。林青竹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那枚真实冷静冰冷的眸子里，终于有了一丝波澜。很好。半个时辰后，一艘隶属于补天阁的巨型飞舟缓缓升空。这艘飞舟通体由玄铁铸造，船身刻满了密密麻麻的防御阵法，如同一座移动的战争堡垒，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威压。甲板上，4道绝美的身影迎风而立。叶琉璃靠在船舷上，眺望着南疆的方向，嘴角挂着残忍的笑意。他已经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种抓住林峰后的折磨方式。苏慕晴则拿着一枚预测，不断记录着什么，推演着林峰进入南疆后所有可能的行动路线和伪装身份。宫叔只蹲在地上，还在对那枚真实棱镜进行最后的调试，嘴里全是旁人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林青竹站在船头，一言不发。海风吹起他的长发和白色宫装，他像是要乘风归去的谪仙，可身上散发出的执念与杀意却比深渊还要恐怖。他手中的剑在微微颤鸣，像是在渴望着什么。一场足以掀翻整个南疆的风暴正以无可阻挡之势急速成型。而风暴的中心，万蛇城万卷阁内，文先生，这是老朽珍藏了300年的蛇胆茶，最是清新明目，您尝尝。蛇族老者一脸谄媚，恭恭敬敬地将一杯散发着奇异香气的热茶递到了林峰面前。林峰虚弱地笑了笑，接过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有心了。感受着周围那些妖族学者投来的敬畏目光，林峰心里只想打个哈欠，妈的，装逼真累，尤其是装一个随时会咳血的病弱学者更累。好在效果拔群，一套漏洞百出的血脉演化论直接把这帮脑子一根筋的妖族给忽悠瘸了。现在他成了万卷阁的座上宾，吃喝不愁，还有人伺候。第一步算是稳了。林峰的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书架最高处，那里存放着妖皇殿的典籍。想要接触到狐仙儿，就必须先让他知道自己的存在。一个能颠覆妖族数万年认知体系的天才人族学者，这个名头够不够响亮？林峰正盘算着下一步的剧本，却丝毫没有察觉，苍穹之上，一艘承载着4个前女友怒火的战争堡垒已经锁定了他的坐标。这一次他插翅难飞。血脉演化论，什么玩意儿？人族的风言风语罢了。我高贵的狼族血脉可追溯至吞月天狼，怎么可能和地洞里的野狗同宗？蛇老糊涂了，竟被一个人族病秧子哄骗。各种嘲讽和不屑在暗流中涌动，但很快风向变了。那些真正钻研古妖族历史的学者偷偷去万卷阁拜会了那位人族学者文若愚，结果无一例外，全都被那套闻所未闻的理论砸得世界观崩塌，锤得道心不稳。他们走的时候一个个失魂落魄，嘴里反复念叨着演化、分支、环境适应这些古怪的词。一时间，文若愚这个名字成了一个禁忌，一个无法被证伪却又颠覆了南疆妖族万年根基的恐怖存在。这个消息自然也传进了南疆最核心的地方——妖皇殿。恢宏的大殿内，香炉里焚着凝神静气的奇楠香。一个身着白金宫装的女子正慵懒地斜倚在由整块暖玉雕琢而成的宝座上，她一头银发如瀑，垂至腰际，光可见人。那双金色的树瞳清冷而高傲，仿佛世间万物皆不入其眼。正是南疆妖皇殿圣女狐仙儿。殿下，一名狐族侍女正低着头，恭敬地汇报着万蛇城传来的消息。那人族学者名为文若愚，自称来自中州，身体孱弱，却提出了一套血脉演化论，蛇老对其推崇备至，已将其奉为万卷阁的上宾。狐仙儿听完，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他伸出纤纤玉手，轻轻抚摸着自己身后一条蓬松柔软的银色狐尾。呵，狐仙儿轻笑一声，带着刺骨的凉意。又是一个想靠着哗众取宠，妄图攀上妖皇殿的人族骗子。这种手段，本宫这几百年见得还少吗？侍女的头埋得更低了，不敢接话。整个南疆谁不知道，圣女殿下最厌恶的就是人族。在他看来，人族狡诈、孱弱，寿命短暂如夏日浮游，却总是妄想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窃取妖族的荣耀。不过，狐仙儿话锋一转，那双金色的树瞳里闪过难以察觉的异色。血脉演化有点意思，他对人没兴趣，但对那套理论却有那么一点好奇。身为九尾天狐一族的后裔，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血脉并非永恒，族中代代相传的上古记忆，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断层，许多强大的天赋神通都因为血脉的某种退化而无法施展。这是悬在所有顶尖妖族头上的利剑，难道真的和演化有关？沉吟片刻，
狐仙儿对侍女吩咐道：“去，给那个人族学者送个东西过去。”“是，殿下。”告诉他。狐仙儿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解开此物的血脉断绝之谜，他才有资格见我。万卷阁，林峰正享受着蛇老亲手泡的蛇胆茶，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剧本。名声已经打出去了，现在就等鱼儿上钩。可他等来的不是鱼，而是一场天大的阵仗。一队身披银甲、气息强横的狐族卫士直接清空了整个万卷阁。为首的侍女捧着一个紫金托盘，袅袅挪挪地走到他面前，那股子属于妖皇殿的威仪，压得周围所有妖族，包括蛇老在内，全都大气不敢喘。文若愚先生，侍女的声音很客气，但骨子里的高傲却掩饰不住。她将托盘上的东西轻轻放在林峰面前的石桌上，那是一块晶莹剔透的琥珀，琥珀之中封存着一滴嫣红如血，却又散发着苍凉古老气息的液体。只看一眼，林峰就感觉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栗，仿佛看到的不是一滴血，而是一片已经逝去的太古汪洋。这是圣女殿下赐下的考题。侍女的声音传来：“此乃上古谮龙的一滴精血，圣女殿下有令，解开此物血脉断绝之谜，你才有资格见他。”说完，侍女带着卫队转身离去，留下整个万卷阁的死寂和一脸懵逼的林峰。所有妖族的目光此刻都汇聚在他身上。五味杂陈，被圣女殿下看中是天大的荣耀，但谁都知道这也是一道催命符。答对了，一步登天；答错了，南疆再无文若愚此人。林峰看着桌上那滴血，眼角忍不住抽了抽，他内心疯狂吐槽：“不是吧，阿 Sir， 我就是来泡个妞，赚点跑路费，你还给我出上题了？大姐，我又不是高考生，你搁这儿搞自主招生呢？”但林峰心里清楚，这是阳谋，是狐仙儿在试探他，也是他唯一能见到目标的机会。接还是不接？他有的选吗？在蛇老和一众妖族学者紧张的注视下，文若愚这个病弱的人族学者只是平静地看着那块琥珀。许久，林峰伸出苍白的手指，轻轻盖在了琥珀之上，然后闭上眼睛：“劳烦蛇老为我寻一间净室，从今日起3日之内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林峰声音虚弱，却透着上战场的决断3天。林峰将自己关在了一间密不透风的石室里，没有冥想，没有推演，他只是拿出了一叠兽皮纸和一根木炭，在上面疯狂地写画画。如果有人能看到他画的东西，一定会以为他疯了。左边是那滴谮龙精血的微观结构图，被他用玄幻的方式标注上了各种能量节点和灵力流向。右边赫然是一个大大的由2条螺旋链组成的图案， DNA 双螺旋结构，下面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符号和公式：灵气浓度 P， 环境灵压 F， 特定元素 X。 假设谮龙的强大是一种被动技能，需要特定环境作为触发前置条件。当环境改变，比如天地灵气巨变， P 值下降， X 元素消失，那么维持其血脉力量的基因锁就会因为失去共鸣而崩溃。林峰的眼神越来越亮，他前世那些生物学、遗传学、环境学的知识，此刻与这个玄幻世界的设定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一个大胆到足以再次颠覆整个南疆认知体系的猜想在他的脑中逐渐成型。3天后，石门打开，文若愚面色比之前更加苍白，眼窝深陷，仿佛被抽干了精气神。他手中只拿着一张薄薄的兽皮纸。蛇老急忙迎上来：“先生，您……”林峰虚弱地摆了摆手，将兽皮纸递了出去：“将此物呈给圣女殿下。”那张兽皮纸上只有一行标题：论谮龙血脉中环境依赖性基因锁的崩溃性猜想。妖皇殿。狐仙儿拿到了那份答卷，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环境依赖性基因锁，金色的树瞳里闪过一丝不屑，又在故弄玄虚，创造一些闻所未闻的词汇。他耐着性子往下看，可越看他的表情就越凝重。那双抚摸着狐尾的手不知何时已经停下。当他看到那段关于血脉与环境共鸣的论述时，他那高傲清冷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震惊的情绪。故谮龙之强大，非其自身之强大，乃是其血脉与太古特定环境、高灵压、特殊灵气成分产生的完美共鸣。血脉是锁，环境是钥匙。当天地巨变，灵气衰退，钥匙丢失，基因锁便会瞬间崩溃。其血脉非但不能带来力量，反而会成为吞噬生命的诅咒，导致整个种族在短时间内迅速衰退，直至灭绝。这个观点太新颖了，也太残酷了。
他将一个曾经称霸一个时代的强大种族与脆弱不堪的环境画上了等号。强大原来也如此不堪一击。狐仙儿的心神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为这套理论仿佛一把钥匙，瞬间捅开了他心中最大的那个秘密。九尾天狐一族传承记忆的断层，会不会也和所谓的环境依赖性基因锁有关？是不是因为如今的天地已经不再是上古时期那个环境，所以他们血脉中的锁也正在慢慢崩溃？这个念头一出，便再也无法遏制。狐仙儿拿着那张薄薄的兽皮纸，久久不语。大殿内落针可闻，侍女站在下面，连呼吸都快要停滞了。她从未见过圣女殿下如此失态。不知过了多久，狐仙儿终于缓缓抬起头，那双金色的树瞳里是前所未有的复杂情绪，有震撼，有迷茫，但更多的是一种抓到救命稻草般的渴望。他终于再次开口，声音不再像之前那般清冷，反而透着急切。宣，人族学者文若愚，入殿觐见。消息传回万卷阁，林峰正端着一杯蛇胆茶，慢悠悠的漱口。听到侍女传来的话，他手中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将茶水不紧不慢地咽了下去，心里却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妈的，赌对了，这第一步棋总算是成了。妖皇殿，林峰被两个面无表情的狐族卫士一左一右请了进去，一脚踏入殿门，恐怖威压当头压下，不是灵力，不是杀气，是源自生命层级的绝对碾压，是无数强大妖族的气息，千百年来沉淀在这座大殿里的烙印。林峰的五脏六腑都在哀嚎，后背那道从未愈合的剑伤更是疼得钻心。他感觉自己就像一叶被卷进绞肉机里的小舟，下一秒就要被撕成碎片。嗨嗨！林峰控制不住的弯下腰，剧烈的咳嗽起来。这回不是装的，是真的顶不住了。再不咳两声，把胸口那股子逆流的气血宣泄出去，他怕是当场就要表演一个凡人原地爆炸。大殿内金碧辉煌，穹顶高的望不见头，一根根盘龙绕凤的巨柱撑起了这座妖族的权力中枢。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气，闻着能让心神宁静，但对林峰此刻的状态来说，却像是催命的毒药。林峰艰难地抬起头，视线穿过空旷的大殿，望向那由整块暖玉雕琢而成的宝座，那里斜倚着一个女人，银色的长发如同9天之上倾泻而下的月光瀑布，柔顺地垂在身侧，一张脸美得不属于这个凡尘。那双罕见的金色树瞳正居高临下地俯瞰着他，清冷高傲，仿佛在看一只闯入神国不知死活的蝼蚁。身后9条毛茸茸的银色狐尾如云似雾，缓缓摆动，每一次摆动都似乎牵引着大殿内无处不在的威压，让空气变得更加粘稠。妖皇殿圣女狐仙儿，林峰的心脏漏跳了一拍。妈的，这妞比资料里画的像海顶，这要是放在前世，光是这颜值和那9条尾巴，开个直播跳科目3，不得分分钟登顶热搜第1。可惜了，是个要命的铁血排外分子。就在林峰胡思乱想，用吐槽来分散身体痛苦的时候，冰冷的声音从宝座上传来，回荡在空旷的大殿里。你就是文若愚。狐仙儿开口了，声音里不带任何温度。那个认为我妖族之强皆源于天地恩赐的孱弱人族。这话诛心，直接把林峰的血脉演化论曲解成了一种乞讨论，否定了妖族自身的一切努力与荣耀，将所有强大归功于虚无缥缈的天地。只要林峰敢点头，下一秒他就会被扣上侮辱全体妖族的帽子，死得连渣都不剩。周围的狐族卫士眼神瞬间变得不善，大殿内的威压又重了几分。林峰捂着嘴，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咳的那张本就苍白的脸几乎变成了透明色。他强撑着站直身体，没有去看狐仙儿那双充满压迫感的眼睛，反而用一种不带任何杂念的目光扫视着大殿的梁柱、穹顶以及那些古老的图腾。圣女殿下，林峰终于开口，声音虚弱却异常平静。我从未说过妖族是受恩赐，我只是认为任何伟大的生命都无法脱离其存在的根基而独立。他顿了顿，抬起眼，第一次与那双金色的树瞳对视。我们不是在讨论强弱，而是在探寻存在的本质。这一番话让大殿内的空气出现了刹那的凝滞。狐仙儿那慵懒的姿态微微收敛了几分，他看着下方那个风一吹就倒的人族，金色的瞳孔里闪过一抹新奇。这些年他见过太多人族，有卑躬屈膝的，有色厉内荏的，有故作高深的，但像眼前这个人一样明明孱弱，却敢用如此平等的姿态与他谈论本质的，还是第一个。有点意思。你的理论。狐仙儿换了个姿势，
身体微微前倾，9条虎尾停止了摆动。他不再玩那些文字游戏，而是直指核心。有何证据？来了。林峰心里咯噔一下，图穷匕现了，能不能活，能不能完成任务，就看接下来的几句话了。林峰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甚至还虚弱地笑了笑，神情满是狂热。证据。林峰轻声重复了一遍，他的目光牢牢锁定在狐仙儿的身上。证据就在圣女殿下的血脉之中。话音落下，狐仙儿的眉头机不可察地蹙了一下。林峰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继续用他那不紧不慢的语调说道：九尾天狐，上古异种，血脉传承，冠绝南疆。您的传承技艺应该能追溯到太古洪荒的时代。但是，林峰的声音拖长，勾住了所有人的心。您是否时常感到传承技艺中有某些至关重要的片段，被一层无法穿透的迷雾笼罩？无论您如何强大，修为如何精深，都无法解锁那一部分记忆，无法施展那一部分本该属于您的天赋神通。那不是您不够强大。林峰看着狐仙儿陡然变化的脸色，一字一顿，掷地有声，而是解锁那段记忆的钥匙。对应的太古环境已经消失了，那个从未对任何人言说，甚至连狐仙儿自己都刻意回避的巨大恐慌。传承记忆断层，这是九尾天狐一族从他上代就开始出现的绝望征兆，更是他身为圣女心中最大的秘密和最沉重的枷锁。这个秘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个孱弱的人族他怎么会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嗡！一股失控的恐怖妖气以狐仙儿为中心轰然爆发，整个妖皇殿剧烈地颤动了一下。那9条原本柔顺的银色狐尾瞬间根根倒竖，如同9柄出鞘的绝世凶兵，散发着毁灭一切的气息。大殿内的狐族卫士在这股威压下齐刷刷地跪了一地，连头都抬不起来。林峰首当其冲，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喷发的火山正面轰中，眼前一黑，喉头一甜，噗，一口鲜血再也抑制不住从他嘴里喷了出来。林峰的身体晃了晃，几乎要栽倒在地，但他的脸上没有恐惧。赌对了，狐仙儿金色的瞳孔此刻剧烈地收缩成了2道危险的竖线，他死死地盯着林峰，那眼神像是要将林峰本体连同灵魂都看得一清二楚。高高在上的威严和清冷早已荡然无存，他维持了数百年的高傲面具，在这一刻被那个病秧子人族用几句话砸得粉碎。大殿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林峰压抑不住的喘息声和狐仙儿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不知过了多久，那股几乎要毁天灭地的妖气缓缓收敛，狐仙儿动了，他竟然从那象征着至高权力的宝座上站了起来，然后一步一步走下御阶，赤着双足踩在冰冷的地面上，白金色的宫装拖曳在地，发出细微的摩擦声。他来到林峰面前，那双曾经俯瞰众生的金色眼眸，此刻第一次平视着这个比他矮了一个头的人族。威压不见了，他收起了所有锋芒，收起了所有高傲。那张绝美的脸上是震撼，是迷茫，但更多的是抓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渴望。你，狐仙儿终于开口，声音不再清冷，继续说，继续说。整个大殿的威压随着狐仙儿情绪的松动悄然散去，那些跪在地上的狐族卫士终于能喘上一口气，却依旧不敢抬头。殿下的失态，他们不敢看，更不敢议论。林峰胸口的气血翻腾不休，喉咙里满是铁锈味。他知道自己赌赢了第一把，但现在不是乘胜追击的时候。钓鱼最忌讳的就是鱼儿刚咬钩就猛地提竿，线会断。面对狐仙儿那双充满渴望的金色眼眸，林峰没有露出任何欣喜的神色，反而踉跄着后退了一步。这一步不远不近，却与狐仙儿拉开了一道距离。林峰微微躬身，一手捂着不断渗血的胸口，脸上露出歉意与为难的神情。圣女殿下，林峰的声音依旧虚弱，方才是在下唐突了。我的研究终究只是纸上谈兵的猜想，是坐井观天的胡言乱语。您的血脉何等尊贵，传承自太古神明，又岂是我区区一介凡人能够妄加议论的？请殿下恕罪。说完，林峰便垂下眼帘，不再去看狐仙儿，一副我言尽于此，再说就是作死，我不敢的怂样。这波以退为进，瞬间把皮球踢了回去，也把狐仙儿的所有期待都悬在了半空。大殿内再次陷入了死寂。狐仙儿站在原地，赤足踩在冰冷的玉石地板上，金色的树瞳死死地盯着下方那个低着头，一副随时要咳血死掉的人族。他活了数百年，第一次有人在他面前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偏偏他还就吃这一套。因为林峰戳中的是他最深最痛的软肋。
是关乎九尾天狐一族未来的天大秘密。狐仙儿心中的骄傲，身为圣女的威严，不允许这个话题在这个凡人说不敢之后就此终止。我让你说。狐仙儿的声音恢复了清冷，但多了一丝不容置喙的霸道。他走下最后一级台阶，缓缓踱步到林峰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便说，说错了，我恕你无罪。说对了。他顿了顿，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本宫重重有赏。现在抬起头看着我，继续你刚才的话题，一切后果由我承担。成了。林峰心中暗道一声，鱼儿彻底上钩了。他艰难地抬起头，脸上适时地露出迫不得已的苦笑，那神情仿佛在说，是你逼我的，死了可别怪我。既然殿下执意如此。林峰清了清嗓子，压下喉头的心甜，那在下就斗胆继续了。林峰没有立刻说出解决方案，而是先抛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理论。殿下，我们可以把您的血脉看作是一座无比精密的宝库，而那些失落的传承技艺与天赋神通，就是宝库中最珍贵的宝藏。打开宝库需要一把钥匙。林峰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虚点了一下。在太古时代，那把钥匙就是当时的天地环境，独特的灵气浓度，特定的法则波动，甚至是天上的星辰排列。环境就是钥匙。如今沧海桑田，天地大变，钥匙已经遗失，或者说已经损坏了。所以无论您如何努力地去冲击血脉的枷锁，都只是在用蛮力去撞击一扇没有钥匙的门，自然是徒劳无功。这一番钥匙与锁的理论新奇却又浅显易懂。狐仙儿听得入了神，他从未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血脉的问题。过往万年，妖族的修炼都是向内求索，不断提纯血脉，激发潜能，何曾想过问题的根源可能在外面。你的意思是？狐仙儿的声音有些干涩，我们无法再打开宝库了。不。林峰摇了摇头，嘴角勾起自信的微笑。我们虽然找不到原来的钥匙了，但是我们可以伪造一把。伪造一把钥匙。狐仙儿整个人都愣住了。林峰没有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继续抛出他的重磅炸弹。通过特定的阵法模拟太古时期灵气的流转方式，通过特殊的丹药重现上古异兽体内的能量构成，甚至可以用某些蕴含着太古气息的天材地宝作为引子，我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小范围的短暂的伪太古环境，用这个伪环境去诱骗您的血脉，让他误以为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可以肆意绽放的时代，从而在刹那间解锁一部分被尘封的宝藏。林峰的声音不高，可每一个字都敲在狐仙儿最渴望的地方。这已经不是理论了，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一条能够解决九尾天狐一族数万年困境的通天大道。狐仙儿的呼吸再一次变得急促起来，他看着林峰的眼神已经不再是看一个孱弱的人族，而是在看一座行走的知识宝库，一个能引领他走出迷雾的导师。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林峰的目光始终专注，他的眼神里只有对知识的探究，对理论的狂热，没有半分经验，没有半分欲望，更没有半分畏惧，仿佛眼前的不是南疆妖族权力巅峰的圣女，只是一个极其珍贵、极具研究价值的样本。这种感觉对狐仙儿来说是前所未有，甚至是颠覆性的。从小到大，所有雄性生物看他的眼神无外乎三种：敬畏、贪婪、痴迷。可眼前这个男人，这个病得快死的人族，却用一种纯粹到极点的学术目光将他从头到脚解剖了一遍。他女人的身份被彻底无视了，他圣女的身份也被淡化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九尾天狐血脉的完美载体的标签。一开始他有些不适，甚至有些恼怒，可渐渐的，这种感觉却变成了一种新奇的体验，一种棋逢对手的欣赏。这个男人没有屈服于他的美貌，没有颤抖于他的威压，他站在了和他平等甚至更高的一个维度，用知识俯瞰着他。狐仙儿心中的那点厌恶感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他沉默了许久，整个大殿静得能听到林峰压抑的喘息声。终于狐仙儿动了，他从腰间解下一块通体漆黑、刻着金色火焰狐狸图腾的令牌，丢给了林峰。这是妖皇令。他的声音恢复了平静，但谁都能听出那平静之下是无法掩饰的波澜。持此令，你可以自由出入妖皇殿的藏书馆，查阅所有非核心的典籍。另外，狐仙儿抬起金色的眼眸，深深地看了林峰一眼。你可以随时来见我，和我探讨学术问题。话音落下，旁边势力的狐族卫士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一个人族，一个来历不明、孱弱不堪的人族，不仅得了圣女殿下的青睐，还被赐予了妖皇令，拥有了随时觐见圣女的特权。这
这简直是南疆万年未有之奇闻。整个万蛇城，不是整个南疆妖族，都要因为这件事掀起滔天巨浪。半个时辰后，破旧的客栈房间里，林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关上房门，然后整个人直挺挺地瘫倒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噗，又是一口黑血被他吐在了地上。紧绷的神经一旦松懈下来，全身的剧痛便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后背的剑伤火辣辣的疼，五脏六腑跟移了位一样，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剧痛。妈的！林峰看着天花板，有气无力地骂了一句。噗，一个元婴期的顶配妖女，比他娘的跑一个马拉松还累，差一点就装不下去了。他林峰喘息着，从怀里摸出那枚温热的妖皇令，令牌入手冰凉，却像是烙铁一样烫手。他看着令牌上那只栩栩如生的火焰狐狸，扯了扯嘴角。不过，这学术道侣的剧本，我好像越来越熟练了啊！补天阁的巨型非洲终于抵达了南疆域的边缘，非洲的护宗大阵嗡嗡作响，将外界狂暴驳杂的天地灵气隔绝在外。南疆的空气与东玄域截然不同，这里没有仙门的清灵之气，有的只是充满了原始野蛮的味道。非洲甲板上，叶琉璃血色的裙摆在风中猎猎作响，他闭上眼，琼鼻微微翕动，似乎在嗅探着空气中的味道。片刻后，他不爽地睁开眼。这里的味道太杂了，成千上万种妖血的气味混在一起，还有该死的毒瘴，跟一锅炖了几千年的大杂烩一样，把本圣女的秘法都给冲淡了。叶琉璃跺了跺脚，裙摆上的寻踪鼓铃铛发出一阵烦躁的脆响。他引以为傲的追踪秘术到了这里直接被废了一半。苏慕晴站在船舷边，手持玉册，面色冷峻。他算到了，他知道你的追踪秘术依赖于血气感应，南疆万妖灵力，血气驳杂，是天然的屏蔽场，在这里你我的常规手段都会失效。他的剑心可以重现灵力痕迹，推演过去发生之事，可在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缕空气都残留着无数妖族、蛊虫、巫师留下的痕迹。信息太多等于没有信息，林峰根本不需要抹除自己的痕迹，他只需要把自己这滴水滴入南疆这片浑浊的大海。那怎么办？叶琉璃舔了舔嘴唇，眼底的疯狂不减反增。总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吧？我的小猎物可没那么多耐心等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林青竹，作为名义上的领袖，他始终沉默。此刻，林青竹缓缓摊开手掌，掌心之中那枚特制的同心镜正散发着微弱的光，镜面之上不再是清晰的画面，而是一片混沌的浓雾。只有在浓雾的最深处，有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光点在极其缓慢的闪烁。他还在南疆。林青竹的声音如同万载寒冰，镜子只能感应到一个极其模糊的方向，无法定位。叶琉璃的手段失灵了，苏慕晴的分析陷入了僵局，林青竹的直觉系法宝也被压制。气氛再一次变得凝重。那个男人只是一介凡人，却仿佛在另一个维度将他们这些天之骄女的手段一一化解。别急，一个清脆又带着几分疲惫的声音响起。宫书纸从船舱里走了出来，他曾经不修边幅的脸上此刻写满了亢奋，眼眶下有着浓重的黑眼圈，但那双眼睛却亮得吓人。他手里正捧着一个极其古怪的东西，那东西主体是一块巴掌大的不规则水晶，棱角分明，内部似乎有无数细小的符文在流转，水晶的四周却用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连接着各种大小不一的灵石、阵盘，还有几根散发着微光的灵力导线。小直指，你这又是什么新玩具？叶琉璃好奇地凑了过来。闭嘴，别打扰我调试。宫书只呵斥了一句，手指飞快地在几个阵盘上点来点去。叶琉璃碰了一鼻子灰，也不生气，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他就喜欢小指指这股子六亲不认的劲儿。终于，随着宫书指将最后一枚极品灵石嵌入凹槽，那块古怪的水晶棱镜发出一声清越的嗡鸣。搞定！宫书指长舒一口气，献宝似的将它捧到众人面前。我叫它真实棱镜，虽然还是个半成品，但足够了。苏慕晴看着这件法宝，冷静地问：原理？宫书只推了推鼻梁上并不存在的眼镜，那个混蛋的伪装本质上是光影和空间法则的扭曲。这枚真实棱镜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他伸出2根手指，这东西有2种工作模式。模式1，瞬间波动捕捉，在它变身的刹那会产生一次极其剧烈的空间法则波动，只要被这棱镜捕捉到，就能立刻锁定它。不过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个时间点。叶琉璃撇了撇嘴，说重点。重点就是模式2。宫书指的音调猛地拔高，眼神狂热。我管它叫
持续性谐振扫描。你们想，他只要维持着伪装，就等于在无时无刻不对抗着这片天地的法则。他的存在对于整个南疆的法则来说，就像一根扎进去拔不出来的刺。这种对抗产生的不和谐极其微弱，原因神识都察觉不到。但是公叔只拍了拍棱镜，我的宝贝可以。他虽然不能直接看到那根刺，但只要我给他灌注足够多的能量，进行全地域地毯式扫描，他就能感应到。他能找出整个南疆哪个城市的法则弦音最不和谐，最别扭，就像在一首完美的交响乐里找到那个一直在跑调的混蛋。虽然定位还是很模糊，不可能精确到某条街道，但公叔指的嘴角扯出一个极具攻击性的笑容，锁定他所在的城市足够了。叶琉璃和苏慕晴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撼。用技术去对抗法则，用炼器去破解伪装，这个小丫头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代价呢？启动它需要什么？林青竹一针见血地问道。公叔指的笑容收敛了些，表情变得严肃。代价就是很贵，非常非常非常贵。他指了指非洲仓库的方向，进行一次南疆全境扫描，大概需要我们这次带来的所有备用灵石。那可是补天格特供给他们跨域追捕用的战略资源，一座足以让任何二流宗门眼红的灵石山。败家玩意儿！叶琉璃小声嘀咕。干了！林青竹却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拍板。灵石没了可以再赚，让他跑了就什么都没了。好！公叔只得到了支持，兴奋地一挥手，都站远点。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他深吸一口气，双手结印，体内的灵力疯狂涌入，真实冷静。与此同时，非洲的储藏阵法被激活，海量的灵石化作最精纯的灵气洪流，通过那些导线源源不断地灌入棱镜之中。嗡！棱镜光芒大放，在半空中投射出一幅巨大的南疆舆图，山川、河流、城池、境地，所有的一切都纤毫毕现。而甲板上那堆积如山的备用灵石，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暗淡，最后化作一堆堆灰白色的粉末。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1刻钟，半个时辰，1个时辰，光幕上的舆图没有任何变化。非洲内的灵气浓度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公叔指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脸色也开始发白。小侄子，你这玩意儿到底行不行啊？叶琉璃有些不耐烦地绕着棱镜踱步。再扫下去，我们回去的灵石都没了。闭嘴，别干扰运算。公叔直咬着牙，死死盯着光幕。他也慌了，这可是他的全部心血，是他赌上技术宅尊严的终极造物。如果失败了，就在这时，在那巨大的南疆舆图上，一个位于西南角落被标记为万蛇城的光点猛地闪烁了一下。那光芒是微弱的，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刺眼的红色，像是一滴血滴在了雪白的宣纸上。找到了！公叔只几乎是嘶吼着喊了出来，整个人因为脱力和激动差点瘫倒在地。刷！林青竹、叶琉璃、苏慕晴3道目光瞬间锁定在了光幕地图上那个闪烁的红点上。万蛇城！叶琉璃的脸上绽放出嗜血而甜美的笑容。我可爱的小猎物，原来你躲在这里啊！苏慕晴迅速在预测上记下这个名字，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万蛇城，五仙教的核心地盘之一，南疆排外情绪最严重的城市，真是他会选的地方。林青竹没有说话，他只是收起了同心镜，看着那个方向，平静地吐出2个字：掉头。全速！命令下达。庞大的钢铁非洲精准地对准了万蛇城的方向。妖皇殿、藏书馆，这里是整个南疆妖族知识的海洋。一排排由万年铁木制成的书架高耸入云，上面堆满了各种兽皮古卷石碑。林峰已经在这里待了7天，7天里他贪婪地吸收着一切。那枚妖皇令比他想象中还好用，不仅能在这里畅通无阻，每日还有狐族侍女送来最好的灵果和茶点，狐仙儿也几乎每天都会来。他不再高坐于殿上，而是换上一身素雅的便服，随意地坐在林峰对面。2人之间没有君臣之别，也没有种族之分，更像2个纯粹的学者。文先生，你昨日所言，通过阵法模拟上古环境，我回去推演了一夜。狐仙儿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推到林峰面前，金色的树桶里是纯粹的炭灸，镇机的材料可以用空明石，但如何模拟出太古时代独有的道泽波动，这似乎无解。林峰病恹恹地捧起茶杯，暖了暖手，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才开口道：殿下，道泽是天地的骨架，无法模拟，但可以欺骗。欺骗？林峰放下茶杯，
随手拿起一块记录着上古符文的龟甲，在桌上画着，用海量的同属性的妖兽精血在阵法内形成一个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一种属性的力量被无限拔高，就会对天地本身的道则产生覆盖效果。狐仙儿的眼睛越来越亮，这个思路匪夷所疑，却又直指核心。这7天他们之间的交流大抵如此。林峰负责提出颠覆性的理论，狐仙儿则以他元婴期的修为和对妖族深刻的理解，去验证和推演这些理论的可行性。一个是大胆的建筑师，一个是严谨的工程师，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狐仙儿发现，跟这个孱弱的人族交流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享受。他不会因为她的美貌而分心，也不会因为她的身份而谄媚。他的眼里只有知识，仿佛他那绝世的容颜和尊贵的身份，都不如一块残破的龟甲来得有吸引力。这种感觉让他既有些许不适，又有一种新奇的被尊重的感觉，是知识层面上的尊重。今日林峰没有继续探讨伪太古环境的构筑，而是在一堆被废弃在角落的古卷里翻找着。那些都是被虫蛀、被水泡过、字迹模糊、被历代图书馆视认为是垃圾的东西。狐仙儿看着他苍白的手指在一堆垃圾里耐心翻找，眉头微蹙。这些废卷早已没了价值，先生何必浪费精力？林峰没有回头，只是专注地翻着，偶尔还因为吸入灰尘剧烈地咳嗽起来，那副样子仿佛随时都会一命呜呼。狐仙儿终究还是没忍住，素手一挥，一道柔和的妖风卷起，将所有的灰尘吹散。就在这时，林峰的动作停了，他从一堆烂兽皮里抽出了一卷相对完整的一张银色的狼皮。这是……狐仙儿也凑了过来，看清了狼皮上用古妖文记载的几个字：月光狼族遗迹。月光狼族，狐仙儿的语气有些不屑，一个早就灭绝了万年的小族罢了。据说最强的时候，族长也不过化神期，没什么研究价值。在妖族的历史长河中，这种被淘汰的种族数不胜数，不值得被铭记。林峰却没有理会他的话，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那张冰凉的狼皮，眼神里透着一股莫名的悲伤与惋惜。林峰缓缓开口：他们不是小族，在某个时代，他们曾与九尾天狐一族并立于月下，是月神最虔诚的信徒。狐仙儿愣住了，与九尾天狐并立，这怎么可能？族中的典籍从未有过这样的记载。林峰没有看他，月光狼族的强大源于他们对月亮的极致信仰，他们的血脉、力量、神通，甚至爱情都与月相结合。每一对月光狼族的伴侣都会在满月之下向月神起誓，他们的灵魂将永远绑定，至死不渝。这种信仰是他们力量的源泉。林峰开始了他的表演。那后来呢？狐仙儿下意识地问。后来，林峰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悲凉的笑。后来出现了一个意外，那一代月光狼族的圣女，他们族群数万年来最虔诚、最强大的月神信徒，他……林峰顿了顿，轻轻咳了2声。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一个太阳神鸟的后裔。太阳神鸟，这4个字让狐仙儿的瞳孔猛地一缩。那是与太阴真火对应的太阳真火的执掌者，是与月亮对立的太阳的象征。月亮与太阳怎能相爱？他失声说道。是啊，林峰悠悠地叹了口气。所有人都这么说，但爱情从来不讲道理。为了那个男人，那位圣女背弃了他对月神的信仰，他在族人面前亲手撕毁了与月神的契约。他说，比起永恒的生命和冰冷的神力，他更想要一份能将他融化的炙热的拥抱。林峰的声音充满了蛊惑。狐仙儿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能看到那个画面：漫天月华之下，高贵的圣女为了一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男人，背叛了自己的神明和整个种族。那是何等的疯狂，又是何等的决绝。然后呢？狐仙儿的声音有些干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林峰将那张狼皮轻轻放回桌上。当圣女的信仰崩塌的那一刻，整个月光狼族的信仰也随之崩溃。月神收回了他的恩赐，一夜之间，所有族人失去了力量，从云端的强者沦为凡俗的野兽。他们积攒了数万年的仇家蜂拥而至。那一夜，月光狼族的领地血流成河，没有一个月光狼看到第2天的太阳。至于那位圣女和她的爱人，林峰看着狐仙儿轻声说，据说他们死在了一起，太阳的火焰将月亮的信徒烧成了灰烬。故事讲完了。藏书馆里死一般的寂静。林峰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个赞。瞧瞧这故事编的，融合了种族对立、信仰崩塌、禁忌之恋、飞蛾扑火，简直是顶级 BE 美学。就不信戳不中你。
果然，狐仙儿站在原地，身体僵硬，他绝美的脸上一片苍白。别人听这个故事或许只是一个悲壮的传说，但他听在耳里，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扎在他最敏感的神经上。因为九尾天狐一族也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古老禁忌，一生只能爱一人，若所爱非人，则九尾尽断，修为尽废。这个禁忌像一道枷锁，锁住了每一代九尾天狐的命运。所以九尾天狐从不轻易动情，因为代价他们付不起。月光狼族的故事就像是他们一族未来的血淋淋的预演。这一刻，狐仙儿在看眼前的文若愚，眼神彻底变了。这个男人，这个体弱多病的人族，好像能看透世间的一切，不只是血脉的奥秘，还有那隐藏在血脉深处的诅咒。他的眼神多么沧桑，多么悲悯啊，就好像他真的见过无数个像月光狼圣女一样的飞蛾，奋不顾身地扑向那团名为爱情的火焰。狐仙儿的心乱了，莫名的情绪在他心底滋生，那是心疼。他为故事里的圣女心疼，也为眼前这个承载了世间所有悲欢离合的男人感到心疼。狐仙儿鬼使神差地问出了一句连他自己都感到震惊的话：那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成了。林峰心中狂喜，鱼儿咬住了最致命的钩。他缓缓抬起头，看着狐仙儿那双迷离又无助的金色眼眸，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转过身，剧烈的咳嗽起来，用手帕捂住嘴，咳得撕心裂肺。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拿开手帕时，上面一抹刺目的鲜红。林峰将手帕不动声色地收起，脸上露出看透生死的淡然微笑。林峰自嘲地笑了笑，圣女殿下，我只是一个快要烂进泥土里的人，爱情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我没有资格选择。林峰的话让狐仙儿的心又被狠狠揪了一下。是啊，他病得这么重，生命都快走到了尽头，还谈什么爱情？然而林峰话锋一转，他看向窗外那遥远的天际，眼神变得悠远而深邃。但如果我是那位圣女，或许我会选择在最灿烂的那一刻与我的爱人一同化为灰烬。林峰收回目光，重新看向狐仙儿，嘴角挂着凄美的笑意，至少那份光与热真实的存在过，不是吗？与爱人一同化为灰烬，至少真实的存在过。狐仙儿感觉自己数百年冰封的心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了。他看着眼前的文若愚，感觉他不再是一个异族，一个学者，而是一个能理解他灵魂的人。他理解他身为圣女的骄傲与孤独，理解他血脉中那份关于爱情的恐惧与渴望，更给了他一个他想都不敢想却又无比向往的答案。狐仙儿怔怔地看着他，看着林峰那苍白的脸，看着他那带笑的唇，看着他眼底那抹燃烧殆尽后的死寂。狐仙儿的心彻底乱了。万蛇城，轰隆，天空毫无征兆地暗了下来，并非乌云蔽日，而是一艘巨大到遮蔽天光的钢铁飞舟，撕裂云层，悬停在了万蛇城的上空。那飞舟通体暗金，造型狰狞，剑手如同蓄势待发的巨兽头颅，剑身之上铭刻着凡人根本无法看懂的玄奥阵纹。它不属于南疆任何一个势力，就那么霸道地无视了万蛇城的禁空令，俯瞰着脚下这片混乱的土地。那是什么玩意儿？街上一个长着3只眼的蛇妖仰着头，声音发颤。下一秒，四股截然不同却又同样冰冷刺骨的神念从非洲之上悍然刺下，瞬间扫过整座万蛇城的每一个角落。一道冷冽如万载寒冰，所过之处连灵魂都感觉要被冻结；一道疯狂而嗜血，充满了不加掩饰的占有欲和破坏欲；一道锋锐如出鞘神剑，能剖开世间一切虚妄；最后一道则古怪至极，混杂着精纯的灵力与金属气息，解析着城中的一切。扑通，街上那3眼蛇妖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不只是他，整个万蛇城，无论是正在交易的妖族，还是在洞穴里修炼的古修，在这一刻都被这4股来自东玄域顶级天骄的威压死死地按在了地上。他们体内的妖力、蛊力在这4股神念面前，连反抗的念头都生不出来。城中无数妖族强者瑟瑟发抖，这是碾压，来自另一个维度的绝对的实力碾压。客栈房间内，林峰正对着一张从藏书馆顺手借来的南疆地图，仔细研究着下一步的跑路路线。他心情不错，狐仙儿已经被他彻底拿捏。这几天送来的天材地宝，虽然不能根治他的伤，却也让他那破败的身子骨续上了一口气。安全，暂时是绝对的安全。文若愚这个马甲在万蛇城
比妖皇的亲儿子还好使。就在这时，那4股神念扫过他所在的破旧客栈，林峰拿着毛笔的手猛地一僵，下一刻他脸上的那点惬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几道气息，这几道刻在他 DNA 里的气息，林清竹那该死的冻死人的冰山味儿，叶琉璃那个疯婆子混杂着血腥和癫狂的味道，苏慕晴那把破剑锐利到割得人神魂都疼的气息，还有公输纸，只有那个技术宅才能把灵力和金属捣鼓出这种怪味。卧槽！林峰瞬间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以为自己最少有几个月的安全期，本以为自己跨越了整个东玄域，跳进了南疆这片浑水就能高枕无忧，没想到这帮女人竟然这么快就跨域追来了。这他妈是装了 GPS 还是开了全图挂？豆大的冷汗瞬间从林峰额头渗出，浸湿了鬓角，紧绷的神经一断，后背那道深可见骨的剑伤立刻传来撕裂般的剧痛。林峰踉跄一步扶住桌子，才没让自己摔倒。他猛地意识到一个比死还可怕的问题，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引来的根本不是某一个债主，而是整个寻夫复仇者联盟的线下团建，一个都够他喝一壶了，现在是4个，买1送3，还是催命套餐。冷静，林峰，你他妈必须给老子冷静下来。林峰强迫自己深呼吸，胸腔却因为剧痛和惊恐剧烈起伏。不能慌，慌就是死，硬跑更是死路一条。他现在这副身子骨，随便一个练气期的修士都能把他扬了。目前唯一的护身符就是文若鱼这个身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病入膏肓，却对狐仙儿有着致命吸引力的凡人学者。他们只知道林峰在万蛇城，但他们不知道文若鱼是谁。林峰死死攥着拳头，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伪装没有破绽，易容界的能力连合体期大能都看不穿，更何况是他们。只要他不主动暴露，他们就不可能在偌大一个万蛇城里找到一个不存在的文若鱼。唯一的生路就是继续演下去，演得越真，活得越久。想到这里，林峰立刻开始检查自己的伪装，从衣着到气息，再到眼神里那恰到好处的病弱和忧郁，确保万无一失。万蛇城的上空，巨大的非洲甲板上，4道绝美的身影迎风而立。叶琉璃一身血色长裙，兴奋地舔着红唇，一双魔瞳俯瞰着下方骚动混乱的城市。我可爱的小猎物就在这座城里。他的声音带着病态的愉悦，我能闻到他那惊慌失措的味道，就像受了惊的小兔子。真想现在就把他揪出来，捏碎他全身的骨头。苏慕晴面无表情地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别忘了，他现在可能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屠夫，一个涂脂抹粉的妓女，甚至是一个躺在街边要饭的乞丐。你的追踪手段在这里没用。南疆驳杂的血气是天然的屏蔽场，叶琉璃引以为傲的秘术在这里效果大打折扣。那又如何？叶琉璃扭头冲他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只要他在这座城里，我就算把整座城翻过来夷为平地，也能把他找出来。公叔指在一旁调试着真实冷静，闻言翻了个白眼。别忘了，这里是五仙教的地盘，那个狐狸精可不是什么善茬，你在这里动手，等于向整个南疆妖族宣战。林清竹始终没有参与他们的争论，他只是安静地站着，闭着眼，白衣胜雪，风华绝代，却又冷得像一尊没有感情的冰雕。在他腰间那枚特制的同心镜，正散发着几乎无法察觉的暖意。这股暖意在浩瀚如海的南疆妖气中，就像是漆黑雨夜里的一点烛火，微弱却又无比清晰地为他指引着方向。林清竹缓缓睁开眼，那双冰冷的眸子落向城中妖气最鼎盛、防卫最森严的方向。那里是万蛇城的核心，是南疆妖族权力的象征之一，是妖皇殿。巨大的非洲降落在万蛇城外的山谷，舱门打开，4道身影落下。叶琉璃第一个跳下非洲，赤着脚踩在南疆湿热的黑土地上。叶琉璃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啊，这股味道混杂着血腥、瘴气和至少1万种妖兽荷尔蒙的骚味，真是让人既兴奋又想吐。他伸出猩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裙摆上的银铃随着他的动作发出一阵细碎的声响。这里是南疆，一个不讲规则只认拳头的地方，是他的主场。叶琉璃转过身，看着身后3个格格不入的盟友一笑。几位，欢迎来到我的地盘。他打了个响指，阴影中一个浑身裹在黑袍里的男人无声无息地出现，单膝跪在他面前。圣女大人。男人的声音沙哑，这是血神教在南疆的案子，也是五仙教的外围成员，我需要你做件事。叶琉璃懒洋洋地开口，把最近3个月
进城的所有外地人全部给我挖出来。黑袍人迟疑了一下，大人，是所有吗？万蛇城鱼龙混杂，外来者数量恐怕。所有。叶琉璃加重了语气，已然没有了耐心。无论男女老少，无论修为高低，无论死活，我只要一个名单，一份详细到他们昨天晚上吃了什么的情报。懂。是，属下明白。黑袍人打了个哆嗦，身影瞬间消失。你这样做会打草惊蛇。一个冰冷的声音响起。苏木琴手持玉册，眉头紧锁。林峰很狡猾，你这种粗暴的搜查只会让他藏得更深，而且这会激怒万蛇城的势力，平添麻烦。麻烦？叶琉璃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走到苏木琴面前，伸出涂着单扣的食指，轻轻点了点苏木琴的玉册。苏大首席，把你那套东玄玉的规矩收一收。叶琉璃一脸嘲弄，在这里拳头和毒药永远比你这破本子好用。等你分析出个所以然，我那可爱的小猎物早跑没影了。你……苏木琴眼中寒光一闪，这是他们联盟成立以来第一次在行动上爆发出如此激烈的冲突。公叔指在一旁摆弄着他的真实冷静，试图做个和事佬。那个，大家别吵，有话好好说嘛，我们是一个团队。闭嘴，技术宅没资格插嘴。叶琉璃头也不回地对了一句。公叔指瞬间自闭，蹲在角落里继续画圈圈。眼看两人之间的气氛越来越僵。够了。林青竹终于开口，仅仅2个字，却带着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山谷里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好几度。他扫了叶琉璃和苏木琴一眼，眼神里没有偏袒。分头行动。林青竹平静地宣布，谁先找到他，处置权就归谁。这句话把联盟表面那层和平彻底撕开。争吵没了，无声的竞争开始了。叶琉璃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好啊，我最喜欢这个规则了。他扭着腰，第一个朝万蛇城的方向走去。希望你们2个别拖后腿。叶琉璃的命令让万蛇城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城里鸡飞狗跳，不少倒霉的外来者被从藏身的洞里拖出来拷问，整个城市的气氛紧张又排外。而苏木琴则选择了另一条完全相反的路。他换上一身南疆散修的灰色麻衣，敛去所有剑气，将玉册收好，随后走进了城里最乱的一家茶楼。茶楼里妖气混着汗臭，长着蛇信子的半妖，浑身鳞甲的鳄鱼精，还有几个窃窃私语的古尸混杂在一起。苏木琴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点了一壶最便宜的茶。他没有刻意去听，只是放空自己，让所有嘈杂的信息流入脑中。听说了吗？城里疯了，到处抓人。嘘，小声点，听说跟妖皇殿那位有关系。这些都是废话。苏木琴耐心地过滤着，剑心之眼高速运转，寻找着信息流中的异常。就在这时，邻桌2个蛤蟆精的对话引起了他的注意。呱，听说了没？妖皇殿出了个大新闻。啥新闻？圣女殿下要选夫了。选个屁，比那刺激多了。听说啊，圣女殿下最近迷上一个人族。噗，另一个蛤蟆精嘴里的茶水喷了一地。你他娘的喝假酒了吧？人族？男的。圣女殿下最烦的就是人族男人，你不知道？千真万确，我七舅老爷家的3外甥在妖皇殿当差，亲眼看见的。那蛤蟆惊讶低了嗓门，说是个叫什么文若愚的学者，长得病恹恹的，风一吹就倒。可圣女殿下就吃他那套，天天请到藏书馆，还赐了妖皇令。我靠，真的假的？一个人族凡人抱上了圣女的大腿，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后面的话苏木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文若愚，人族学者，病弱，妖皇殿圣女的座上宾，这几个词在苏木琴的脑子里瞬间组合。不对，他的剑心之眼在疯狂示警，这不合逻辑。根据万剑阁的情报，九尾天狐圣女狐仙儿高傲排外，因功法原因对人族男性有生理性的厌恶，让他亲近一个人族男人，这比太阳打西边出来还不合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当一个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发生时，答案就只有一个：林峰。苏木琴缓缓起身，丢下几枚灵石。他走出茶楼，抬头望向城中心那座妖气最盛的宫殿——妖皇殿。叶琉璃还在用他那套粗暴的方式大海捞针，而他也已经找到了那根最可疑的针。文若愚。苏木琴念出这个名字，眼中的锐利能刺穿这座城市的喧嚣。他倒要去亲眼看看，这个能让南疆圣女都为之倾倒的人族学者究竟是何方神圣，又或者说是何方妖孽。一张用月光蚕丝织成的请柬，
被狐族侍女毕恭毕敬地送到林峰手里。请柬很薄，上面还带着狐仙儿身上那股独特的香味，内容直白的吓人。为庆古籍研究有所突破，今夜于妖皇殿设宴，邀文若愚先生赏光。林峰捏着这张纸，手指头都在哆嗦。这玩意儿哪是请柬，分明是张催命符，还他妈突破性进展，不就是自己前几天为了保命瞎编的那个伪太古环境理论？要命的是，现在满城都是血神教的探子，像疯狗一样到处抓一个叫林峰的东玄玉修士。整个万蛇城空气里都飘着一股火药味，偏偏这个节骨眼上，妖皇殿圣女宫开请他一个外地人去参加宴会，这不是扯着嗓子对全城人喊快来看啊，这儿有个天字第1号嫌疑犯。林峰的头皮一阵阵发麻，今晚的宴会绝对是鸿门宴，不止南疆那帮妖族大佬会拿眼光把他从里到外剐一遍，搞不好叶琉璃那个疯婆子，还有苏慕晴那个脑子比算盘还精的女人都会注意到这里。他一个突然冒出来还被狐仙罩着的人族学者，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茅房里点的灯，找死。去还是不去？去就是自己跳进油锅里，任由无数道目光来回煎炸。不去，不去更完蛋。你敢拒绝圣女的邀请，这不等于直接告诉狐仙儿你文若愚心里有鬼，到时候别说宴会了，妖皇殿的天牢都得给他留个好位置。妈的，没得选。林峰把请柬往桌上一摔，痛苦地捂住了脸。唯一的活路就是硬着头皮去，不但要去，还得装得比谁都淡定，比谁都清高。演戏吗？老子是专业的，只要这身皮不被扒下来，只要狐仙这条大腿还让他抱，就有机会翻盘。夜色降临，妖皇殿内灯火通明，各种妖气混杂在一起，宴会设在一处露天石台上，脚下是翻滚的云海，远处是南疆连绵的10万大山。巨大的烤全牛架在火上，被烤得滋滋冒油。穿着清凉的蛇族舞女正扭着腰在场子中间跳着舞，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妖族少主、部落头领正抓着肉大口啃，端着碗大口喝。整个场面野性又原始。林峰被安排在离狐仙主位不远的地方，他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衫，病恹恹地缩在椅子里，周围的吵闹和热气都跟他隔着一层。林峰桌上摆满了各种灵果美酒，一口没动，他就低着头拿着一双筷子在桌面上漫无目的地划拉着。那副德行活脱脱一个正在钻研宇宙奥秘的书呆子，什么美酒佳肴，什么妖娆舞女，他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主位上，狐仙儿一身金白宫装，9条银色狐尾在身后像云一样铺开，他懒得搭理那些过来敬酒的妖族青年才俊。那双金色的树瞳大部分时间都落在林峰身上，看着他那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算圣贤书的死样子，狐仙儿眼里的欣赏又浓了几分。看看，这才叫学者，纯粹干净，脱离了低级趣味。他的世界里除了真理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再看看周围这帮只知道用下半身思考的蠢货，简直没法比。狐仙儿甚至觉得让文先生跟这帮妖族坐在一起都是对先生的一种侮辱。就在这时，一个铁塔样的身影端着个牛角杯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来人是虎族少主虎啸，浑身都是一股子凶悍的煞气。他走到林峰面前，低头俯视着他，铜铃大的眼睛里是毫不掩饰的挑衅。你就是那个叫文若愚的人族？虎啸嗓门粗大，满嘴酒气。听说你靠着一张嘴皮子就把咱们高贵的圣女殿下给哄住了。这话一出来，闹哄哄的宴会一下子安静了不少，无数道目光贼兮兮的全投了过来。有好戏看了。谁不知道虎啸是圣女殿下最疯的追求者，现在圣女身边突然冒出个病秧子人族，他能忍住才怪了。林峰慢慢抬起头，他看着眼前的虎啸，眉头皱了起来。倒不是因为虎啸的挑衅，而是这货身上的酒气和口水都快喷到自己脸上了。林峰有洁癖，他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椅子，他肚子里那套学者式的对人台词还没来得及往外蹦，一个冰冷的声音就从主位上传了过来。虎啸，是狐仙儿。文先生，是我的客人。狐仙儿那双金色的树瞳冷冰冰地看着虎啸，眼神里没有一点温度。你的爪子最好收敛一些。这话的效果比10个虎啸加起来的威力都大。在场的所有妖族有一个算一个，全傻了，震惊，绝对的震惊。圣女殿下竟然为了一个人族当众训斥虎族少主，这哪是另眼相看，这是公开维护，是摆明了偏袒。虎啸那张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他看看一脸寒霜的狐仙儿，又看看那个从头到尾没吭声还一脸嫌弃的人族，一股邪火直接冲上了天灵盖。
可他不敢，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在妖皇殿跟圣女叫板，他只能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是，殿下。然后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退了下去。一场风波就这么过去了，但整个宴会的气氛却变得说不出的诡异。所有妖族在看林峰的眼神，从之前的好奇、不屑，变成了现在的嫉妒、猜测。林峰坐在那儿，端起面前没碰过的果酒，抿了一口，用来掩饰。他的手很稳，表情还是那副病弱又淡然的样子，可心里已经骂开了锅。我靠，阿大姐，你这叫帮我吗？你这是把我直接架火上烤啊！本来我最多算个重点怀疑对象，你这么一搞，我直接城头号嫌疑人了。我只想低调苟着，等风头过去就跑路，不是他妈想当你冒牌小白脸啊！林峰感觉自己头顶上那盏看不见的聚光灯，亮度直接被人调到了最大。就在这让人快要窒息的气氛里，一个妖皇殿的侍卫快步从殿外跑了进来，单膝跪地，启禀圣女殿下。侍卫的声音打破了这份诡异的安静。殿外，东玄玉万剑阁首席弟子苏慕晴求见。噗，可，嗨！林峰刚喝到嘴里的一口果酒，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直接喷了出来。但没人注意到他的失态，因为苏慕晴这个名字和万剑阁首席这个头衔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只有林峰自己知道，他端着酒杯的那只手，在剧烈的咳嗽中，急不可察地抖了一下。万剑阁首席弟子苏慕晴求见。侍卫的声音还在大殿里打着转。林峰死死攥着手里的酒杯，他娘的，怕什么来什么。他不用看都知道，全场的目光此刻肯定都聚焦在殿外，而那个即将走进来的女人，她的目光只会聚焦在自己身上。大殿内的温度在下降，一个穿着青色件修静装的身影出现在殿门口。苏慕晴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背上是一柄古朴的长剑。她的出现与这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那些膀大腰圆的妖族，那些扭动着腰肢的蛇女，那些粗犷豪放的喧嚣，在她面前都显得那么野蛮，那么低级。苏慕晴真的来了。他的目光只是在大殿门口扫了一眼，就让不少刚才还在叫嚣的妖族少主下意识地闭上了嘴。主位上，狐仙儿的金瞳微微眯起，他身后的9条狐尾无声地舒展了一下。好强的剑意，好冷的女人。万剑阁首席，狐仙儿的声音也冷了下来，带着敌意。好大的名头，不请自来就是你们东玄玉正道的待客之道。苏慕晴迈步走入大殿，高跟的剑靴踩在光滑的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哒哒声。苏慕晴走到大殿中央，无视了周围那些妖族或好奇或敌视的目光，冲着主位上的狐仙儿微微颔首，事出从权，还望圣女殿下见谅。我非是客，乃是寻人。他开门见山，没有半句废话。我奉师门之命，追查一名擅长伪装、玩弄人心的重犯。苏慕晴的视线终于从狐仙儿身上移开，那道冰冷的目光缓缓扫过全场，最后精准地定格在了那个角落里还在低头咳嗽的人族学者身上。听闻圣女殿下身边最近来了一位奇人，苏某特来拜会。完了，他就是冲着我来的。这一刻，全场所有妖族的目光也跟着苏慕晴齐刷刷地落在了林峰身上。如果说刚才虎啸挑衅的时候林峰是被人架在火上，那现在就是有人往火堆下面又狠狠浇了一桶热油。狐仙儿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苏慕晴这话不只是挑衅，简直是当着整个南疆妖族的面在质疑他的眼光和判断，说他狐仙儿庇护了一个重犯。苏首席说笑了，狐仙儿的语气里已经带上了寒意。本宫身边这位是文若愚先生，一位潜心研究上古典籍的学者，与世无争。他顿了顿，金色的树瞳直视苏慕晴，倒是你口中的重犯，不知犯了何事，竟能劳动万剑阁首席亲自追到我南疆来。他抬了抬下巴，对着林峰的方向。文先生，既然万剑阁的首席都点名要见你，你也不好一直失礼。林峰心里把狐仙儿骂了10000遍。大姐，你这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啊？但他知道自己没得选。林峰强压下心头的狂跳，缓缓直起身子，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然后抬起头迎上了苏慕晴那道能把人刺穿的目光。那一瞬间，林峰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一双眼睛，而是在面对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兵。那目光里没有愤怒，没有憎恨，只有最极致的剖析，仿佛要将他的皮肉、骨骼乃至灵魂一层层剥开，放在最明亮的光下，寻找那最细微的破绽。易容界的伪装完美无瑕，他身上的气息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凡人，天衣无缝。文先生，苏慕晴的声音也跟他的剑一样又冷又厉。
我很好奇，你是如何说服一位高贵的妖族圣女，相信你那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理论的？这个问题太毒了。他在问林峰，凭什么？他也在问狐仙儿，你是不是傻？狐仙儿眼中的寒意更盛，刚要开口驳斥，林峰却抢先一步开了口。嗨，他先是剧烈的咳嗽了几声，仿佛连站着说话都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那张本就没什么血色的脸变得更加苍白。林峰扶着桌子喘息了好一会儿，才虚弱的缓缓说道：这位剑仙，你错了，我从未试图说服任何人。林峰的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宴会厅，真理无需言语，它就存在于那里，亘古不变，等待着有缘人去发现。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为真理引路的求索者，圣女殿下看到的不是我，而是真理本身的光辉。这番话说完，整个大殿死一般的寂静，那些妖族大佬们一个个听得云里雾里，但不明觉厉。主位上的狐仙儿原本冰冷的眼神却瞬间融化了，他看着那个身形单薄却说出如此掷地有声的话语的男人，眼中的欣赏几乎要溢出来。看看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境界，不卑不亢，只为真理。再看苏慕晴，她的眉头却在这一刻锁得更紧了。苏慕晴凝视着林峰，双眸深处有微不可察的青色光华一闪而过。剑心之眼开，在他的感知世界里，眼前的一切都被剥离了色彩和形态，化作最纯粹的逻辑线条。其他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欲望、情绪、谎言所导致的逻辑扭曲和杂音，唯独眼前这个文若愚，她太完美了。她的一言一行，她的气质，她的神态，她每一次呼吸的节奏，每一次心跳的频率，都与她病弱而执着的学者这个人设完美契合，严丝合缝，就像一个用最精密仪器打造出来的绝对完美的圆，找不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瑕疵。不对，苏慕晴的心猛地一沉，这不对，一个人怎么可能完美到这种地步？当一个东西完美到没有任何瑕疵的时候，那它本身就是最大的瑕疵。这个文若愚是假的，它整个存在都是一个被精心构建出来的谎言。虽然剑心之眼找不到任何破绽，但他的直觉，他身为顶尖剑修的本能，在疯狂地向他示警。文先生果然是脱俗之人。苏慕晴收回了目光，语气听不出喜怒。他忽然换了个话题，说起来，我从东玄域一路走来，倒是听到了不少有趣的传闻。他一边说，一边不着痕迹地观察着林峰的反应。据说东玄域最近出了个了不得的情圣，游戏花丛，骗了不少仙门圣女的芳心，最后又始乱终弃，闹得满城风雨。不知文先生对这种事怎么看？林峰的心脏漏跳了一拍。妈的，这娘们是真会往人心口捅刀子啊！但他脸上却适时地流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困惑，以及一抹深深的不屑和厌烦。林峰眉头紧锁，轻轻摇了摇头。儿女情长，爱恨纠葛，不过是红粉骷髅，镜花水月。林峰用一种悲天悯人的语气轻声说到，这些东西只会蒙蔽求索者的双眼，影响我思考血脉演化的终极奥秘。苏剑仙，他抬头看向苏慕晴，眼神澄澈，带着学者特有的执拗。恕我直言，我对这些毫无兴趣。说完，噗，嗨！林峰再也支撑不住，猛地弯下腰，剧烈的咳嗽起来。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猛烈。林峰咳得撕心裂肺，整个身子都在颤抖。最后，他掏出一方洗得发白的旧手帕，捂住了嘴。当他再抬起头时，所有人都看到，那雪白的手帕上多了一抹刺眼的嫣红。苏慕晴看着那抹血色，沉默了。找不到破绽，逻辑上找不到，反应上找不到，就连这吐血都吐得恰到好处，完美的像演出来的一样。可他找不到证据，在这里，在妖皇殿没有证据，他什么都做不了。良久，苏慕晴收回了目光，对着狐仙儿再次颔首。今日多有打扰，告辞。说完，他转身就走，干脆利落，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林峰扶着桌子缓缓坐下，他背后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湿透。活下来了，这一关总算是又让他给演过去了。可他心里没有半点轻松，因为他知道苏慕晴绝对没有信，他只是暂时找不到证据而已。这个女人就像一头最耐心的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的气味，就绝不会松口。他人走了，但那道冰冷的视线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林峰端起那杯冷掉的果酒，一饮而尽。酒是冷的，可林峰感觉自己正被架在一堆越烧越旺的柴火上，一边是开始用欣赏和维护的目光看着自己的狐仙儿，
另一边是那个在暗中死死盯着自己，随时准备扑上来的苏慕晴。这他妈的，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啊！苏慕晴走了，没留下一句狠话，但整个宴会大殿的气氛却比他来之前更僵。那些之前还大口吃肉的妖族头领们，现在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连大气都不敢喘。他们的目光不受控制地往林峰那个角落里瞟，惊疑、嫉妒、畏惧、猜测，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几乎要把林峰淹没。林峰坐在那，后背的青布衫已经凉透了，他能感觉到从主位上投来的目光。是狐仙儿。那双金色的树瞳里冰冷的敌意早已散去，此刻那里面翻涌着一种林峰看不懂但让他头皮发麻的东西。林峰低着头，假装还在调理气息，心里却已经把天底下所有神佛都问候了一遍。一个苏慕晴就已经快把他逼到绝路，现在狐仙儿这个南疆地头蛇看自己的眼神也越来越不对劲。这哪里是抱大腿，这他妈是把自己洗干净了，主动送到了屠夫的案板上。与此同时，万蛇城外那艘暗金色的钢铁非洲内，废物，一群废物。叶琉璃一脚踹翻了面前的玉石桌案，猩红的眸子里全是暴躁。3天了，我的人把整座城都快筛了一遍，连下水道里的老鼠都查了3袋，结果呢，屁都没找到。一个血神教的案子跪在地上，根本不敢抬头。教主息怒，那林峰他可能已经不在城里了。不在。叶琉璃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将他单手提了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在这，就在这座骚气冲天的城里。找不到，是你们无能。另一边，苏慕晴盘膝坐在蒲团上，面前放着一张万蛇城的地图，上面用朱笔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记。他听着叶琉璃的咆哮，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的调查同样陷入了僵局。那个文若鱼的伪装太完美了，完美到让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切入的逻辑漏洞，除非能把他从狐仙的羽翼下揪出来，用剑一寸寸地剖开验证。可这里是妖皇殿，他做不到。公叔只坐在一堆零件中间，不停地调试着手里的一个罗盘状法器，嘴里念念有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整个非洲的控制室气氛压抑到了极点，只有一个人始终没有说话。林青竹，他站在舷窗前，眺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妖皇殿轮廓。他没去查，也没去问，但他的心却一天比一天乱。那种感觉又来了，和当初在天灵宗，他站在藏经阁外，感应到林峰就在里面时一模一样。他腰间那面古朴的同心镜，正传来一种极其微弱却持续不断的悸动。别人靠脑子，靠手下，靠法器，林青竹只信自己的直觉。他就在那，就在那个全城防守最严密、妖气最冲天的地方。而且他又换了一张皮，一张谁也想不到的皮。林青竹缓缓收回目光，等不了了，再等下去，这只兔子不知道又要耍什么花招。我要去一趟妖皇殿。林青竹清冷的声音打断了室内的压抑。叶琉璃停下了动作，皱眉看他：你去干什么？那个狐狸精可不好惹。苏慕晴也抬起了头，眼中带着询问。林青竹没有解释，只是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份早就拟好的拜帖，以天灵宗圣女的名义递交拜帖。林青竹语气平淡，理由是协助南疆友人追查一名潜逃的对正魔两道都造成巨大危害的罪人。这个理由冠冕堂皇，无懈可击。天灵宗东玄玉正道魁首，圣女亲自前来协助除害。你妖皇殿若是拒绝，就是心里有鬼，就是公然与整个东玄玉正道为敌。狐仙儿他不敢也不能拒绝。天灵宗圣女林青竹要来。藏书馆内，林峰听到狐仙儿带来的这个消息时，手里的那本兽皮古卷直接掉在地上，整个人彻底麻了。苏慕晴这个逻辑怪还没走远，现在又他妈来了一个直觉怪，而且是加强版的。他太清楚林青竹了，那个女人从来不讲道理，只信自己的感觉。她的感觉又准得离谱，自己这身伪装骗得过合体7大能，骗得过苏慕晴的剑心之眼，但绝对骗不过林青竹那面该死的同心镜。完了，BBQ 了，这一下彻底完脱了。你怎么了？狐仙儿看着林峰煞白的脸，好看的眉头微微皱起。只是一个东玄玉的女人而已，看把你吓的。他的语气里透露出些许醋意和不满。文先生，你最近好像特别关心东玄玉的事。林峰猛地一个机灵，从末日降临的恐惧中惊醒。演，继续演。林峰弯腰颤抖着把古卷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嗨，他强撑着露出一副虚弱又困惑的表情。圣女殿下说笑了，我只是没想到东玄玉的仙门
竟也如此，霸道。一个首席弟子前脚刚走，圣女后脚就到。我妖皇殿何时成了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这话成功的把狐仙儿的注意力从他身上引开。狐仙儿冷哼了一声，金瞳里闪过寒芒。他们不敢放肆，不过是来走个过场罢了。等他来了，本宫自会应付。狐仙儿嘴上说的轻松，但林峰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林青竹既然来了，就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继续待在妖皇殿，就等于坐以待毙，等着被林青竹当场指认，然后被狐仙儿发现自己一直在骗他，最后被两个女人联手撕成碎片。不行，必须走，必须在林青竹抵达之前，从这个固若金汤的牢笼里逃出去。可怎么逃？硬闯是找死。偷偷溜走，不出半个时辰就会被全城通缉。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水搅浑，把所有人的目光从自己这个小小的人族学者身上引到一件更大更劲爆的事情上去。一个疯狂的计划在林峰的脑海中瞬间成型。林峰抬起头，那双因为病弱而显得有些暗淡的眼睛里，此刻却燃起了一团狂热的火焰。圣女殿下，林峰的声音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理论已经成熟了。狐仙儿一愣，什么理论？我们这几日探讨的关于欺骗到强行激活太古血脉的理论。林峰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脸颊上泛起不正常的红晕。纸上谈兵终究是镜花水月，殿下，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是时候进行实践了。实践？狐仙儿的心猛地一跳，那双金色的树瞳瞬间亮了起来。文先生，你的意思是？没错。林峰往前走了一步，眼神灼灼地看着狐仙儿。我想尝试为您配置一剂血脉激活药剂，用我们推演出的理论，用海量的妖兽精血为引，用最极端的天才地宝为药，强行撬开您血脉深处的那道枷锁。狐仙儿的呼吸也跟着急促起来。解锁血脉，这是整个九尾天狐一族数万年来的终极梦想。狐仙儿看着眼前这个病弱的男人，这个他一直以为只懂理论的书呆子，此话当真？狐仙儿的声音都在发颤，千真万确。林峰的语气斩钉截铁。不过，林峰话锋一转，眉头紧紧锁起，脸上露出极度为难的神色。配置药剂的主药极其罕见，也极其凶险。什么主药？狐仙儿追问。林峰一字一顿，吐出了一个让狐仙儿都为之色变的名字：幽冥伏骨花。什么？狐仙儿倒吸一口凉气。那不是药，那是南疆最恶毒的诅咒之物，传说生长在九幽黄泉的边缘，花开之处万物生机断绝，连神仙的骨头都能腐蚀。这东西早就绝迹了。不，林峰摇了摇头，眼中闪着金光。他没有绝迹。根据我查阅的古籍记载，此花性喜制阴鸷邪的怨气和死气，整个南疆只有一个地方符合它的生长环境。林峰抬起头，目光穿透了藏书馆的墙壁，望向万蛇城的另一个方向。五仙教禁地，伏古渊，驱虎吞狼。他的计划开始了，利用妖皇殿这只猛虎去冲击五仙教那头更凶残的恶狼。只要这两大南疆巨头对上，整个万蛇城乃至整个南疆都会乱成一锅粥。到那时，谁还会在意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族学者？谁还会在意那个叫林峰的东玄域逃犯？狐仙儿看着林峰，眼神剧烈的变换着。他当然知道伏古渊是什么地方，那是五仙教的根基，是连他都不敢轻易踏足的绝地。为了解锁血脉去冲击五仙教的禁地，这个险值得冒吗？林峰看出了狐仙儿的犹豫，他走上前，在狐仙儿的耳边轻声说道：圣女殿下，你渴望力量吗？那种挣脱一切束缚，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至高无上的力量。狐仙儿金色的树瞳死死盯着林峰，挣脱一切束缚，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这句话都精准击中了狐仙儿的心坎。九尾天狐一族听起来风光无限，实则早已走到了血脉的尽头。他们被困在元婴巅峰的门槛前数万年，无人能再进一步。这是悬在整个族群头顶的利剑。先生，狐仙儿的声音干涩，喉咙滚动了一下。此计风险太大，冲击五仙教禁地与向他们宣战无异。她身为妖皇殿圣女，不能凭一个虚无缥缈的理论就将整个妖皇殿拖入战争的泥潭。林峰看穿了狐仙儿的顾虑，苍白的脸上浮现出学者式的偏执。殿下，我们不是去宣战，是去取药。伏古渊乃南疆至阴之地，怨气冲天，守卫必定森严。但正因如此，他们绝对想不到会有人敢闯进去。林峰的声音压得很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只需派一队顶尖精锐，用最快的速度潜入，采到幽冥伏骨花，立刻就走。
五仙教就算发现了，也只会以为是哪个不开眼的毛贼闯入，绝不会联想到妖皇殿的头上。等到药剂炼成，殿下您血脉突破，届时就算五仙教知道了真相，又能如何？林峰的每一句话都在瓦解狐仙儿的理智，助长他内心的欲望。他说的没错，风险巨大，但回报是整个九尾天狐一族梦寐以求的未来。狐仙儿身后的9条狐尾不受控制地舒展开来，银色的绒毛在灯火下微微颤动。林峰知道火候到了，他后退一步，深深一躬，语气里带着恰到好处的失落与自嘲：是在下唐突了，此等大事确实不该由我一个外人来智慧。我只是在古籍中窥见了那扇通往真理的大门，一时情难自禁，忘了殿下的难处，还请殿下忘了我刚才的胡言乱语吧。林峰这副以退为进的姿态成了压垮狐仙儿的最后一根稻草。狐仙儿猛地抬起头，金瞳中最后的一丝犹豫被决然取代。不，先生何罪之有？你是为我族未来计，本宫若畏首畏尾，岂不辜负了先生的一番心血？狐仙儿猛地一甩衣袖，一股无形的威压扩散开来。此事本宫准了。狐仙儿转身快步走出藏书馆，声音远远传来：先生在此等候，本宫去就回。看着狐仙儿背影，林峰缓缓直起身子，脸上那副失落和偏执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峰走到窗边，看着狐仙儿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成了，鱼儿上钩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阴谋，这是阳谋。他把一个狐仙儿无法拒绝的诱饵明晃晃地摆在他面前，狐仙儿明知有毒，也只能一口吞下。半个时辰后，一支由3名元婴初期大妖率领的20人的妖皇殿精锐卫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妖皇殿。他们的目标直指万蛇城另一端，那片终年被黑色瘴气笼罩的禁区。五仙教禁地伏古渊，一切都如林峰所料。这支卫队实力强横，行动迅捷，悄无声息地撕开了五仙教外围的防线，潜入了伏古渊的边缘地带。然而他们低估了五仙教对这片禁地的重视程度。就在他们发现那躲在崖壁上散发着幽幽紫光的妖异花朵，准备动手采摘的瞬间，嗡！埋藏在地下的蛊虫陷阱被触发了。下一秒，何方妖孽敢闯我教禁地？杀！无数道身披五彩毒袍的身影从瘴气中，从地底，从山壁的洞穴里蜂拥而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蛊虫汇聚成一片死亡洪流，朝着妖皇殿的卫队扑了过去。一场遭遇战在五仙教的禁地核心瞬间爆发，妖气与蛊毒猛烈碰撞，喊杀声、惨叫声、法术的轰鸣声撕碎了万蛇城深夜的宁静。消息传得很快，当第一声爆炸的余波传到万蛇城时，整座城直接就炸了。听说了吗？妖皇殿的人夜闯五仙教禁地，被当场抓获。什么叫闯？我听说是去偷东西。放屁！明明是五仙教的人先动的手，他们抓了我们妖族的人当要引。街头巷尾，妖族与蛊修之间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原本只是暗地里的摩擦，此刻被彻底摆上了台面。城东，一个妖族开的酒馆被一群蛊修砸得稀巴烂。城西，五仙教的药材铺被几头暴怒的熊妖连根拔起。冲突在城的每一个角落上演，无数隐藏在暗处的矛盾被这场禁地冲突彻底引爆，整个万蛇城乱成了一锅粥。城南一间不起眼的客栈，苏慕晴站在窗边，静静地看着楼下两波正在对峙的人马，一边是膀大腰圆的虎族妖修，一边是眼神阴冷的蝎尾蛊修。双方剑拔弩张，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真是见了鬼了！叶琉璃烦躁地在房间里踱步，她那身血色长裙上的银铃发出一连串急促的响声。老娘的线人，刚才还说有林峰的消息，结果一转头就他娘的跑去跟五仙教的人火并去了。现在全城都在抓五仙教的奸细，谁他妈还有空帮我找人？叶琉璃的调查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混乱彻底中断了。宫叔侄也放下了手里的零件，满脸困惑。好奇怪啊，怎么突然就打起来了？只有苏慕晴眉头锁得死紧，他盯着窗外的混乱，目光却穿透了人群，落在了桌上那张万蛇城的地图上。太巧了，这场冲突爆发的时间点太巧了，巧到就像是有人算准了一样。在他刚刚对那个文若愚产生怀疑，在林青竹即将前往妖皇殿的前夜，一场足以搅动整个南疆局势的大乱就这么毫无征兆的爆发了。这混乱打断了叶琉璃的搜查，拖延了林青竹的行动，也让他的所有逻辑推演都陷入了停滞。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幕后推动着这一切，将所有追猎者的视线都从真正的猎物身上移开。苏慕晴的目光扫过地图上的各个冲突点，最终落回到了那个被他用朱笔圈起来的地方。
妖皇殿，又是你吗？他喃喃自语。文若愚，妖皇殿藏书馆，外面震天的喧嚣似乎传不到这片宁静之地。林峰坐在书桌前，慢条斯理地翻看着一本兽皮古卷。这只是开胃菜，好戏还在后头。脚步声传来，狐仙儿带着一身寒气快步走了进来，他的脸色很难看，显然也为了外面的乱局而心烦。林峰立刻放下书卷，站起身，脸上瞬间堆满了愧疚和自责。圣女殿下，林峰快步走到狐仙儿面前，低下头，都怪我，是我考虑不周，思虑不全，才给您，给整个妖皇殿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在下罪该万死。他这副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的模样，让原本一肚子火气的狐仙儿瞬间愣住了。狐仙儿看着眼前这个因为愧疚而身体微微发抖的男人，心中的怒火和烦躁竟然奇迹般的平息了下去。这怎么能怪他？他只是一个潜心学术、不通世故的学者，提出那个计划也是为了九尾天狐一族的未来。是自己这个圣女没有处理好后续，才导致了眼下的局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此刻却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这是何等的担当，何等的品性。狐仙儿看林峰的眼神彻底变了，如果说之前是欣赏，那么现在就是彻彻底底的信任和维护。先生，快请起。狐仙儿上前一步，伸手扶住林峰的手臂。此事与你无关。狐仙儿的声音不自觉地柔和了下来。是我决断，是我下令，一切后果由我一力承担。他看着林峰，语气坚定地安慰道：先生不必自责，区五仙教还翻不了天，此事我自有分寸。林峰被狐仙儿扶着，缓缓抬起头，眼中还带着自责的泪光，内心却早已笑开了花。成了 Q2 大法已入化境，不仅成功搅乱了南疆，还顺便把自己彻底洗成了一个冰清玉洁的白莲花。狐仙儿对他的信任度恐怕已经突破天际了。砰！一个青铜酒樽被狠狠砸在地上，四分五裂。狐仙儿胸口剧烈起伏。大殿之下，一个侥幸逃回来的妖皇殿卫队长跪在地上，浑身是伤，甲胄上还残留着腥臭的黑色血迹。圣女殿下，我们失败了。卫队长的声音都在发抖，不仅没能取回幽冥伏骨花，还被他们扣下了3名弟兄。废物！狐仙儿的声音冰冷刺骨，大殿的温度都下降了几分。他预想过失败，但没想过败得这么惨。这不只是取药失败，这是妖皇殿的脸被五仙教狠狠地踩在了地上摩擦。就在这时，另一名传令官神色慌张地从殿外冲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圣女殿下，不好了，五仙教派人传话来了。狐仙儿惊瞳一凝，说什么？传令官咽了口唾沫，战战兢兢地开口：五仙教大祭司说我等夜闯禁地是公然挑衅，罪无可赦。他要求妖皇殿必须在3日之内交出主谋，并由圣女您亲自前往五仙教总坛请罪，否则便是我妖皇殿为公开宣战。此话一出，所有妖族长老的脸色一变。放肆！一个脾气火爆的熊族长老猛地拍案而起，他五仙教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让圣女殿下亲自去请罪？战便战，我妖族儿郎何曾怕过那些顽虫子的？另一名心思深沉的狼族长老却摇了摇头，不可，如今南疆局势微妙，若与五仙教全面开战，只会让其他势力坐收渔利，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大殿之内瞬间吵成了一片，主战派合主和派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狐仙儿听着下方的争吵，只觉得一阵心烦意乱。交涉！他堂堂妖皇殿圣女向五仙教低头，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开战！这正中了某些长老的下怀。可一旦开战，整个南疆都会被卷入战火，局势将彻底失控。狐仙儿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就在这时，一个虚弱的咳嗽声从大殿的侧门传来。嗨！林峰扶着门框一步步走了进来，他似乎是听到了这里的争吵，脸上带着深深的自责。圣女殿下！林峰的出现让喧闹的大殿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林峰没有看任何人，他径直走到大殿中央，走到狐仙儿的面前，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对着狐仙儿深深鞠躬。此事因我而起。林峰的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殿。解铃还须系铃人，便由我去了结吧。狐仙儿一愣，先生，你这是何意？我愿意以一个中立的人族学者身份前往五仙教。林峰直视着狐仙儿，语气平静，去和他们的大祭司谈判。什么？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那个熊族长老更是直接吼了出来：“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族，去五仙教，那不是去谈判，那是去送死。没错，五仙教那群疯子最喜欢用活人炼骨，你去了，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林峰没有理会那些质疑的声音，目光始终落在狐仙身上。他知道这里只有狐仙能做决定。殿下，林峰的声音再次响起，妖族与古修的矛盾根深蒂固，你们不会相信他们，他们也同样不会相信你们。任何一方的使者过去都只会被认为是挑衅或示弱。林峰微微顿了顿，苍白的脸上甚至浮现出自嘲的笑意。但我不同，我只是一个凡人，一个在他们眼中对双方都无害的蝼蚁。他们不会提防一只蝼蚁，更不会在一只蝼蚁身上浪费太多的心神，这反而让我成了最合适的传话人。林峰的这番话让原本还想驳斥的妖族长老们都沉默了。是啊，这个理由听起来荒谬，但仔细一想却又他娘的该死的有道理。狐仙儿看着林峰，看着这个身形单薄的男人，一个凡人竟然敢孤身一人前往那个连元婴大妖都闻之色变的五仙教总部，他图什么？只是为了平息这场由他的一个理论所引发的争端，这是何等的勇气，又是何等的担当。狐仙儿的心被狠狠地触动了一下，他一直以为这个男人吸引他的不过是他那渊博的知识和那能够窥见血脉真理的智慧，直到此刻他才发现，这个男人最耀眼的地方是他那副孱弱身躯之下所包裹着的一颗比任何法宝都要坚韧的心。先生，狐仙儿的声音有些颤抖，你当真要去？那里是万古之潮。狐仙儿想说，你一个凡人去了就是送死，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林峰看出了狐仙儿的担忧，虚弱地笑了笑。殿下，真理的道路从不平坦，若能为您分忧，为妖皇殿免去一场战火。林峰再次躬身，文某万死不辞。看着林峰坚决的样子，狐仙儿缓缓闭上了眼睛。良久，再次睁开双眼时，眼中的犹豫已经消失不见。狐仙儿从腰间解下一块通体雪白的玉佩，那玉佩上雕刻着一只活灵活现的九尾天狐，散发着柔和而强大的妖力波动。这是我的贴身信物。狐仙儿亲手将玉佩递到了林峰的面前，持此物，如我亲临。从现在起，你全权代表我，代表妖皇殿处理此事。狐仙儿深深地看了林峰一眼，语气郑重：先生，请务必活着回来，本宫在这里等你。林峰接过那枚还带着狐仙儿体温的玉佩，入手温润。计划通了，不仅成功的将整个南疆的浑水搅得更乱，还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离开妖皇殿，暂时摆脱那几个女人监视的绝佳机会。在下定不辱命。林峰收好玉佩，再次行了一礼，随后转身毫不拖泥带水的朝着殿外走去。看着林峰那略显单薄却无比坚决的背影，大殿内的所有妖族心中都生出敬佩的情绪。林峰快步走出妖皇殿，当他踏出宫殿大门，沐浴在阳光下的那一瞬间，林峰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那副病弱的学者姿态像是潮水一般褪去，他依然是那副苍白的面容，但腰杆却挺直了许多。也就在这一刻，林峰感觉到至少有3道强大无比的神念从万蛇城的不同方向瞬间锁定在了他的身上。一道血腥暴力是叶琉璃，另一道冰冷锐利是苏慕晴，而最后一道林峰的脚步猛地一顿，那道神念阴冷刺骨，带着让他灵魂都为之战栗的熟悉感。林峰不用猜都知道是谁，林青竹。林峰的心脏开始疯狂跳动，卧槽，来了！林峰不敢有丝毫停留，加快了脚步，朝着五仙教所在的城西方向疾驰而去。他能感觉到那3道神念一直死死地锁定着他，尤其是林青竹那道几乎是如影随形，再不跑就真的要BBQ了。林峰一边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一边在心里疯狂呐喊：再见了您嘞，各位大姐，后会无期，老子先溜了。林峰加快了脚步，朝着城西的方向走去，那里是五仙教的地盘。随着林峰越走越近，空气中的混乱和喧嚣似乎被一种更深沉的压抑所取代，空气变得潮湿阴冷，街边的建筑风格也变得诡异起来，墙壁上爬满了墨绿色的藤蔓，窗棂上雕刻着蜈蚣、毒蛇的图样，就连空气中都飘着一股淡淡的草药的腥气。当林峰走到一片被黑色瘴气笼罩的区域前时，那3道如影随形的神念终于被隔绝在外。林峰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但紧接着又提心吊胆起来。暂时安全了，也意味着他彻底孤立无援了。来者止步！
2个身披五彩毒袍的守卫从瘴气中现身，手中的古杖对准了林峰。林峰没有说话，只是从怀中取出了那枚通体雪白的9尾天狐玉佩，那上面柔和而强大的妖力让2个守卫的脸色微微一变。妖皇殿的使者，其中一个守卫沙哑地开口：“奉圣女之命前来拜见大祭司。”林峰的声音恢复了那种病弱学者的虚弱感，还配合着咳嗽了2声。2个守卫对视一眼，让开了一条路：“跟我来。”万古窟，这里就是五仙教的圣地。林峰跟在守卫身后，踏入了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潮湿、阴森，空气里全是让人头皮发麻的声音。不知名的虫子在岩壁的阴影里飞速爬行，发出沙沙的声响。远处的黑暗中不时传来几声尖锐的嘶鸣。洞壁上生长着各种发出幽光的菌类和植物，将整个溶洞映照的诡异。脚下湿滑的石地上，偶尔会看到一滩滩粘稠的液体，散发着甜腻的恶臭。空气中的毒瘴无孔不入，林峰每吸入一口气，都感觉肺部火辣辣的疼，后背的旧伤更是如同被无数蚂蚁啃噬，剧痛无比。这地方对一个重伤的凡人来说就是地狱。走了不知多久，前方豁然开朗，一个巨大的地下空腔出现在眼前，中央是一座用无数白骨堆砌而成的祭坛，祭坛之上一道身影静静地站立着，那人全身都笼罩在宽大的黑色祭祀长袍之中，长袍上用银线绣满了扭曲的蛊虫图样，脸上戴着一副没有任何表情的青铜兽面面具。五仙教大祭司。林峰甚至感觉不到对方身上有任何活人的气息，他就站在那里，像一尊来自远古的雕像，诡秘且强大。林峰心中暗骂，这逼格比狐仙儿那娘们可高多了。妖皇殿的解释本座没有兴趣。一个听不出男女更听不出情绪的声音从青铜面具下传来，在整个溶洞中回荡。林峰感觉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下来，让他本就虚弱的身体一阵摇晃。林峰明白，寻常的解释和谈判在这个人面前毫无意义，他必须在3句话之内抓住对方的命门。林峰抬起头，迎着那副冰冷的面具，没有谈论冲突，没有解释误会，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一个他在妖皇殿的古籍秘文中看到的问题。大祭司阁下，林峰的声音异常清晰，您是否在为一则无法破解的预言所困？话音落下，整个溶洞瞬间死寂，连那些虫豸的嘶鸣声都消失了。下一秒，一股恐怖到极点的威压从祭坛上轰然降下，林峰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座无形的大山狠狠砸中，全身骨骼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噗！他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洒在身前的石地上。那不是装的，这股威压直接引动了他的旧伤，让他感觉五脏六腑都快要移位了。青铜面具下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此刻一定像2把尖刀，要将他从里到外彻底剖开。你是谁？大祭司的声音出现了些许波动，那是冰山裂开缝隙时发出的声音。嗨！林峰强撑着身体，用袖子擦去嘴角的血迹。我只是一个能读懂文字背后意思的人。林峰强忍着几乎要昏厥过去的剧痛，继续说道：我或许无法帮您破解预言，但我可以帮您解读预言。林峰抬起头，那双有些涣散的眼睛里有光，用一种您从未想过的方式。大祭司沉默了，那股能将金丹修士都碾成粉末的威压也悬停在林峰的头顶，没有再加重。说一个字从面具下吐出。林峰知道他赌对了，预言也是一种语言，只要是语言就有它的语法，它的逻辑，它的漏洞。林峰开始抛出他准备已久的歪理邪说，我们总想着如何去对抗预言，却忘了我们也可以去曲解它。林峰将从地球学来的那些符号学、心理学和逻辑悖论包装成了一种听起来高深莫测的理论。比如一个预言说，当飞鸟不再歌唱，王座必将倾塌。常人的理解是，当某种灾难降临导致飞鸟死绝，王朝就会覆灭。林峰摇了摇头，但我们换个角度想，什么叫不再歌唱？是死亡还是沉默？如果我们提前将全天下的鸟都变成哑巴呢？它们还活着，但它们确实不再歌唱了。那这个预言的前提算不算被我们主动达成了？既然前提已经被我们用一种取巧的方式满足了，那它还会导向那个王座倾塌的结局吗？林峰的这番话让整个溶洞的空气都凝固了。这是什么鬼话？把鸟都变成哑巴，这是人能想出来的法子？这已经不是在破解预言了，这是在跟命运耍无赖啊！祭坛之上，大祭司被这套理论彻底镇住了，竟然
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他从未想过，从来没有一个人敢用这种亵渎的方式去解读神圣的预言。良久，那股压在林峰身上的恐怖威压缓缓退去，林峰整个人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但他还是用最后的力气撑住了自己的身体。你，大祭司的声音变得有些干涩。很有趣，他第一次对眼前这个凡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男人是个变数，一个他从未见过的能跳出棋盘思考问题的变数。妖皇殿的人，你可以带走。大祭承司缓缓开口。林峰心中一喜，刚想开口道谢，但是大祭司话锋一转，你留下来。林峰的表情僵在了脸上，直到你帮本座找到破解预言的真正方法为止。大祭司的声音恢复了那种不带任何情绪的平淡。从今天起，你就是五仙教的贵客，一个谁也别想碰的贵客。话音落下，两个身形高大的蛇人守卫从阴影中走出，站到林峰身后，对着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林峰看着那两个守卫，又看了看祭坛上那道神秘的身影，心里只剩下一句话：妈的，刚甩掉几个债主，这下又他妈换了个更狠的。万蛇城客栈，空气凝重的能凝出水来。一张万蛇城的地图摊在桌上，上面用朱砂笔画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线条和标记。苏慕琴的手指点在地图的两个点上，一个是妖皇殿，另一个是五仙教总坛万古窟。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一个人。苏慕琴的声音很平静，但在场的另外三个女人都听出了一种风雨欲来的压迫感。叶琉璃烦躁地擦拭着她的血色短刃，头也不抬。有屁快放！公叔指则在调试一个罗盘状的法器，上面的指针在无规律的疯狂转动，显然是受到了城中混乱妖气和蛊毒的干扰。只有林青竹静静地坐着，目光落在自己腰间的同心镜上，一言不发。苏慕琴没有理会叶琉璃的态度，自顾自地开始复盘。第一，妖皇殿和五仙教的冲突起因是幽冥伏古花。第二，提出去采这味禁药的是那个叫文若愚的人族学者。第三，冲突升级，妖皇殿卫队被扣，五仙教要求交出主谋。第四，主动请缨，以凡人之躯前往五仙教谈判的还是这个文若愚。苏慕琴的手指从妖皇殿缓缓滑向了万古窟，它就像一个风暴的中心，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可整个南疆的局势都因它而搅动。叶琉璃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嗤笑一声：所以呢，你的意思是林峰那个狗东西伪装成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苏慕琴，你是不是练剑把脑子练傻了？叶琉璃站起身，血色长裙上的银铃叮当作响。一个凡人凭什么能说动妖皇殿圣女？一个凡人凭什么能搅乱整个万蛇城？他凭什么？叶琉璃的质问带着血神教圣女特有的霸道和不屑。在他看来，力量就是一切。一个凡人连当他猎物的资格都没有。叶琉璃说的有道理。公叔指也放下了手里的法器，皱起了眉。我的真实棱镜在他身上扫过，没有感应到强烈的法则波动，这说明他并没有频繁使用异容界的能力。如果他真是林峰，不可能不露出马脚。公叔指的怀疑是基于技术层面的，异容界再强，改变形态和气息也需要催动，只要催动就会有法则波动。可那个文若愚身上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林青竹眼睫微微动了一下。文若愚这个名字让他想起了在妖皇殿外那种一闪而逝的熟悉感，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人，看不真切，但轮廓却莫名熟悉。你们都陷入了一个误区。苏慕琴的声音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拉了回来。你们在找一个强大的伪装者，一个能飞天遁地，能施展各种奇功妙法的目标。苏慕季晴摇了摇头，但他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他把自己伪装成了一个最弱小、最不可能、最会被我们忽略的人。苏慕琴的声音斩钉截铁，他不是靠力量在行动，他是靠信息差和人心。他给了狐仙儿什么？不是金钱，不是法宝，而是知识，是一个能让九尾天狐一族摆脱血脉诅咒的希望。对于一个被困在绝境里数万年的族群来说，这个诱惑他们拒绝得了吗？他又给了五仙教大祭司什么？不是谈判，不是妥协，而是另一个希望，一个能解读甚至曲解那则困扰了他们无数年预言的全新思路。他精确地抓住了每个人的痛点和弱点，然后将这些变成了撬动整个南疆局势的杠杆。叶琉璃和公叔指脸上的不屑渐渐消失。他挑起妖皇殿和五仙教的争斗，根本不是为了那朵破花，他是为了让万蛇城乱起来。只有乱，
我们的线索才会中断，我们的视线才会被干扰。现在他又把自己送进了五仙教，你们以为他是去当人质？错了。苏慕晴一字一顿，声音冰冷。他是脱离了我们的监视，进入了一个新的保护伞之下。对五仙教来说，他现在是破解预言的贵客，是不能被任何人触碰的珍宝。苏慕晴深吸了一口气，说出了那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的结论：文若愚就是林峰，我们从一开始就落后了他3步。他不是在逃。苏慕晴的手掌重重地拍在地图上，他是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话音落下，整个房间死寂一片。叶琉璃那张妖艳的脸上露出了震惊与兴奋交织的复杂神情。有意思，真是有意思。我可爱的小猎物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得多啊。他眼中的疯狂不减反增。宫书纸则是彻底呆住了，他喃喃自语：逻辑闭环，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是的，苏慕晴的这个推论虽然大胆，却能解释所有不合理的地方。为什么狐仙儿会信任一个凡人？为什么五仙教愿意放人？为什么他们的追查会处处碰壁？答案只有一个，他们的对手根本没有跟他们在同一个维度上战斗，他们在用修为和法宝追凶，而林峰在用人心和布局下棋。苏慕晴的话音落下，叶琉璃那张妖艳的脸上错愕一闪而逝，随即一种病态的潮红从他的脖颈一路蔓延到耳根。呵，他喉咙里发出一声低笑，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最后变成了肆无忌惮的狂笑。哈哈哈哈！有意思，真是有意思。叶琉璃猛地站起，血色短刃在他白皙的指尖上疯狂旋转。我就说，能让本圣女看上的猎物，怎么可能是一个废物？他眼中的光芒是猎人发现猎物最狡猾踪迹时的狂热，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凡人，再把自己送到五仙礁那个老鼠洞里。叶琉璃的笑容甜美，可说出的话却带着浓重的血腥气。苏慕晴，你说的没错，他不是在逃，他是在溜我们。宫书纸一言不发，他低着头，嘴里念叨着：反向逻辑，认知欺骗，低威胁度伪装。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他猛地抬起头，真实冷静，这算法没错，是我的判定标准，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一直在寻找伪装的能量波动，却忽略了本色出演一个弱者，这本身就是最高明的伪装。啪嗒一声，宫书纸将一枚全新的符文的晶片嵌入了罗盘状的法器核心。嗡，法器那原本疯狂乱转的指针瞬间静止，然后指向了城西的方向。我重写了算法。宫书纸的声音有些兴奋，这一次我不再捕捉法则波动，我捕捉的是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认知扭曲。只要他在说谎，只要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我的破妄之眼就能把他从现实中揪出来。苏慕晴看着重新燃起斗志的两人，神色没有一丝变化。他的任务是找到真相，现在真相已经摆在了桌上，3道目光最终都汇聚到了那个从始至终都未曾说过一句话的白衣女子身上。林青竹，她才是这个追杀联盟真正的核心。林青竹缓缓站起身，腰间那枚古朴的同心镜感应到主人的心意，泛起一圈微弱的光晕。林青竹没有去看苏慕晴画满标记的地图，也没有理会宫书指那件全新的法器，他的目光早已望向了万古窟的方向。那是一种超越了直觉的可怕感应，是执念化作了千万条看不见的丝线，跨越了空间，早已死死缠绕在了那个男人的灵魂之上。苏慕晴的逻辑，宫书指的技术，叶琉璃的追踪，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指向了他心中那个早已确定的答案。走吧。林青竹没有说去哪里，也没有说去做什么，但在场的3人都听懂了。一艘造型古朴的飞舟没有丝毫征兆地冲天而起，他没有做任何掩饰，径直撕裂了万蛇城上空的云层，朝着五仙礁所在的瘴气之地笔直地撞了过去。飞舟之上，气氛压抑到让人无法呼吸。叶流盘膝坐在船尾，用一方血色丝帕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他的短刃，脸上的笑容残忍又期待。等抓到他，我要先挑断他的手筋脚筋，再用化血神功一寸一寸地炼化他的骨头，让他每天都活在本圣女赐予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愉悦里。他会成为我最完美的收藏品。他旁若无人的自言自语，声音甜腻，听得一旁的宫书纸头皮发麻。宫书纸则死死抱着他那全新的法器。别想着用你的那些歪理邪说去欺骗五仙礁那群疯子了，在绝对的技术面前，一切谎言都将被撕得粉碎。林峰，我要用我的发明让你跪在地上亲口承认你输了。
苏木晴独自站在船舷边，任由狂风将他的长发吹得猎猎作响。他的手指在腰间的剑柄上富有节奏的轻轻敲击，一下、两下、三下，他的脑海中正在飞速推演着即将发生的一切。如果林峰挟持大祭司，该如何破局？如果五仙教不惜一战也要保他，该如何应对？如果他还有后手，趁乱从另一个方向逃跑，又该如何拦截？100种可能，100种应对之策，在他的剑心之中，如星辰般一一亮起，又一一熄灭。而林青竹自始至终都站在非洲之首，白衣胜雪，长发飞扬，狂风吹不动他的身形，乌云遮不住他的目光。那双曾经清冷的眸子里，此刻只剩下一种东西，一种足以将天地万物都冻结成灰的绝对寒意。终于，非洲抵达了万古窟的上空，那片终年笼罩着黑色瘴气的南疆境地。非洲没有丝毫减速，就那么悬停在了半空。下一刻，4股强大的恐怖气息从非洲上轰然降下，元婴是整整4位元婴修士的威压，毫不掩饰，如4座从天而降的无形神山，狠狠地砸在了五仙教的护山大阵之上。嗡！黑色的瘴气如同被煮沸的开水，剧烈的翻涌咆哮，无数在瘴气中繁衍生息的毒虫谷物，在这股威压之下，连悲鸣都来不及发出，便在瞬间化为齑粉。地面上那些诡异的图腾建筑在剧烈颤抖，整个万古窟都在这股恐怖的天威之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无数五仙教的教众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当场跪倒在地。非洲之上，林青竹向前踏出了一步，他的声音没有蕴含任何法力，却比9天落雷更响，比万载玄冰更冷。五仙教交出人族学者文若愚。万古窟中央祭坛，林峰正襟危坐，后背的伤口一阵接着一阵的抽痛。他正在绞尽脑汁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薛定谔的猫和缸中之脑包装成一种高深莫测的南疆预言解读理论，讲给面前这位带着青铜兽面的大祭司听。所以大祭司阁下，林峰虚弱地咳了2声，脸色更显苍白。预言中的覆灭，我们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观测者效应？只要我们不去观测那个覆灭的结果，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它就永远处于一种覆灭与未覆灭的叠加态。大祭司静静地听着，青铜面具之下，没人能猜到他的想法，但林峰能感觉到这套惊世骇俗的歪理似乎真的唬住他了。就在这时，五仙教交出人族学者文若愚，那个冰冷刺骨的声音穿透层层岩壁，在巨大的溶洞之中轰然炸响，伴随而来的是那股让他这位元婴后期的大祭司都感到有些心悸的恐怖威压。祭坛之上，大祭司猛地抬头，宽大的黑袍无风自动，那双隐藏在面具后的眼睛看到了悬停在高空的那4道身影。来者不善，而且是冲着他刚刚得到的那个能解开命运枷锁的贵客来的。林峰脸上的微笑僵住了，全身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凝固成冰渣。这个声音，这个让他灵魂都在疯狂颤抖的声音，他妈的，就算挫骨扬灰他也认得。林青竹，他怎么来了？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无数个足以让他当场去世的问题在林峰的脑子里疯狂炸开，最后只会成了一句撕心裂肺的哀嚎。完了，终究还是来了个现场抓奸，不对，是抓骗。这下是真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完了，这个声音他这辈子都忘不掉。林青竹，他不仅来了，还他妈精准地堵在了门口。林峰感觉自己后背那道从未愈合的剑伤又开始剧痛起来，那是身体在对曾经的主人发出本能的恐惧。祭坛上那个笼罩在黑袍中的身影动了，五仙教大祭司缓缓抬头，青铜面具转向了溶洞的入口方向。来者不善，而且是冲着他刚刚发现的变数来的。你待在这里。一个听不出男女的声音在林峰耳边响起，下一刻，大祭司的身影便如一缕黑烟消失在了祭坛之上。林峰僵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待在这里。他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万古窟之外，一道黑色的影子从下方瘴气的最深处缓缓升起，他没有乘坐任何法器，就那么脚踏虚空，一步一步地走了上来，全身都笼罩在宽大的祭祀黑袍之中，脸上带着一副没有任何表情的青铜兽面。大祭司独自一人面对着非洲上的4位天骄，气势上竟没有半分落入下风。整个空间因为大祭司的出现变得更加压抑。东玄域的各位天骄，无故闯我南疆境地是何道理？大祭司的声音从青铜面具下传出。叶琉璃第一个受不了这种装神弄鬼的调调，他向前一步，血色短刃在指尖划出一道妖异的红芒，
少废话！叶琉璃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残忍笑意。把你洞里藏着的那个叫文若愚的男人交出来，否则今天就踏平你这破老鼠洞！叶琉璃的话霸道至极。大祭司闻言，青铜面具之下发出一声极轻的冷笑：“你们的人。”他的声音带着显而易见的讥讽：“文先生，现在是我五仙教的贵客，他正在筑本座，参悟一道困扰了本教万年的宿命预言，他哪也去不了。”此话一出，非洲之上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苏慕晴的眉头皱得更紧，果然和他推演的一样，林峰那个男人已经用他那套歪理邪说，成功取得了五仙教的庇护，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谁也动不得的珍宝，冥顽不灵。叶琉璃眼中的杀意再也无法抑制。就在这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轰！另一侧的天空中传来一阵剧烈的破空之声，一艘通体由金色巨木打造、雕刻着九尾天狐图腾的华丽飞舟，以一种更为蛮横的姿态冲破云层，抵达了战场。妖皇殿的飞舟，舟手之上，狐仙儿一身金丝宫装，长发飞舞，那双原本妩媚的金色眸子里，此刻燃烧着熊熊的怒火。他看着下方对峙的双方，最后目光死死地锁在了五仙教大祭司的身上。五仙教，狐仙儿的声音冰冷而高傲：“你们竟敢背信弃义，扣押我妖皇殿的贵客！”大祭司，飞舟之上，林青竹四人，整个战场陷入了一种极其诡异的沉默。妖皇殿的贵客，苏慕晴和宫叔只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错愕。叶琉璃脸上的杀意也凝固了，他有些没搞明白，这个狐狸精跑来凑什么热闹？狐仙儿没有理会东玄玉那几人，他只当他们是五仙教请来的帮手。狐仙儿看着大祭司，声音里的怒意更盛：“大祭司，我念你修行不义，不与你计较。我劝你立刻放了文先生，否则今日我妖皇殿便与你五仙教不死不休。”万骨枯，白骨祭坛之后，林峰将自己缩成一团，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他透过骨头架子的缝隙，看着外面天空中那毁天灭地的一幕，感觉自己的小心脏下一秒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一个林青竹带着3个元婴帮手，已经是要他老命的配置了，现在又他妈来了一个狐仙儿，而且看这架势是来救他的。看着天空中那3拨人马，为了一个名为文若愚的男人形成了鼎足之势，整个南疆和东玄域最顶尖的3股势力为了他齐聚一堂，场面壮观到林峰想当场去世。他躲在阴影里，内心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完了，全完了，这下是黄泥巴掉裤裆，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要是让他们碰了头，一对剧本林峰不敢再想下去。他的大脑在极致的恐惧之下开始疯狂运转，跑，赶紧跑，现在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趁着外面那3拨人狗咬狗不对，是仙女打架的时候，就是他溜之大吉的最好时机。林峰的眼中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内心深处一个疯狂的声音在呐喊：别打了，求求你们不要再为我打架了，打，往死里打，打得越乱越好，最好把这天都捅个窟窿，老子好跑路啊！高空之上，苏慕晴看着这混乱到极点的局面，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也彻底消散。他深吸了一口气，看向身旁的林青竹，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青竹仙子，我明白了，我们都错了。他根本不是什么阴谋家，也不是什么布局者。苏慕晴的目光穿透下方的万骨窟，看到了那个躲在阴影里瑟瑟发抖，却又在暗中窃喜的男人。他是一个天生的混乱制造者，他所到之处，秩序必将崩坏，理智必将燃烧。他本身就是一场行走的灾难。疯子！苏慕晴的唇瓣翕动，最终只吐出这2个字。叶琉璃舔了舔嘴角，那双妖异眸子里的狂热几乎要化为实质。有趣，太有趣了！情债、仇家，再加上一个被骗瘸了的傻狐狸啧啧，这出戏可比我血神教的祭典热闹多了。叶琉璃轻蔑地瞥了一眼妖皇殿飞舟上的金色身影，宫叔直死死抱着他的破望之眼，神情介于崩溃和狂喜之间。信息冗余，目标人物的关系链成指数级爆炸，算法过载了，干扰太强了。唯有林青竹依旧站在舟首，他的目光早已死死锁定了那个让他道心崩毁又重塑的身影。狐仙儿也好，五仙蛟也罢，不过是他仓皇逃窜时随手抓来的2面盾牌，他不在乎。今日神佛来了，也别想再将他从自己眼前带走分毫。万骨窟中央祭坛，躲在森森白骨之后的林峰清晰地感觉到了自己的死期。外面这3拨人，任何一方动动手指都能把他碾成齑粉。躲！整个万骨窟现在就是一个密不透风的铁桶，而他
就是桶里那块即将被三方火力同时蒸发的肉。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等他们三方一对口供，就全完了。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在他们的怒火汇合之前，把这个已经冒烟的火药桶彻底点燃。林峰下定决心后，从巨大的白骨圣坛后一步一步走了出来。他先对着下方大祭司隐匿的方向遥遥躬身行了一礼，又抬头对着妖皇殿非洲上的狐仙儿再次行礼，神情庄重。最后他的目光才茫然地落在了林青竹那艘非洲之上，那张虚弱的脸上恰到好处地流露出困惑与不解，仿佛在问：你们是谁？为何要闯此地？这副纯良无辜、楚楚可怜的姿态，看得非洲上的叶琉璃险些当场拔刀。演，你他妈给老娘接着演！林峰没有给任何人开口质问的机会，他收回目光，重新望向高空中的狐仙儿，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山谷：圣女殿下。他脸上浮现一个虚弱至极的表情，看来我们的实验必须提前了。实验？什么实验？不只是林青竹等人，就连下方隐匿气息的五仙教大祭司和天上的狐仙儿都同时一怔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林峰猛地抬手，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指尖，嫣红的鲜血涌出。他没有丝毫停顿，以身为笔，以血为墨，俯身就在这冰冷的白骨祭坛上快速勾勒起来。那是一个无比繁复的符文阵法，无数玄奥的线条开始交织盘旋。这是他用前世的生物基因图谱融合了量子纠缠的理论魔改出的一个彻头彻尾只为唬人的血脉共鸣阵。画完最后一笔，他本就苍白的脸色瞬间变得如死人般透明，但他依旧强撑着摇晃的身体，对着天空中的狐仙儿高声嘶喊：圣女殿下，请信我，将您的一丝本源妖血注入此阵，我将以我这凡人之血为祭品，以我这残破之躯为熔炉，为您模拟出那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太古环境，助您窥探那血脉尽头的终极奥秘。林峰的声音在整个万古窟回荡，那不是阴谋，也不是诡计，而是一位求道者为了验证自己的真理不惜燃烧生命的呐喊，一个殉道者。高空之上，狐仙儿被这一幕彻底击中了。他看着下方那个摇摇欲坠的男人，看着林峰眼中那份不含任何杂质的狂热，狐仙儿所有的愤怒，所有的疑虑在这一刻尽数烟消云散。他想起了那个男人对他说的话，挣脱一切束缚，主宰自己命运的力量。原来他不是在说一句空话，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为他，为整个九尾天狐一族践行这条逆天之路。先生，狐仙儿的眼眶瞬间通红，他不再有任何犹豫。本宫信你。话音未落，他已然逼出自己的一滴心头精血，那是一滴蕴含了九尾天狐最精纯本源的金色血液。血液离体，化作一道璀璨的金色流星，撕裂长空，精准无比地射入了下方祭坛的阵法核心。轰！在精血落入的瞬间，整个阵法爆发出刺眼到极致的银色光辉。那光辉圣洁、古老、浩瀚，一轮真正的太古明月从地底冉冉升起，紧接着难以言喻的神圣威压冲天而起，席卷整个南疆。狐仙儿浑身巨震，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血脉的最深处，那个困扰了九尾天狐一族数万年的天道枷锁，在这一刻竟然真的松动了。虽然只有微不足道的一丝，虽然只是一瞬，但那种挣脱束缚的感觉真真切切。他看向下方那个男人的眼神彻底变了，这个男人是能带领他们九尾天狐一族重回巅峰的唯一希望，谁敢动他，就是与整个妖皇殿不死不休。而就在那银色光辉爆发到最顶点的瞬间，噗！林峰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软软的向后倒去。他完美地扮演了一个凡人因强行催动禁术而遭到恐怖反噬的最终戏码。叶琉璃脸上那残忍的笑第一次僵住。不可能！宫叔只嘴唇发白，不断摇头。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凡人之血怎么可能撬动妖皇的血脉法则？他的阵法我看不懂，我完全看不懂。这是全新的理论，闻所未闻。宫叔只引以为傲的技术，赖以成名的算法，此刻变成了一个笑话。对方用一种他无法理解的方式，完成了他断定绝无可能的神迹。这种降维打击，比任何刀剑更能摧毁他的骄傲。叶琉璃舔了舔发干的嘴角，那双妖异的眸子里最初的错愕迅速褪去。啧啧，有点东西。他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低语，不只是个会耍嘴皮子的骗子，还是个能创造奇迹的神棍。他眼中的占有欲几乎要化为实质的血色锁链，将下方血泊里的男人捆死。这样一个有趣的灵魂，若能彻底驯服，让他只为自己一人创造奇迹，
那该是何等的愉悦。唯有林青竹，他站在周首，白衣胜雪，一动不动，握着剑柄的手指节却已捏得发白。在他看到银月升起，感觉到狐仙儿血脉共鸣的瞬间，他那颗由执念重塑的道心无声地裂开了一道缝，一道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细微裂缝。脑海深处那个被他强行封印的情绪失控地翻涌上来，那个叫展翅的男人坐在他对面，与他探讨天心剑诀的奥秘。他说，剑心为何不能是晴心？他说，仙子的剑太冷，缺了一分人间烟火气。他说那些被他视为歪理邪说的言论，此刻竟与下方那个男人创造的神迹诡异的重叠。原来他真有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他不是在胡说，他说的竟然都是真的。这一瞬间的恍惚让他的杀意出现了刹那的动摇。你们还没看出来吗？一个冰冷的声音打破了非洲上的死寂，是苏慕晴。在场4人中，只有他眼神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他的剑心之眼没有被那轮假月亮迷惑，也没有被狐仙儿的气息变化干扰。他看到的只有那个倒在血泊中，看似奄奄一息，实则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的男人。看出来什么？叶琉璃从狂热中回神，不耐烦地瞥了他一眼。苏慕晴没理他，目光依次扫过在场的3人，眼神锐利如剑。他对青竹仙子你谈论的是道心，让你信他能帮你勘破情节，让剑道更进一步。他对叶琉璃展现的是魔性，让你觉得你们是同类，可以享受最极致的疯狂。他对公叔指输出的是知识，用你闻所未闻的理论颠覆你的认知，让你对他产生技术性的崇拜。苏慕晴抬手指向另一艘非洲上那个已被感动准备不惜代价救人的狐仙儿，而他对那只傻狐狸给予的是整个九尾天狐一族都无法拒绝的希望。苏慕晴的声音一字比一字冷，他没有固定的形态，他是一面镜子，你心里最想要什么，他就给你照出什么。苏慕晴深吸一口气，终于吐出了那个让天地为之失色的终极结论。他不是在骗我们，他是在定制化地破啊我们每一个人。破啊这个词如此新鲜又如此恶毒，所有零碎的线索，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不对劲，在这一刻被这3个字彻底串联。他甚至苏慕晴的目光投向下方万古窟深处，在扑啊那个连男女都分不清的老怪物，他给了那个被宿命困住的可怜虫一个曲解命运的思路。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为了脱身演的一场大戏，他要让妖皇殿和五仙教心甘情愿做他最坚固的盾牌。轰！叶琉璃脸上的狂热逐渐变得冰冷，原来那不是同类的吸引，是猎人对野兽的精准投喂。公叔只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原来是这样，原来他不是在创造知识，是在利用我对知识的渴望。他的世界观碎了，而林青竹那道刚刚在他道心上裂开的缝隙开始不断蔓延。原来所谓的理解，所谓的懂你，都只是他为了活命精心设计的话术。他看穿了他最深的执念，看穿了他道心的弱点，然后精准地一下又一下地戳了上去。他以为的救赎是他表演的舞台，他内心的挣扎是他剧本里的一环。他、叶琉璃、公叔指、狐仙儿、五仙教大祭司，他们所有人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群可以被利用、可以被操纵的工具人。一股被看穿、被玩弄、被践踏的愤怒从林青竹的心底轰然喷发。他缓缓抬头，那双眸子里所有的恍惚、动摇、情愫在这一瞬间尽数燃烧成灰，只剩下纯粹的杀意。林青竹看着下方那个倒在祭坛上连昏迷姿态都计算得恰到好处的男人，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杀了他，杀了他。林青竹话音落下的瞬间，恐怖的剑意自他体内冲天而起，撕裂长空。他身后的苏慕晴、叶琉璃、公叔指3人的气息也同时锁定在了祭坛之上。另一边，妖皇殿的非洲之上，狐仙儿周身妖力沸腾，9条银色狐尾在他身后狂舞，将虚空都搅得粉碎。谁敢动他？狐仙儿金色的树丛里燃烧着不惜一战的疯狂火焰。下方万古窟的瘴气深处，五仙教大祭司那诡秘的气息也变得极不稳定。显然他绝不会让这个刚刚到手的变数被人夺走。3方势力互为犄角恐怖的威压，在万古窟上空对撞挤压，一场惊天大战已然箭在弦上。所有人的焦点都汇聚在那个倒在血泊中的男人身上，那个将他们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男人。林峰躺在冰冷的祭坛上，眼角余光扫视着天空中毁天灭地般的景象，心脏狂跳。
内心深处却在暗自窃喜。打，快打起来！只要他们打起来，他就有机会。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影子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林峰的身后。那道影子出现的太过突兀，就连剑心通明的苏慕晴都慢了半拍，更不用说其他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彼此的杀意所牵扯，无人察觉，一只冰冷的手搭在了林峰的肩膀上，随即一个同样冰冷的声音贴着他的耳廓响起：“做得很好。”那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现在是时候验证我的猜想了。这个声音，林峰全身的血液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这个他妈的让他代撩狐仙的委托人，那个叫叶萧的神秘散修，他怎么会在这里？不等林峰做出任何反应，那只手猛地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叶萧的身影彻底暴露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他当着天上地下所有强者的面，从怀中掏出了一柄匕首，一柄由传说中寻魂木打造而成的匕首。你，林峰刚吐出一个字，噗嗤，冰冷的匕首没有丝毫犹豫，从林峰的后心狠狠刺入，贯穿了林峰的整个胸膛。这一幕让天地间所有的杀意、所有的对峙、所有的喧嚣都在瞬间凝固了。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林青竹那即将出鞘的剑停住了，狐仙儿那漫天的妖火僵住了，叶琉璃脸上那嗜血的狂热也僵住了。所有人都愣住了，谁都没想到这场惊天大戏的结局不是三方混战，而是一场来自第四方的终极被刺。叶萧刺入匕首后并没有立刻拔出，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匕首刺入的过程并不顺畅，没有刺入血肉之躯的快感，反而像捅进了一团坚韧而虚无的能量体中。嗡！漆黑的匕首发出一阵剧烈的颤鸣，匕首的尖端在林峰的胸前透体而出。叶萧的眼中瞬间闪过惊疑，随即化为了极致的狂热。果然，他死死地盯着林峰，声音都在颤抖。果然，你这凡人身躯里果然藏着东西。什么东西？林峰的意识开始模糊，剧痛从后心传来，让他连思考都变得困难。他只知道自己被黑吃黑了，这个从头到尾的委托根本就是一个局，一个为了将他引到这里，引到所有人面前，最终验证某个猜想的杀局。文先生，一声凄厉到撕心裂肺的尖叫划破了这死寂的场面。是狐仙儿。他看着那个被匕首贯穿胸膛，鲜血染红了白骨祭坛的男人，他看着他脸上那错愕与痛苦的表情，那个为他描绘宏伟蓝图，为他开启血脉枷锁，为他不惜燃烧生命的男人死了。不，狐仙儿彻底疯了，他所有的理智在这一刻尽数被怒火焚烧殆尽。他不顾一切朝着下方的祭坛疯狂冲去。你敢？本宫要你死！而另一边，林青竹也从那极致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他看着那个杀了林峰的凶手，一股比刚才更加纯粹的杀意从他心底轰然爆发。他要他死，他恨不得亲手将他千刀万剐，但是他的命只能是自己的，只能由自己来亲手终结。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杂碎，凭什么？他凭什么敢动自己的东西？是的，东西。在他心里，那个男人早已经是被他预定了的私有物，无论是审判还是折磨，都只能由他来执行。当一声清越的剑鸣，林青竹手中的长剑终于出鞘，剑光如霜，直指叶萧。叶琉璃舔了舔嘴唇，脸上的表情从呆滞转为了极度的不悦和残忍。呵，谁给你的狗胆，敢强本圣女的猎物？血色的锁链在他周身浮现，一场争夺林峰的战斗即将演变为一场争夺林峰尸体的战斗。叶萧一击得手，却丝毫没有恋战的意思。他抓着林峰的身体，另一只手已经捏碎了一枚遁空符，一团浓郁的黑雾瞬间将他和林峰的身影吞噬。感谢各位。黑雾中传出他冰冷而嘲讽的笑声。感谢各位为我创造了如此完美的机会，这个容器我就带回去好好研究了。哈哈哈哈！黑雾迅速收缩，眼看就要彻底消失在原地。容器？我他妈林峰在意识彻底消散的最后一刻，脑子里只剩下最后一个无比清晰、无比悔恨的念头。我操，黑吃黑，这单亏他妈大了！天旋地转，林峰感觉自己被塞进了一个高速旋转的洗衣机里，还他妈是漏电的那种。五脏六腑都在这股力量的拉扯下错了位，后心那个被匕首贯穿的窟窿成了全身剧痛的中心，疼痛正顺着伤口疯狂地朝着四肢百骸蔓延。不知过了多久，
砰！林峰重重砸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剧痛让他模糊的意识清醒了一瞬。林峰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混杂着霉菌与血腥味的潮湿气息。这里是一处隐秘的地下洞窟，头顶的岩壁上长满了散发着幽幽绿光的苔藓，将洞窟映照得鬼气森森。嗨，林峰想动，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每一次呼吸都有温热的液体从喉咙里涌出。林峰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飞速流逝，一道黑影笼罩在他身上，是叶宵，那个雇佣他又在最后关头给了他致命一击的男人。奇怪，叶宵蹲下身，眉头紧锁，他的手毫不客气地在林峰身上摸索起来，从怀里到袖口再到腰间，每一寸布料都被他仔细地捏过。东西不在他身上。叶宵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掩饰不住的烦躁，他似乎在寻找什么，一件他笃定就在林峰身上的东西，可结果一无所获。林峰躺在地上，连眼皮都懒得掀开，意识在黑暗的边缘反复横跳。完了，这次是真他妈的玩脱了。穿越过来这么久，靠着一手出神入化的演技和狗命哲学，在无数次危机中左右横跳，结果阴沟里翻船，栽在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委托上。什么带聊狐仙儿，什么验证猜想，从头到尾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一个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杀局。对方的目标根本不是狐仙儿，也不是五仙将，自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可笑自己还以为是驱虎吞狼、搅弄风云的棋手，到头来自己才是那颗被所有人盯着的棋子，还他妈是过河的卒子，有去无回。后心的伤口越来越冷，那柄寻魂木打造的匕首不仅重创了他的肉身，更在不断侵蚀他那本就所剩无几的生命本源。林峰能感觉到死神已经站在床头，开始给他量尺寸了。妈的，亏了，这单生意亏到姥姥家了，不仅一分钱没捞着，还把自己这条小命给搭了进去。这要是传回情缘一线牵总舵，怕不是要被同行笑死。不甘心，真的不甘心。林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心里对着那枚戴在手指上下达了一个指令：启动最终预案。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一张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真正动用的同归于尽的底牌。他无法再伪装成任何人，但他可以伪装自己。嗡，一声微不可察的清明，一直平平无奇的易容界闪过一道隐晦的光。躺在地上的林峰身体没有任何变化，他依旧是那副血肉模糊、进气少出气的凄惨模样。可林峰的气息变了。一旁还在为找不到东西而烦躁的叶宵猛地僵住，他豁然转身，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他感觉到了一股气息正在那具尸体上疯狂地攀升，从一个比普通人还不如的凡人瞬间突破了某个界限。炼气、筑基、金丹、元婴，气息的攀升没有丝毫停顿，以一种完全违背修炼常理的方式疯狂暴涨。最后，轰！一股恐怖威压从林峰那残破的尸体之上轰然升起。化神，这是属于化神期大能才能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恐怖威压。整个地下洞窟在这股威压下剧烈的颤抖起来，头顶的岩壁裂开无数道蛛网般的缝隙，碎石簌簌落下。扑通！叶宵双腿一软，竟被这股威压直接压得跪倒在地，他脸上血色尽退，惊骇欲绝地看着那个本该已经死透的男人。你，他的牙齿在疯狂地打颤。你不是凡人，你一直在伪装。叶宵的心态崩了，他自认算无一策，将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可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眼中那个用来验证猜想的容器，那个任由他拿捏的凡人蝼蚁，竟然是一位伪装成凡人的化神期老怪物。在叶宵那见了鬼一样的目光中，林峰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血，脸色依旧惨白如纸。可林峰的眼神变了，那双眼睛里所有的情绪都已褪去，只剩下无尽的空洞与漠然。林演员风正式上线，这是他人生中最大也最疯狂的一场豪赌。他用易容界模拟出了一个夺舍重生的老怪物，在肉身濒死之际被意外唤醒的经典戏码。赌的就是叶宵那份谨慎，赌的就是这空有其表的威势能吓退眼前这个真正的敌人。林峰的目光缓缓落在跪在地上的叶宵身上，随即一个不属于林峰的沙哑的声音在洞窟中响起：区区蝼蚁也敢觊觎本座的道种，本座的道种。沙哑古老的声音在潮湿的洞窟中回荡，每一个字都重重砸在叶宵的元神之上。
叶宵，元婴初期的真君，南疆之中足以横行一方的强者。此时他双腿剧烈颤抖，近站都站不稳，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让他死死地盯着前方站起的男人。那具本该是他掌中玩物，是他验证猜想的容器，是他随手可以碾死的蝼蚁。可现在从那具残破的身躯里升腾起的是足以让天地变色，让元婴修士肝胆剧烈的化神威压。那不是错觉，是法则层面的碾压。叶宵感觉自己的元婴在这股威压下瑟瑟发抖，几近崩溃。无数混乱的线索在他脑海中疯狂地串联，最后汇成一个恐怖的真相。凡人之躯却能有如此恐怖的气息。我的寻魂笔刺入他体内时，没有刺破血肉的触感，反而捅进了一团坚韧的能量体，甚至引发了匕首的异动。还有现在这股做不了架的纯粹的化神威压，错不了，绝对错不了。叶宵浑身一个机灵，一个古籍中记载的被无数修士当成神话传说的词汇炸响在他的脑海。上古大能，夺舍凡胎，涅槃重生。古籍有云，某些通天彻地的大能在寿元将近或遭遇灭顶之灾时，会以秘法将自己的道种封印，寻一具凡胎进行夺舍，陷入漫长的沉眠，待时机成熟便可破茧重生，重回巅峰。而这种沉眠中的老怪物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提前惊扰。我他妈的刚才为了验证一个猜想，亲手捅了这样一个沉睡中的老怪物一刀扑通。叶宵道心彻底崩溃，双腿一软，五体投地，重重跪趴在了地上。坚硬的岩石地面被他额头磕得咚咚作响。前辈饶命，晚辈有眼不识泰山，晚辈猪狗不如，惊扰了前辈沉眠，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啊！他一边磕头一边涕泪横流，哪里还有半点元婴真君的风度？什么算无一策的智者形象，在死亡恐惧面前碎得一干二净。他现在只想活命。洞窟中，林峰垂着眼，用眼角的余光看着那个磕头如捣蒜的叶宵。林峰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内心深处却已经慌得连 BGM 都开始乱放了。卧槽卧槽，卧死你个槽！哥们儿，你别拜了，再拜下去，我这残破的身子骨真要给你当场拜散架了。妈的，这招空城计威力这么大的吗？直接把一个元婴期给吓尿了。奥斯卡，你看见了吗？这才是影帝的自我修养。我这演技欠我10个小金人都不为过。他知道自己现在就是个空架子，那化神器的威压不过是易容界模拟出的光影特效，中看不中用。他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个动作，都可能瞬间露馅。到时候这位被吓破胆的元婴真君绝对会当场化身午夜凶铃，把自己撕成碎片。机会只有一次，他必须在对方的恐惧值达到顶峰，理智归零的时刻，把这尊瘟神送走。林峰强忍着后心传来的剧痛，维持着那父神魔般的漠然姿态，抬起一根手指。这个动作让磕头中的叶宵身体猛地一僵。完了，前辈要动手了。就在叶宵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际，那个沙哑的声音再次响起。看在你……林峰故意停顿了一下，每一个字都说得极其艰难，仿佛刚刚苏醒，连说话都无比费力。祝我提前苏醒的份上。这句话让叶宵的天灵盖嗡的一声。祝他提前苏醒。我他妈那一刀不仅没有激怒他，反而帮了他一个忙。巨大的恐惧瞬间被劫后余生的狂喜所取代。叶宵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只剩下4个大字：我不用死。林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了最后的台词：滚吧，再让本座看到你形神居灭。最后4个字杀意凛然，深深烙印在叶宵的元神之上。是，晚辈滚，晚辈这就滚。叶宵如蒙大赦，哪里还敢有半分犹豫，连滚带爬的向后退去，生怕自己滚得慢了，这位前辈会改变主意。他甚至不敢再用遁空符，生怕空间波动会再次惊扰到这位前辈。他只是化作一团黑雾，用尽了吃奶的力气逃窜而去。1秒钟他都不敢多待，看着那团黑雾消失在洞窟的尽头，林峰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了下来。轰！那股恐怖威压骤然消失的无影无踪，林峰的身体也再也支撑不住，彻底瘫软在地。噗！一口混杂着内脏碎块的黑血从他口中狂喷而出，后心伤口的剧痛如潮水般涌来。林峰的意识开始迅速地沉入黑暗。在彻底昏死过去之前，林峰的嘴角咧开一个惨淡的笑容，他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发出了最后的感慨：妈的，老子真是个影帝啊！说完他头一歪，彻底没了动静。
意识沉入黑暗前，他能感觉到体内的生命力正在被后心的伤口疯狂吞噬。嗡一声微弱的清鸣从手指传来，那枚一直是他最大依仗的易容戒，因超负荷运转，耗尽了所有能量，光芒闪烁2下，彻底熄灭。戒指陷入了冷却期，最后的底牌没了，连伪装成一个健康人都做不到了。黑暗彻底吞噬了他，洞窟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只余下地上那具血肉模糊的身体和那枚暗淡无光的戒指。不知昏迷了多久，剧痛将林峰从黑暗中唤醒。林峰挣扎着睁开眼，视线模糊，洞窟里又冷又湿，血腥和泥土的怪味钻进鼻腔。嗨，林峰一咳嗽，后心的伤口就扯着疼，痛得他眼前发黑。叶宵那一刀太他妈准了，贯穿肺叶，还带走了他大半的生机。要不是之前的九转还魂草力还在吊着最后一口气，他现在早就凉透了，尸体估计都硬了。林峰颤抖着手摸向自己的胸口，入手处一片黏腻，他低头看去，一个碗口大的血窟窿贯穿了前后，伤口边缘的血肉已经发黑，散发出腐烂的气味。操！林峰忍不住骂了一句，他呼唤自己最大的金手指，戒指兄，给点力啊！他对着手指上那枚灰扑扑的铁疙瘩在心里疯狂呐喊。然而易容戒毫无反应，成了一块从地摊上捡来的破铜烂铁。冰冷，死寂。不是吧，阿 Sir， 关键时刻掉链子，充值5分钟，冷却2星期是吧？比我老家的共享充电宝还坑。林峰一颗心直往下沉，这次是真的玩脱了。没有了易容戒的伪装，他就只是林峰，一个长相俊美到足以让天仙都侧目，帅得惊天动地，帅得人神共愤，同时也是被整个修真界最顶尖的3波势力指名道姓通缉的身受重伤的凡人。他现在的情况比当初从天灵宗后山逃出来时还要危险1万倍。在万蛇城，他好歹还能伪装成文若愚，一个平平无奇的人族学者，可现在呢，他这张脸就是最高调的通缉令。任何一个路过的炼气期修士看见他这张脸，再看看他这身伤，都会当场把他打包带走，去林青竹或者叶琉璃那里领赏。到时候他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不？他想得到，下场绝对是死得很有节奏感的那种。不行，得走。林峰咬着牙撑着地面想要爬起来，他拖着残破的身体挣扎着朝洞口爬去，每动一下后心的伤口便是一阵灼痛，眼前阵阵发黑。洞窟外是南疆密林，古木遮天，空气里混着植物腐烂和毒虫的气味。这里是五仙教的地盘，南疆的最深处，鬼知道这林子里藏着多少妖魔鬼怪、毒虫猛兽。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疗伤，并且绝对不能被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发现。饥饿、剧痛、失血带来的眩晕不断冲击着他的脑子，有好几次他都想干脆就这么躺下摆烂算了，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反正这个世界他妈的也没有房贷。可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另一个念头给掐灭了。不行，不能死，我那价值800万灵石的云顶天宫海景洞府还没付全款呢，死了银行会收走的，还有我的铺子，下个季度的房租还差300灵石没交，死了会被房东胖大神扫地出门的。林峰的脑子里全是这些最朴素也最实在的念头，正是这些念头支撑着他拖着这具残躯在密林里蹒跚前行。1步2步，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1天还是2天，他快到极限了。眼前的景物开始旋转扭曲，耳边传来幻听，林青竹的剑鸣，叶琉璃的娇笑，狐仙儿的呼喊，最后所有声音汇成一句话：林峰，是我的。我操！林峰脚下一软，再也撑不住，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一片齐腰高的灌木丛中，彻底昏死了过去。在他昏迷后不久，一阵细微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那是一队穿着青绿色服饰的队伍，正抬着一顶通体翠玉打造的轿子，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密林之中。队伍所过之处，蛇虫鼠蚁皆退避三舍，无形的气场笼罩四周。咦，轿子前一名梳着双鸭髻、容貌清秀的侍女忽然停下脚步，她注意到路边的灌木丛中有一滩刺眼的血迹和一角洗得发白的麻布衣衫。侍女皱了皱眉，脸上带着警惕。她走上前，用手中的一根翠绿短杖轻轻拨开了灌木。下一秒，侍女看清那人时，呼吸一滞，她看到了一个男人，浑身是血，倒在血泊里，不知死活，以及一张一张让她心头狂跳的脸。那张脸
即便沾满血污和泥土，依旧俊美无瑕。剑眉入鬓，鼻梁高挺，嘴唇的形状完美。侍女呆住了，她从未见过如此好看的男人。小姐。片刻的失神后，她猛然回过神来，转身对着那顶华丽的轿子急声禀报：小姐，路边有个人，他好像快要死了。翠玉打造的轿子亭下轿帘被一只手轻轻掀开，一个16、17岁的少女好奇地探出脑袋，她有一头绿色长发，几乎垂到地面，发丝间点缀着几朵白色小花，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少女皮肤白皙，近乎透明，一双碧绿的眼眸干净纯粹，充满了对世间万物的好奇。她身上的衣服由无数花瓣和翠绿藤蔓编织而成，勾勒出少女纤细的身段。少女没有穿鞋，一双雪白小巧的脚丫踩在枯叶上，脚踝上系着一串淡紫色的风铃花花环。少女探出头时，花环发出叮铃叮铃的声响。少女正是南疆最深处与世隔绝的百花金族的小公主花语呀。花语看见那片被血染红的灌木丛，碧绿的眸子睁大。花语看见了那个倒在血泊里气息奄奄的男人，好可怜呀。花语脸上流露出不忍，声音又轻又软：我们救救他吧。轿子旁，一位穿着青绿服饰面容严肃的老者上前一步，躬身劝阻：公主万万不可，他是百花金族的长老，负责此次公主出谷历练的安全。此人来历不明，倒在这荒郊野岭，本就蹊跷。长老上前扫过林峰身上的伤口，神情凝重：您看他前胸的伤口是被一柄匕首贯穿，带着侵蚀生机的死气，而后背那道剑伤更是凌厉，剑意至今未散。能伤他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此人定是惹上了大麻烦，是个是非之人。我们若是救了他，恐怕会给我们百花谷招来灾祸。长老的话合情合理，换做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碰这个烫手的山芋。可花语却嘟起了嘴，摇了摇头。花语那碧绿的眸子里满是坚持：可是他快要死了呀，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的。阿公，每一条生命都应该被温柔对待的，不是吗？花语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反驳的意味。长老对上公主的视线，最终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家这位小公主就是这么一个善良到有点傻的性子，在他眼中，世间万物没有善恶之分，只有生命与否。见死不救，违背了他，也违背了整个百花金族的天性。是，公主殿下。最终长老妥协了，他挥了挥手，两名护卫立刻上前，将昏迷不醒的林峰抬上了一辆备用的板车。整个过程，林峰意识昏沉，他感觉自己被人抬了起来，身体的挪动扯动了后心的伤口，剧痛让他短暂的恢复了神智。卧槽，什么情况？我这是被捡尸了。林峰想睁开眼，但眼皮沉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他只能透过缝隙模糊地看到几抹晃动的青绿色，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叮铃叮铃的声音，是风铃的声音。妈的，这什么新型绑架套路，还带 BGM 的。完了，我这张帅的人神共愤的脸终究还是暴露了。这要是被抓去卖给哪个魔道妖女当炉鼎，我他妈岂不是亏大了？我还没收钱呢，800万灵石的洞府啊，我的首付。林峰内心哀嚎，求生欲让他拼命想搞清楚状况，但失血过多的虚弱感和伤口的剧痛再次将他吞噬。黑暗再次降临。与此同时，万古窟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因为夜宵的搅局和林峰的消失陷入了诡异的僵局。三方势力大眼瞪小眼，空气中满是猜忌与愤怒。好得很。狐仙儿站在妖皇殿的飞舟上，气得浑身发抖。9条狐尾狂乱舞动，将身后的空间撕裂出缝隙。他金色的瞳孔死死地盯着林青竹那艘飞舟，声音里没有一丝温度。一言，你们给我演的一出好戏，先是假意对峙，吸引我等的注意，然后让你的人从背后偷袭，掳走文先生。东玄玉的天骄原来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在他看来，那个突然冒出来的黑衣人夜宵绝对和林青竹他们是一伙的，这就是一出卑鄙的苦肉计。飞舟之上，叶琉璃舔了舔嘴唇，脸上的笑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不悦。到嘴的鸭子飞了，而且还是被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杂碎给抢走的，这让他很不爽。他懒得跟那只快气疯的狐狸精解释，只是把玩着指尖的血色短刃，看向下方瘴气深处。老怪物，那个男人在你洞里出了事，你不给个说法？黑色的瘴气翻涌，五仙教大祭司那听不出男女的声音悠悠传来，话里压着火。那个叫夜宵的人与我五仙教无关，不过
他既然敢在本座的地盘上抢人，就要做好被万古噬心的准备。大祭司也很愤怒，他刚找到了一个能帮他解读预言的变数，一个无价之宝，结果还没捂热乎，就被人当着他的面给捅了，还给打包带走了。这简直是骑在他脸上拉屎，场面再次僵持。妖皇殿认定是东玄域的人勾结外人，演了一出双簧，而林清竹等人则觉得这事或许跟五仙教甚至妖皇殿也脱不了干系，毕竟那个夜宵出现的太诡异了，三方势力谁也不信谁。最终这场对峙只能不欢而散，三艘飞舟朝着不同的方向化作流光消失，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死也要达成的共识，找到那个叫夜宵的黑衣人，找到被他带走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林峰。一时间整个南疆风声鹤唳，无数的眼线和探子从四面八方涌入这片古老的土地，一张大网以万古窟为中心，迅速朝着整个南疆笼罩而去，搜捕的范围变得更大，局势也变得更加混乱。而这场混乱的中心，那个所有人都想找到的男人，此刻正躺在一辆吱吱呀呀的板车上，被一队与世无争的百花精朝着南疆最深处那个地图上都未曾标记过的地方带了回去。林峰是被一股花香唤醒的，香气钻进他的鼻腔，让林峰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林峰睁开眼皮，视线从模糊到清晰，看到的不是潮湿的岩壁，也不是绿色的苔藓，是一片由鲜花和藤蔓编织成的天花板。阳光从花瓣的缝隙里洒下光点，空气中有股让人安心的味道。林峰动了动脖子，打量着四周。他躺在一张床上，一张同样由鲜花和藤蔓编织的大床，比他铺子里那张硬木板床舒服100倍。这里是一个由植物构成的房间，一个巨大的花房，安宁，充满了生命力。我这是上天堂了？不对啊，老子一辈子坑蒙拐骗，攒钱买房，没干过一件好事，怎么可能上天堂？难道是地府服务升级了？新来的孟婆长得特别正点。就在林峰胡思乱想之际，一阵叮铃叮铃的声响从床边传来。林峰转过头，看见了一个少女，一个让他呼吸停了一拍的少女。她背对着自己，跪坐在床边，在捣鼓着什么。一头绿色的长发垂在地上，发丝间有几朵白色小花在摇动。她身上穿着一件由藤蔓和花瓣编织成的短裙，露着大片白净的肌肤。要命的是，她那双光着的脚，雪白小巧，脚踝上还系着一串淡紫色风铃花编成的花环。叮铃叮铃，原来刚才听到的声音是她脚上的花环发出的。少女察觉到身后的动静，回过头，林峰看清了她的脸，一张干净纯粹的脸，皮肤白的能看到皮下淡青色的血管，一双碧绿的眼睛大而明亮。他看见林峰醒来，眼睛惊喜地睁大，透着关切。卧槽，这是什么神仙颜值？纯天然无污染，零添加无滤镜，这要是放在我老家，直接原地出道，秒杀一切网红脸啊！林峰内心疯狂刷着弹幕，表面上因为虚弱，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林峰挣扎着想坐起来，可身体刚一用力，后心那个被夜宵捅出来的血窟窿传来剧痛。嘶！林峰疼得倒抽一口冷气，整张脸皱成一团，刚酝酿出的高冷范儿没了。呀，你别动！少女见状，放下手中捣药的食碗，小跑到床边，伸出2只白嫩的小手按住林峰的肩膀。花语的声音又轻又软：你的伤很重很重，我们女王说，要不是你身体里存着一股很奇怪的生命力，早就死了。林峰心里一沉，女王，一股奇怪的生命力，那是九转还魂草残存的药力。昏迷后，自己是被这群花精一样的姑娘给捡了。林峰定了定神，用尽力气挤出一个沙哑的声音：这是哪里？是你们救了我。少女眨了眨眼，点点头。对啊，这里是百花谷，是我和阿公在森林里发现你的。花语没有防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说了出来。他们是南疆深处与世隔绝的百花精族，她叫花语，氏族里的小公主。他们在密林里发现昏迷不醒的她，长老本来不同意救，但他坚持要救。林峰听着，心里起了波澜。百花谷，百花精族，我他妈的，这是捅了老天爷的腰子，被一脚踹进新手村保护区了。他简直想当场给老天爷磕一个。百花精族啊，南疆最善良、最与世无争的种族，他们亲近自然，厌恶杀戮。族地隐藏在南疆的最深处，与外界隔绝。这他妈的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顶级 ICU 病房吗？安全，绝对的安全。林清竹他们就算把整个南疆翻个底朝天，
也找不到这个地图上都不存在的地方。林峰差点就要当场抱着这位小公主的大腿，喊一声恩人，请务必再续费100年了。但理智告诉他，不行，他现在是一个来历不明的重伤之人，演戏就要演全套。一个计划在林峰脑中成型。林峰看着眼前这张天真的脸，表情变得茫然、困惑，最后带上了一点痛苦。林峰开口，声音嘶哑，我是谁？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的头好痛。说完，林峰双手抱头，露出了一个痛苦的表情。失忆，没错，这是应对眼下这种局面最完美的借口。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从哪来，我更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受伤。一个又帅又惨又失忆的美男子，总不能被赶出去吧？花语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手足无措，眼眶都红了。你别急，想不起来就算了。女王说你伤得很重，可能是伤到脑子了没关系的，我们会治好你的。花语手忙脚乱地安慰着，那副善良又着急的模样，让林峰看得心里不是滋味。罪过啊！林峰在心里默默念叨。骗这么善纯一姑娘，我林峰的良心有点痛，不过也就痛那么一下下。为了我的800万灵石海景洞府，为了我还没交的房租，只能委屈你了，小公主。林峰看着花语，看着她不含杂质的绿眼睛，那是他穿越过来之后从未见过的干净，没有算计，没有杀意，没有欲望，只有对一个生命的同情与关心。林峰的心被触动了一下，他默默在心底立下一个誓言，这单不算委托，绝对不算，老子发誓绝对不骗他，更不会利用他。等伤好了，戒指冷却结束了，我立马就走，绝不给这个世外桃源带来任何麻烦。我林峰也是有职业操守的。南疆彻底乱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边陲小镇，黑市满脸横肉的刀疤脸散修刚从温柔乡里爬出来，就被情报贩子堵在了墙角。疯了，都他妈疯了！情报贩子将3张悬赏令啪的一声拍在刀疤脸胸口，唾沫横飞。大哥，你看清楚了，第1张东玄域寻夫复仇联盟发出的最高通缉令，目标有2个，一个是代号夜宵的神秘黑袍人，另一个就是这个叫林峰的小白脸。刀疤脸眯着眼看清了悬赏金额后面的那一串零，呼吸急促起来。这么多灵石，够老子买下一座山头当土皇帝了。这还没完，情报贩子又指向第2张妖皇殿圣女狐仙儿，以个人名义发出的血色追杀令，目标同样是夜宵，但他要找的是一个叫文若愚的儒雅学者，说是他的导师，要找回遗体。刀疤脸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一个学者还是个死的。妖皇殿圣女这么上心，情报贩子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亮出第3张，最邪门的是这个五仙教大祭司发布的内部密令，也在找一个学者，活要见人，死要见魂。据说那学者能解读预言。刀疤脸彻底懵了，他看着手里的3份画像，一份是俊美到不像话的小白脸林峰，一份是病弱斯文的人族学者文若愚，还有一份是那个只画了个黑袍轮廓的夜宵。等等，这他妈的怎么感觉这学者和这小白脸长得有点像啊？刀疤脸发现了滑点，情报贩子一拍大腿，谁说不是呢？现在整个南疆的道上都传疯了，说这是一个局，一个惊天大骗局，这3个人可能他妈就是同一个人。我操！与此同时，一艘临时征用的非洲内气氛沉闷，苏慕晴捏着眉心看着预检上会总来的乱七八糟的情报，第一次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他成功了。苏慕晴的声音里透着无力，他用自己当诱饵，把整个南疆的水彻底搅浑了。妖皇殿、五仙教，还有我们现在再加上闻风而动的无数散修和杀手，所有人都被他牵着鼻子走。现在就算他恢复本来面目，大大方方地走在街上，我们可能都分不清哪个消息是真，哪个是假。一旁的公叔指颓然地抱着他的真实棱镜，法器上的指针疯狂乱转。没用了，公叔指喃喃自语，他不使用易容界就没有法则波动，信息源太多，干扰太强，我的破妄之眼现在看什么都是谎言，也看什么都是真实。他从物理层面把我的技术给废了。呵，一声娇笑打破了沉闷。叶琉璃伸出猩红的舌尖舔了舔嘴唇，这才有趣吗？我的小猎物真是越来越会玩了。满世界的追捕，所有人都想找到他，得到他，而他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全世界都在觊觎我的宝物，光是想想就让我兴奋的发抖。
唯有林青竹始终站在非洲之首，一言不发。他腰间那枚同心镜散发着微弱的光，他的直觉告诉他林峰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这让他心中的执念更深了。而被整个南疆惦记的男人，风暴的绝对中心，林峰正享受着人生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我操，这该死的腐朽的令人堕落的顶级 VIP 病房生活啊！林峰躺在柔软的花床上，内心发出一声满足的呻吟。空气里全是清新的花香，吸一口都感觉能多活2天。床边，一个让他感觉多活20年都愿意的绝美少女，正轻手轻脚地给他换药。花语跪坐在床边，俯下身子，这个角度让林峰刚好能看到她纤细白皙的脖颈，和那由花瓣与藤蔓编织成的短裙下若隐若现的动人曲线。少女的身上带着一股青草的体香，一个劲儿地往林峰鼻子里钻。要命，太要命了！你的伤口好奇怪哦。花语的声音又轻又软，她用一根沾着绿色药膏的细长花蕊轻轻涂抹在林峰后心的伤口边缘，里面有一股很讨厌的死气，一直在破坏你的身体，还有一股很锋利的剑气，怎么都弄不掉。废话，能不讨厌吗？一个是专业杀手捅的刀，另一个是天灵宗圣女那帮人砍的剑，双重 VIP 服务，能活下来都算我命硬。林峰心里疯狂吐槽，脸上却挤出一个虚弱的表情。我不知道，我的头还是好痛。演戏就要演全套，失忆美男子的人设绝对不能崩呀！你别想了。花语果然上当，连忙放下药膏，用他那双白嫩的小手轻轻按住林峰的额头。想不起来就不要想了，我们女王说了，等你身体好一点，就让你喝下百花灵露，那个对神魂有好处，说不定你就能想起来了。百花灵露，林峰心里咯噔一下，那可是传说中的疗伤圣品，据说能活死人肉白骨，还能修复神魂损伤。这要是喝下去，他这失忆症不是当场就治好了？那还得了？不行，绝对不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帅气，一旦恢复记忆，暴露了身份，岂不是要把整个百枪毙名单引到这个新手村来？我林峰就算再没良心，也不能坑这么一个单纯善良的好妹子啊！他看着花语，脸上适时地流露出抗拒。不要！他沙哑的开口，声音都在颤抖。我害怕，我害怕想起来，我能感觉到我的过去充满了血和痛，我不想再回去了。林峰抓住了少女柔软的手，那手很软，他的手却在抖。我可以留在这里吗？我什么都能干，我可以帮你浇花，可以帮你除草，我还可以给你讲故事，就让我留下来，好不好？这番话7分真情，3分演技。林峰是真的不想离开这个绝对安全的避难所。花语看着他眼中的哀求与恐惧，心一下子就软了，他的小脸微微泛红，用力的点了点头。你放心吧，这里就是你的家。少女的声音很坚定，只要我还在，谁也不能把你赶走。阿公不行，女王也不行。哦豁，稳了！林峰心中狂喜，差点当场就给这位小公主磕一个。这何止是顶级 ICU， 这简直是带终身守护的超级 VIP 套房啊！全南疆的人都在为他打生打死，悬赏令贴满了穷山恶水，而他这个最大的骗子、罪恶的源头，却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新手保护区里，被最善良的公主殿下捡回了家。不仅包吃包住包治疗，现在还给上了个永久居住的 buff， 这日子简直不要太爽。等伤好了，戒指 CD 一过，老子就再多住2天。林峰在心底无耻地修改了自己之前的誓言。就2天，毕竟得等房东胖大婶把我的铺子租给下家，我再回去，那才叫损失最小化嘛。百花谷的日子安逸的不像话。林峰躺在鲜花藤蔓编织成的床上，感觉自己快要被这股香甜腐化了。妈的，这要是再住上1年半载，我怕是连房贷是什么都忘了。什么情缘，什么带料，都不如在这里躺尸当咸鱼来的实在啊！他正美滋滋的胡思乱想，一阵叮铃叮铃的清脆声响由远及近，是花语来了。少女端着一个翠绿叶片卷成的碗走到床边，她今天换了深淡粉色的花瓣短裙，长腿笔直雪白。花语俯下身，一缕绿色发丝扫过林峰的脸颊，传来雨后青草的清新味道。张嘴啊！花语的声音又轻又软，生怕惊扰了屋子里的蝴蝶。林峰非常配合地张开嘴，一滴晶莹的露珠被花语用一片花瓣送入他口中。百花灵露，这玩意儿要是放在外面的黑市上，一滴就够他那个小破铺子交10年的房租了。而现在他每天都能当水喝，罪过啊！林峰内心忏悔，我林峰何德何能让这么一个神仙妹妹亲自喂药？这福气太折寿了，
不过我喜欢。灵露入喉，一股暖流轰然炸开，冲进四肢百骸。林峰舒服的差点呻吟出声，而这一次感觉有些不一样。暖流涌入丹田，触动了什么？一股潜藏在他身体深处的药力轰然苏醒，是那铸就了他狗命的九转还魂草。轰！两股生命精华在他体内轰然相撞，热浪从林峰丹田炸开，席卷全身。林峰后心那个被夜宵捅出的贯穿伤，残留的死气被净化得干干净净，还有那道凌厉的剑气，也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寸寸消融。通透，前所未有的通透，身体从未如此舒泰。可紧接着更让林峰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那融合后的生命精华并未消散，而是在他早已枯竭的丹田内硬生生地盘踞了下来，缓缓旋转着，形成了一个微弱到几乎不可察觉的气旋。卧槽！林峰内心掀起滔天巨浪，什么情况？负负得正 ，bug 产生新特性了。老子这被系统判定为永久封号的废柴灵根被强行奶活了。林峰激动的差点当场从床上蹦起来，抱着花语转圈圈，但他忍住了。演员的自我修养让他死死按捺住内心的狂喜。林峰脸上依旧是一副我是谁我在哪的茫然表情。你的脸色好像好很多了耶。花语歪着脑袋好奇地看着林峰，小脸上满是欣喜。他伸出白嫩的小手搭在林峰的手腕上，想探查一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这一探，少女的眼睛一下睁圆了，小嘴也惊讶地张开。呀！花语发出一声惊呼，声音里有了颤音。你身体里有灵气在转。来了。林峰心中暗道一声奈斯，脸上却恰到好处地露出困惑。灵气？他虚弱地眨了眨眼，声音沙哑。那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看着他纯良无辜的样子，花语没有丝毫怀疑，他只当是林峰大难不死，天赋异禀，在百花灵露的滋养下，自己感应到了天地灵气。灵气就是我们修仙的人需要吸收到身体里的东西啊。花语手舞足蹈地比划着，努力用最简单的话给这个失忆的病人进行修仙启蒙。你看，就像这样，用心去感受。在花语笨拙但充满耐心的指导下，林峰这位顶级欺诈师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一本正经的修炼。林峰闭上眼，按照花语教的方法尝试吐纳。下一秒，天地间的灵气找到了宣泄口，疯狂地朝着他涌来。刚形成的气旋肉眼可见地壮大了一分。炼体期9重巅峰成了。花语看着这一幕彻底惊呆了。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啊，这个人怎么一学就会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吗？当天晚上，林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虫鸣，体内那股微弱却真实的力量让他激动得难以入眠。妈的，就是现在！他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凭借着那新生的气旋以及穿越前对身体的精妙控制，他将所有力量汇聚于一点，朝着那层壁垒发起了冲锋。给老子破！啵！一声轻响在林峰体内响起，真气轰然在林峰丹田内生成，沿着经脉流淌不息。炼气7亿重成了。林峰猛地睁开双眼，体内这股全新的力量让他眼眶一热，差点流下泪来。妈的，穿越这么久，坑了那么多人，演了那么多场戏，老子终于不是纯种凡人了。我的800万灵石海景洞府，我的房租，我来了。第二天，林峰成功引气入体，成为一名修仙者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百花谷。百花谷的女王和长老亲自来看望了他，两位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人围着林峰啧啧称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此子能在身受如此重创之下，还能枯木逢春，引气入体，当真是身负大气运之人。他们对林峰的态度彻底变了，从同情一个可怜人转变成了欣赏。而林峰喜悦过后，想离开的念头愈发清晰。他很清楚，自己不是什么气运之子，他是个行走的灾难磁铁。如今他有了自保的微末之力，戒指的冷却期也即将结束，是时候离开了。他不能也不愿再给这个善良纯净的地方带来任何麻烦。这单不算委托。林峰看着远处那个正在花丛中为他采摘新鲜草药的绿发少女，在心底默默重复着那个誓言：等老子出去赚够了钱，一定回来把这里的花全包了。伤势痊愈，修为突破，林峰感觉自己又行了。体内的气旋虽然微弱，但那好歹是灵力，易容界上的冰冷感也渐渐退去，最多再有几天就能重新启动，这意味着可以跑路了。念头一冒出来，
林峰的心就活泛开了。南疆这么大，老子换个马甲，找个山旮旯继续我的带撩大业。800万灵石的海景洞府，我来了。可当林峰推开花藤编织的房门，看到外面的景象时，那点刚燃起来的念头又熄了下去。阳光正好，不远处的花田里，一个绿发及地的少女正蹲着身子给一株花浇水。花语今天穿了一件鹅黄色的花瓣短裙，2条长腿在阳光下白得晃眼。风一吹，裙摆扬起，腰肢和臀部的弧度若隐若现，纯欲简直是纯欲天花板。少女察觉到动静，回过头，冲林峰露出一个大大的笑。你醒了？花语的声音清脆，林峰的心被那笑容狠狠撞了一下。妈的！林峰默默在心里骂了一句，老子一辈子坑蒙拐骗，灵了，竟然栽在了一个小姑娘的善良上，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把人家当顶级 ICU 用完了就扔。他林峰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基本的职业操守还是有的。既然这单不算委托，那收了人家这么多好处，总得留下点什么。想到这里，林峰迈步走了出去。他如今是炼气七修士，五感远超凡人。他能感受到这片山谷里每一株花草都蕴含着精纯的生命能量。但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花语，林峰走到少女身边，学着她的样子蹲下。你们百花谷的灵植好像长得有点慢。花语点点头，觉得这很正常。对啊，这株冰心草要30年才能结出3片叶子呢，旁边那株赤岩果要50年才开花，100年才结果。他的小脸上写满自豪，指着那些植物。林峰听得眼皮直跳。我靠，30年、50年、100年，这效率放我老家，公司早倒闭800回了。投资人能把老板的头都拧下来。林峰指着2株离得不远的植物，又问：那为什么要把它们种得这么远？花语嘟起小嘴，解释道：不行啊，冰心草是冰属性的，赤岩果是火属性的，他们俩是天生的敌人，要是种在一起会打架的，两边的灵气会互相排斥，最后谁都长不好。林前农业大学旁听生风，眉头一皱，发现了细节。生长周期长，品种单一，无法共存，物产丰饶，但利用率极低。百花谷议事大厅，百花谷女王端坐在由月光花编织的王座上，下方几位头发眉毛都是藤蔓的老者，神情严肃，正是百花谷的长老会。林峰就站在这群大佬的中间，压力山大。妈的，这阵仗比当初面对林青竹他们4个还吓人。那4个好歹是来要我命的，目标明确。这几个是来质疑我9年义务教育成果的。林峰清了清嗓子，开口道：女王陛下，各位长老，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让一株植物开出另外一种植物的花，或者让冰属性的草和火属性的果长在同一根藤上？此言一出，全场死寂。几位长老瞪着林峰，满脸的荒谬神色。那位当初第一个反对救他的阿公，更是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胡闹！老者一拍桌子，怒喝：简直是天方夜谭！兰草怎能开出月季？藤蔓如何结出人参？每一种生命都是生命之神的造物，拥有其独一无二的轨迹。你这种想法是对生命之神的亵渎！亵渎！其他几位长老也纷纷附和。不错，此乃歪理邪说，年轻人不要以为侥幸引气入体就可以胡言乱语。林峰看着这群人不为所动，反而想笑。来了，经典我没见过等于不可能环节。科学的尽头是神学，但神学也得讲基本法阿魏。林峰没有争辩，跟一群活了几百上千年的老顽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林峰朝着王座上的女王深深一躬。女王陛下，我不敢说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我只请求能给我1小块试验田和7天的时间，如果失败了，我愿接受任何惩罚。女王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就在这时，我信他。清脆的声音响起，花语从女王身后跑了出来，张开双臂挡在林峰面前。少女的脸上满是坚定，她看着自己的母亲和长老们，一字一句：是他救了我的命，不对，是我救了他的命。反正我相信他，请给他一个机会吧，母亲。看着女儿恳求的神色，女王最终叹了口气，她挥了挥手：准了，就按你说的办。谷后那片废弃的苗圃随你用，7日为期，7天后谷后苗圃人山人海，不对，是花山花海，几乎整个百花谷的族人都来了。他们伸长了脖子，好奇地看着苗圃中央那个被单独隔离开来的区域。女王和长老们站在最前方，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一株平平无奇的小草上。那是一株凝露草，百花谷最常见的植物。
唯一的用处就是清晨时叶片上会凝结几滴带有些微灵气的露水。但此刻这株凝露草却有些不同，在它翠绿的茎秆顶端鼓起了一个小小的花苞。这7天里，林峰成了百花谷最特殊的存在。林峰每天都待在苗圃里，照看着那株试验品。他用灵力包裹着一节火绒花的嫩芽，接到了这株凝露草的茎秆上。整个过程看得那些长老们眼皮狂跳，在他们眼里，这种行为无异于切割血肉，残忍至极。哼，故弄玄虚。阿公冷哼一声，依旧不信。凝露草几千年来从未开过花，我不信它能让铁树开花。他的话音刚落，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小小的花苞颤动了一下，然后缓缓绽放。那不是凝露草该有的样子，花瓣呈火红色，边缘带着金色的纹路，一股热浪散开，花朵之中竟是火绒花的特性。整个百花谷，所有百花精都惊呆了，纷纷揉着自己的眼睛。奇迹，神迹！几位长老呆立当场，王座上的女王也豁然起身。她快步走到林峰面前，握住他的手，声音都在颤抖。你不是身负气运之人，你是生命之神，赐予我族的使者。看着长老们从质疑到震惊，再到一脸狂热崇拜的神情，林峰内心吐了个槽。不，我不是使者，我只是一个上过9年义务教育的光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波叫降维打击，也叫知识付费。自从林峰的嫁接术在百花谷横空出世，整个山谷彻底陷入科学浪潮之中。谷后那片原本废弃的苗圃，如今已经成了整个百花谷的圣地。一株冰属性的凝露草上，竟然真的开出了火红色的火绒花。藤蔓左边接着清新明目的翠绿果子，右边却挂着能补充气血的赤炎果。冰与火，水与木，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克制的生命，如今被一种近乎神迹的手段强行扭合在了一起。百花谷的底蕴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暴增。神迹，这绝对是生命之神降下的神迹。什么狗屁神迹，这叫科学。林先生管这个叫杂交优势。花神使者，林先生绝对是花神派来点化我等的使者。当初那位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救林峰，甚至骂他亵渎神灵的阿公长老，此刻正拿着个放大镜趴在一株嫁接植物前，看得老泪纵横。天哪，老朽活了800年，从未见过如此奇景。原来生命还能这样延续。老朽错了，老朽有罪啊！说着，竟是朝着林峰的方向深深地拜了下去。而作为风暴中心的花神使者林峰本人，正被一群叽叽喳喳的百花精少女围在中间。这个递来一颗灵果，那个送上一杯花蜜。我操，别扒拉我了，再扒拉我衣服就掉了。什么花神使者，我他妈就是个上过9年义务教育的旁听生啊！知识付费，古人诚不我欺。早知道生物课这样牛逼，我当年就该把那本人体构造图背下来，说不定现在还能客串个神医。林峰内心疯狂吐槽，脸上却挂着一副淡然的微笑。该走的终究是要走的，易容界不再冰冷，熟悉的能量正在其中流转。 CD 好了，这意味着他可以重新伪装，重新跑路了。南疆这么大，也换个马甲，继续我的带辽大业。800万灵石的海景洞府等着我。百花谷女王的月光花王座前，林峰深深一躬。女王陛下。林峰的声音沙哑，这些天多谢您的收留与照顾，只是我最近想起了一些事情。女王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林峰硬着头皮继续演。我想起来，我好像有很多仇家在追杀我，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怕会给百花谷带来灾祸。这番话7分假3分真，他说的是好像是想起来，这就很有灵性。进可攻，退可守，既解释了离开的原因，又符合他失忆症的人设，完美。女王长长的叹了口气，她何等人物，岂会看不出林峰这点小心思？但她没有点破。百花谷永远是你的家。女王挥了挥手，一枚通体碧绿的玉佩和一袋沉甸甸的储物袋飘到林峰面前。这枚敛息玉佩可以掩盖你的气息和修为，元婴之下无人能看穿。储物袋里有一些疗伤的丹药和灵石，你路上用。去吧，孩子。林峰接过东西，千恩万谢。卧槽，富婆，饭，这女王奶奶处事就是大气。还给盘缠比我那抠搜的房东胖大婶强100倍。最难的一关过去了，但林峰知道还有更难的一关在等着他。林峰找到花语，少女正蹲在那片他亲手开辟的嫁接花田里，她哼着不知名的歌谣，用一根花蕊给一株新生的嫁接花授粉。阳光下的她格外动人。
林峰心里咯噔一下，他走过去，在花语身边蹲下。花语察觉到动静，回过头，冲林峰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你来了，你看，你看，这株冰火同源藤又长高了好多。”花语的声音清脆，充满了喜悦。林峰张了张嘴，却感觉喉咙发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沉默了许久，终于，林峰还是艰难地开了口：“花语，我要走了。”花语脸上的笑容一寸一寸的僵住，那双碧绿色的眼眸里迅速蓄满了水汽，雾气蒙蒙，但他倔强地咬着嘴唇，就是不让眼泪掉下来。花语的声音有些颤抖：“骗子，你说过这里是你的家，你说过你不走了。”每一个字都让林峰心口发闷，疼，比被叶宵捅一刀，比被林青竹的剑气追杀还要疼。林峰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愧疚，这种情绪对于一个职业骗子来说是致命的。林峰蹲下身与花语平视，他看着少女那双通红的眼睛，无比认真地开口：“正因为这里是家，我才不能让坏人来破坏它。”林峰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有一些很坏很坏的敌人，我留在这里会把他们引来，会毁了这里所有的话，会伤害到你，伤害到女王，伤害到每一个人，所以我必须走。等我把那些坏人全部都打跑了，我就回来赖在这里不走了，到时候天天给你讲故事，讲到你烦为止，赶都赶不走的那种。”话音落下，花语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眼泪决堤。花语猛地扑进林峰的怀里，小小的身子剧烈的颤抖着，放声大哭。林峰僵硬地抱着怀里柔软的少女，闻着她身上青草与花蜜混合的香气，心里不是滋味。妈的，这单好像又他妈亏了。花语哭了很久很久，直到声音都沙哑了，花语才从林峰怀里抬起头，一双眼睛又红又肿。她摊开白嫩的手心，手心里静静地躺着一片泛着绿芒的粉色花瓣，那是她的本命花瓣。她拉起林峰的手腕，将那枚花瓣用力地按了上去，花瓣触碰到皮肤，便化作一道绿光，融入其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粉色花朵印记。一股暖流从印记传来，与林峰的心跳同步。花语带着浓重的哭腔，一字一句地说道：“那你一定要活着，不管你去了多远，遇到了多大的危险，只要你捏碎它，我会献祭我一半的生命力，为你重塑一次生机，所以不许你用掉它，绝对不许。”林峰抱着怀里哭得快要喘不过气的少女，看着手腕上那个滚烫的印记，他第一次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动摇。我操，我的良心也会痛的吗？林峰几乎是落荒而逃，他安慰了花语整整一夜，直到少女哭得抽噎，在他怀里睡着，又在晨光中惊醒。林峰在花语那双又红又肿的眼眸注视下，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百花谷的入口。每走一步，林峰都感觉自己的良心在隐隐作痛。妈的，老子坑蒙拐骗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了负罪感，这感觉比被叶宵捅一刀还难受。当身后的七彩雾气彻底合拢，将那片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彻底隔绝，林峰这才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他回头，最后望了一眼那片晨雾缭绕的山谷，那是他穿越以来过得最宁静、最腐败、最他妈不像话的一段日子。再见了，我的新手村保护区，再见了，我的纯情花仙子妹妹。林峰低声呢喃，声音里竟带着他自己都没发现的惆怅，但也仅仅是一下。下一秒，那点惆怅就被刻在骨子里的穷酸本性给冲得无影无踪。林峰直接转身，一头扎进了危机四伏的南疆密林，表情瞬间从伤感切换为亢奋。搞钱，搞钱！老子价值800万灵石的海景洞府还在等着我的首付呢。林峰一边在林子里穿行，一边迫不及待地盘点这次的收获。他从怀里掏出女王送的那枚通体碧绿的玉佩，敛息玉佩，好东西，这玩意儿能完美掩盖他那炼气期一众的恐怖修为。在元婴修士面前，他依旧是个纯良无害的凡人，简直是易容界冷却期间居家旅行、坑蒙拐骗、杀人跑路的保命底牌。林峰又将神识探入那个沉甸甸的储物袋，下一秒，卧槽！林峰差点没忍住，当场给女王奶奶磕一个。储物袋里码放的整整齐齐的上品灵石，差点闪瞎了他的钛合金狗眼，还有各种他叫不出名字，但一看包装就价值不菲的疗伤丹药、灵果花蜜瓶罐罐堆成了一座小山。富婆，女王奶奶才是真隐藏富婆啊！这波何止是血赚，这简直是财务自由，原地退休了啊！知识果然是第一生产力 ，YYDS！ 林峰激动的直搓手，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可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瞥到了自己手腕上那个小小的粉色花朵印记。
那是花语用本命花瓣给他留下的，印记微微发烫，与他的心跳同频。林峰脸上那副狂喜的表情瞬间凝固，他想起了少女扑在他怀里哭得撕心裂肺的样子，想起了他带着浓重哭腔说的那句那你一定要活着。林峰的心脏猛地一抽，呼吸都有些不畅。妈的！林峰狠狠地骂了一句，一拳砸在旁边的树干上。欠下的感情债原来比他妈的零食债还难还啊。他烦躁地挠了挠头，将储物袋和玉佩贴身收好，加快了脚步。与此同时，南疆一处被瘴气笼罩的山谷上空，巨大的非洲静静悬浮着，周身布下的隐秘阵法使其与周围的云雾融为一体。周内气氛压抑，砰！一堆刚刚炼制失败的法器被狠狠地砸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宫叔指双眼布满血丝，原本干净的短发乱糟糟的，他身上的宫装沾满了灰尘和药剂，整个人十分狼狈。没用，全都没用。宫叔指跌坐在地，抱着头，声音里透着绝望。我的真实棱镜迭代了347个版本，破妄之眼得因果追溯算法，我重写了99遍。为什么还是找不到他？数据库里查无此人，天机网络里没有他任何一条因果线。我甚至逆向推演了他的基因序列，结果显示他就是个纯粹的凡人。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撬动妖皇血脉？他就像一个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数据异常，这不科学，这根本就不符合能量守恒和信息定律啊！这位补天阁的天之娇女，她引以为傲的技术在那个男人面前被碾压得体无完肤，她的世界观，她的整个知识体系都被林峰这个 bug 般的存在冲击得摇摇欲坠。呵，一声轻笑打破了舱内的死寂。叶琉璃伸出舌尖，慢条斯理地舔舐着一柄淬毒的匕首。她今天穿了一件更为大胆的血色长裙，高开叉的设计让她那双长腿若隐若现。她斜睨着崩溃的宫叔指，我说，宫叔家的小呆子，你的那些破铜烂铁是不是终于短路了？随即他又转向另一边闭目凝思的苏慕晴，语气不耐烦，还有你苏慕晴，这么久了连个鬼影都找不到，你那个号称能算进天机的脑子是生锈了吗？再找不到我可爱的小猎物，我可就要不高兴了哦。非洲内的温度骤降，苏慕晴看向一直闭目养神的林青竹，问道，青竹仙子，你的同心镜有没有感应？他那边一直都没有想到你吗？一直沉默的林青竹闻言睁开了眼，他依旧是一身白衣，气质清冷。此刻他怀中那面古朴的同心镜正散发着一缕微弱的光芒，那光芒指向南疆某个方向，却在不断摇曳。同心镜被一层无形的壁垒阻隔，无法穿透，他藏起来了。林青竹的声音悠悠传来在一个法则难以触及的地方。苏慕晴闻言睁开了眼睛，一个能屏蔽天机演算和因果追溯的法则盲区，有意思。苏慕晴站起身，走到巨大的玄光地图前，俯瞰着整个南疆的版图。看来我们之前的搜寻方式需要升级一下了。林峰一边在林子里穿行，一边拿出了一张从百花谷顺来的南疆兽皮地图。林峰蹲在一棵古树下，开始分析自己眼下的处境。南疆，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拉着。五仙教的地盘，妖皇殿的势力范围。我文若愚是五仙教大祭司的贵客，是妖皇殿圣女的导师。回去等于给两边的大佬表演一个左右为难，当场去世。自投罗网，傻子才干。手指挪动，滑向东方。东玄域，寻夫复仇联盟的大本营，我的4个债主全在那儿等着呢。林青竹的剑，叶琉璃的毒，苏慕晴的脑子，宫叔指的破铜烂铁。回去就是顶级豪华套餐4v1，神仙来了都得被抬走。Pass。 下一个。林峰的手指又扫过地图上标注的西漠和北韩。鸟不拉屎，妖兽遍地。我这练气器1重的小身板去了都不够妖兽塞牙缝的，送外卖也不是这么个送法。林峰的眉头紧锁，分析了一圈，发现天大地大，竟无他林峰容身之处。就在这时，林峰的手指定格在了地图上一个被各种势力范围夹在中间的角落，一个特殊的区域，南疆与中天神州交界处的一座孤城，浮云城。正道弟子，魔道妖人，南疆妖族，各路散修，投机商贾，鱼龙混杂，在此汇聚。秩序混乱，但也意味着机会。林峰的眼睛噌的一下就亮了。卧槽，这不就是新手村外的第一个主城吗？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鱼龙混杂才好摸鱼啊！而且离中州近，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老子提桶跑路也方便。就这里了。林峰一拍大腿，
感觉自己那无处安放的职业生涯瞬间就有了清晰的规划。这浮云城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龙兴之地，三教九流不就是市场吗？正道弟子有情感困惑，魔道妖女需要情感慰藉，散修大哥们更是情感生活的重灾区。商机，天大的商机啊！等老子站稳脚跟，必须把情缘一线牵开个分店，不是旗舰店。到时候左手情感咨询，右手心理按摩，骗不是赚他个盆满钵满。林峰越想越兴奋，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他立刻从怀里掏出女王赠送的那枚脸息玉佩，挂在脖子上，一股清凉的气息瞬间包裹住他。那惊世骇俗的炼气七一重修为和他那帅的人神共愤的脸瞬间都被压了下去。此刻的林峰变成了一个面色蜡黄，眼神有些呆滞，看上去就营养不良的普通赶路人。完美，这气质走在路上狗都懒得看他第二眼。林峰收好地图，辨认了一下方向，朝着自己未来的商业帝国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南疆上空那艘巨大的非洲之内，苏慕晴的声音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既然我们无法追踪他这个人，那我们就追踪混乱本身。此言一出，原本失魂落魄抱着膝盖蹲在角落画圈圈的宫书纸抬起了头，而斜倚在软榻之上百无聊赖的叶琉璃动作也微微一顿。苏慕晴转过身扫过众人，你们还没发现吗？他不是一个点，他是一个事件，他是一个天生的混乱制造者。他所到之处，秩序必将崩坏，理智必将燃烧。他本身就是一场行走的灾难，他本人就是一个移动的信息起点。我们无法直接观测他，但可以观测他所到之处被严重干扰的因果与秩序。公叔指，苏慕晴看向双眼布满血丝的眼睛，我需要你立刻马上打造一件全新的法宝。他不追踪能量，不追踪因果，甚至不追踪生命体，他只追踪两样东西：异常的情感波动和秩序的崩坏点。只要哪里发生了大规模的不合常理的剧烈的情感纠葛和认知颠覆，那里就是他出现的地方。苏慕晴的话音刚落，咯咯咯，一阵银铃般的娇笑声突兀地响起，叶琉璃笑得花枝乱颤，血色长裙下的风光愈发惊心动魄。追踪混乱，追踪情感，叶琉璃的声音甜得发腻，却让人不寒而栗。也就是说，只要我可爱的小猎物又去骗哪个不长眼的蠢女人，为她哭，为她疯，为她闹得天翻地覆，我就能找到她了。呵呵呵，有意思，真是有意思，这可比直接抓住她把她做成我的收藏品有趣10000倍呢。另一边，公叔只浑身一震，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斗志，绝望和颓废一扫而空。追踪情感，追踪混乱，对，就是这样。公叔指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蹦了起来，冲到自己的工作台前，抓起一张空白图纸和笔。情感共振，认知扭曲，信息的急剧增加，我可以建立一个模型，捕捉这种波动的峰值。好，这个思路太好了，苏慕晴，你真是个天才。给我10天，不，7天，我一定给你造一个全新的法器出来。公叔指手中的笔在图纸上飞快移动，嘴里念念有词，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叫他修罗场探测仪。就在舱内气氛变得狂热之时，一直闭目静坐的林青竹缓缓睁开了双眼。听完苏慕晴的理论，林青竹所有的焦躁不安的情绪尽数褪去。很好，林青竹清冷的声音响起，这一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历经了半个多月的风餐露宿，林峰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浮云城。这座城建立在一片悬浮于云海的巨大山峰之上，数十座山峰被粗壮的铁索桥连接，无数飞行法器在山峰与桥梁间穿梭。城里的建筑更是五花八门，有东玄玉的飞檐楼阁，有西漠的巨石堡垒，还有南疆的藤蔓吊脚楼胡乱地挂在峭壁上，人来人往，喧嚣无比。林峰站在铁索桥头，吸了一口不新鲜的空气。嗨，好家伙，修仙界的重庆森林啊！这地形，这氛围，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犯罪天堂。林峰用百花谷女王给的上品灵石，在浮云城地势最低最乱的下沉区租下一个破旧的小店面。店面不大，只有一个柜台和一间小小的里屋。林峰花了一整天把里里外外打扫干净，然后从储物袋里郑重其事地取出一块熟悉的木牌，挂在了门楣之上。木牌上刻着5个大字：情缘一线牵。与此同时，南疆一处地下溶洞中，滴答滴答，水珠从钟乳石上滴落，砸在水洼里，发出回响。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夜宵被捆在石柱上，
他浑身浴血，气息萎靡。在他的面前站着两人，一个是身着白金宫装，眉心虎火印记疯狂闪烁的狐仙儿，他那张脸上面若冰霜；另一个则全身笼罩在黑袍与青铜面具之下，正是五仙教大祭司。说，狐仙儿的声音在溶洞里回响。为什么要对文先生动手？叶萧抬起头，露出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发出呵呵的怪笑。嗨嗨，想知道？晚了，他不过是某位大能的容器罢了，一个完美的道种容器。杀了本座，你们永远也别想知道幕后之人是谁。哈哈！狐仙儿双眼赤红，容器，本宫不管你背后是谁，敢动本宫的导师，你和你背后的人都得死。话音未落，妖力轰然爆发，化作一只利爪，就要将叶萧的脑袋捏碎。住手！大祭司的声音响起，一道黑气挡住了狐仙儿的攻击。他还有用？狐仙儿猛地转头，怒视着大祭司：本宫现在就要他死！大祭司毫不退让：本座要他活！你！狐仙儿气得浑身发抖。大祭司伸出一根手指，指向叶萧的心口。他不是关键，但他的神魂沾染了他的气息。本座可以用他的魂点一盏寻踪灯。狐仙儿怔住了，他脸上的狂怒褪去，转为希冀。你能找到先生？大祭司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动手。他口中念诵起古老的咒文，无数细小的金色蛊虫从他的袖袍中飞出，瞬间将叶萧包裹。叶萧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迅速干瘪下去，最终只剩下一缕微弱的魂火被大祭司托在掌心。魂火之上隐约浮现出文若愚三个字。大祭司屈指一弹，一滴黑血滴入魂火之中，噗！魂火燃烧，文若愚三个字轰然破碎。紧接着，两个全新的字体重新凝聚成型。林峰，林峰。狐仙儿喃喃念出这个名字。原来文先生原名叫林峰吗？是了，这才是先生的真名。文若愚不过是他在尘世行走，点化我等的名字罢了。下一秒，魂火轻轻一颤，并未熄灭。他还活着。大祭司开口。狐仙儿呼吸一滞，随即急促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先生，先生还活着。大祭司看着掌心那缕指向某个方向的魂火，空灵的声音竟也有些激动。找到他。阿 T， 浮云城下城区。林峰打了个喷嚏，揉了揉鼻子。妈的，谁在念叨老子？该不会是那几个债主吧？不至于吧，老子都跑这么远了。林峰看着空无一人的街道，和自己那块崭新的情缘一线牵招牌愁得唉声叹气。开业第一天，无人问津；第二天，依旧如此，连个问路的都没有。富婆给的零食在付了3个月的房租后，已经所剩无几。再这么下去，下一顿的屁股单都买不起了。出师未捷身先死，我堂堂情圣，难道要饿死在浮云城？这剧本不对啊！就在这时，隔壁那个卖劣质福禄的猥琐老头，叼着根草根，斜靠在门框上，冲林峰嘿嘿直笑。哟，小子，你这铺子是卖姻缘的？我看是卖寂寞的吧？哈哈，都2天了，连个鬼影都没飘进来过。怎么样，要不要考虑转行来我这学画符，保你3天饿9顿，体验人生真谛？林峰抬起眼皮瞥了那老头一眼。我靠，你这老登瞧不起谁呢？等老子发了，第一个收购你这破福禄摊，让你天天给我画清心咒，画到手抽筋。林峰内心疯狂吐槽，脸上却挂着看透事情的职业微笑。老头，林峰慢悠悠地开口，看您印堂发黑，眼窝深陷，桃花煞都快凝成实质了，想必是年轻时风流债欠了太多，至今孤苦无依吧。我这生意您用不上也看不懂，正常。毕竟林峰顿了顿，笑容愈发高深，不是谁都有资格为自己的下半身和下半生幸福买单的。你猥琐老头被戳到痛处，指着林峰气得浑身发抖，一张老脸涨成了猪肝色，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林峰懒得再理他，骂人也要讲究专业对口，口舌之力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林峰摸了摸自己干瘪的储物袋，又摸了摸咕咕叫的肚子。不行，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须主动出击，去鱼塘里捞鱼。这几天他听说这浮云城里有个最大的销金窟，叫做风声酒馆，那里三教九流汇聚，是是非最多的地方。有是非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情感纠葛，有情感纠葛，那他妈不就是商机吗？林峰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仪容仪表，用脸析玉佩将自己本就平平无奇的气质压得更像一个路人甲。风声酒馆，我来了。风声酒馆，
酒馆里吵得要命，空气里全是灵脉果汁和汗水的味道。一个东玄玉修士和挂满法器的西莫壮汉在掰手腕，木桌被压得嘎吱作响。角落里，几个南疆打扮的妖族女子咯咯直笑。冲路过的男修抛着媚眼，还有几个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钻出来的魔修，缩在角落里，笑声跟夜宵似的，听着就让人菊花一紧。林峰端着一杯最便宜的灵脉果汁，找了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这里能将整个酒馆的动静尽收眼底，同时又不容易被别人注意到，完美，简直是顶级老六的 VIP 专座。好家伙，这地方的能量场比我老家菜市场的都乱，妖气、魔气、灵气、鬼气还有脚气，简直是群魔乱舞。林峰抿了一口灵脉果汁，差点没当场吐出来。我操，这兑了水的马尿吧？就这还敢收我3块下品灵石？奸商，心太黑了。林峰一边在心里疯狂吐槽，一边竖起了耳朵，捕捉着周围有价值的信息。不远处，一桌膀大腰圆的佣兵正在吹牛波。听说了吗？南疆那边最近出了个天大的事。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大汉压低了声音。什么事？妖皇殿和五仙教又干起来了。何止是干起来了，听说是为了一个男人。噗！林峰刚咽下去的一口马尿差点喷对面墙上去，他强行忍住，脸上维持着呆滞，耳朵却竖得更高了。只听那络腮胡继续道：据说啊，那个男人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儒雅学者，叫什么文若愚。结果妖皇殿的圣女和五仙教的大祭司都为他吃，为他狂，为他哐哐撞大墙。我听到的版本不是这样。旁边一个修士反驳道：我二舅的邻居的侄子就在万古窟当差，他说那个文若愚根本不是什么学者，而是东玄玉派来的顶级卧底。他一个人用3寸不烂之舌就把整个南疆搅得天翻地覆。据说东玄玉那边还有4个天仙级别的仙子正满世界追杀他呢，说是负心汉，要抓回去进猪笼。放屁！另一个桌子上，几个南疆打扮的妖族女子咯咯娇笑起来，其中一个狐族女子媚眼如丝。你们懂什么？文先生乃是天降的圣人，是来点化我等妖族的。他一眼就看穿了我们妖族血脉的桎梏。我家圣女殿下已经昭告全族，谁能提供文先生的线索，赏万年灵药1株。我听说的更离谱，说那人其实是上古大能转世，游戏人间。他有3个身份：林峰、文若愚、夜宵，每一个都搅动天下风云。林、文若愚、风面无表情地坐在角落里。我操，这谣言的离谱程度，已经开始追寻宇宙的起源了是吗？还他妈东玄玉4大天仙下，南疆逼婚，我怎么不知道？还有那个上古大能转世，这个剧本我熟。上回那个叫夜宵的黑心仔，就是被我这么忽悠瘸的。林峰听得满头黑线，冷汗都快下来了。他感觉自己不是在听八卦，是在听自己的追悼会，而且还是全球直播带弹幕的那种。谣言太可怕了，我明明只是想买个800万灵石的海景洞府，怎么就他妈成了引发两域战争、被仙魔妖3界通缉的绝世渣男了？这世界终究是颠成了他看不懂的样子。就在林峰准备赶紧溜之大吉的时候，一个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个年轻人，独自一人坐在最阴暗的角落。那人面容俊秀，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背后那对残破的翅膀，白色的羽翼暗淡无光，好几处羽毛折断脱落。周围人对他指指点点，充满了嘲弄。看，那个羽人族的废物又来了。嘘，小声点，他听得见。听见又能如何？一个血脉不纯的杂种，连飞都飞不稳，还不是被他们族里赶出来了？就是，听说他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跑去追求他们羽人族的圣女云石仙子，被人打断了翅膀丢出来的，笑死个人。啧啧，真是可怜，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那些议论让他死死攥着酒杯，他低着头默默承受着一切，没人能看清他的表情。卧槽，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完美客户啊！林峰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这已经不是鱼了，这他妈是浑身写满了快来骗我4个大字的顶级金龙鱼啊！这种有强烈情感诉求、被社会鄙视、内心憋着一口气的年轻人，不正是他情缘一线牵业务最精准的受众群体吗？干了，这一单必须拿下。林峰端起那杯难喝的灵脉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走向角落。林峰没有直接走向那个羽人青年，那样太刻意掉价。林峰只是路过，在青年身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整个酒馆依旧喧嚣，唯独这一方小小的角落安静的有些诡异。青年似乎感觉到了身边有人，身体微微一僵，但没有抬头。林峰也没有说话，他伸出一根手指，
蘸了蘸桌上刚才洒出的酒水，然后用那根湿润的指尖，在布满灰尘和酒渍的桌案上轻轻地写下一行字，字迹很潦草，被昏暗的灯光一晃，若隐若现。情缘一线牵，下城区西三街尽头。写完，林峰站起身，将3枚下品灵石放在吧台上，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深藏功与名，鱼儿已经放下去了，上不上钩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年轻人。林峰走出酒馆，重新汇入下城区混乱的人流，脸上的呆滞表情消失不见，露出职业假笑。而酒馆内，那个羽人青年终于缓缓抬起了头，他盯着桌案上那行慢慢风干的酒字，情缘一线牵，这是什么？某种功法？某个神秘组织？还是一个骗局？他犹豫了，一个藏头露尾的家伙，在桌上留下几个故弄玄虚的字，多半又是一个想从自己这个废物身上骗走最后几块灵石的骗子吧。可当他的视线再次扫过周围那些嘲弄的嘴脸时，眼中的绝望渐渐被疯狂取代。既然已经一无所有了，还有什么是不能赌的呢？第二天一早，浮云城下城区西三街尽头，林峰那间破旧的小店在开了3天的张之后，终于迎来了第一缕曙光。吱呀，那扇被林峰擦得勉强能看出木头的门被一只颤抖的手推开，一个身影逆着光走了进来。是昨天在风声酒馆角落里那个独自饮酒的羽人族青年。他换了一身干净的粗布衣，但依旧掩盖不住那股落魄与颓唐。身后是一对残破的翅膀，灰白的羽毛折断脱落，收拢在背后。林峰抬起眼皮瞥了他一眼，然后继续低头擦拭着柜台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污点，脸上是职业性的平静。卧槽，鱼儿上钩了！来了来了，老子的套餐终于有人来体验了。冷静，林峰，冷静。你是谁？你是情感大师，你是人生导师，你要拿捏住。高冷，逼格，懂。林峰的内心已经乐开了花，脸上却毫无波澜。青年在门口站了许久，似乎在犹豫。店里安静的只剩下他有些急促的呼吸声。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走到柜台前。我叫风辞，我看到你在酒馆桌上留下的字。林峰嗯了一声，总算把头抬了起来，上下打量风辞。啧，瞧这 emo 的气质，这破碎感，这低到尘埃里的自卑，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完美客户啊！这一单要是拿不下，我林峰当场把这块情缘一线牵的招牌给吃了。林峰内心疯狂打 call， 表面上却只是吐出3个字：做。说吧。林峰的声音很平静。你的情缘出了什么问题？风辞张了张嘴，却不知从何说起。他的人生就是一团乱麻。我爱慕一个人。他鼓起所有的勇气，终于说出了第一句话。她是我们羽人族的圣女云诗仙子。说完这句话，他整个人都像是被抽干了力气，头垂得更低了。一个是血脉稀薄、翅膀残缺、被族群抛弃的废物，一个是高高在上、血脉纯净、被万众敬仰的圣女。云霓之别。林峰十指交叉，撑着下巴，静静地听着。小时候，我因为翅膀无法正常飞行，被族里的孩子欺负，他们把我的羽毛，把我从悬崖上推下去。风辞的声音颤抖，陷入了久远的回忆。我摔断了腿，躺在山谷里，以为自己就要死了。是云诗仙子路过，发现了我。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嘲笑我，他给了我一颗丹药，还用手帕为我擦掉了脸上的泥污。他对我说，翅膀的大小决定不了飞翔的高度，心之所向才是真正的天空。风辞抬起头，那双暗淡的眸子里第一次有了光。从那天起，云诗就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哦豁，经典美强惨爱上白月光。好家伙，这不就是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4季的修仙版吗？剧本不错，有狗血，有冲突，有情感基础，我喜欢。林峰在心里默默点评，脸上的表情却愈发高深莫测。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得到他？风辞闻言苦涩地摇了摇头。不，我不敢奢求，我只想能有机会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亲口对他说一声谢谢。我只想让他知道，他当年随手救下的那个小废物没有放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在最阴暗的角落里像个肮脏的老鼠一样偷偷仰望他。说到最后，风辞的声音已经哽咽，这是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情感大师林峰轻轻点了点头，时机差不多了。他伸出一根手指，在柜台上轻轻敲了敲。我的收费很高，一句话
让风慈的脸唰的一下涨红，窘迫的无地自容。我没有零食，我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风慈的声音越来越小。是啊，他凭什么呢？一个连饭都快吃不起的废物，凭什么来谈论那遥不可及的感情？就在风慈准备起身，狼狈逃离这个让他再次认清现实的地方时，林峰的声音响起：零食是这世上最廉价的货币，它能买来法宝丹药，却买不来一颗真心，更买不来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风慈猛地顿住脚步，愕然回头。林峰看向风慈背后那对残破的翅膀，有时候最珍贵的报酬，恰恰是你自己最想抛弃的东西。风慈浑身一震，他瞬间明白了林峰的意思。风慈看向自己背后这对带给他无尽屈辱与痛苦的翅膀。对啊，我还有这个，还有这对恨不得亲手撕碎的翅膀。风慈重新冲回柜台前，神色激动，甚至有些癫狂。我愿意用我这对翅膀，行吗？他临死指着自己的后背吼道，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它虽然残破，无法让我高飞，但它却是我们羽人族真正的翅膀。只要有大能者出手炼化，它就能成为一件真正的飞行法宝。我把它当作报酬。我操，飞行法宝啊，这可是能跑路的硬通货，比我那800万灵石的海景洞府实用多了。有了这玩意儿，万一哪天东窗事发，被那4个仙子堵门，老子直接一飞冲天，逃之夭夭，生存率直接拉满。林峰的心脏砰砰狂跳，肾上腺素飙升，几乎要当场跳起来，抱着风慈的大腿喊老板大气了。但是林峰忍住了，作为一个专业的情感大师，必须维持人设。林峰身体向后一靠，指尖在柜面上轻轻敲击，半晌才开口：羽人族的圣女，云师仙子。这个目标的难度极高，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情感咨询了，这牵扯到一个大族群的颜面和规则，风险很大。而你的报酬，说实话，一对残破的翅膀，价值有待商榷。风慈的心随着林峰的话一点点沉了下去，眼中的疯狂也渐渐被哀求取代。扑通，风慈双膝一软，直直地跪在了林峰面前。先生，求您帮我，只要能让我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一次，我风慈下辈子给您当牛做马。卧槽，别啊兄弟，使不得，我这小店不兴下跪这一套，快起来，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一样，我这是商业谈判，商业谈判你懂吗？林峰心里一惊，人却已经起身，绕出柜台，伸手将风慈扶起。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的膝盖应该跪天跪地跪父母，而不是跪我一个生意人。他拍了拍风慈的肩膀，叹了口气，也罢，看在你痴情的份上，这单我接了。话音落下，林峰食指上的戒指界面一热，成了，终于他妈的续上费了。羽人族圣女是吧？行，开工。这该死的安全感。林峰压下心里的狂喜，继续维持着高人风范。林峰扶着风慈的肩膀，声音沉稳，起来吧，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一无所有的废物，你是我的客户。风慈被林峰扶起，呆呆地看着这个神秘的店主。客户这个词让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被施舍的可怜虫。先生，好，我这就去把翅膀给您。风慈说着就要转身去想办法把自己后背上的翅膀给卸下来。等等，林峰叫住了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急什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连你口中那位圣女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开工？开玩笑，货都没摸清楚，怎么给你定制套餐？我这是高端情感定制服务，不是路边摊算命，讲究的是一个专业。风慈这才反应过来，有些不好意思地坐下。先生说的是。他定了定神，开始描述那个身影。圣女大人，她是羽人族数万年来血脉最纯净、天赋最高的一位，她叫云师。一提到这个名字，风慈原本佝偻的背脊下意识地挺直了一些。她长得很美，很美。风慈努力寻找着合适的词语。她的气质清冷，干净的不染一丝尘埃。她的眼睛是淡琉璃色的，看人的时候，总让人感觉她看的不是你，而是你身后的万丈红尘，芸芸众生。她的腰很细，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长袍，风一吹，袍袖飘动，人却站得笔直。啧啧，淡琉璃色的眼睛，清冷仙子，这形容文艺范拉满了啊，兄弟。不过听起来怎么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林峰心里快速给目标打上标签，嘴上继续引导。性格呢？爱好是什么？风慈的神色又暗淡了下去，苦涩地摇了摇头。圣女大人她清心寡欲，对世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她几乎不与人交流，
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待在浮云城最高处的观星台上静修。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敢去打扰他。风辞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因为圣女大人她觉醒了我们羽人族传说中的血脉天赋。未来世，未来世。林峰的手指一顿，我操，什么玩意儿？未来世？什么姿势？风辞没看到林峰的异样，继续用梦一般的语气解释。他能看到即将发生的片段，任何对他不利的，或是有着强烈意图想要接近他的人和事，他都能提前预知，并且完美避开。轰！林峰脸上的笑意第一次僵住了。我操！带预言功能的反外挂系统，这他妈还怎么玩？老子这边刚选好英雄，换好皮肤，准备进场秀操作，结果人家那边直接开了全图挂，还能预判我下一步要去哪里插眼。我伪装成风辞的样子去接近他，他不是一眼就能从剧本里看到他接下来的人生根本没有风辞这个角色吗？任何刻意的安排，任何精妙的布局，任何无懈可击的伪装，在能看到下一步的对手面前都成了透明的。他直接看最终结果，自己还在琢磨第一步怎么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的战斗。完了完了，BBQ 了，这单子要砸手里了，我那能跑路的飞行法宝要泡汤了。林峰甚至已经开始盘算怎么把风辞忽悠瘸了，然后卷款跑路。但下一秒，一股更强烈的念头冲进林峰的脑子，挑战，前所未有的挑战，有意思，太他妈有意思了。反外挂系统是吧？行啊，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从物理层面让你服务器都跟着我一起出 bug。 林峰好看的眉头逐渐舒展，他看着风辞，语气平静，一个能看到别人下一步棋怎么走的人。林峰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着，那他的人生岂不是很无趣？风辞愣住了，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在他的认知里，未来世是神明般的恩赐，是至高无上的天赋，怎么会和无趣联系在一起？林峰没有理会他的错愕，自顾自的分析。你看过的话还会觉得惊艳吗？你听过的曲还会觉得动人吗？你那什么之后还会渴望吗？你知道了所有故事的结局，还会为过程中的跌宕起伏而心潮澎湃吗？林峰的每一句话都让风辞的身体颤抖一下。是啊，一个能看到一切结局的人，他看什么都像是一部早已知道剧情的重播电影，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更没有期待。他的人生就是一本被提前写好了结局的枯燥乏味的书。所以林峰的眼中闪着金光，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清冷，不是孤高，而是被注定的命运彻底剥夺了身为一个人最基本也最珍贵的权利，那就是对未知的向往。风辞彻底呆住了，他张着嘴，感觉自己过去20多年对圣女的认知，在这一刻被眼前这个男人轻描淡写地彻底颠覆了。原来圣女大人那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之下，藏着的是这样深不见底的空虚与痛苦吗？林峰看着风辞的样子，满意的点了点头。铺垫已经够了。他身体微微前倾，一字一句清晰的说道。所以风辞，你听好了，我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让他爱上你。风辞茫然的抬起头，那是什么？林峰笑了，是让他的预言出错。我们要做的不是走进他的剧本，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配角，而是要当着他的面把他手里那份写满了结局的剧本撕个粉碎。风辞脑子嗡一声，撕碎圣女的剧本，这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吧？没错，就是要这种效果。你以为你是命运的蠢儿，能看穿一切？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来自异世界的降维打击。你有全图挂，老子就给你来个服务器大爆炸，让你的地图直接变乱码。林峰心中狂笑，表面上只是拍了拍风辞的肩膀。要颠覆一个人的认知，就要先摧毁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把你的衣服脱了。啊！风辞又懵了，怎么说着说着就要脱衣服了？这展开是不是太快了点？快点！林峰催促，开工了，别磨磨蹭蹭的。风辞虽然不解，但还是手忙脚乱地脱下了自己那件破旧的粗布上衣。林峰伸出食指，指尖上那枚戒指亮起微光。下一秒，林峰的身形在风辞面前开始变化，身高肩宽都向着风辞的模样靠拢，那张帅脸也开始扭曲重塑，很快就变得和风辞一般无二。最让风辞震惊的是林峰的背后，一对翅膀凭空生出，那不是华丽的羽翼，而是一对和他自己一模一样的翅膀，连翅膀根部那道陈年伤疤都复刻的一模一样。这，风辞指着林峰，已经说不出话来。林峰活动了一下身体，
感受着背后那对挂件。我操，这翅膀原来是这么个用法吗？感觉跟背了个大号的鸡毛掸子似的，走路都碍事。他学着风辞的样子，佝偻着背，眼神暗淡。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你就待在这里，哪儿也别去。说完，林峰推开门，走进了浮云城下城区混乱的人潮之中，只留下风辞呆呆地站在原地。浮云城下城区飞沙赌场，开，啪啪啪，大，我丫小妈的，再不大老子裤衩子都要输没了。一个穿着破旧粗布衣，身后拖着一对残破翅膀的青年挤到了最热闹的一张赌桌前，正是伪装成风辞的林峰。林峰面无表情地看着桌上的头骨，他没有急着下注，只是静静地看着，看荷官摇头子的手法，看赌徒们癫狂的表情，看他们下注的习惯。这帮赌狗赢了想赢更多，输了想回本，情绪上头，毫无逻辑可言。轮到他下注时，林峰的眼神在那位手法娴熟的荷官手腕上停留了 0.1 秒。这手势，这不是我上辈子看过的那部老港片《赌神大战拉斯维加斯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里的经典签数吗？摇头子时，我只会根据中内骰子的最终点数朝向，朝内为小，向外为大。好家伙，修仙界也搞文艺复兴是吧？连套路都复刻的一模一样。林峰将身上仅有的几块零食毫不犹豫地推到了大上，周围人看他那副穷酸样，都露出不屑的笑容。哟，这不是羽人族的那个废物吗？怎么翅膀飞不起来，想来这儿发笔横财？哈哈，就他那点零食够干嘛的？塞牙缝都不够。荷官轻蔑地看了林峰一眼，掀开头骨，665 17点大。整个赌场安静了一瞬，所有人都看向林峰，眼神里充满了不可思议。林峰依旧面无表情，仿佛赢钱的是别人。他默默地将赢来的零食收拢，然后再下一把，再次全部压上。压小，开，1、2、3 6点小，压大，开，5、5、4 14点大。一连7、8把，林峰把赌中。他面前的零食从几块变成了一小堆，周围的赌徒看他的眼神从不屑变成了震惊，再到狂热。我靠，是赌神啊！兄弟，下一把压什么？带我啊！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大杀四方的时候，林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子都掉出来的举动，他将赢来的所有零食再一次全部推了出去。我的心，我的肝，我的脾肺肾，这他妈不是零食，这是我800万海景洞府的一砖一瓦。林峰心在滴血，但脸上的表情依旧是那副无所谓的表情。林峰缓缓起身，看也不看赌桌，转身就走。唉，兄弟，你还没说压大压小呢，别走啊！大神，荷官也愣住了，看着那堆零食。客官，您这住。林峰的脚步顿了一下，回去，快回去，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就说自己刚才腿抽筋了。对，就这么说。不，林峰，你要冷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可他妈的真的好心痛啊。林峰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不要了。等林峰走后，荷官打开头骨3个6，豹子通杀。那一小堆零食瞬间被庄家收走，刚才还喧闹的赌场死一般寂静，所有人都没看懂这个羽人族的废物到底在搞什么飞机。而已经走出赌场的林峰只是在心里想，剧本第1幕意外的横财，剧本第2幕横财滚蛋。云石仙子，你收到的未来预告片是不是只有第1幕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浮云之巅，观星台，冷风呼啸，云师静静地盘坐于高台之上，他身着月白色的长袍，一头银白色的长发垂下，那张脸清冷绝美，双眼紧闭，但琉璃色的眸子正倒映着无数流光溢彩的画面。那是未来的片段，是芸芸众生既定的命运轨迹，绝大部分都枯燥乏味，一成不变。他早已对这种感觉麻木，未来在他眼中没有秘密。忽然他的眉头蹙了一下，在无数命运丝线中，一条代表着绝望与沉寂的灰色丝线闪烁了一下，一个片段在他脑海中闪过。下城区的赌场，那个叫风辞的族人赢了一小笔钱，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云师并未在意。蝼蚁的命运就算偶尔捡到1粒米，也依旧是蝼蚁。可下一秒，那条刚刚亮起的丝线又瞬间暗淡了下去，比之前更加灰白。云师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他看到的结果是风慈会得到一笔横财，可为什么这个结果凭空消失了？还没等他想明白，另一段画面又挤入了他的视野。珍宝阁，那个叫风慈的族人正对着一件法宝唾沫横飞地和掌柜讨价还价，他的意图清晰无比，他要买下那件法宝，这是既定的未来。可就在下一秒，画面中的风慈却放弃了那件法宝，转而买下了一颗最廉价的引气丹。未来又错了，一次是意外，2次是巧合。当关于风慈这个人的未来片段接二连三地出现偏差，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时，云师终于睁开了眼，他淡琉璃色的眸子里写满了困惑的情绪。为什么我看到的命运正在被污染？这个风慈，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浮云城下城区，林峰继续着他的 bug 制造计划。今天的目的地不是赌场，而是一家叮当作响的铁匠铺。铺子里热浪滚滚，一个膀大腰圆的铁匠师傅正光着膀子抡着大锤。林峰走进去，在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兵器里翻找着，最后他拿起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反铁菜刀。剧本第3幕，声东击西。来吧，我的预言家小姐姐，摄像机已就位，灯光师准备，看看我这个影帝的表演。今天的课题是如何把一场买卖谈出惊心动魄的史诗感。林峰清了清嗓子，用风慈那略带着自卑的嗓音开口：老板，这刀怎么卖？铁匠瞥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背后那对残破的翅膀，一脸瞧不上。一块下品灵石，爱要不要？太贵了。林峰把菜刀往桌上一拍，你看这锈都快锈穿了，你管这叫兵器？这叫古董，还是快入土的那种。你看这人，我拿来切豆腐，豆腐都得给我弹回来，这叫刀吗？这叫铁片，8块凡人用的铜板，多一个子儿我扭头就走。接下来是长达半个时辰的极限拉扯。林峰从这把刀的材质喷到铁匠的手艺，又从铁匠铺的风水聊到浮云城最近的物价，唾沫横飞，据理力争。铁匠老板都被他给说懵了，脑门上全是汗。行行行，怕了你了，8个铜板就8个铜板，拿走拿走，赶紧滚蛋。就在铁匠不耐烦地准备收钱时，林峰却突然松开了紧握着菜刀的手，一脸嫌弃地拍了拍手上的铁锈，然后指向墙角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算了，看来看去还是这块磨刀石顺眼点。这个8个铜板卖不卖？铁匠他感觉自己的智商被按在地上来回摩擦了不下10遍。最终林峰心满意足地揣着那块破石头，在铁匠杀人般的目光中潇洒离去。嘿嘿，预判了你的预判，你以为你在第5层看戏，实际上我在大气层给你剪预告片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浮云之巅，观星台，冷风呼啸，云诗月白色的长袍被吹得猎猎作响，及腰的银发随风舞动。此刻他的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关于风慈的未来已经不是出现偏差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戏耍。他的未来是告诉他，那个叫风慈的族人会为了那把破菜刀和铁匠纠缠不休，并最终买下他。这是他看到的既定的画面。可结果呢？画面一转，那个家伙居然买了一块屁用没有的磨刀石。他的预言与现实完全相悖。为什么？云师喃喃自语，他感觉自己的未来是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污染，甚至嘲弄。林峰并没有给云师太多思考的时间，他马不停蹄地赶往了下一个片场，城中最有名的一线天面馆。根据风慈的情报，这家面馆的老板娘今天会遭遇一件伤心事，她那个调皮捣蛋的儿子会不小心打碎她婆家传下来的传家宝玉碗。在云师的预见中，这个画面同样清晰。好了，同学们，划重点了啊！前面的操作都只是改变自身行为轨迹，属于入门级别。接下来是进阶课程，如何肆无忌惮地干涉他人命运。这一波要是成功了，我估计这位圣女小姐姐的世界观会塌得比我还快。林峰走进面馆，找了个角落坐下，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正悄悄地朝着柜台后面那个摆着玉碗的架子挪动。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熊孩子的手即将碰到玉碗的前一秒，林峰哎呦一声从椅子上站起来，身体不小心一晃，正好撞在了小男孩的身上。小孩一屁股墩儿坐在了地上，哇哇大哭起来，而那只价值连城的玉碗安然无恙。哎呀，真是对不住，对不住！林峰连忙上前把小孩扶起来，一边拍着他身上的灰，一边冲着闻声赶来的老板娘连连道歉。老板娘看到自家完好无损的传家宝，哪里还会怪他，对他简直是千恩万谢，还非要免费请他吃一碗店里最贵的招牌牛肉面。
片刻后，林峰坐在桌边，心安理得地吃着免费的午餐，一脸无辜。而观星台上，云湿但琉璃色的眸子睁大，这一次不再是困惑，不再是混乱，而是一种从心底深处升起的悚然。他不仅仅是在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还在肆意地干涉别人的命运。在他的干预下，那个孩子没有犯错，老板娘没有伤心，玉碗没有破碎，一个本该发生的未来被他轻而易举地抹去了。这在他的认知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神明才能拥有的力量。风慈，这个在他眼中原本和尘埃无异的族人，此刻变成了一个无法被观测、无法被理解的变数，彻底笼罩了他的世界。与此同时，远在南疆上空的非洲之内，苏慕晴、叶琉璃、林青竹还有宫书纸4人围坐，气氛压抑。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的宫书纸正盯着面前一个造型复杂的罗盘，罗盘上有无数根长短不一的指针，代表着各种能量、法则、情绪的波动，可它们都静止不动。突然，嗡！罗盘最中心一根金石指针猛地发出了剧烈的风鸣，指针疯狂地颤抖起来，摇摇地指向了一个方向。有反应了！宫书纸猛地跳了起来，他指着那根指针，声音都在发抖。不是能量波动，是认知波动，一种高级的认知正在被外力强行扭曲。苏慕晴的视线落在了罗盘所指的方向，浮云城。他果然最喜欢往混乱的地方钻。叶琉璃舔了舔鲜红的嘴唇，病态地笑了起来。我的小猎物又在玩什么新花样了？真是让人越来越期待了呢。一直闭目静坐的林青竹缓缓睁开了双眼，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刺骨的寒意。苏慕晴站起身，走到船舷边，俯瞰着下方飞速掠过的山川，全速前进。这一次，一直沉默的林青竹吐出了几个字：看你还往哪里跑。林峰推开破木门，回到店里。风慈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狂热与崇拜。我操，这小眼神怎么跟我上辈子追星的小表妹一模一样？哥只是个传说，别太迷恋哥。这都是基本操作，常规扑爱教学又开课了，都坐下，别激动。林峰反手关上门，走到风慈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坐下。风慈的身体在轻微颤抖，嘴唇蠕动了半天，才挤出2个字：先生，感觉如何？林峰问。我感觉，风慈的呼吸有些急促。我感觉我以前20多年都白活了。原来命运是可以被戏耍的。林峰摇了摇头，伸出一根手指。不是戏耍。风慈立刻安静下来，竖起耳朵。风慈，你记住，命运从来都不是一本写好了结局、装订成册的精装剧本。林峰导师上线，开始了他的洗脑。未来只是一本草稿，上面涂涂改改，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真正强大的人，不是那些仗着自己能提前翻到最后一页就沾沾自喜的人。林峰的视线穿透了风词，落在了更遥远的地方，而是那些有勇气拿起笔亲手划掉不满意的段落，写下自己想要结局的真正强者。轰！这番话砸进风词的脑子里，比他经历的一切都更具冲击力。他那双残破的翅膀不自觉地张开，心脏剧烈跳动起来。是啊，凭什么圣女大人就能看到草稿，而我只能是书里一个无足轻重的标点符号？我也要当强者，我也要写下我自己的故事。看着风词的反应，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搞定，思想工作已到位，明天可以继续出去浪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林峰像往常一样推开了小店的门，准备继续他的 bug 制造大业。然而他刚踏出门口一步，脚步就顿住了。清晨的薄雾中，一道身影静静地立在巷口，他就那么站着，却成了整个世界的中心。一身月白色的长袍，没有一丝褶皱。清晨的微风拂过，吹动了他垂至腰际的银白长发，但那身长袍的裙摆却纹丝不动。长袍的剪裁考究，明明宽松，却勾勒出女子纤细的腰肢以及挺拔孤傲的曲线。她没有佩戴任何饰品，却比任何珠光宝气都更耀眼。羽人族圣女云诗。林峰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卧槽！卧槽！卧槽！这么快？说曹操就到啊？不对，这他妈是 boss 亲自下场来抓 bug 了。我这 KPI 才刚开始刷，大老板就来巡视了，要不要这么卷啊？就在林峰内心疯狂刷屏的时候，巷口的那道身影缓缓抬起了头。云诗的脸很干净，干净到没有任何情绪，没有喜悦，没有愤怒，也没有好奇。他只是在看你冰冷且漠然。风词，他的声音清冽，敲打在清晨的空气里。你
很不对劲。来了。林峰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这是风慈的本能反应。他学着风慈的样子，慌乱地低下头，不敢抬头，声音自卑：“圣女大人，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云师没有理会他的辩解，他缓步走来，步伐很轻，几乎听不见声音，但每一步都让林峰的心跳乱了一拍。稳住，稳住，林峰，你是影帝，你是专业的，拿出你骗狐仙的演技，拿出你忽悠花语的功力。别慌，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云师在林峰面前3步远处站定，一股清冽的雪莲幽香飘入林峰的鼻腔。我看到了。云师的声音依旧清冷。昨日在一线天面馆，你就下了王婶的玉碗。林峰的头埋得更低了，身体抖动起来。云师继续，但在那之前，我看到的注定是玉碗破碎，王婶心碎。他的脸微微凑近。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简直就是一道送命题。怎么回答？说我能预判你的预判，说我知道你看得到，所以故意跟你对着干，那不是直接自爆了？林峰的脑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运转，无数个方案在脑中闪过，又被一一否决。最终他选择了最笨也最有效的一种，装傻。只见风慈猛地抬起头，那张脸上写满了惊慌与无措，眼神茫然。我没有啊。林峰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只是看到那个孩子快要摔倒了，我怕他摔疼了，就扶了他一下。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圣女大人。说完，他扑通一声直接跪了下去，额头重重地磕在冰冷的青石板上。圣女大人明察。风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套动作，这番表演，完美的诠释了一个被吓破了胆、脑子一片空白的底层小人物形象。云师静静地看着跪在自己脚下瑟瑟发抖的风慈，看着他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更深的困惑从云师心底涌了出来。未来世从未出错过，命运的轨迹也从未被人为地如此轻易地抹去过。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巧合到他每一次的无心之举都精准地打在了他预言的7寸上？不可能。云师看着风慈那不停磕头的背影，心中的疑虑反而越来越重。这个被族群抛弃了20多年，连飞翔的勇气都丧失了的废物，他的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一个连他都看不透，连未来世都无法捕捉的秘密。这一刻，云师发现自己对风慈这个人的兴趣第一次超过了对命运本身的关注。他想知道，他想剖开这个人的灵魂，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东西。想到这里，云师的嘴角微不可察的向上扬起了一个极小的弧度。云师缓缓蹲下身，伸出白玉般的手指，轻轻挑起了风慈的下巴，迫使林峰抬起头与他对视。是吗？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云师的手指冰冷，触感细腻。林峰被迫抬起头，那张清冷的脸蛋在林峰眼前放大。完蛋，这个距离连他长长的睫毛都能数得清了。云师月白色的长袍领口用银线绣着繁复的云纹，随着他俯身的动作，布料紧紧贴合，勾勒出一道令人遐想的弧度。明明是一身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打扮，可偏偏又透着一股让人抓心挠肝的禁欲感。咚咚咚，林峰的心跳快了2拍。我操，这谁顶得住啊？救命！这大美女铁脸开大，我的血条要清空了。冷静，林峰，你是专业的，你是个没有感情的代撩机器，只要我不破防，破防的就是他。我真的不知道。林峰眼神躲闪，身体抖得和筛糠一样，声音里带着哭腔。圣女大人，求求您饶了风慈吧。风慈真的只是运气好。他这附耸到骨子里的窝囊样，让云师的眉头皱得更深。对，就是这个表情，继续用你看垃圾的眼神看着我。对付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宿命论者，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唯心主义打败唯心主义。老子不是破解了你的能力，老子本人就是个 bug， 一个行走的大意外。云师的脸沉了下去，他不信，一个字都不信。这世上没有这么多的巧合。云师体内的灵力运转，那双淡琉璃色的眸子里，无数玄奥的符文开始流转。未来世再一次全力催动，他要看穿眼前这个男人，看穿他下一秒会说什么话，会做什么动作，看穿他心里到底藏着什么鬼。然而就在云师的视线彻底锁定在林峰身上的那一刻，异变陡升。在云师的视野里，原本清晰的可能性瞬间紊乱。前一秒他还看到风慈跪在地上痛哭流涕，下一秒画面就变成了风慈站起来，
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紧接着，画面再次撕裂，无数个矛盾的、混乱的画面碎片涌入他的脑海。风慈在笑，风慈在哭，风慈变成了一头择人而噬的凶兽，风慈又化作一捧尘埃，随风消散。轰！云师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脑中的无数预言画面瞬间碎裂成无意义的乱码，让他一阵眩晕。云师的身体晃了一下，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挑着林峰下巴的手指也因为震惊而松开。我竟然看不透他。这个人的明天是一片无法被观测的，充满了矛盾的、混沌。为什么？云师失声喃喃道：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明天？这个问题比之前所有的预言出错都更让他感到恐惧。那是对未知的恐惧，是对失控的恐惧。来了，机会来了。林峰抓住了云师心神失守的这一瞬间，抬起头，他用一种无比迷茫天真的眼神看着脸色惨白的云师，小心翼翼地反问：圣女大人，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明天呢？看不见的明天不是才更值得期待吗？这句话从林峰口中说出是那么平淡，甚至还带着颤音，但落入云师的耳中却让他浑身一震。是啊，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明天呢？这是他成为圣女以来第一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质疑他未来世的意义。不等云师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林峰的补刀到了，他依旧维持着那副茫然无知的表情，挠了挠头。我好像听族里的老人们说过，很久以前您曾对一个快要放弃飞翔的小羽人说过。林峰的声音顿了顿，他模仿着风词记忆中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轻声说：心之所向才是真正的天空。那个，他抬起头，用那双清澈又愚蠢的眼睛望着呆立当场的云师。圣女大人，如果所有的一切早就被看清了，那我们努力飞翔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轰！云师彻底愣在原地，整个人一动不动，那双淡琉璃色的眸子里满是茫然。心之所向才是真正的天空，这句话是他说的，是他对那个翅膀残破、被所有人欺负、躲在角落里偷偷哭泣的小风词说的。那是他还未完全被未来世束缚时心中残存的一点天真。可现在，这个被他遗忘在角落里的自己，却被眼前这个风词血淋淋的重新刨了出来，当着他的面质问着现在的他。是啊，如果结局早已注定，那过程中的挣扎、奋斗、展翅高飞又有什么意义？他引以为傲的未来世，究竟是上天的恩赐，还是一个剥夺了他所有期待与惊喜的诅咒？云师的内心有些动摇，只觉得胸口一闷，那颗古井无波的心激烈跳动起来。他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风词，看着他那双依旧清澈愚蠢的眼睛，前所未有的荒谬感和恐惧感攥住了云师的心脏。他猛地转身，不再多说一个字，整个人化作一道仓皇的流光，冲天而起，狼狈地逃回了浮云之巅，只留下一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不敢再去细想的谜题。就在云师即将消失在巷口尽头时，他却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驱使着，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复杂到了极点。巷子里恢复了安静，林峰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脸上那副懦弱惊恐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林峰抬头望着那道流光消失的方向，吹了声口哨。是不是玩得有点太大了？一不小心把天仙给说破防了。小丫头片子心理防线也太低了吧，这下梁子怕是结大了啊。林峰摸了摸下巴，算了，不想了，头大， KPI 要紧 KPI 要紧。与此同时，遥远的南疆五仙教总坛，那座常年被墨绿色瘴气笼罩的神殿之内，一盏造型古朴的青铜灯正静静地悬浮着。灯芯的火焰并非寻常的橘黄，而是一种幽幽的青色，那是被秘法炼化后的神魂之火，正是用夜宵的神魂点燃的寻踪灯。突然，呼，那朵青色的火焰猛地向上窜起半米多高，火焰在空中扭曲凝固，最终清晰地勾勒出了2个古字：浮云。浮云城。黑袍之下，大祭司空灵的声音里难以掩饰的急切。找到了，那个变数在浮云城，先生在浮云城。一旁的狐仙儿听到这3个字，那双原本就因焦急而泛着血丝的凤眸瞬间点亮，他噌的一声站起，周身妖力狂涌。本宫这就去把先生带回来。他等不了了，多等一刻，先生就多一分危险。然而，一只手轻飘飘地按在了他的手腕上，那只手纤细修长，肌肤银白，与覆盖全身的神秘黑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是大祭司？不。大祭司缓缓摇头，不是带回来。事情……胡仙儿一怔，看向大祭司。大祭司透过面具，静静地看着胡仙儿，一字一句：一个能亲手打破宿命的人，值得吾等亲自前往。话音落下，大祭司不再多言，整个人化作一道幽影，瞬间消失在神殿之中。胡仙儿愣在原地，咀嚼着请这个字。片刻之后，他眼中的狂躁退去。是了，大祭司说的对，先生那样的存在，岂是能用带的？事情是三跪九叩，是沐浴焚香，是怀着最虔诚的心去迎接神奇的再度降临。先生，等我。胡仙儿收敛周身妖力，同样化作一道炽烈的白金色流光，冲天而起。两道足以让整个南疆震颤的至强气息撕裂长空，朝着浮云城的方向疾驰而去。更西边的西漠，这里黄沙漫天，灵气驳杂，却也因此诞生了无数率性而为、无法无天的宗门。合欢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宗门大殿内熏香袅袅，纱幔轻垂，一位风情万种的绝美妇人正斜倚在铺着雪白兽皮的软榻上，她一头海藻般的紫色长发随意地披散着，身上只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绯色纱衣，雪白修长的双腿若隐若现，脚踝上系着一串会发出清脆声响的银铃。她就是合欢宗的宗主。此刻她正用2根涂着扣丹的纤纤玉指夹着一封刚刚送达的密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叶萧与文若愚疑似同一人，代号林峰，此人价值远超想象。林峰，宗主红唇轻启，念出这个名字，舌尖轻轻抵住上颚，声音慵懒，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魅惑。他咯咯地轻笑起来，笑声如银铃摇曳，让一旁势力的侍女都忍不住红了脸颊。那饱满的胸脯随着笑声微微起伏，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有意思。他将密信随手一抛，信纸在空中自然成灰。传令下去。他对着身边的侍女懒洋洋地吩咐道：让我们在浮云城的探子密切关注一个叫林峰的人，本宗主倒要看看能让东玄玉那群假正经的仙子和南疆那2个疯婆子都为之疯狂的男人究竟有何3头6臂。极北之地，北韩，万年不化的冰川之上，坐落着一座水晶般剔透的宫殿，冰雪神宫。神宫深处，一处终年不动的灵泉边，一个看起来只有14、15岁，穿着雪白狐裘、粉雕玉琢的少女，正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用白嫩的小脚丫拨弄着泉水。她看起来天真烂漫，人畜无害，但她眼中偶尔闪过的沧桑，却暴露了她恐怖的真实身份。冰雪神宫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祖。忽然，少女打哈欠的动作一顿，她抬起头，那双纯净如黑曜石的眼眸望向了遥远的南方天空，穿透了无尽的空间，看到了那些正在疯狂涌动的命运丝线。咯咯咯，她笑了，笑声清脆如冰凌碎裂。有意思，真是有意思。天机乱了，这潭死水搅了这么多年，终于要活过来了。一时间，整个玄天大陆，东玄域、南疆、西漠、北韩无数道目光，无论善意、恶意、贪婪还是纯粹的好奇，都因为林峰这个名字和那些光怪陆离到足以写入史书的传闻，悄然聚焦到了那座位于大陆夹缝中毫不起眼的小小浮云城。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大陆格局的风暴正在酝酿，而风暴的中心林峰推开破木门，回到了店里。先生，风慈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看着林峰的眼神几乎可以用狂热和崇拜来形容。淡定，淡定，常规教学而已，都坐下，别激动。林峰心里疯狂吐槽，表面上却依旧维持着高人风范，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就在这时，林峰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一股凉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什么情况？怎么感觉店里的空调好像开大了？林峰下意识地裹了裹身上的粗布麻衣。不对啊，我这破店连风扇都没有，哪来的空调？错觉吧？林峰甩了甩头，把那股莫名的寒意抛到脑后。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穿越者，他从不信什么第六感，那都是封建迷信，搞钱才是王道。林峰转头看向一脸崇拜，还沉浸在命运可以被改写的鸡血中的风慈，心里盘算着，赶紧的，得加快进度了。这单生意再拖下去，客户这对宝贝翅膀怕不是都要捂臭了。我的 KPI， 我的800万临时海景洞府，我的退休生活，搞快点，搞快点！浮云之巅，观星台，狼狈，前所未有的狼狈。云师跌坐在地面上，那身纤尘不染的月白长袍沾上了尘土，裙摆揉成一团。他引以为傲的一头银白长发，此刻凌乱地披散在肩头，几缕发丝粘在因失神而显得惨白的脸颊上。
往日那双看透世间万物的淡流离色眸子，此刻却写满了空洞与茫然。未来式失控了，彻底失控了。他的眼前不再是清晰的命运轨迹，而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噩梦。无数个矛盾的混乱的画面碎片在他的脑中疯狂搅动。他看到风慈跪地求饶，下一瞬风慈又站起身，用他从未见过的戏谑神情看着他。他看到自己拂袖而去，紧接着画面又变成了他伸出手想要触碰风慈的脸。风慈在笑，风慈在哭，风慈变成了一头择人而噬的凶兽，风慈又化作一捧尘埃随风消散。啊！云石痛苦地抱住头，身体蜷缩成一团。那些画面，那些被他信奉的注定，全成了折磨他的根源。为什么？他失神的喃喃，声音破碎。为什么我看不到明天了？那个叫风慈的废物。他最后的话在云石脑海里反复出现。看不见的明天，不是才更值得期待吗？心之所向，才是真正的天空。是啊，他对那个翅膀残破的小羽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期待什么？期待他能不顾一切的展翅高飞，冲破所有人的嘲笑，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吗？可他自己呢？他这个亲口说出这句话的人，却用未来式杀死了自己生命中所有的意外。他引以为傲的天赋，究竟是上天的恩赐，还是一个剥夺了他所有期待与惊喜的诅咒？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死死缠住了他的心脏，让他无法呼吸。云石对命运的信仰，那支撑了他数百年的道心，在这一刻从根基处开始剧烈的动摇。轰隆，一种源自世界观核心的崩塌，在他神魂深处引发了剧烈到难以想象的认知风暴。与此同时，远在南疆上空的非洲之内，苏慕晴、叶琉璃、林青竹还有瘦了一圈的公叔芷四人围坐，在他们中间悬浮着一个造型极其复杂的罗盘。罗盘上有无数根长短不一的金石指针，代表着各种能量、法则、情绪的波动。公叔芷死死地盯着他，眼中的血丝比前几天更多了。他肯定躲起来了。我的修罗场探测仪绝对没问题，只要他敢冒头骗人，我就能锁定他。他的话音刚落，突然，嗡！罗盘最中心那根代表认知的金石指针发出了剧烈的风鸣，指针疯狂旋转，有反应了。公叔芷跳了起来，指着指针，声音都在发抖。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咔嚓一声脆响，指针旋转的速度太快，金石表面竟然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不好！公叔芷脸色大变，他想也不想，立刻扑了上去，双手抱住那个疯狂震动的罗盘。停下，快停下！可一切都晚了。咔嚓咔嚓咔嚓，裂纹如同蛛网一般，瞬间布满了整根指针。下一秒，砰！爆了！那根万年精髓指针在一声闷响中过载，炸成了粉末，整个罗盘都暗淡了下去。公叔芷抱着报废的探测仪，跪坐在地上，整个人都傻了。怎么会这样？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他到底对谁干了什么？这得是多剧烈的认知崩塌，才能把我的宝贝给干爆了啊！叶琉璃看着公叔芷失魂落魄的样子，非但不急，妖艳的脸上反而露出病态的兴奋。他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嘴唇，娇笑起来。找到了！叶流流的笑声甜腻，却透着一股愉悦。这种感觉，这种让世界都扭曲的愉悦感，是我的小猎物，没错了。他双手托着脸颊，身体因为兴奋而颤抖。他一定又在用他那该死的温柔，把某个可怜女人的世界观搅得天翻地覆了。真是越来越让人期待了呢。一直闭目静坐的林青竹在探测仪爆开时睁开了双眼，他摊开手掌，那面古朴的同心镜正滚烫无比，灼烧着他的掌心。镜面上灵光流转，缓缓浮现出2个篆字：浮云。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他在浮云城。苏慕晴看着爆掉的罗盘，又看了一眼林青竹手中的同心镜，吸了一口气。他站起身，走到船舷边，俯瞰着下方掠过的山川。他又在骗感情，而且目标是一个修为极高、道心与某种信念深度绑定的女人。苏慕晴顿了顿，声音沉了下去：这次我们的对手可能不止林峰一个。浮云城下城区尽头，破旧的小店内，林峰双手叉腰，对着店里唯一的客户进行着军训。站直了，腰板挺起来。你是谁？你是一个马上就要追到圣女的男人，不是他妈的路边要饭的。眼神，对，就是这个。要自信，要不羁，拿出你明天就要娶圣女过门的气势来。风慈被他吼得满头大汗，但背脊
却在不知不觉中挺得笔直。就在林峰准备继续他的 Pu'er 教学时，轰！一声巨响从城外传来，那不是雷声，而是天空被撕开的破空声。紧接着，整个小店乃至整个下沉区都暗了下来。林峰心里咯噔一下，跑出门抬头，一艘巨大的非洲通体由白玉和黄金打造，正悬停在浮云城的上空。阳光被它彻底遮蔽，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整座浮云城。林峰的脸唰的一下白了，他脸上的高人风范消失，嘴角抽搐。我操，顺丰快递都没这么快吧？我的前女友豪华全家桶套餐，这么快就他妈给我送上门了。船舷上篆刻着无数阵纹，散发着威压。最醒目的是船首那面迎风招展的巨大旗帜，旗帜上是一柄冰蓝色的仙剑图案，天灵宗。阳光被它彻底遮蔽，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整座浮云城。林峰嘴角疯狂抽搐，我操！浮云城瞬间炸开了锅，无数修士和凡人从屋子里冲出来，惊骇地望着天空中那个庞然大物。那是什么？天灵宗的标志，是东玄域第一仙门天灵宗的座驾。我的天，这种级别的宗门来我们这鸟不拉屎的浮云城干什么？城主府的方向，几道流光惊慌失措的飞起，战战兢兢地朝着那艘非洲迎了上去。非洲船首冷风呼啸，城主府派来的人连靠近非洲百丈的勇气都没有，只能远远地躬身行礼，连大气都不敢喘。一身纯白宫装的林青竹向前一步，他面无表情，视线扫过下方骚动的人群。我等前来是为追捕一名宗门叛徒。他清冷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城主府众人的耳中。此人穷凶极恶，手段诡异，还望城主府配合行事，封锁消息，切勿声张，以免打草惊蛇。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表明了来意，又给了城主府台阶下。仙子放心，小人明白，一定全力配合。城主府的管事那头便拜。然而总有人不按套路出牌。哎呀呀，姐姐们就是太有耐心了。甜腻的娇笑声在甲板上响起，一袭血色长裙的叶琉璃伸了个懒腰，那身长裙紧贴着她的身段，随着她的动作裙摆摇曳，脚踝上系着的一串银铃发出清脆又诡异的声响。跟这些蝼蚁废话什么？她歪着头，一双大眼睛弯成了月牙，笑容甜美。我可等不及了呢，亲爱的们，我先去给她送个惊喜哦。话音未落，叶琉璃直接从万丈高空的非洲上纵身跃下，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光，瞬间消失在下方的下沉区。这个疯子！公叔只骂了一句，整个人却已经扑在了一堆稀奇古怪的零件上。他那张布满血丝的脸上写满了狂热。能量波动监测阵列启动，情绪指向性探针布设，因果律扰动捕捉仪开始校准。他一边飞快地操作着，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试图建立一个覆盖全城的信息波动监控网络。只有苏慕晴独自一人静静地站在船头，他一身便于行动的青色劲装，视线锐利，一寸寸扫视着下方被阴影笼罩的城市。他在寻找那个变数，变数本人此刻正在自己的破店里急得团团转，心脏狂跳，咚咚咚，快要蹦出嗓子眼。完了，芭比 Q 了，戒指易容界不能用了。那几个女人，尤其是苏慕晴那个女版福尔摩斯，肯定早就把我能易容的底裤都给扒干净了。现在顶着风词这张脸出去，就是自投罗网，就是给人家送人头。我操，老子刚拿到天使轮投资，还没开始潇洒，就给我上这种地狱级副本。林峰的脑子飞速运转，不行，不能坐以待毙。他一把扯下手指上的易容戒，收进怀里，然后从怀里掏出女王赠送的那枚脸息玉佩，戴在了脖子上。玉佩触体冰凉，一股力量散开，瞬间林峰身上那刚刚突破炼气气一重的灵力波动，连同他那张脸都被一层无形的薄雾笼罩。眨眼之间，林峰身上的气息被尽数隐藏，他从一个帅得掉渣的情感骗子，变成了一个面色蜡黄、眼神呆滞的路人。一个帅得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的路人。先生，风慈看着林峰的操作，一脸懵逼。待在店里，哪儿也别去，不管谁来敲门都别开。林峰丢下这句话，拉了拉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麻衣，压低了帽檐，然后推开门，混进了街上慌乱的人群中。他要去风声酒馆，那里是整个浮云城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他必须去打探第一手的情报。下沉区的街道狭窄而混乱，林峰低着头，借着人群的掩护快速穿行。刚拐过一个街角，一股甜腻又危险的幽香忽然擦肩而过，林峰的汗毛瞬间炸了起来。他眼角的余光
瞥见一道血色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的街角，正是那个从非洲上一跃而下的疯批少女叶琉璃。她正站在原地，疑惑地嗅了嗅空气，皱了皱小巧的鼻子。奇怪，她歪着头自言自语，声音软糯，却让林峰的血液都快冻结了。刚才明明感觉到了我那可爱小猎物的味道，怎么一转眼就没了？他舔了舔鲜红的嘴唇，病态的笑容再次浮现在脸上。难道是人家太想他，都出现幻觉了呀？林峰一身冷汗，他僵在原地一动不敢动，只觉得刚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他想起来了，脸系玉佩能隐藏他的修为和气息，但是女王奶奶也说了，这玉佩元婴以下无法看穿，那就意味着对元婴的效果微乎其微。刚才那一瞬间的擦肩而过，绝对被叶琉璃捕捉到了，只是因为他没有仔细观察我，所以才没被发现。林峰低着头，等那道血色的身影消失在小巷深处后，才吐出一口浊气，后背已经被冷汗彻底浸湿。他抬头看了一眼依旧被巨大阴影笼罩的天空，又看了看周围混乱的人群，一个念头在林峰脑中浮现，整座浮云城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专门为他设下的陷阱，而他就是唯一的猎物，一边要完成圣女的委托，一边要躲开那4个疯女人，走错一步就死定了。妈的！林峰脸上的苦笑消失，嘴角绷成了一条直线。来都来了，老子倒要看看你们这豪华全家桶里到底都加了些什么料。风声酒馆，林峰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混杂着酒气与汗味的味道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皱了皱眉，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上次来的时候，这里还是标准的龙蛇混杂之地，佣兵吹牛打屁，修士高谈阔论，妖族自成一派，吵闹但充满了混乱的活力。今天酒馆里的人比上次还多，却安静的可怕，空气里满是压抑和紧绷。那些新来的生面孔，个个太阳穴高高鼓起，腰间要么别着法器，要么藏着利刃，看似在喝酒，眼角的余光却不住地瞟向周围的每一个人。这他妈哪是酒馆，这分明是大型谍战剧的拍摄现场。林峰压低了帽檐，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用脸吸玉佩彻底隐匿了自己的气息。他现在就是一个有点小帅的赶路人。老板，一杯灵脉果汁。林峰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很快，那杯兑了水的果汁被送了上来。林峰捏着杯子，耳朵却竖了起来，捕捉着周围的议论声。邻桌坐着2个锦衣修士，正用传音秘法交谈，但他们对自己的修为过于自信，还是泄露出了一丝伴侣的声音。听说了吗？城里最好的揽月楼被人整个包下来了。谁这么大的手笔？浮云城这种破地方还有大能肯来？嘘，小声点。据说是南疆来的贵客。南疆？妖皇殿的圣女，还有五仙教那位神秘的大祭司，今天同时到的。噗，可嗨嗨！林峰一口果汁刚进嘴，直接呛进了气管，差点当场飞升。他猛烈的咳嗽起来，咳得眼泪都出来了。我操，不是吧，阿 Sir， 南疆的也来了！林峰的脑子嗡的一下，彻底宕机。一个东玄域的寻夫复仇者联盟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现在南疆的也组团杀了过来，买一送一还不够，现在是买一送全家。东玄域女子天团和南疆泥石流女团要在浮云城开粉丝见面会吗？那我算什么？特邀嘉宾兼唯一奖品。林峰感觉自己的世界观正在被重塑，而且是用挖掘机重塑的。他现在总算明白那股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的含义是怎么回事了。那不是第六感，那他妈是刻在 DNA 里的危机预警。与此同时，浮云城最奢华的客栈揽月楼顶层的天字1号房内，檀香袅袅。狐仙儿一身白金宫装，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长途跋涉的辛劳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华贵的宫装裙摆处沾染了风尘，他眉心的狐火印记明灭不定，每一次闪烁都让周围的空气泛起波澜。先生就在这座城里，寻踪灯的感应不会错。狐仙儿猛地停下脚步，看向窗边静坐的身影，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急切。我们为何还不动手？窗边五仙教大祭司盘坐着，他依旧笼罩在宽大的黑袍之下，戴着冰冷的青铜面具，神秘的不似凡人。与狐仙儿的焦躁不同，他安静的可怕。黑袍的边缘用暗金色的丝线绣着蛊虫图腾，随着他的呼吸，那些图腾缓缓流动。听到狐仙儿的质问，大祭司只是抬起手，五指纤长，与黑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灯芯指引的是气息，他的声音空灵，带着安抚的力量，而非实体。他若想藏，凭你我之力翻遍这座城也找不到，除非……大祭司顿了顿，透过面具，他自己露出破绽。狐仙儿一怔，
眉心剧烈跳动的火焰缓缓平息了下来。他明白了，现在守在洞口，任何轻举妄动都只会惊走猎物，所以只能等他自己走出来。风声酒馆，林峰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在杯壁上划过，冷汗浸湿了他的后背。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10000倍。东玄玉天灵宗魔道妖女，炼气狂人万剑阁，南疆妖皇殿圣女，五仙教大祭司。鬼知道那个疯女人安插了多少探子在这里。好家伙，现在是顶级势力齐聚浮云城，目标全都是他。只要他敢动一下，稍微泄露一点属于林峰的气息，下一秒迎接他的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集火，连渣都不会剩下。跑！往哪儿跑？整座浮云城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牢笼，而他就是那只逮捕的猎物。林峰的脑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恐惧、绝望、慌乱这些情绪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了一瞬，便被他强行压了下去。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双重卧底，对，既然所有人的目标都是林峰，那只要他不当林峰，不就安全了？脸息玉佩只能隐藏气息，对于叶琉璃那种元婴级别的疯批，效果甚微，擦肩而过都能被闻到味儿。但是易容界不一样，那是连合体期大能都看不穿的完美伪装，而现在唯一能让他动用易容界的只有风辞的委托，所以他不仅不能放弃任务，反而要继续执行下去，因为他现在最安全的身份就是那个被所有人忽视的与人族的废物风辞。林峰眼中闪过一抹决绝，他将杯中最后一点果汁一饮而尽，留下几枚铜板，起身离开了酒馆。林峰没有回自己的小店，而是拐进了另一条更加阴暗的小巷。巷子尽头，一个身段妖娆的女人正靠着墙角，用小刀一下下刮着指甲。她穿着清凉露出的皮肤上纹着一朵盛开的血色蔷薇。察觉到脚步声，她头也没抬，只是用小刀轻轻敲了敲墙壁，声音沙哑：“这位爷，看着面生啊。巷子走到头，左拐是春风楼，能让你快活4神仙；右拐是阎王殿，去了就别想回来。您想走哪条路啊？”林峰的脚步停在他面前，帽檐压得很低。“我买消息。”呵，女人轻笑一声，终于抬头打量着林峰。“我这儿的消息可不便宜，厕所里的八卦1块铜板能听1个时辰，掉脑袋的秘闻得拿命来换。”林峰没有废话。“天灵宗的非洲，揽月楼的那2位。”话音落下，当啷，女人手里的刀掉在了地上，她脸上的笑意收敛干净，浑身紧绷。“你他妈的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吗？”她死死盯着林峰，声音压得极低。林峰伸出手，摊开手掌，一枚上品灵石在他掌心躺着，散出的灵光照亮了女人惊疑不定的脸。只一瞬，林峰便收回了手。女人倒吸一口凉气，她看的不是灵石，而是眼前这个男人敢拿出上品灵石买这2条消息的疯狂。她沉默了10息，才弯腰捡起地上的小刀，重新靠回墙上。这块灵石买你1条命，倒是勉强够了。她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天灵宗那艘船是冲着一个叛徒来的，叫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是个男的。他们封锁了全城，设下重重关卡，谁也别想轻易离开。揽月楼那边更恐怖，南疆妖皇殿的圣女和五仙教那位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大祭司同时驾临，把整座楼都包了下来，也在找人。说到这，他顿了顿，忽然神经质地笑了起来。有意思的是，他们好像也在找一个男的。爷，女人收起了笑容，声音变得严肃：“我不管你是谁，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拿了消息，现在立刻马上从浮云城消失，这座城马上就要变成死地了。而你问的这3个问题，每一个都他妈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半个时辰后，林峰回到了自己那间破旧的小店。“先生。”风辞看到他回来，立刻迎了上来。林峰没有说话，只是反手将门锁死，然后当着风辞的面，他做了一个让后者目瞪口呆的动作。他摘下了脖子上的敛息玉佩，那一瞬间，林峰原本被压制的炼气期一重的微弱灵力重新显现出来。紧接着，他抬起手，将那枚易容戒指重新戴回了手指上。光影流转，林峰的身形、容貌、气息开始了剧烈的变化。不到3息的功夫，一个和风辞一模一样的人出现在了店里，不，比风辞本人更像风辞。计划有变。林峰走到真正的风辞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和风辞一模一样的声音说道：“现在我们要玩得更大一点。”真正的风辞看着自己脸上那疯狂又自信的笑容，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他有种预感，
整座浮云城要因为眼前这个男人彻底翻天了。羽人族的聚居地并非建于凡尘俗世，而是一座悬浮于浮云城万丈高空之上的浮空巨岛。一条七彩虹桥是连接这座天空之城与下方凡俗世界的唯一通道。此刻林峰正一步一步走向那道虹桥，他依旧顶着风辞那张平平无奇的脸，身上依旧是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麻衣，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他那因为常年自卑而佝偻的背脊，在这一刻挺得笔直，那双总是躲闪怯懦的眼睛此刻平静下来，直视前方。站住！虹桥入口，2名身披银甲背生双翼的羽人卫兵交叉手中长戟，将他拦下。他们的眼神毫不掩饰地流露出鄙夷与厌恶。废物，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其中一名卫兵讥讽出声，充满了侮辱性。滚回你的下水道去，别脏了圣地的地界。我操，味儿太冲了，这扑面而来的优越感简直了。林峰内心疯狂吐槽，脸上却没有表情。他只是看着那2柄横在他面前的长戟，一字一句开口。根据羽人族族规第3章第17条，任何族人无论血脉、地位、修为，皆有向圣女请教困惑的权利。我风辞今日前来，请求向云师圣女请教命运之道。听了林峰的话，那2名羽人卫兵脸上的讥讽僵住了，他们面面相觑，满脸难以置信。短暂的死寂之后，噗，震耳欲聋的爆笑声响彻了整个虹桥入口。那2名卫兵笑得前俯后仰，手里的长戟都快握不住了。我听到了什么？这个废物，他说他要向圣女请教命运之道。他疯了！这个连飞都飞不起来的杂种，一定是失心疯了。挑战圣女大人，就凭他！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周围一些路过的羽人族人也被这边的动静吸引，纷纷驻足。当他们听清了事情的原委后，看向林峰的眼神就像再看一个跳梁小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满是恶意。笑吧，笑吧，等会儿有你们哭的时候。今天就给你们这群 NPC 上一课，什么叫社死现场的反向应用。林峰心中冷笑，面上依旧是那副我是谁我在哪儿的高人模样。林峰等他们笑够了，才缓缓抬起眼。他看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被他看到的人不知为何竟下意识地收敛了笑容，心中莫名一突。我再说一遍。林峰的声音依旧平静，我不是挑战，我只是有了困惑。他顿了顿，一个连圣女大人都无法解答的困惑。如果说刚才的话只是风言风语，那么这句话就是公开打了整个羽人族的脸。什么意思啊？一个连圣女都无法解答的困惑，这不就是在说他风辞一个被全族鄙弃的废物，在某些理解上超越了他们至高无上的圣女。这已经不是挑衅了，这是公开把羽人族引以为傲的信仰按在地上摩擦。放肆！大胆！卫兵的笑声戛然而止，恼羞成怒的厉喝。银色的长戟灵光闪烁，直指林峰的咽喉。你这个杂种，竟敢在此大放厥词，亵渎圣女威名！拿下他，把他打入黑牢，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然而林峰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闪不避。他甚至向前走了一步，任由那冰冷的戟尖抵在了自己的皮肤上。族规在上，林峰淡淡的开口，你们敢违背祖宗之法吗？消息飞速传遍了整座浮空岛。一个叫风辞的废物在虹桥入口点名要和圣女论道，还扬言他有一个连圣女都无法解答的困惑。整个羽人族炸了，无数闭关的、潜修的、平日里眼高于顶的羽人族人纷纷被惊动，无数道身影化作流光，从各个仙宫琼楼中飞出，朝着虹桥的方向汇聚。他们倒要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敢如此狂妄。而此刻浮空岛之巅，观星台，云师正跌坐在地，他身上的月白长袍再不见往日的纤尘不染，那一头如月华般流淌的银白长发此刻也失了光泽，凌乱地披散在肩头，但琉璃色的眸子只剩下空洞与茫然，战损美人，破碎感拉满。若是林峰在此，怕是又要忍不住在心里高呼一声 XP 系统被戳爆了，他的未来式失控了，道心也崩了。那个废物风辞的话在他脑海里反复回响，看不见的明天不是才更值得期待吗？心之所向才是真正的天空，他引以为傲的天赋究竟是恩赐还是诅咒？这个念头让他几乎无法呼吸。就在他神魂激荡，世界观摇摇欲坠之际，侍女惊慌失措的声音从台下传来，圣女大人，不好了，那个风辞他在虹桥入口
说要向您请教。云师的身体猛地一颤，他抬起头，空洞的眸子终于有了一丝焦距。他来了，那个男人，他真的来了。他不仅污染了他的未来，撕碎了他的剧本，现在他还要当着所有族人的面将他从神坛之上狠狠地拽下来，让他那可笑的神话彻底破产。混账东西，反了，真是反了天了！一声怒喝从不远处的长老殿传来，数道气息强横的身影冲天而起，为首的是一名须发皆白、面容威严的羽人族大长老。他悬停在半空中，俯视着下方乱成一团的红桥，气得浑身发抖。一个血脉不纯的废物也敢妄议大道，来人，将此僚就地格杀，以儆效尤。然而他身旁一位手持法典的长老却面露难色，苦涩地摇了摇头。大长老，不可，族规确实有这么一条，是第一代圣女亲手定下的规矩，我等无权废除。什么？大长老气得吹胡子瞪眼，难道就任由这个小畜生在这里玷污我族圣域？他只是请求论道，并未违反族规，我们若是强行出手，恐怕会动摇族心啊！一群长老在天上吵得不可开交，最终那位大长老怒哼一声，亲自朝着红桥飞去。他倒要看看这个废物究竟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红桥入口，气氛已经凝固到了极点。那位羽人大长老悬浮在林峰面前3尺之处，他背后那对华丽的金色羽翼缓缓扇动，卷起阵阵罡风，元婴后期的恐怖威压朝林峰碾了过去。寻常修士光是这股威压就足以肝胆俱裂，跪地求饶。然而林峰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身形纹丝不动。哎呦我操，演戏演全套啊！老子现在就是个练气期，你用元婴威压搞我，是不是有点不讲武德了？幸好老子的影帝级演技专治各种不服。林峰内心疯狂加戏，表面上他的脸色恰到好处地变得苍白，身体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冷汗，一副在强撑着随时都会倒下的模样。风辞！大长老居高临下，声音如同滚雷。你可知罪？林峰缓缓抬起头，迎上那双充满了怒火与威严的眼睛，他脸上硬挤出一个笑容，比哭还难看。大长老，风辞，何罪之有？你！大长老怒极反笑，你以卑贱之身妄言大道，亵渎圣女，搅乱族心，桩桩件件皆是死罪。林峰吸了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林峰的目光越过大长老，望向了那云雾深处的浮空岛之巅，望向了那座孤高的观星台。要么让我上去，要么，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就请圣女大人亲口向全族承认，他的未来并非无懈可击。林峰被2名羽人卫兵一左一右护送到了浮空岛最核心的圣殿广场，与其说是护送，不如说是押解。脚下的白玉广场光可见人，四周的琼楼玉宇在云雾中若隐若现，空气中都飘荡着浓郁的灵气。好地方就是风水不太好，杀气太重。林峰扫过四周，黑压压的全是人头，不是鸟头。成千上万的羽人族从四面八方赶来，将偌大的广场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悬浮在半空，站在殿宇的飞檐上，密密麻麻。我操，这阵仗比我前世公司开年会还齐整，不知道的还以为要公审大会，把我这叛徒当场火化了呢。林峰内心疯狂吐槽，背脊却挺得更直了。他现在是风辞，一个不屈的命运挑战者，人设不能崩。就在这时，广场尽头的观星台有了动静，一道月白身影缓缓走了下来。云师，他依旧清冷，月白色的长袍上银线绣着繁复的星轨图腾，随着他的走动而流转。一头银白长发并未精心束起，而是略显随意地披散在肩后，发梢少了往日的光泽，容颜依旧绝美，那份清冷之下却藏着疲惫。林峰的 XP 系统被狠狠戳了一下。冷静，林峰，他现在是你客户的攻略目标，是你 KPI 的一部分，点职业道德。林峰在心里给自己猛敲警钟。云师的脚步停在广场中央，与林峰隔着10丈距离，全场瞬间死寂。风辞，他的声音响起，清冷中透着沙哑。你有什么困惑？说吧。来了，正戏开场了。林峰吸了一口气，将内心那个叫嚣着搞钱的自己强行摁下，换上了一副悲天悯人的哲学家面孔。他迎上云师的视线，朗声开口：我的困惑是，既然万物命运早已注定，星辰的轨迹，草木的枯荣，凡人的生死，皆在圣女您的未来世之中，那我们日复一日的修炼、挣扎、欢笑、
哭泣，究竟是为了什么？林峰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字字诛心。是为了走完一个早已被写好的流程，还是仅仅为了取悦那高高在上的命运本身？轰！此言一出，全场哗然。站在最前排的几位羽人族长老脸色铁青，这番话太恶毒了。这已经不是在质疑，这是在从根子上动摇羽人族以未来世为核心的信仰。放肆！大长老须发皆张，一声怒喝。元婴后期的灵压涌动，广场地面都浮现出细密的裂纹。此寮公然动摇我族根基，已是死罪。来人，给本长老将他神魂碾碎，以正视听。他话音未落，身侧2名执法长老已扑向林峰。住手！云师终于开口，那2长老硬生生停在林峰面前3尺，掀起的劲风吹得林峰衣衫猎猎作响。云师抬了抬手，目光扫过脸色铁青的大长老，让他说。他凝视着林峰，意义。云师缓缓开口，声音空灵。飞蛾扑火，亦是他的命运。你看不到全局，才会觉得无意义。这是一个完美的、标准的、毫无破绽的回答，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哲学思辨，也充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傲慢。演好你的角色，走完你的流程，这便是你全部的意义。林峰听完笑了，那不是风辞过去那种自卑的讨好的笑，这个笑容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云师。不，林峰摇了摇头，笑容敛去。圣女大人，我以为生而为人最大的意义恰恰在于我们有机会对那所谓的命运说一个不字。林峰猛地转身，指向自己背后那对畸形丑陋的翅膀。那对翅膀是风辞一切痛苦与屈辱的根源。所有人都说我这对翅膀注定飞不起来，所有人都说我的命运就是在下沉躯的泥泞里打滚，卑微的死去。如果我相信了，如果我认命了，那我此刻就该在某条臭水沟里，而不是站在这里与您对话。林峰的声音越来越激昂，那些原本满脸讥讽的羽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那些原本一脸鄙夷的卫兵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长戟。大长老那张愤怒的脸也浮现出错愕。对，就是这个节奏，先进行价值观颠覆，再用亲身经历共情，最后发起致命一击。林峰内心的小人已经开始疯狂打 call， 他重新转过身，直面着脸色已经微微发白的云师，然后抛出了那个足以将云师从神坛上拽下来的终极问题。所以我想请教圣女大人，既然您能看到一切，既然命运早已注定，那您能看到我的未来吗？林峰向前踏出一步，广场的喧嚣瞬间消失。请您告诉我，风辞，下一刻是会先迈左脚还是右脚？所有人的视线都从林峰身上转向云师。这个问题太刁钻了，也太致命了。这是当着全族的面将一把刀架在了他们圣女的脖子上。赢了，你是神；输了，神话破产。大长老不停地在给云师递眼神，手心全是冷汗。云师的身体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未来世疯狂运转，他要看清这个男人的未来。然而眼前没有未来，没有画面，没有轨迹，只有混沌。刺目的白光与吞噬一切的黑暗疯狂交织、撕扯、碰撞，就像一台被输入了无数矛盾代码彻底烧毁了 CPU 的机器。他什么也看不到。扑通扑通，云师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前所未有的恐惧从脚底直冲头顶。他的额头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一滴2滴，顺着他光洁的额角缓缓滑落。在全场数万道目光的注视下，那滴汗珠显得如此刺眼。他们的圣女，那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女出汗了。她回答不出来。在广场上成千上万道目光的聚焦之下，每一息都让人窒息。所有羽人族，无论长老还是平民，都死死地盯着他们的圣女，等着他给出那个足以捍卫全族信仰的答案。然而他们只看到云师的脸，血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越来越白。他回答不了。他引以为傲的未来世，在那个男人的身上彻底成了一片混沌，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左脚右脚，在他失控的视野里，只有亿万种矛盾的可能在疯狂撕扯碰撞。他会迈出左脚，同时又会迈出右脚。他会原地飞升，同时又会当场爆炸。他会变成光，又会化作尘埃。这些疯狂错乱的画面让他神魂剧痛。完了，这个念头在他脑中炸开。就在他嘴唇颤抖，即将当着全族的面吐出那句我看不到时，林峰动了。他既没有迈出左脚，
也没有迈出右脚。在所有人呆滞中，他只是向左平移了一小步，一个简单却又巧妙的动作，一个彻底跳出了左与右陷阱的动作。这个动作让所有人脸上火辣辣的，更让云师那早已布满裂痕的道心彻底崩碎。林峰是风慈那张平平无奇的脸上竟带着悲悯，他看着摇摇欲坠的圣女，平静地说道：“圣女大人，看来我的命运，您也无法完全掌握。”这句话给了他最后一击。噗！一口逆血从云师的唇间猛地喷出，血溅在他月白色的长袍上，红得刺眼。银白长发无风自动，衬着他惨白的脸和唇角那抹猩红。高高在上的仙子狼狈不堪。林峰的 XP 系统又被狠狠地戳爆了。我操，这战损装绝了！有一说一，这小丫头片子吐血的样子，比她平时那副默哀老子的司马脸带感多了。冷静，林峰，职业道德，这是客户的目标，是你的 KPI。 林峰内心疯狂刷屏，脸上却依旧是那副悲悯的神情。圣女大人，圣女！羽人族的大长老们终于反应过来，一个个脸色煞白，惊慌失措地冲上前去扶住摇摇欲坠的云师。孽障！为首的大长老双目赤红，那对金色羽翼因为愤怒而疯狂扇动，卷起阵阵罡风。你竟敢动摇圣女道心，毁我族根基！本长老今日定要将你神魂俱灭，挫骨扬灰！恐怖的杀意朝着林峰压了过来。林峰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想点个赞，这就扛不住了，这才哪到哪儿啊？心理素质这么差，还当什么圣女？回家养鱼吧，小场面别慌，等会儿还有更刺激的呢。与此同时，浮云城上空，白玉黄金非洲内，镜室里堆满了各种精密零件和图纸。滴滴滴，警告警告警告！刺耳的风鸣声响彻镜室。公叔只刚修复好的修罗场探测仪剧烈震颤，罗盘上再次布满了裂纹。啪！一声脆响，价值连城的晶石又爆了我的宝贝啊！公叔只发出一声惨叫，扑了过去，看着罗盘中心那堆粉末，心疼得快要昏厥。他到底又对谁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公叔只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声音发抖。这得是多恐怖的认知覆盖和道心崩塌，才能把我用世界树碎片当核心阵眼的新款探测仪又给干爆了啊！竟是另一头，苏慕晴睁开眼，不像是认知覆盖，他冷静分析，是信仰坍塌。他直接摧毁了一个以信念为道心根基的人的整个世界。一直闭目养神的林青竹豁然起身，他手中的同心镜散发着前所未有的光芒，镜面上映照出一座悬浮于云海之上的岛屿——羽人族浮空岛。林青竹的声音依旧清冷，却有些颤抖，那是愤怒与兴奋交织的情绪，是那个拥有未来世的羽人族圣女。她居然真的做到了。苏慕晴瞬间想通了一切，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她竟然能让一个可以看到未来的人信仰崩塌，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一旁斜倚在软榻上的叶琉璃听着这边的动静，非但没有惊怒，反而发出一阵病态的娇笑。哥，他笑得花枝乱颤，血色长裙下的曲线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我就知道，我可爱的小猎物最喜欢玩这种把别人的心一点点捏碎的游戏了。他伸出舌尖舔了舔嘴角，那双本该天真的眸子里尽是捕食者的狂热与占有欲。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啊！走吧，姐姐们。他站起身，裙摆的银铃作响。再不去，我们的小猎物可就要被别人抢先一步了哦。浮云城揽月楼顶层那间被结界笼罩的房间内，盘坐在窗边的大祭司身体猛地一震，他豁然抬手，透过青铜面具望向了天空中的某个方向。感觉到了吗？感觉到了。一旁焦躁踱步的狐仙儿立刻停下脚步，他眉心的狐火印记瞬间爆发出光芒，将整个房间映成赤红。那股熟悉的让他魂牵梦萦的气息无比清晰地出现在他的感知中。是先生，是先生的气息。狐仙儿的声音激动到变调，元婴后期的妖力失控，将房内名贵桌椅尽数震成齑粉。先生，大祭司站起身，走。大祭司只说了一个字，身形化作幽影消失在窗边。先生，等我。狐仙儿紧随其后，化作白金流光冲天而起。这一刻，东玄域天灵宗的白玉非洲，蓝江妖皇殿与五仙教的两位至尊，隐藏在暗处，早已将浮云城渗透的西漠合欢宗、北韩冰雪神宫无数道强横的神念
无数双贪婪、愤怒、狂热、好奇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同时锁定了一个坐标：羽人族圣地浮空岛。羽人族圣殿广场之上，大长老一张老脸涨得通红，他背后的金色羽翼猛地扇动，掀起狂风，吹得周围修为稍低的羽人族人站立不稳。孽障，你竟敢动摇圣女道心，毁我族根基！本长老今日定要将你神魂俱灭，挫骨扬灰！沉重的杀意压了下来，空气都变得凝固，这就扛不住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林峰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想给大长老的暴怒点个赞。心理素质这么差，还当什么圣女？回家养鱼吧。小场面别慌，等会儿还有更刺激的呢。林峰迎着那股威压，身形不退反进，拿下他，把他打入水牢，听候发落。大长老最终还是压下了当场击杀林峰的冲动，当着全族的面直接弄死一个只是论道的族人，这传出去，羽人族的脸还要不要了？两名执法卫兵冲了上来，一左一右扣住了林峰的胳膊，灵力锁链缠上林峰的身体，封锁了他那点炼气7修为。林峰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惊慌与不甘。我没错，命运不该是这样。林峰的喊声回荡在寂静的广场上，无数羽人族人神情复杂地看着他被拖走。广场上的议论声久久不息。浮空岛水牢，这里是浮空岛的最底层，阴暗潮湿，四周的墙壁上刻满了符文，抽取着牢内的灵气，同时隔绝一切内外探查。砰！林峰被丢了进来，后背撞在湿滑的石壁上，溅起一片水花。牢门哐当一声重重关上，光明彻底消失了。黑暗中，林峰脸上惊慌的表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活动了一下被架得有些发酸的肩膀，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操，终于清静了。5星好评安全屋，隔音效果1级棒，还包吃住，虽然是牢饭，就是湿气重点，完美。对他而言，这哪里是什么水牢，这分明是 VIP 避难所，一个完美的物理隔绝屏障。外面那些前女友豪华全家桶马上就要空降了，天灵宗的寻夫复仇者联盟，南疆的泥石流女团，现在出去就是究极修罗场，当场被分尸的那种。躲在这里等他们狗咬狗一嘴毛，自己再找机会开溜，岂不美哉？ KPI， 对，还有 KPI 没完成呢，翅膀还没到手呢。林峰脑子一转，差点忘了正事。他从牙缝里抠出一枚比米粒还小的东西，微型传音符，公叔指那个炼气狂魔的杰作。虽然他本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炼制的东西会被用来干这个。林峰将灵力注入其中，滋，轻微的电流声后，传音符接通了下城区西三街尽头那间挂着情缘一线牵招牌的破旧小店里。真正的风辞正坐立不安地来回踱步，他听说林峰先生被羽人族的卫兵请走，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急得快要疯了。就在这时，他怀里一块不起眼的石头震动了一下。听着，风辞，林峰那和他一模一样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先生，风辞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现在轮到你上场了。林峰的声音很严肃，你才是这场戏的主角。明天是羽人族的祭封大典，同时也是决定你和所有像你一样人的命运的时刻。风辞屏住了呼吸，听着每一个字。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份演讲稿和一份挑战书，就藏在床板下面第3块砖里。你现在立刻马上拿着它们去找一个人。谁？羽人族年轻一辈的长老羽清霜。他早就对族里一成不变的宿命论感到不满，他是你唯一的突破口。挂断通讯，风辞用尽力气稳住手，撬开了床下的地砖，2份用防水材料包裹好的卷轴躺在那里。他打开了那份演讲稿，只看了一眼，他的呼吸就停住了。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让他血液沸腾，积压了10几年的不甘与愤怒全部涌了上来。他们说，我们的翅膀决定了我们天空的高度。我问，何为天空？是头顶那片看得见摸得着的苍穹，还是我们心中那片永不设限的向往？他们说，命运早已写好，我们只需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问，谁写的剧本？凭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今日我风辞便要用这对残破的翅膀，为自己，为所有被命运抛弃的同胞撕开一条通往真正天空的血路。这哪里是演讲稿，这分明是一篇足以颠覆整个羽人族认知的革命檄文。风辞的身体因为激动而颤抖，他看向另一份挑战书，上面只有寥寥数语：残役者风辞于祭封大典挑战圣女云师，不比修为，不比血脉，只辨何为天空。风辞将2份卷轴收好，藏进怀里。他推开门，迎着浮云成昏暗的天光，
腰杆挺得笔直。羽人族长老殿偏殿，这里是年轻派长老议事的地方，气氛压抑，简直是胡闹。那个疯词公然顶撞圣女，动摇我族信仰，大长老竟然只是将她关入水牢。嘘，小声点，我听说圣女大人她道心受损了。什么？这个消息让在场所有年轻长老都面色一变。就在这时，一个清冷的女声响起：道心受损，不正说明我们引以为傲的信仰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吗？众人循声望去，说话的是雨清霜，她没有穿羽人族传统的长袍，而是一身干练的银色舞服，配着一头银色短发，英气逼人。她扫过在场的同僚，风辞问的问题，难道你们心中就没有过吗？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就在这时，殿外传来侍卫的通报：启禀清霜长老，殿外有一个叫风辞的族人求见。风辞？雨清霜一愣，他不是被关进水牢了吗？他皱了皱眉，让他进来。片刻后，真正的风辞走进了偏殿，无视了所有人的注视。他攥紧了拳头，想起林峰先生的话，想起那份檄文上的字句，便不再犹豫。扑通一声，他单膝跪地，将那2份卷轴高高举过了头顶。清霜长老，诸位长老，风辞有话要说。有道要变。水牢中，林峰闭着眼睛靠在潮湿的墙壁上，脑子里整个计划已经清晰。第一步，思想刚硬，已经打下去了。第二步，舆论造势，风辞应该已经开始。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明天的祭封大典上制造一场大混乱。在那场混乱中，他要完成对云师的最后一次认知颠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为自己的大逃亡铺好所有的路。东玄玉女子天团，南疆泥石流女团，好家伙，都可以凑2桌麻将了。这阵仗真是看得起我林某人。就在他吐槽的时候，1股、2股、3股数道恐怖的气息几乎在同一时间降临到了浮空岛的上空。一道清冷，满是杀意；一道妖媚，透着病态的兴奋；一道霸道，不讲道理；还有一道空灵诡秘，深不可测。林峰眼皮一跳，我操，这么快，全他妈来了！他能感觉到浮空岛的防御法阵在这几股气息的威压下嗡嗡作响。林峰嘴角的弧度越扯越大，刺激，太他妈刺激了！林峰非但没感觉恐惧，反而非常兴奋。既然演员们都已经入场了，舞台也已经搭好了，林峰在黑暗中睁开眼，嘴角扬起，那么就该好戏开场了。祭封大典，整个浮空岛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白玉广场上，数千名羽人族人穿着祭祀长袍，鸦雀无声。在这种肃穆之下，是压抑不住的暗流涌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有意无意地落向广场最前方祭坛上的身影。圣女云师，她换上了一身繁复的月白色祭祀长袍，银色的星轨图腾从领口一直蔓延到裙摆，随着微风流动。一头银白长发被一枚月光石发簪松松挽起，几缕发丝垂落在脸颊旁，那张脸此刻却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云石强撑着身体，每个动作都缓慢而沉重。世界观崩塌的后遗症比所有人想象的都严重。与此同时，3路不速之客已经从不同方向逼近了舞台中心。浮空岛外围一处云雾缭绕的悬崖背后，3道身影潜伏着，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搞定！公叔只抹了把额头的汗，收回了在阵法节点上操作的手。他今天穿着一身方便活动的紧身劲装，腰间挂满了各种奇奇怪怪的精密零件。这羽人族的护山大阵，阵眼间的灵力回路也太简陋了，还没我3年前练手课的符文玄奥。他嘀咕着，又从背后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罗盘，能量波动追踪，情绪锁定。OK， 全城的监控后门都打开了。一旁林青竹一身白衣，手握长剑，靠着岩壁，整个人透着一股剑锋般的寒意。他一言不发，周身的气息却足以让靠近的生物冻僵。苏慕晴站在最前方，看着远处的圣殿广场，神情冷静。她今天穿了件淡青色长裙，款式简单，她的目标很明确。苏慕晴开口，声音清越，剖析着远处的广场布局。祭封大典是羽人族信仰的具象化，而圣女是信仰的核心。她的目标很明确，我们不需要找她，只要盯紧那个圣女，她自己就会跳出来的。而在另一边某个殿宇的阴影里，一道血红色的身影挂在屋檐的飞角上，叶琉璃晃荡着2条白得晃眼的小腿，裙摆的银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舔了舔嘴角，脸上的笑容天真烂漫，又带着病态的兴奋。她不屑于跟苏慕晴他们一起行动，猫捉老鼠的游戏
当然要自己玩才最有趣。哎呀呀，真是好大的一场戏呢！他娇笑着望向祭坛上那个摇摇欲坠的圣女，把这么漂亮的小仙女玩弄到崩溃液流离，用指尖轻轻划过自己的嘴唇，仿佛在回味什么美味。我的小猎物，你可真是越来越坏了呢！真是让人家越来越想把你抓起来，关在只有我能看到的地方了呀！观礼台上最佳的贵宾席位，羽人族的大长老们正陪着2位从南疆远道而来的贵客。狐仙儿一身白金色宫装，裙摆层层叠叠，他无视了周围羽人族长老惊艳又忌惮的打量，只焦急地在广场上搜寻。感觉到了，感觉到了！他抓着扶手，那股熟悉的气息就在这里，就在这座岛上。先生，他身旁五仙教大祭司依旧戴着那副青铜面具，平静地坐着。他与周围的喧嚣隔绝，自成一方世界。面具之下，他的注意力锁定了祭坛上的圣女云师。他清楚，那个男人，那个搅动天下风云的变数，他的所有谋划最终都会指向那个可怜的圣女。等着就好，猎物自己会露出破绽。大典进行到了一半，就在祭司高声吟唱，准备进行最重要的祈封环节时，咚咚咚，脚步声从广场的另一头传来。一个身影在一群神情狂热的年轻羽人簇拥下，排开人群走到了广场中央。是风辞，真正的风辞。他还是穿着那身破旧的布衣，但整个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腰杆笔直，脸上满是不屈与战意。他背后那对残破的灰色翅膀不再是耻辱的象征，而是一种宣告。全场死寂。大长老的脸黑了下来，所有人都盯着这个本该在水牢里的废物。风辞无视了所有打量，径直走到祭坛之下。他高高举起手中一份兽皮卷轴，用尽全身的力气发出了呐喊。那句话是林峰先生教他的，是他和所有像他一样的人压抑了无数年的心声。我风辞以残役之名挑战宿命，请圣女大人与我进行最终辩论。轰！他是怎么从水牢里逃出来的？竟然还敢在祭封大典上叫嚣！拿下他，把他拖下去！长老们气得发抖，无数卫兵拔出了兵器。然而祭坛之上，云师看着下方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缓缓抬起了手。所有的骚动都被制止。他明白，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他不关心这个男人是怎么从水牢里逃出来的。云师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他看着风辞，暗淡的脸上重新浮现战意。好，一个字，清冷坚定。我接受你的挑战。水牢里2个负责看守的羽人卫兵正闲得发慌。哎，大长老他们怎么想的？一个废物而已，直接拍死不就完了？还非得关起来等祭封大典后再发落？谁知道呢？上头的心思你别猜。不过今天这大典咱们是看不成了，真他娘的晦气。另一个卫兵眼珠子一转，从怀里掏出一面巴掌大的水镜法器。嘿，谁说看不成？他注入一丝灵力，水镜上光芒一闪，圣殿广场上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出来。快看快看，开始了！2人顿时来了精神，脑袋凑在一起盯着水镜里的直播。画面中大典流程繁琐，就在他们看得昏昏欲睡时，一个身影排开人群走到了广场中央。我风辞以残役之名挑战宿命。噗！一个卫兵刚喝进去的灵茶直接喷了另一个卫兵一脸。我操！2人面面相觑，脸上全是活见鬼的表情。风辞，这废物不是在咱们这儿关着吗？怎么跑出去了？冷汗瞬间从2人额头冒了出来。祭封大典上让重犯跑了，这罪过他们俩就是长10对翅膀也得被活活撕了。快去看看！2人连滚带爬地冲到牢房门口，颤抖着手打开了沉重的石门。然而牢房里并非空无一人，一个身穿长老服饰背负金色羽翼的身影正背对着他们站在牢房的最深处。2人脑子嗡的一声僵在原地。这不是大长老吗？还没等他们开口，那个身影缓缓转了过来。林峰板着一张属于大长老的威严老脸，狠狠瞪着2个卫兵。混账东西！一声怒喝，炸得2个卫兵神魂都在颤。你们2个饭桶是如何看守的？林峰扮演的大长老怒不可遏，指着他们鼻子骂道：一个血脉不纯的孽障，竟能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溜出去，在祭封大典上公然叫板圣女，你们是想让我羽人族的脸今天在全天下修士面前丢尽吗？扑通，2个卫兵腿一软，直接跪了下去，浑身发抖。大长老饶命！我们也不知道啊。林峰背着手踱到他们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就完了。圣女的道心因此受损，族群的信仰因此动摇，这责任你们担得起吗？每一句话都狠狠砸在2个卫兵的心口上，他们已经彻底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恐惧。林峰见火候差不多了，看到其中一人失手掉在地上的水镜，他一把将水镜射入手中。废物！本长老要亲眼看看那个孽障究竟要掀起多大的风浪。你们2个就给本长老跪在这里，好好反省，等大典结束再来领罪。说完，林峰拿着水镜，大步流星地从2个呆滞的卫兵身边走了出去，直到大长老的背影消失在黑暗的甬道尽头，2个卫兵才哆哆嗦嗦地对视一眼。完了，这下全完了。远离了水牢，林峰脸上属于大长老的威严瞬间消失。就这2傻鸟的智商是怎么混上看守这么重要的岗位的？羽人族这管理体系漏洞百出啊！等回头翅膀到手了，高低得给他们写一份企业内部风险管控方案，价格嘛，好商量。林峰一边内心疯狂吐槽，一边把玩着手里的直播神器水镜。OK， 灯光、摄像、演员、观众全部就位，将视线投向水镜。画面里，风辞正与圣女云师对峙，完全执行了他的剧本。不错不错，这小子有前途，不枉我熬夜给他写的稿子。等这单生意做完，必须给他发个小金人。不是2个。林峰的注意力从舞台中央缓缓挪到了观礼的贵宾席上，他一个一个的扫过去。东玄玉前女友观光团、苏慕晴、林青竹、宫书纸，还有个疯批叶琉璃。好家伙，一个不少。南疆这边狐仙儿和那个戴面具的也到了。这票房今天不得直接起飞喽。林峰咧开嘴无声一笑，刺激，太他妈刺激了。圣殿广场之上，数千名羽人族人屏住了呼吸，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向了祭坛上那个本该高不可攀的身影。圣女云师，月白色祭祀长袍，银色的星轨图腾从领口蔓延到裙摆，随着云师微弱的呼吸，那些星轨不再流转，死气沉沉。云师站在那里，身体摇摇欲坠，他看着下方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那个叫风辞的男人，还是那张脸，那副身躯，可他体内好像换了一个灵魂。他已无路可退，当着全族的面，当着那些远道而来的贵客的面，他输不起，羽人族也输不起。云师缓缓抬起了手，制止了所有长老的骚动。我接受你的挑战。观礼台，贵宾席。狐仙儿听到这2个字，抓着扶手的手指猛然收紧，白金色裙摆层层叠叠，眉心那点狐火印记剧烈闪烁，映得他脸庞一片赤红。是他，就是他。他激动地对身边的大祭司传音，这种直击灵魂、颠覆信仰的手段，何先生教我的模拟太古环境、重塑我九尾天狐血脉的理论一模一样。先生一定就在这附近。身旁，五仙教大祭司依旧戴着那副青铜面具，静静坐着。他与周围的喧嚣隔绝，自成一方世界。面具之下，那双深邃的眼眸却牢牢锁定了祭坛下的风辞。他能感觉到那个搅动天下风云的变数，所有谋划都指向了那个可怜的圣女。等着就好，猎物自己会露出破绽的。祭坛之下，风辞，真正的风辞，在得到圣女肯定的答复后，攥紧了拳头。林峰先生的话，那份足以点燃整个羽人族的檄文，在他脑中疯狂回响。他迎着云师的审视，也迎着全族的审视，开口问道：圣女大人，敢问您的道是什么？云师看着他，暗淡的琉璃色眸子里重新燃起属于圣女的骄傲。我的道是未来，是星辰的轨迹，是万物的定数，是不可撼动、不可逆转的命运。他的声音重新变得空灵，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这是他最后的防线。然而风辞却笑了，他摇了摇头，深吸一口气，开始背诵林峰为他准备好的演讲稿。风辞从一开始的颤抖，慢慢变得越来越激昂。不，圣女大人，您错了。风辞从羽人族最古老的历史讲起，讲到先祖们如何挣脱大地的束缚，第一次冲向云霄，讲到他们如何用鲜血和勇气，在这浮云之巅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园，再讲到如今整个族群如何在这注定的命运下变得僵化、麻木，失去了飞翔的初心。风辞的每一句话都重重敲在广场上所有年轻羽人的心口。最后他转身，张开自己背后那对畸形丑陋的翅膀。风辞指着他，呐喊出那句核心金句：天空的广阔不是因为没有边界，而是因为我们有向往无限的勇气。翅膀的大小决定不了飞翔的高度，心之所向才是真正的天空。轰！这句话
这句曾经云师用来安慰小雨人的话，此刻从疯子的口中咆哮而出，却变成了一把最锋利的剑，直直刺向他整个信仰体系的核心。心之所向，才是真正的天空。说得好！广场上，一个年轻的羽人族战士忍不住振臂高呼，他的呼喊引爆了全场。心之所向，才是真正的天空。说得对，我们飞翔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为了自由。成百上千的年轻羽人都跟着热血沸腾地呐喊起来，他们看向疯子的眼神不再是鄙夷和嘲笑，而是认同。长老们的脸色铁青，大长老气得浑身发抖，背后的金色羽翼疯狂扇动，却被身旁的法典长老死死按住。反了，都反了！祭坛之上，云师的身体剧烈晃动，他看着下方那个振臂高呼的身影，他仿佛变了一个人。不，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只是被所谓的命运压抑了太久。自信、强大、闪闪发光，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在他脑海里疯狂回响。命运真的可以改变吗？他对自己对羽人族数万年的信仰产生了最深刻的怀疑。浮空岛外围一处云雾缭绕的悬崖背后，林青竹一身白衣，手握长剑，身上散发的寒意让空气都有些凝固，手中的同心镜正散发着前所未有的炽热，镜面上清晰地映照着广场上那道挺拔的身影。林青竹冰冷的眸子里翻涌着愤怒与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兴奋，那种终于再次触碰到宿敌的战力。这套歪理邪说，这种煽动人心的手法，他那被那个男人搅乱的道心在疯狂地尖叫。引发眼前这一切的就是那个让他日夜不得安宁的男人。而在另一边某个殿宇的阴影里，叶琉璃挂在屋檐的飞角上，晃荡着两条白得晃眼的小腿。啊，找到了，找到了！他眯起眼睛，贪婪地嗅着空气。广场上那个小废物的身上有他那可爱小猎物的气息，一种把别人的信仰和骄傲踩在脚下再狠狠碾碎的气息。咯咯咯！他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娇笑，真是让人兴奋呢。真想把你色心掏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呢？看样子这就是林峰策划的咯。悬崖边，苏慕晴冷静地开口，他的视线锁定了广场中央的风词，以自身经历为引，以普世价值为核，以偷换概念为手段，煽动底层情绪，攻击核心信仰。这种层层递进、滴水不漏的方式。他转过头看向身旁的公叔指，是他，错不了。公叔指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紧张地调试着一个全新的罗盘修罗场探测仪，指针都快转冒烟了。苏慕晴点了点头，他所有的布置都是为了此刻。林峰一定就在这附近，或者他就是林峰。圣殿广场暗处，林峰正通过那面直播神器水镜看得津津有味，看着贵宾席和各个角落里的老熟人们一个个粉墨登场，他差点没笑出声。好家伙，这不就是大型认亲现场吗？还是单方面的那种。林峰摸着下巴，实在心里给这豪华全家桶做起了战力分析和攻略排序。首先，林青竹，天灵宗圣女，老客户了。这位是真怨种，执念深到能刻进到心里的那种，仇恨值 max， 危险等级 SSS 加，暂时不能碰。下一个，叶琉璃，疯批病娇，这位更要命，脑回路跟正常人不一样，带到我估计不是直接弄死，而是想把我切片研究，做成手办天天抱着睡，物理意义上的那种。危险等级同样 SSS 加，而且突出一个防不胜防。接下来南疆的两位狐仙儿，我的头号狂信徒，简直是快把我当活神仙供起来了。就算抓到我，估计也是8抬大轿请回去，好吃好喝供着。那个戴面具的大祭司对我这个变数充满了学术性的好奇，大概率也是想抓回去研究，但手段应该比叶琉璃那个疯婆子文明点。暂定，安全。好，这么一盘算，南疆这俩反而是可以利用的友军。林峰的思绪转到了东玄玉女团的另外2人身上，公叔指、技术宅、炼气狂魔。这位好办，世界观都被我用超前的理论给干碎了，现在满脑子都是想用技术打败我。只要我抛出一点可控核聚变、量子纠缠通讯、曲率引擎之类的核心技术当诱饵，他分分钟就能叛变革命，提着工具箱回去。突破口，这是第一个突破口。最后，苏慕晴，万剑阁首席，寻夫复仇联盟的首席大脑，逻辑怪。这女人有点麻烦，脑子太好使了。不过，林峰想起了当时的委托，不就是个地控吗？他弟被我扮演的百花宫女弟子忽悠瘸了，他这个当姐姐的气不过，要给弟弟找回场子。这事儿能解释，只要我俩能坐下来泡壶茶，我跟他好好掰扯掰扯，摆事实，讲道理，把他弟那个恋爱脑的问题分析透彻，证明我是在帮他成长。
有50%把握能把他从敌方阵营忽悠到中立。OK， 方针已定。第一步，策反，想办法联系上龚叔芷和苏慕晴，分化瓦解东玄玉女团，让他们当场减员2人。第二步，引战，让狐仙儿和大祭司这2位友军去牵制住林青竹和叶琉璃这2个最大的威胁，让他们狗咬狗，打得越热闹越好。我林某人就趁乱跑路，深藏功与名，完美，不愧是我。这波操作简直可以写进修罗场极限求生教科书当开篇案例了。就在风词引爆全场，让无数年轻羽人热血沸腾之际，一道血色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广场中央，那速度快到连空间都被他撕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是叶琉璃，他款步而来，雪腻的长腿在血色裙摆下若隐若现，而那张脸蛋上正漾开一抹甜腻笑容。哥，不管你是不是他，身上这股让人着迷的味道可是做不了假的。先让姐姐我把你拆开来，好好检查一下吧。话音未落，他那纤细白皙的手指已经化作了血色利爪，掏向风词的心口。这一爪不带杀意，却比任何杀招都恐怖。他竟是要活生生掏出风词的心脏。风词全身僵硬，死亡的阴影让他连呼吸都忘了。然而血爪在距离风词胸口3寸时停下了。当一声脆响，一道剑光后发先至，精准地挡在血爪前。剑气激荡，广场温度骤降。林青竹不知何时已出现在风词身前，白衣胜雪，长发无风自动，死死盯着叶琉璃，满是怒火与偏执。魔道妖女，滚开！他只能由我来审判。叶琉璃舔了舔嘴角，脸上是病态的兴奋。哎呀呀，是天灵宗的冰块姐姐，你也闻到味道，赶过来了吗？可惜先到先得哦。今天这个有趣的玩具我要定了。2人对峙，恐怖的威压让周围羽人族人喘不过气。放肆！一声娇斥从观礼台上传来。轰！9条白金色狐尾从狐仙儿身后冲天而起，那狐尾遮天蔽日，卷起的狂风将广场上坚硬的白玉地砖都掀飞了出去。9条狐尾将瑟瑟发抖的风词包裹起来，隔绝了林青竹和叶琉璃的威压。狐仙儿出现在狐尾前，脸上满是暴怒，眉心的狐火印记亮得刺眼。他死死盯着林青竹和叶琉璃，一字一顿的开口：敢动先生的传道者，你们是想与我南疆妖皇殿不死不休吗？先生，传道者！林青竹和叶琉璃同时一愣，而广场上观礼台上的所有人，包括羽人族大长老在内，全都懵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一个血脉不纯的废物，怎么突然就成了南疆妖皇殿圣女口中的先生传道者？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啊！3位元婴天骄在广场中央形成3组鼎立之势，剑意、血气、妖力3股气息疯狂对撞。空气中传来噼里啪啦的爆响，那是空间都承受不住这股威压，即将崩碎的征兆。空间封锁阵法最大功率启动。悬崖边，公叔指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双手在阵盘上快得出现了残影，嘴里念念有词。因果律扰动捕捉仪开始校准，情绪指向性探针布设完毕。我的天老爷，这3个女人是疯了吗？这是要把浮空岛给拆了啊！他身旁的苏慕晴没有理会公叔指，他静静站在外围，冷静地扫视战场，分析着每一个细节。他的眉头越皱越紧，不对劲，非常不对劲。这时一个空灵的声音响起，不大，却压过了所有喧嚣。诸位，何必为难一个孩子？五仙教大祭司起身，他依旧笼罩在黑袍与青铜面具下，气息若有若无，却给在场所有人，包括3位天骄带来巨大的压力。不如让他把话说完。本座也很好奇呢。此话一出，连最疯的叶琉璃都收敛了气息，而被各方势力围在最中间的风词彻底傻了。他2腿发软，抖个不停。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天灵宗圣女、血神教妖女、妖皇殿圣女和五仙教大祭司会为了我一个废物在这里开武林大会啊？林峰先生，救命啊！这跟剧本上写的不一样啊！圣殿广场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个刚刚被吓得瘫软在地的羽人仆役身后，林峰正蹲在地上，脸上的肌肉因为憋笑而疯狂抽搐。我操！我他妈！我就是想导演一出挑战权威的励志剧，顺便完成 KPI 跑路，怎么一转眼就变成前女友复仇记之神仙打架真人秀了？这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玄天大陆要提前选举盟主了呢。林峰看着水镜里那一触即发的场面，整个人都麻了。他刚在心里盘算好的策反、引战、跑路3步走完美计划，还没来得及启动，
人家直接就跳到最终环节了。这帮疯批女人行动力也太他妈强了吧，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啊！冷静，冷静！林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看着画面里那个吓得快尿裤子的风辞。不行，风辞这个马甲已经成了全场焦点，算是废了。苏慕晴那个女版福尔摩斯肯定已经在怀疑了，再不跑，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就得被当场分尸，一人一块带回去当纪念品了。想到这里，林峰一个机灵，他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广场中央，林峰变成一个普通羽人仆役的样子，混入了四散奔逃的仆役中。开溜！就在林峰即将混出广场范围的时候，广场外围一直冷静观察的苏慕晴突然抬头，不对，信息对不上。这个风辞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傀儡，他的所有行为、所有言语都是被设计好的，他本人根本不具备掀起这一切的能力。林峰利用了他，苏慕晴想通了一切，知道自己被耍了，他在利用混乱逃跑。苏慕晴的声音穿透了所有喧嚣，所有人封锁全倒，他不是疯子，他在人群里。这一声大喊让还在对峙的林青竹、叶琉璃和狐仙儿同时有了动作。话音刚落，三股骇人的神识已覆盖了整个广场。林峰不敢回头，心脏提到了嗓子眼，他拼了老命的往浮空岛外围的虹桥跑去。就是现在，他冲上了虹桥，在即将踏入云雾的最后一刻，还是下意识的回头看了一眼。只一眼，他看到祭坛之上，圣女云师越过了广场上混乱的人群，越过了那几个对峙的强者，最终他看向了那个被9条狐尾保护着、吓得瑟瑟发抖的真正的风辞。在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林峰看到了动摇。他看着风辞一直紧绷的嘴角竟微微松动。林峰笑了，妈的，这单生意完美收官，而且是最完美的一次。林峰不再犹豫，一头扎进了通往浮云城下城区的云海虹桥，一边狂奔一边在心里怒吼：再见了各位前女友， KPI 到手，尾款会自己打到我账上的吧，你们慢慢玩，老子不奉陪了。浮云城下城区，那间挂着情缘一线千破旧招牌的小店，门被从里面吱呀一声推开，又被迅速合上。林峰靠在门板上，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妈的，吓死爹了！林峰在心里疯狂吐槽，容貌也变回本来俊俏的模样。刚才在浮空岛上，他可是顶着羽人族大长老那张老脸，大摇大摆的从水牢走出来的，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幸好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广场上那场世纪辩论给吸引了，不然他就是有9条命，今天也得交代在那儿。那几个疯婆子应该还没这么快锁定到我这个小破店吧？暂时安全。林峰拍了拍胸口，刚一抬头，就看见风辞正站在店里，整个人激动的发抖。风辞局促的搓着手，全身上下透着一股狂热。先生，风辞的声音都在抖，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做到了，但是后来广场上太乱了，我就按您的吩咐先回来了。他亲眼看到了那些年轻族人眼里的火焰被点燃，看到了长老们气急败坏却又无可奈何的表情，更看到了圣女大人最后离开前那个充满震撼的表情。他一个被唾弃了半生的废物，今天却撼动了整个羽人族的信仰根基，而这一切都源于眼前这个男人。林峰看他那副快要当场磕一个的架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他现在可没工夫搞什么战后心理辅导型了。林峰维持着高人风范，腔调淡漠，后面的事与你无关，那是我的私事。翻译一下，那是我的前女友们搞出来的烂摊子，你个战五渣别掺和，我还指望你给我付尾款呢。林峰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凉白开，一饮而尽。重要的是，你想要的得到了吗？风辞闻言，身体一震，他重重的点头，眼眶瞬间就红了。得到了吗？他得到的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他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连头都抬不起来的废物，他现在是敢于向命运挥拳的勇士，是点燃了无数同族心中火焰的先驱。族人们对他的态度已经彻底变了，敬畏、好奇、认同，而圣女大人最后那个回望，他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切都值了。先生，这是我的承诺。风辞没有丝毫犹豫，他下定决心，背后那对残破的灰色翅膀在一阵柔和的灵力波动中脱落下来。那对翅膀悬浮在半空中，不再是残破和耻辱的记号，翅膀上的每一根羽毛都流淌着精纯的灵力。灰色的羽翼深处隐隐有金色的光辉在流转。羽人族的翅膀虽然有些损伤，但这东西绝对是修真界的至宝。风辞的脸色白了几分，但他站得笔直。
他亲手将这对曾带给他无尽痛苦与屈辱的翅膀捧到了林峰面前。林峰伸手接过，翅膀入手温热，带着一股奇特的生命力。林峰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点了点头，内心的小算盘却已经打得噼啪作响。可以，成色不错，是正品。有了这翅膀，上天入地，跑路必备。就是这损伤有点严重，得找个靠谱的炼器大师修复一下。公叔指那个技术宅倒是人选之一，但现在找他不等于自投罗网吗？哎，修复费估计又是一大笔零食，妈的，肉疼！就在林峰盘算着这单生意的最终收益率时，风慈又从怀里捧出了一个巴掌大的锦盒。锦盒通体由暖玉制成，上面还残留着一股清冷而圣洁的幽香。先生，风慈的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敬畏。这是云师圣女在我离开前托我转交给那位指点我的高人的。林峰心里咯噔一下，卧槽，还有额外奖励？不是吧，这圣女该不会是看上我马甲了吧？客户的老婆可不能碰啊，这是职业道德问题。风慈继续传达着云师的话，圣女大人说，无论那位高人是谁，身在何方，都感谢他，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天空。说完，风慈将锦盒递了过来。林峰心里泛着嘀咕，接过了锦盒，入手微凉。林峰指尖轻轻一挑，打开了盒盖，没有想象中的金光万丈，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异象。锦盒里只是静静地躺着一枚羽毛，一枚通体晶莹剔透，由月华凝聚而成的羽毛，羽毛的末端还带着一点点嫣红。林峰还没来得及吐槽这奖励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风慈出神地望着那羽毛，声音轻飘飘的，先生，这是云师圣女的本命灵语，上面蕴含着未来世得本源之力。嗡，林峰的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本命灵语，未来世的本源之力，羽人族的翅膀能让他跑得更快，是保命的底牌。但这枚蕴含着未来世本源之力的本命灵语，这他妈的是能预知危险，提前规避所有死路的活地图。这已经不是血赚的问题了，这单生意能让他少奋斗100年。卧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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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圣女出手也太大方了吧！我只是动了动嘴皮子，画了个大饼，她直接把自家的核心科技送我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啊！林峰心里翻江倒海，脸上却没露出分毫，伸出2根手指，将那枚轻若无物的羽毛从锦盒中拈了起来。指尖处碰到羽毛，一股清凉的信息顺着他的指尖涌入了林峰脑海。林峰看到了一些破碎的、杂乱的画面，看到一炷香后会有一只野猫从屋顶跳下，打翻门口的空酒坛；看到半个时辰后，隔壁的张屠夫会因为切肉走神划伤自己的手指；看到明天清晨东边会有一艘商船入港，带来一批来自南海的珍珠。虽然画面混乱，但每一个都指向了即将发生的事。林峰的心脏砰砰直跳，这玩意儿是真的，他真的拥有了窥探未来的能力。虽然只是一丝本源之力，能看到的片段有限，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林峰从今天开始也是一个能开挂的男人了。林峰按捺住狂喜，郑重地将羽毛收好，然后拍了拍风慈的肩膀，不错不错，这客户找得值，不仅人傻钱多，还他妈自带超豪华赠品。风慈激动地再次单膝跪地，先生大恩，风慈永世不忘。林峰挥了挥手示意他起来，他现在只想赶紧把这个财神爷送走，自己好好研究一下这2个宝贝疙瘩。等风慈千恩万谢地离开后，林峰立刻把店门死死拴上，他一个人坐在桌边，左手托着那对有些残破的翅膀，右手捧着那个装着本命灵语的锦盒，咧着嘴傻笑个不停。发了，这波真的发了，物理外挂有了，规则类外挂也有了。林峰越想越美，拿起那枚羽毛放在唇边，轻轻亲了一口。云师，好名字，人美心善，出手还大方。妈妈，我好像又恋爱了。林峰美滋滋地把玩着手里的本命灵语，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外挂，移动的预言家。嘿嘿嘿，有了这个，以后谁还敢在我面前装逼？老子直接预判你的预判。林峰兴奋地搓了搓手，很快又冷静了下来。现在不是开香槟的时候，浮空岛上那帮疯批前女友，搞不好下一秒就要杀到家门口了。当务之急是赶紧跑路。林青竹和叶琉璃那2个疯婆子，仇恨值拉满，是顶级威胁，暂时不能碰。狐仙儿和大祭司属于潜在友军，但现在接触风险太大，所以突破口还是在东玄玉女子天团的那另外2个正常人身上。林峰决定就从这2位身上下手，他将那枚本命灵语贴在自己的眉心，集中精神，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那2位现在在哪儿猫着呢？脑海中的画面闪过，最终定格在一间茶楼的2楼雅间。雅间里2个女子正相对而坐，苏慕晴一身青衣，正静静地擦拭着自己的佩剑。她换下了一身便于行动的劲装，穿了件淡雅的青色长裙，裙摆上绣着几丛疏疏落落的墨竹，为她那冷峻的容颜平添了几分文雅。而公叔只则趴在桌子上，对着一堆画满了鬼画符的图纸唉声叹气。这技术宅今天居然换下了一身尤物的工装，穿了件浅紫色的长裙，虽然还是顶着2个大大的黑眼圈，但那不修边幅的邋遢样子下竟也藏着几分清秀。最关键的是，雅间里只有他们2个人，林青竹和叶琉璃那2个定时炸弹不在。好机会！林峰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天助我也！这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单聊机会，必须抓住！他立刻收好翅膀和灵羽，走向门口。只要能成功策反这2人，他的前女友豪华全家桶就能当场减员1半，生存几率直接从地狱模式提升到困难模式。林峰拉开了那扇破旧的木门，然而林峰刚探出半个身子，整个人就僵在了门口。街道上，一对对身穿城主府兵甲的修士手持法器来回巡逻。平日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修士，此刻也3、5成群，个个兴奋的东张西望。而最让林峰头皮发麻的是墙上、电线杆上，甚至连路边卖糖葫芦的小贩车上，不是所有能贴东西地方的，都他妈贴满了通缉令。画像有2张，一张是俊美青年，嘴角带着一丝坏笑，正是他林峰的本来面貌；另一张是戴着金丝眼镜，气质儒雅的青年，正是他文若愚的马甲。画师的水平极高，几乎是复刻了他的2张脸。而在画像下方是一行大字：凡提供此2人线索者，赏上品灵石10万，活捉者赏灵石100万，并可任选天阶功法1部。落款更是重量级：东玄玉天灵宗，南疆妖皇殿，南疆五仙教浮云城主府联合发布。最下面那一行用朱砂写的悬赏金额，那长长的一串零，看得林峰倒吸一口凉气。我操，这下真是插翅难飞了。城主府这帮孙子这么快就被那几个女人给压力了，这他妈已经不是修罗场了，这是天罗地网。林峰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后背紧紧贴着门板，心脏狂跳。现在顶着这张脸出去，那就是移动的10万灵石，是会走路的天阶功法，4头罗网都没这么快的。林峰急得在店里团团转，不行，我不能出去，必须找个人替我跑腿。他立刻从牙缝里掏出那枚微型传音符，联系上了风慈。风慈，帮我个忙。与此同时，浮云城主府内，城主正用袖子疯狂擦着额头上的汗，连大气都不敢喘。他面前坐着3位他一个都惹不起的大人物。林青竹一袭白衣，气质比之前在浮空岛上更加冰寒。林峰此人极度擅长伪装，他很可能就藏在城中最不起眼的角落，必须进行全城范围的无差别排查。他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另一边，狐仙儿则是完全不同的画风，他依旧穿着那身华丽的白金色工装，眉心的狐火印记愈发妖异。他翘着腿，用涂着扣单的指尖漫不经心地敲着桌面。封锁全城，一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本宫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天黑之前找不到先生，我就拆了你的城主府。城主一哆嗦，差点从椅子上滑下去。而坐在最中间的那位才是最让他恐惧的，五仙教大祭司。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整个人笼罩在宽大的黑袍之下，直到狐仙话音落下，他才缓缓抬起一只手。那只手纤细修长，肌肤银白如玉，我教的秘骨对谎言的气息很敏感。空灵的声音响起，如果城主有什么隐瞒，他们会第一个知道。城主脑门上的汗瞬间就下来了，他不敢有任何侥幸心理，连滚带爬地冲出去下令：3位仙子放心，小人明白，全城戒严，封锁所有出入口，挨家挨户的搜，就算是掘地3尺，也要把那个叫林峰的给我揪出来。一时间，整座浮云城风声鹤唳，无数城主府的卫兵和被悬赏冲昏了头脑的修士开始了全城搜索。咚咚咚，开门！城主府例行检查。林峰躲在自己的小店里，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和粗暴的盘问声，心跳越来越快，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他死死盯着那扇薄薄的木门，刚刚已经让风慈去找苏慕晴和公叔指了，成败在此一举。但眼下他必须先撑过这一轮搜查。林峰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跑！现在全城都是眼线，能跑到哪里去呢？躲！
这些卫兵很快就会搜到他这里，到时候他怎么解释自己出现在这个风暴的中心？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林峰在绝境中反而嘴角咧开，既然上不了天，入不了地，那……林峰的眼神骤然变得锐利，我就只能再死一次了。林峰正琢磨着怎么再死一次，才能骗过全城的地毯式搜索。咚咚咚，敲门声传来。卧槽，这么快？难道是疯子那小子被抓了，直接把我给卖了？林峰盯着门板，后背发凉，脑子里全是严刑拷打的画面。门外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先生，是我，风慈。林峰心里咯噔一下，气还没喘匀，风慈又补了一句：那两位仙子，他们也来了。吱呀！不等林峰反应，门被从外面推开了，门外站着的确实是风慈，他那张俊秀的脸已经皱成一团，而在他身后还站着两个女人，一个身穿淡雅的青色长裙，裙摆上绣着几丛墨竹，将那冷峻的容颜衬得多了几分文雅之气，是万剑阁首席苏慕晴。另一个则换下了一身油污宫装，穿了件浅紫色的长裙，虽然依旧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但那张清秀的脸蛋配上这身打扮，竟有种技术宅独有的反差萌，正是补天阁大小姐宫淑芷。我操！说曹操，曹操到，我他妈刚准备摇人，人就直接给我送到家门口了。风慈这小子的业务能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逆天了？林峰来不及多想，一把将三人拉了进来。破旧的铺子里气氛骤然凝固，苏慕晴和宫淑芷两人都直直地看着林峰。通缉令上的画像他们已经看了不下100遍，但真人出现在眼前时，冲击力远非画质可比，比画像上帅太多了。那轮廓多一分则繁复，少一分则失神韵。苏慕晴的剑心在轻微震颤，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家那个一根筋的弟弟会被一个女子忽悠瘸了。顶着这样一张脸，别说编故事，就是他说太阳是方的，估计都有人信。这不是欺诈术，是碾压。而宫淑芷这位技术宅的脑子则拐到了另一个方向，他脑海里已经开始浮现出各种黄金分割线和数据模型。完美，这脸部结构太完美了，这要是能踩个数据，我的傀儡人偶颜值至少能提升3个版本。风慈站在三人中间，大气都不敢喘。他虽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他能感觉到这间小小的铺子已经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修罗场。先生的敌人好像都是这种级别的仙子，先生也太难了。风慈求生欲上头，果断决定开溜。他对着林峰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结结巴巴地开口：那个先生，人我给您请到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就不打扰您跟两位仙子叙旧了。说完，他对着林峰猛地一鞠躬，然后转身拉开门，一气呵成。林峰看着那扇被关上的门，嘴角抽了抽。我操，你个没良心的，过河拆桥是吧？回头高低得给你涨价。林峰心里疯狂吐槽，脸上却恢复了镇定。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下。两位仙子，林峰呷了口水，慢悠悠地开口：一路追到这里，辛苦了。说吧，是想把我绑回东玄域，开个批斗大会，还是想当场就把我给切片了？苏慕晴冷哼一声，手已经按在了剑柄上。林峰，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林峰笑了，他放下茶杯，看向苏慕晴：苏小姐，我们先不谈别的，我问你，你弟弟10亿是不是个一根筋的恋爱脑？苏慕晴一愣，没料到他会这么问，但还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林峰两手一摊：这不就结了？我承认我是用了点小手段，扮演了百花宫的小雅师妹，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不出手，让你弟弟那么耿直地追下去，会是什么后果？他会把百花宫那个胆小怕事的小雅师妹逼到绝路，人家姑娘要么崩溃，要么就只能找个男人假扮道侣来拒绝她。到时候你弟弟怕不是要当场拔剑，跟人搞一出为爱决斗的戏码，最后把万剑阁和百花宫的关系彻底搞僵。我呢，我只是收了800块零食，演了一出戏，既保全了小雅师妹的名声，又让你弟弟体面的退场，还让他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为了成全对方的伟大牺牲。我这叫什么？这叫情感危机干预，叫高情商分手模板。我是在帮你弟弟成长。林峰越说越激动，最后指着自己：我林峰就是你弟弟成长路上的付费导师，你这个当姐姐的不但不感谢我，不给我包个大红包，还带人来追杀我。苏小姐，你的逻辑呢？你的格局呢？一番话下来，苏慕晴彻底被干沉默了。他引以为傲的逻辑，此刻竟然找不到任何反驳的漏洞，因为他说的好像全是对的。他来这里是为了给弟弟找回场子，
是为了戳穿这个骗子。结果对方三言两语就把自己从一个骗子上升到了人生导师的高度，这还有天理吗？看着苏慕晴那张冷峻的脸变幻不定，林峰心里偷着乐，搞定一个，接下来就是这位技术宅了。林峰转向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盯着他脸发呆的龚书芷，龚书小姐，龚书芷回过神，脸颊微红。林峰指了指他怀里抱着的那些图纸，傀儡核心的过载散热问题还没解决。龚书芷的注意力瞬间被拉了回来，他下意识地把图纸抱得更紧了。你怎么知道？林峰撇了撇嘴，摇了摇头。你的思路从一开始就错了。灵力传导不是单纯的能量运输，它伴随着熵增和信息损耗。你只想着怎么把产生的废热排出去，却没想过为什么不能从源头上减少废热的产生呢？你听说过卡诺循环吗？卡诺循环？龚书芷瞪圆了眼睛，这两个字他听都没听过。林峰一脸你这都不知道的表情。简单来说，就是建立一个理想化的灵力循环模型，这样一来废热自然就少了。至于具体怎么实现，林峰拿起一张废纸，用炭笔在上面飞快地画了几个鬼画符般的阵法结构。看，这个符文矩阵负责等温压缩，那个阵法节点负责绝热膨胀。龚书芷的眼睛已经完全粘在了那张废纸上，他看着那些闻所未闻的理论，看着那些颠覆了他整个炼器知识体系的结构图，龚书芷的世界观又一次被这个男人彻底颠覆。你，龚书芷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看林峰的表情，就像看一位行走的炼器之神。林峰潇洒地扔掉炭笔，靠在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好了，两位，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了。他看着苏慕晴，你现在就回东玄域。他又看向龚书芷，你也回去。作为报酬，下个月我会想办法给你寄一份论离子波动与宏观物质的耦合应用初探，能不能看懂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林峰的语气嚣张到了极点，但他有嚣张的资本，一个被他用逻辑拿捏，一个被他用知识碾压。苏慕晴和龚书芷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反应里看出了同样的意思。苏慕晴深吸一口气，收回了按在剑柄上的手。好，我答应你。他必须承认，在智斗上他输了。龚书芷更是小鸡啄米似的点头。我也答应。你一定要把那篇论文寄给我啊。林峰满意的点了点头。完美。前女友豪华全家桶当场减员1半，生存几率暴增。我林峰不愧是修罗场里的谈判专家。送走了苏慕晴和龚书芷，林峰那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回了肚子里。但很快，街角传来的巡逻卫兵的呵斥声，又把林峰重新拉回了现实。策反2个只是权宜之计，要想彻底摆脱困境，假死计划要尽快实施了。林峰计划很简单，伪造一个自己被神秘强者追杀，最终在传送时被劫杀，尸骨无存的假象。一场由他亲自导演、编剧、兼任道具师的史诗级灾难片，而片名就叫《金蝉脱壳》。说干就干，林峰从不拖延，尤其是在保命这种头等大事上。他掏出那对还带着风磁体温的灰色翅膀，好宝贝，就是卖相差了点，跟被哈士奇啃过似的。他一边吐槽，一边运转起自己那炼气七修为，指尖逼出一滴精血，小心翼翼地滴落在翅膀的根部。他从女王那里学到的生命知识，此刻派上了用场。林峰用自己的灵力作为引子，从翅膀中剥离出一丝最本源的气息，将其与自己的精血融合。片刻后，3滴暗红色带着风磁那独有气息的精血悬浮在林峰掌心。OK， 搞定。这是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关键道具。做完第一步，林峰立刻爬上墙头，鬼鬼祟祟地朝隔壁望去。隔壁那个卖劣质符箓的猥琐老头，正翘着二郎腿，哼着18摸，一脸的生无可恋。林峰清了清嗓子，在墙头喊了一句：“老先生，生意兴隆啊！”猥琐老头斜了他一眼，从鼻孔里哼出一声：“哟，这不是卖寂寞的小子吗？怎么，终于想通了，准备关门大吉，跟我学画符了？我可先说好，我这手艺祖传的，学费可不便宜。”林峰脸上挂着职业假笑：“学个屁，学你3天饿9顿的本事吗？”他心里疯狂吐槽，嘴上却客客气气：“老先生说笑了，小子我这点道行，哪敢琢磨那么高深的东西。”话锋一转，林峰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零食袋子，在老头眼前晃了晃：“小子今天来是想跟您谈笔大生意，您这有没有花费了的，或者威力不太稳定的符箓，尤其是那种动静比较大的？”老头看着那个钱袋子，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有，怎么没有？
老头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溜烟钻进铺子，很快就爆出来一摞发黄发霉的符纸。小子，你算找对人了，看看，这都是老夫我年轻时研究爆炸艺术的失败品。他指着其中几张画着扭曲鬼画符的符纸，吹嘘道：我跟你说，正品引爆符，引爆那叫一个干脆利落，我这个可不一样，我这个引爆它讲究一个随机性，可能没动静，也可能嘿嘿，直接把你家祖坟给掀了，突出一个刺激。林峰眼睛一亮，我操，好东西啊，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正品特效哪有残次品来的震撼，这叫不确定性的美学。林峰一把将钱袋子丢了过去，豪气干云地说道：老头，这些我全要了。老头抱着钱袋子，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看林峰的眼神活像在看一个冤大头。他乐呵呵地把那一堆废品全塞给了林峰，还不忘嘲讽一句：小子，可以啊，年纪轻轻就对爆炸艺术这么有追求，以后浮云城要是哪个地方被炸了，老头子我第一个就去城主府举报你。哈哈哈！林峰拎着一堆军火直接跳下墙头，举报我，到时候你连我一根毛都找不着。夜深了，林峰摸进下城区一处废弃粮库，这里就是他的舞台。林峰先是在仓库中央用自己的血绘制一个传送阵，每一个符文，每一道阵纹他都画得极其认真。然而在几个最关键的节点上，他却故意画错了符文的走向。从外表看，这是一个完整且即将成功的传送阵，但只要有懂行的人来，一眼就能看出，这个阵法在启动的最后一刻被人用蛮力强行打断，导致了能量逆冲和空间崩塌。完美，现场伪造，我可是专业的。接着他将那些劣质的引爆符和一枚从女王给的储物袋里翻出来的微型幻阵，按照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布置在仓库的各个角落。这些符箓的引爆会和幻阵形成联动，最终制造出一场元婴级别大战，最终同归于尽的假象。一切准备就绪，最关键的一步来了。他深吸一口气，从头上拔下一根自己的头发，然后他捧着那根头发，从储物袋里倒出一滴百花灵露，那可是女王赠予的宝贝，能滋养神魂，现在却被他用来催生一个一次性的尸体。妈的，奢侈，太他妈奢侈了！这要是让女王奶奶知道，非得把我腿打断不可。林峰心疼的直抽抽，手上的动作却没停，灵露滴落在头发上，他口中念念有词，双手结印，将从花语那里学来的催生秘法灌注其中。那根头发在灵露和秘法的双重作用下，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扭曲、交织，最终形成了一个和他一模一样，但脸色苍白、毫无生机的血肉分身。这分身只有他的一丝气息，脆弱到了极点。搞定！最佳男配角闪亮登场。林峰满意的点点头，将这个苍白的自己轻轻地放在了传送阵的中央，然后他拿起那滴融合了风磁气息的精血，毫不犹豫地弹入了分身的眉心。做完这一切，他退到仓库的角落，看着自己一手布置的暗发线，林峰那颗财迷心窍的心脏竟也有些激动。Action！ 轰！一声巨响响彻了整个浮云城的夜空，恐怖的爆炸将整个废弃仓库炸得粉碎。冲天的火光中，强烈的灵力波动和幻阵效果交织，混乱的能量乱流撕扯着空间。远远看去，这景象制造出两位元婴强者在此惨烈搏杀的假象。爆炸发生时，林峰捏碎了那张被他捂得滚烫的破戒符，土黄色的光芒瞬间将他包裹，一股撕裂空间的力量将他拉入一个五光十色的通道。在被传送走的最后一秒，他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亲手制造的漫天烟火，笑了。再见了，我的各位前女友，哥要去新地图开荒了，勿念。下一秒，他的身影彻底消失，深藏功与名，只留下一片狼藉和一场即将轰动整个南疆的惊天骗局。废弃粮仓的爆炸惊破了南疆的静夜，整个浮云城都被这声巨响震得晃了三晃，冲天火光将半边夜空都映成了血红色。城主府内，浮云城城主连滚带爬的带着一队卫兵第一个冲到了现场，眼前的一幕让他两腿发软，差点当场跪下。整个粮库已经从地图上被抹去，地面上是一个冒着黑烟的巨坑，坑底中央是一个被暴力中断、已经炸毁的传送阵，阵法的残骸边只剩下一滩模糊不清的血肉烂泥，浓郁的血腥味和灵力烧灼后的焦糊味混在一起，闻一下就让人想吐。城主大人，一个卫兵颤抖着开口，这灵力残压太恐怖了。城主根本不用他提醒，空气中还残留着两股截然不同、
却都霸道到极点的元婴期气息。他们互相撕扯碰撞，同归于尽。快封锁现场！城主嘶吼着下令，额头上的冷汗跟下雨一样。咻！一道血色流光撕裂夜空，第一个降临。叶琉璃血群翻飞，那张甜美妖艳的脸蛋上第一次没有了笑容。她落地，赤着雪白的小脚，一步步走向巨坑。空气中那熟悉的让她魂牵梦萦的气息已经变得残破不堪。不，她喃喃自语，漂亮的眼睛里满是难以置信。紧接着剑鸣响彻，林青竹白衣胜雪踏剑而来。她今日换下了一身仙气飘飘的宫装，穿着一身更显利落的白色劲装，勾勒出惊心动魄的窈窕曲线。只是那张清冷的脸上此刻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林青竹的视线死死锁定着坑底那滩烂泥，手中的同心镜那面能锁定林峰的法器。嗡！镜面发出痛苦的悲鸣，滚烫的温度瞬间褪去，变得冰冷。最后，咔嚓，一道裂缝从镜子中央蔓延开来。林青竹的身体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噗！一口鲜血从他唇边喷出，染红了身前的白衣。林青竹神情一滞，眼神变得空洞。就这么死了？为什么我的心会如此躁动？不！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不是来自林青竹，而是来自叶琉璃。血神教的妖女疯了一样冲到坑边，看着那滩已经辨不出人形的血肉，美丽的脸庞扭曲。我的猎物是谁？是谁杀了他？是谁敢动我的玩具？叶琉璃的尖叫凄厉的不像是人声。轰！9条遮天蔽日的狐尾卷着狂风而至，狐仙儿白金色的宫装上沾染着些许尘埃，眉心的狐火印记疯狂闪烁，将他的脸映得一片赤红。他看到了那滩血肉，闻到了那股混杂在血腥里的属于林峰的独特气息。狐仙儿整个人呆立当场。下一秒，这位南疆妖皇殿的圣女发疯似的冲了上去，不顾一切的想把那些血肉捧起来。先生，是谁？是谁杀了你？狐仙儿声音里是无尽的悲怆与滔天的杀意。最后，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废墟的最高处。五仙教大祭司，他依旧笼罩在黑袍与青铜面具之下，只是那身段在狂风中更显婀娜。大祭司看着那滩血肉，面具下的双眸闪过剧烈的波动。他抬起纤细如玉的手，发动了秘术。这个秘术对他反噬极大，不到万不得已他根本不会动用。他要看到那个变数的结局。然而呈现在他脑海中的却是一片虚无。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没等大祭司细想，反噬接踵而至，大祭司的气息瞬间萎靡下来。他踉跄一步，空灵的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震撼。我看不到他的命数了，也许真的死了吧。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林青竹手中的传音石亮起，是苏慕晴。青竹，我们宗门有急事，我和公叔只先回去了。苏慕晴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复杂。林青竹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掐断了传音石。盟友也走了，只剩下他和一群疯子，还有一具他甚至不愿意承认的尸体。将他安葬吧。大祭司的声音悠悠传来，透着一股意兴阑珊。不行！狐仙儿和叶琉璃同时尖叫出声。狐仙儿死死护住那滩血肉，赤红着双眼瞪着叶琉璃。先生的遗体必须由我带回妖皇殿，风光大葬。叶琉璃舔了舔嘴角的血迹，脸上重新漾开病态的笑容。风光大葬，哥哥喽，多无趣啊！他的身体应该由我带回去，做成最漂亮的人偶，永远陪着我才对。妖女，你敢！狐仙儿彻底暴怒。轰！9条狐尾卷起漫天沙石，带着焚尽万物的妖火，狠狠砸向叶琉璃。哎呀呀，好大的火气！叶琉璃不退反进，血色裙摆翻飞，整个人化作一道血影，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血色镰刀。正好，让姐姐我看看你的狐狸尾巴够不够我做一条新围脖。当，狐尾与血镰悍然相撞，恐怖的能量风暴以2人为中心炸开，整个废弃仓库区在这股力量下被夷为平地。狐仙儿此刻被悲痛和愤怒冲昏了头脑，他的攻击大开大合，每一击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白金色的妖火将半边天空都烧成了赤色。他要带先生回去，而叶琉璃则是在享受这场战斗。他的身影在狐仙儿狂暴的攻击中穿梭，镰刀诡异刁钻，总能从最不可思议的角度划向狐仙儿的要害。叶琉璃的脸上是病态的兴奋，失去猎物的痛苦此刻全都转化成了破坏的快感，把它还给我。狐仙儿嘶吼，9尾合一，凝成一柄通天彻地的巨大利剑，当头斩下。是我的！叶琉璃尖笑，周身血海滔天，
一只巨大的血手从血海中探出，迎向那柄巨剑。轰隆隆，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对撞，冲击波将浮云城下城区的无数房屋掀飞，两人同时被震退100丈，嘴角都挂着血迹。青竹冷冷地看了一眼，收起碎裂的同心镜，转身化作一道剑光，头也不回地朝着东玄域的方向飞去。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值得他留恋的东西了。大祭司也摇了摇头，身影渐渐融入阴影，消失不见。能改写预言的人死了，再留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场中只剩下叶琉璃和狐仙儿还在对峙，两人谁也奈何不了谁。良久，叶琉璃喘着粗气，突然咯咯笑了起来。狐狸姐姐，这样打下去，先生最后这点纪念品恐怕就要被我们俩的余波彻底碾成飞灰喽。不如我们各退一步。他指着那滩可怜的血肉，提出了一个让所有旁观者毛骨悚然的建议。你一半，我一半，你带走你的信仰，我带走我的玩具，这样我们都能永远的拥有它，不好吗？狐仙儿那双赤红的眸子死死盯着他。永远的拥有它是啊，再打下去连最后这一点念想都会消失。与其让它彻底化为虚无，不如用这种方式将它的一部分永远留在身边。最终在无尽的悲痛和不甘中，狐仙儿缓缓地点了点头。与此同时，不知过了多久，林峰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中悠悠转醒。他睁开眼，入目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土黄色的荒漠，空气干燥而灼热，天空中挂着一轮诡异的暗红色太阳。这地方林峰的瞳孔猛地一缩，我操，这他妈不是西莫域吗？叶琉璃那个疯批的地盘，破戒符，你个坑爹玩意儿，你他妈是懂什么叫精准投放的？林峰的脸都绿了，他对着空气竖起一根中指，破戒符，你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是吧？我让你随机传送，你给我搞个精准投放。林峰刚骂完，怀里的那枚本命灵羽忽然烫了一下。林峰赶紧集中精神，一段模糊的未来片段闪过，画面里他衣衫褴褛，正惊恐地在荒漠中狂奔，在他身后几个满脸横肉的魔修紧追不舍。嘿嘿嘿，小嫩肉，别跑啊，这细皮嫩肉的肯定是大补之物，哥几个今天有口福了，抓住了先别杀，这脸蛋长得不错，可以先玩玩。污言秽语钻进耳朵里，林峰看着画面里自己那副惨状，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我操，这比三哥还吓人吧？我这是从 VIP 客户直接降级成一次性消耗品了。科莫多巨蜥，未来的画面一闪而过，林峰菊花一紧，不行，绝对不能让这事发生。没有易容界的伪装，他这个练气期的修士，在这魔修遍地的鬼地方就是送上门的肥肉，必须尽快激活戒指。林峰从储物袋里掏出那本厚厚的高端客户情感维护档案，他现在无比庆幸自己有存档的好习惯，直接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只有几个委托，一直被他当成天方夜谭。委托人，目标，万魔窟三皇之一魅魔皇，要求获取其信任与青睐，报酬。我记得当时在南疆接叶琉璃委托的时候，好像有个神秘的家伙偷偷塞给我的，当时还以为是哪个神经病的恶作剧，现在看来这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了。林峰合上档案，目标明确，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个委托人，接下任务。他从储物袋里翻出一套破烂的衣服换上，又往脸上抹了2把土。一个被沙匪洗劫一空，侥幸逃生的落魄散修新鲜出炉。林峰戴上脸息玉佩，收敛全部气息，朝着未来市里建筑的方向摸了过去。黑沙城，城墙用黑石垒砌，上面满是刀劈斧砍的痕迹。林峰一进城就感觉自己像是圣女掉进了哥布林巢穴，满大街都是魔修，一个个气息彪悍，看人的表情都带着一股子你瞅啥的挑衅。这里拳头就是唯一的道理。林峰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地方，城中心最气派的3层小楼流沙阁，黑沙城最大的情报交易中心没有之一。刚走到门口，2个肌肉鼓鼓的练气期守卫就把他拦下了，其中一个上下打量了林峰一眼，鼻孔朝天，哪来的穷鬼，滚远点，这里是你该来的地方吗？林峰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膝盖砸在地上，声音那叫一个响亮。2位大哥，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进去。林峰一把鼻涕一把泪，从怀里掏出一块碎成2半的破玉佩，死死攥在手里。我的商队被黑风寨的沙匪给劫了，我的未婚妻，我的雨儿也被他们给抢走了，我就剩下这个了，这是我和雨儿的定情信物啊，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求能找到黑风寨那帮畜生的下落，求求你们了。
林峰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演技逼真到那两个本来还一脸不屑的守卫都愣住了，两人面面相觑，有点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一个慵懒丝沙哑的女声从阁楼里传了出来，让她进来。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两个守卫立刻让开了路。林峰心里一喜，鱼儿上钩了，脸上却依旧是悲痛欲绝的表情，踉踉跄跄地冲了进去流沙阁1楼。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香料味。林峰一抬头就看见了那个说话的女人，她斜倚在柜台后的太师椅上，一条长腿优雅地叠着，身上是一件暗红色的丝绸旗袍，紧紧地包裹着她丰腴成熟的身体，那弧度简直是鬼斧神工。旗袍的开叉极高，几乎到了大腿根，随着她随意的动作，一片雪白若隐若现，引人遐想。一张妩媚到骨子里的脸，一双细长的丹凤眼，眼角微微上翘，明明没看你，却感觉魂儿都被勾走了。朱唇边总是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手里那杆镶着红宝石的烟杆，烟杆送到唇边，轻轻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烟雾缭绕中，那张脸更显得神秘莫测。卧槽，这御姐熟透了啊！这身材，这气质，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林峰心里疯狂刷着弹幕，脸上却依旧是死了老婆的表情。求仙子，求仙子为我做主啊！红三娘用烟杆点了点柜台，慢悠悠地开了口：“小哥儿，起来吧。”她的声音又轻又软，钻进人耳朵里。我们流沙阁做的是情报生意，可不是善堂。想买消息得拿灵石来换。我瞧你这身打扮，恐怕是拿不出来吧？她打量着林峰，眼神里没有同情，只有审视。林峰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一脸决然：“仙子，我虽然没有灵石，但我有这条命，只要能找到黑风寨，为我的女儿报仇，我这条命就是您的。”红三娘咯咯笑了起来，胸前那惊人的饱满随之颤动。你的命？小哥儿，西漠这地方最不值钱的就是命了。她吐出一口烟圈，烟雾在林峰面前散开。不过嘛，红三娘身体微微前倾，那双勾人的丹凤眼正是林峰。看在你这么痴情的份上，三娘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个机会。红三娘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小香炉，我可以在你身上种下追魂香，这香味对黑风寨那帮专修血煞功的匪徒来说可是无上的美味。城外10里就是他们的地盘，你去把他们引出来，然后杀了他们。事成之后，你想要的任何情报，流沙阁分文不取。红三娘用烟杆的末端在柜台上轻轻敲了一下。怎么样，小哥儿，这个买卖划算吧？划算你个头啊！林峰内心有1万匹草泥马呼啸而过，这他妈不是让我去当诱饵吗？还是不给钱的那种。这女人心比她的旗袍开叉还黑，心里疯狂吐槽。林峰却毫不犹豫，对着红三娘重重磕下一个头。多谢仙子指点迷津。他抬起头，脸上满是悲壮。别说是引诱他们，就是要我跟他们同归于尽，我也在所不惜。只要能为我的女儿报仇。红三娘停下了敲击柜台的动作。这个小哥儿有点意思。她站起身，绕出柜台，走到林峰面前。一股浓郁又好闻的香味将林峰包裹。她伸出纤纤玉指，在林峰的眉心轻轻一点，一缕看不见的青烟融入了林峰体内。去吧。三娘咯咯笑了起来，丰腴的身体笑得花枝乱颤。别让三娘我失望哦，有意思的小哥儿。林峰对着红三娘重重一抱拳，转身走出了流沙阁。门帘晃动，人影消失。红三娘重新回到柜台后，拿起烟杆又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遮住了她的脸。黑风寨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林峰走出流沙阁，迎面来的热风吹得他脸颊生疼。我操，这女人也太黑了吧，让我一个手无寸铁的练气期去调一整个寨子的魔修，这不叫买卖，这叫送人头，还是买1送1，把我自己也搭进去的那种，而且还他妈是盗富。林峰心里疯狂吐槽，脸上却摆出悲壮决然的神情。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城外走去，演技直接拉满。一离开黑沙城的范围，林峰钻进一个沙丘背后，他盘腿坐下，将心神沉入怀中。那枚温润的本命灵语震动了一下，未来式启动。一股疲惫感袭来，让他头昏脑胀。接着几个模糊的画面在他脑中闪过。第一个画面，一把生锈的弯刀划破了他胸前的破布衫。第二个画面，一块蜗牛形状的巨大红色山岩，上面溅上了几滴刺目的鲜血。第三个画面，是他自己。心脏狂跳，呼吸困难，窒息感让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画面消失，林峰脸色发白，却笑了起来。OK， 信息收到。
剧本和道具都给我准备好了啊。林峰开始光速分析，袖刀划破布衫，不是直接捅进肉里，说明对方的第一击是想抓活的。这帮沙匪业务很熟练吗？红色卧牛石是伏击地点，心脏狂跳的窒息感说明敌人在暗处，而且不止一个，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所以只要我找到那块石头就能找到他们。但是林峰摸了摸下巴，我为什么要按他们的剧本走？哥是导演，不是演员。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沙子，开始在荒漠里转悠起来。林峰没有直接去找那块卧牛石，而是在附近的地形里四处勘察。1个时辰后，福尔摩斯风终于在一处风蚀形成的峡谷裂缝里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片残破的上古遗迹，地上刻着一些早已磨损不清的符文，空气中还残留着微弱的灵力波动。Bingo， 就是这里了。一个废弃的不稳定的上古静止残阵，这玩意儿就像个拆了一半的违章建筑，地基都松了，随便一碰就得塌。对付文盲就得用知识碾压。林峰在残阵周围做了几个不起眼的标记，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朝着卧牛石的方向走去。半路上他还特意找了滩烂泥在身上滚了2圈。此刻的他看起来比刚才更惨了，满身的血污和泥垢，眼神空洞，拖着步子前进。林峰一步步走向那块巨大的红色卧牛石，果然当他踏入卧牛石阴影范围的瞬间，那种被锁定的窒息感再次传来。来了！林峰心里一乐，脸上却流露出一丝警觉和茫然。谁？他沙哑着嗓子朝着空无一人的四周喊道。嘿嘿嘿！一阵猥琐的笑声从四面八方的岩石后传来，7、8个袒胸露怀、满脸横肉的魔修，提着各式各样生锈的兵器从藏身处走了出来。为首的那个独眼龙扛着一把比他脑袋还大的开山刀，色眯眯地盯着林峰。小嫩肉跑得挺快啊，让我们兄弟们好等啊。另一个瘦猴模样的魔修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老大，别跟他废话了，你看他那细皮嫩肉的，肯定是大户人家跑出来的，抓回去，男的练成血丹，女的……独眼龙一巴掌呼在瘦猴的后脑勺上。女个屁！流沙阁的红三娘说了，就他一个，这可是上好的美味，能让我们的血煞功精进不少。林峰听到这里，脸上立刻布满恐惧和愤怒，他指着独眼龙，身体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是你们，黑风寨的畜生！我的雨儿呢？你们把我的雨儿怎么样了？雨儿？独眼龙愣了一下，随即和手下们爆发出哄堂大笑。哈哈哈哈！原来是为了个娘们。小子，别找了，你的雨儿现在说不定正在哪个兄弟的被窝里快活着呢。我要杀了你们！林峰发出一声绝望的咆哮，他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毫无章法地朝着独眼龙冲了过去。这波情绪爆发堪称教科书级别。独眼龙看着冲过来的林峰，脸上满是不屑，不自量力。他甚至都懒得动，只是对手下们挥了挥手。抓活的，别弄死了，三娘要完整的。2个沙匪狞笑着迎了上去。就在他们即将抓住林峰的瞬间，林峰脚下一个踉跄，狼狈地摔倒在地，刚好躲过了2人的抓捕。然后他连滚带爬地爬起来，头也不回地朝着身后的峡谷裂缝跑去。妈的，废物！一个练气期的都抓不住。独眼龙气的大骂：追！别让他跑了！一群沙匪呼啸着追了上去。林峰在前面亡命狂奔，心里却在淡定地计算着距离：100米、50米、10米。就是现在！当林峰一脚踏入上古残阵范围，就将一块早就攥在手里的石头狠狠砸向左侧一处隐蔽的阵法节点。嗡！一声轻响，整个峡谷的空气沸腾起来。追在最前面的2个沙匪刚冲进残阵范围，脚下突然一软，眼前的景象变了。那个亡命奔逃的小子不见了，面前是一座堆积如山的灵石，金光闪闪，差点晃瞎他们的狗眼。是宝藏！其中一个沙匪嘶吼一声，双眼通红，疯了一样扑了上去。他身边的同伴见状，哪里还顾得上追杀林峰？滚开！是老子先看到的！他一刀就朝着自己兄弟的后背砍了过去。噗嗤，鲜血飞溅。这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追进来的沙匪看到的景象各不相同，有的看到了让他们垂涎3尺的绝世美女，有的看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还有的直接把身边的同伴看成了喷香流油的烤全羊。整个残阵之内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贪婪、色欲、仇恨、食欲，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被残阵无限放大。沙匪们疯了，他们开始疯狂地自相残杀，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独眼龙是最后一个冲进来的，他看到的是流沙阁的红三娘正对着他搔首弄姿。
来啊，大爷！妖妇！独眼龙怒吼一声，举起开山刀就劈了过去。林峰此刻正悠哉悠哉地蹲在峡谷顶上的一块石头后面，一边嗑着从储物袋里翻出来的瓜子，一边欣赏着下面这出狗咬狗的大戏。哎呀，血腥，太血腥了，小朋友看了根本把持不住。不过我喜欢。林峰一边看一边在心里盘算，那个独眼龙的开山刀看起来不错，应该是件法器，回头可以拿去卖了。那个兽猴身上的储物袋鼓鼓囊囊的，油水肯定不少。打！对，砍他腰子，别把储物袋砍坏了。这叫什么？这不叫火并，这叫资产重组。专业对口了属于是。半炷香后，峡谷里终于安静了下来。那个独眼龙还站着，浑身是血，杵着刀大口喘气，脚下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他身上至少有7、8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已是强弩之末。林峰嗑完最后一颗瓜子，从石头后面跳了下来，慢悠悠地走到独眼龙面前。独眼龙的幻觉褪去，看清了毫发无伤的林峰，猛地瞪大了眼。是你搞的鬼！林峰笑了，他捡起地上的一把弯刀，在手里掂了掂。答对了，可惜没有奖励。噗嗤，弯刀轻松地划破了独眼龙的喉咙。林峰在那独眼龙身上摸索了片刻，找到了一个刻着黑风2字的腰牌。做完这一切，他才慢悠悠地走回了黑沙城。流沙阁，林峰推开门帘走了进去。红三娘依旧斜倚在柜台后，只是手里的烟杆换成了一把精致的团扇，有一下没一下的扇着。她今天换了一身墨绿色的旗袍，颜色深沉，却更衬得她肌肤胜雪，那成熟的曲线仿佛熟透了的水蜜桃，轻轻一碰就要滴出水来。旗袍的领口开得恰到好处，隐约能看到一抹惊心动魄的雪白沟壑。她抬起那双勾人的丹凤眼，看到走进来的林峰，扇子停了。眼前的林峰浑身都被暗红色的血污浸透，脸上还带着几道干涸的血痕，一股血腥气冲散了阁内的檀香味。他看起来狼狈不堪，但神情平静，没有半点波澜。红三娘放下了团扇，她看着林峰，脸上的笑意不见了，良久才缓缓开口：小哥儿，你这个未婚妻福气不浅啊。林峰没说话，只是走到柜台前，将那块刻着黑风2字的腰牌放在了台面上。啪嗒一声轻响，红三娘盯着腰牌，捏着团扇的手指紧了紧。她没问过程，只看结果。这小哥儿只有练气期修为，居然单枪匹马灭了盘踞在黑沙城外多年的黑风寨，这已经不是用痴情2个字能解释的了。这是手段，是心计，是狠辣。说吧。红三娘重新拿起团扇，给自己扇了扇风。你想要什么情报？看在你帮我拔了这颗钉子的份上，三娘我给你打个折。打折？姐，你格局小了啊。我这叫超额完成 KPI， 顺便帮你搞定了不良资产清算，怎么也得给个5星好评加全额报销吧。林峰心里疯狂吐槽，面上却是一副悲痛。多谢仙子。他声音沙哑，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我想查一个委托人。红三娘来了兴趣，身体微微前倾，胸前的衣料绷得更紧了。哦，说来听听。林峰停顿了片刻，才缓缓吐出几个字。数月之前，在流沙阁发布了一个匿名委托，委托的内容是……林峰顿了顿，抬起头，直视着红三娘的眼睛，寻找能够代为追求魅魔皇的人。话音落下的瞬间，整个流沙阁的空气都凝固了。红三娘脸上的笑意尽数褪去，满是难以置信。哐当，手中的团扇失手掉在了地上。你说什么？红三娘的声音都变了调，再也没有之前的慵懒，只剩下尖锐。你疯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魅魔皇，魅杀，小哥儿，我不管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我劝你烂在肚子里，永远别再提这3个字。红三娘是真的急了，丰腴的身子猛地前倾，几乎是扑到了柜台上。红三娘抓住林峰的衣领，压低了声音说道：我不管你是真傻还是装傻，我劝你把这3个字给我烂在肚子里，永远别再提。他贴得极近，那股成熟的体香混杂着恐惧的气息钻进林峰的鼻腔。追求他，那是西莫玉最好笑也是最致命的笑话。你这是在找死。见林峰不为所动，红三娘眼中的惊恐更甚。她松开手，声音发飘地讲述起来。300年前，西莫玉出过一位合体期的刀皇，号称狂杀刀皇，自认霸道无双，是天命之子。他当年也像你一样，不知死活的扬言要征服魅杀大人。你知道他的下场吗？红三娘的眼神空洞，仿佛在回忆一幕极其恐怖的画面。魅杀大人当着西莫所有强者的面接过了他的战刀，然后
亲手将那柄陪伴他3000年的本命黄刀融了，融成了一只洗脚盆。至于那位刀皇本人，红三娘的嘴角僵硬地扯了扯，他的头盖骨直到今天还摆在媚纱大人的寝宫里，被当成酒杯用。小哥儿，现在你还觉得那是你能碰的人吗？红三娘这般反应，林峰心里反而安定了下来。反应这么大，看来是找对地方了。而且这委托居然是真的，不是哪个神经病的恶作剧。就是这业务难度直接从新手村跳到最终 BOSS 门口了啊！林峰挤出一个惨笑，透着决绝。仙子，我的雨儿已经不在了，我这条命本就是捡回来的，有些事我必须去做，哪怕是死。林峰这副为情所困、一心求死的模样，落在红三娘眼里，让她那颗在黑沙城里摸爬滚打的坚硬无比的心都软了一下。她看着林峰，许久才移开视线，最终还是捡起了地上的团扇，坐回了太师椅上。你等一下。他从柜台下摸出一个漆黑的玉简，贴在眉心，闭上了眼睛。片刻之后，他睁开眼，看向林峰的眼神，脸上满是惊疑不定。还真有。他喃喃自语，声音小到只有自己能听见。查到了。林峰心头一震，但依旧保持着悲情男主的人设。红三娘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化为一声长长的叹息。小哥儿，你确定要知道？这个情报可不便宜，而且一旦你知道了，就等于把自己卷进了一个你根本无法想象的漩涡里。林峰毫不犹豫，我确定。好。红三娘点点头，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既然你一心求死，我也不拦着你。她重新倚在椅背上，声音恢复了慵懒，透着一股子寒气。发布这个匿名委托的不是别人，正是西漠域万魔窟三皇四君中的修罗君。修罗君，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莽夫啊！好家伙，直男追高冷女神，屡战屡败，最后急了，想到找游戏代练了。这业务我熟啊，专业对口了，属于是。林峰内心狂喜，差点当场笑出声。红三娘可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继续用平铺直叙的语调说着：修罗君野心勃勃，一直想和魅魔皇联姻，结成同盟，好在万魔窟中对抗另外2位魔皇。只可惜他本人暴虐成性，毫无魅力可言，追求了媚纱大人数百年，次次都被羞辱得体无完肤。万般无奈之下，他才想出这么个异想天开的办法，想找个专业人士替他去打动媚纱大人的芳心。红三娘说到这里，扯了扯嘴角，满是讥讽，想让媚纱大人动心？哼，整个西漠域怕是没人有这个本事。林峰听完，心里已经有了完整的客户画像，典型的人傻钱多，实力强劲但情商为负的氪金玩家，想走捷径又拉不下脸，只能匿名找外援，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完美客户啊！仙子，林峰从储物袋里掏出自己全部的家当，几块可怜的下品灵石和从沙匪身上搜刮来的一些杂物，一股脑的堆在柜台上。这些够不够支付情报的费用？林峰顿了顿，又补充道：或者请仙子代为联系修罗君，就说接委托的人找到了。红三娘看着柜台上那点寒酸的东西，看看林峰那副不要命的架势，摇了摇头。她收起了那几块灵石。中介费够了，你在这里等着吧，至于人家见不见你，就看你的造化了。说完，他便不再理会林峰，自顾自地把玩起一枚传音海螺。林峰也不着急，就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耐心等待。他趁机开口套话：仙子，那位媚纱大人真的那么难以接近吗？红三娘瞥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怜悯。难以接近？他咯咯笑了起来，花枝乱颤。小哥儿，那不是难以接近，那是深渊，一个能吞噬一切的美丽的深渊。他的宫殿是用爱慕者的头骨堆砌而成，他走过的地毯是用追求者的情书编织而成。他最喜欢看那些强者在他脚下跪地求饶，然后再亲手捏碎他们所有的希望和尊严。从未有任何一个男子能真正让他动心。红三娘的语调里透着一股寒意，因为他什么都不在乎。卧槽，病娇之上是虚无，这人设比叶琉璃那个疯批还顶啊！挑战性拉满了，属于是。就在林峰心里疯狂给新目标打上各种标签时，红三娘手中的那枚传音海螺突然嗡的一震，一股暴虐凶悍的气息从中冲出。红三娘面色一凝，急忙催动灵力裹住海螺，将那股气息强行压了回去。她抬起头看向林峰，眼神无比复杂。他回话了。红三娘的朱唇轻启，吐出几个字：修罗君要见你，立刻，马上。话音刚落，密室中央的空气猛地扭曲，暗红色波纹扩散，
磅礴煞气凝成一个3丈高的庞大虚影，那是一个身披暗红色重甲的魔神，甲胄上刻着狰狞的修罗鬼面，仿佛随时要活过来择人而噬。他手中还提着一柄几乎与他等高的巨斧，虽然只是一个神念投影，但那股君临天下的霸道与凶悍，已让密室的石壁都开始震颤。红三娘的身体僵直，连呼吸都下意识地屏住了。这就是西莫域的顶级掠食者，万魔窟4君之一修罗君。修罗君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眸子，先是漠然地扫了一眼躬身行礼的红三娘，随即落在了林峰身上。那道视线充满了审视与毫不掩饰的鄙夷。就是你？声音洪亮，带着金属摩擦的质感，在密室中掀起回响。一个练气期的蝼蚁也敢接本君的委托？恐怖的威压直接压在林峰身上，换做任何一个练气期修士，此刻恐怕已经肝胆俱裂，跪地求饶了。林峰的身体却站得笔直。好家伙，开场就给我上压力测试，这客户脾气果然跟传说中一样暴躁。不过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没辙了。林峰心里疯狂分析，脸上却是不卑不亢的从容。他对着那魔神虚影微微躬身，回禀修罗君，修为决定的是打架的本事，而征服女人靠的是脑子，不是蛮力。此言一出，整个密室的空气瞬间死寂。红三娘那双勾人的丹凤眼猛地瞪圆，难以置信地看着林峰。这小子他怎么敢的啊？这是当面嘲讽修罗君是个没脑子的莽夫啊！果然，修罗君的头影煞气陡然暴涨。你说什么？蝼蚁？你是在找死吗？巨斧的虚影微微抬起，恐怖的杀机锁定了林峰。修罗君息怒，林峰依旧平静，对那柄能劈开山岳的巨斧视若无睹。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如果送法宝、拼权势、讲实力有用的话，君上您又何必发布这个委托呢？一句话直接戳中了修罗君的痛点。那高举的巨斧停滞在了半空。是啊，他为了那个女人付出了多少？奇珍异宝堆满了他的宫殿，权势许诺足以让任何魔君动心，他自身的实力更是西莫域的顶尖，可换来了什么？只有无情的羞辱和整个西莫域的嘲笑。林峰见他气势稍缓，立刻乘胜追击，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分析。魅莎大人，他是万魔之皇，是西莫域最顶尖的存在，他什么都不缺，所以您送的那些东西，在他看来跟路边的石头没什么区别，甚至是垃圾。他玩弄人心，视强者为玩物，是因为他站得太高太久了，高到从未有人能真正触碰到他的心，更别说玩弄。他要的从来不是臣服，而是征服。林峰的每一句话都直击要害，他剖开了修罗君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将现实摆在他面前。修罗君沉默了，那庞大的魔神虚影身上的煞气渐渐收敛，他那双燃烧的眸子第一次真正的正视林峰这个蝼蚁。这小子好像真有点东西。一旁的红三娘已经彻底看傻了，她在这黑沙城经营流沙阁多年，自认看人无数，却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又如此洞悉人心的家伙。三言两语就将暴怒边缘的修罗君给说得哑口无言。这哪里是什么痴情的小哥儿，这分明是个玩弄人心的妖孽。 OK， 第一步建立专业人设成功，接下来就是提出解决方案，签合同了。林峰清了清嗓子，抛出了自己的代撩方案。君上想征服魅莎大人，就不能用寻常的手段，您需要一个全新的身份，一个独一无二的男人，一个能让他感到好奇、感到意外，甚至感到无法掌控的人。而我可以成为这个人，我会为您披上这层完美的伪装，去接近他，吸引他，让他动心。等到事成之后，我会功成身退，悄然消失。届时君上您再顺理成章的出现，接手一切。他会发现那个让他动心的完美男人，其核心正是您那颗征服者的心，这才是完美的剧本。修罗君的头影气息明显波动了一下，这个方案听起来似乎可行，让他去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角色，他做不到也拉不下那个脸。但如果有人能替他完成最难的前期工作，他只负责最后出来收割，那就不一样了。你，修罗君依旧带着怀疑，你凭什么让本君相信你？就凭你这张嘴吗？当然不。林峰神情自信。君上请看好，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话音落下的瞬间，林峰心念一动，易容戒启动。嗡，一圈微光从林峰体内扩散，在红三娘和修罗君震撼的注视下，林峰的身形开始发生变化，原本挺拔的身姿变得更加修长，带着一种优雅的韵味。
脸上被沙土和血污弄脏的皮肤变得光洁如玉，五官在微光中被重塑，线条变得柔和而精致，一双清澈的眼眸此刻却染上了挥之不去的忧郁，就连他身上那套破烂的衣服也化为了一袭月白色的长衫，纤尘不染。更恐怖的是，林峰整个人的气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一个在绝境中挣扎求生的落魄散修，变成了一个气质飘渺的绝世乐师，高贵疏离又带着致命的吸引力，前后不过一息之间，判若两人。不，这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灵。红三娘不自觉地后退半步，那双丹凤眼瞪得滚圆，红唇微张，已经彻底失去了语言功能，就连修罗君那庞大的魔神投影都凝固了，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眸子里被震惊所填满。他喃喃自语：好俊的小白脸。随即他猛地反应过来，声音陡然拔高：不对，好强的伪装术，竟然连本君都看不出丝毫破绽。修罗君的投影向前逼近一步，围绕着林峰转了一圈，那双暴虐的眸子里此刻写满了贪婪与狂热。有了这种手段，何愁大事不成？他猛地停下，巨斧往地上一顿，发出了震天的轰鸣。本君准了。君上，既然你已经认可了我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该谈谈执行这个方案所需要的必要开销了。修罗君显然还没从刚才的震撼中完全回过神来，他盯着林峰，嗡声嗡气的开口：说吧，你想要什么报酬？只要你能替本君办成此事，本君麾下的血煞军任你当个统领，又或者本君可以赏你几件魔器，助你修行。说罢，他大手一挥，几件魔器投影出现在半空，渐渐煞气冲天，显然不是凡品。红三娘看得眼皮直跳，血煞军统领，这可是修罗军麾下最精锐部队的指挥官之一，地位尊崇，权力滔天。还有那几件魔器，随便拿出去一件都足以在西墨域掀起一场血雨腥风，这手笔不可谓不大。然而林峰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连眼皮都没多抬一下。好家伙，这就开始画饼了，还给我升职加薪。大哥，我是来搞钱的，不是来给你打工的。再说了，你这些魔器黑不溜秋的，上面还刻着鬼画符，严重影响我的颜值和气质，狗都不要。林峰心里疯狂吐槽，嘴上却说：君上误会了。他摇了摇头：我并非魔修，这些神兵利器于我而言并无大用，至于权势地位，在下闲云野鹤惯了，更是避之不及。想要完美的执行这次的计划，伪装成能让媚纱大人都为之侧目的存在，需要的是大量的资源进行包装。说重点，林峰等的就是这句话。简单来说，我需要钱，灵石，很多很多的灵石。修罗君的眉头皱了起来，显然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你要多少？林峰伸出一根手指，白皙修长，在昏暗的密室中格外显眼。不多，启动资金10万。修罗君皱眉，10万下品灵石，这点东西本君还不放在眼里。红三娘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林峰嘴角的弧度不变，缓缓吐出后面的话：君上，我说的是10万上品灵石。你说什么？10万上品灵石？蝼蚁，你是在消遣本君吗？恐怖的威压如同山崩海啸，朝着林峰当头压下。密室的石壁上浮现出无数道细密的裂纹。红三娘闷哼一声，被这股气浪冲得连连后退。她骇然地看着林峰，那个男人依旧站在风暴的中心，衣衫被吹得猎猎作响，身形单薄，可腰背依旧挺得笔直。卧槽，客户爸爸情绪不太稳定啊，看来是预算超标了。不行，我得稳住，专业，一定要表现出专业。林峰顶着那足以碾碎元婴修士的恐怖威压，脸上非但没有恐惧，反而露出了一副你太外行的惋惜表情。君上，您还是没明白，我们这次的投资是精准投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花在媚纱大人能看得到并且能为之触动的地方。10万上品灵石听起来很多，但您想过没有，用这10万去撬动一个连您用几百年都无法打动的女人的心，去换取万魔窟未来的无上权柄，这笔买卖难道不划算吗？这是投资，是为了您和媚纱大人未来幸福的必要投资啊！难道在您心中，媚纱大人的芳心还不值这区10万上品灵石吗？林峰一番话直接把个人索取上升到了爱情的价值和未来的战略投资这种宏大的高度上。最后一句话更是诛心，直接给修罗君架在了那里，下不来了。如果他说不值，那他追求媚纱几百年的行为不就成了一个笑话？如果他说值，那这10万上品灵石他就得出。
修罗君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那庞大的虚影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显然是气得不轻。他这辈子打过无数的仗，杀过无数的敌人，还从来没在哪次谈判里被人用这种方式堵得哑口无言。这个小白脸嘴巴太毒了。林峰见状，立刻趁热打铁，继续加码。君上，您想一想，我要扮演的是一个足以让媚纱大人都感到惊艳的绝世乐师，我的衣食住行一举一动都必须是顶级的，我弹奏的琴必须是上古仙琴吧？买。我喝的茶必须是千年悟道茶吧？买。我住的地方阵法结界，奇珍异草，哪一样不要花钱去兑？这些都是成本，是为了在媚纱大人面前塑造一个完美形象的必要投资。最重要的是，林峰的语气变得沉重起来，这项委托风险极高，可以说是九死一生。我这是在拿命给您办事，一旦失败或者被媚纱大人看穿，我的下场想必不用多说，10万上品灵石的定金，买我这条命也买一个征服魔皇的机会。君上，您觉得贵吗？这个逻辑没毛病，但是为什么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修罗君那被肌肉和煞气填满的脑子一时间有些转不过弯来，这小子说的每一句话都他妈的好有道理，让他完全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一旁的红三娘已经彻底麻了，这哪里是谈生意，这分明是一场顶级的心理博弈。良久，修罗君那庞大的虚影忽然发出了低沉的笑声，哼哼哼，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子，10万就10万，本君给你。但是他话锋一转，杀机毕露，事成之后本君要你来写煞君任职。林峰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哦豁，真想让我给你打一辈子工？林峰心中冷笑，脸上却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君上放心，事成之后我定会跟着君上享受荣华富贵，而且我还会亲手解决掉自己，让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那个让媚纱大人动心的乐师，您才是最终的胜利者。这个回答让修罗君非常满意，他点了点头。至于事成之后的报酬，林峰的呼吸停顿了一下，来了，大头要来了，本君可以给你一件。修罗君沉吟片刻，似乎在做什么重大的决定。上品仙器。话音落下的瞬间，林峰的心脏狠狠地跳动了一下。我操，上品仙器，这他妈哪里是带撩，这他妈是直接抢了天庭的宝库啊！发了，这波真的血赚。林峰内心已经乐开了花，整个人都快要飘起来了，但他强行压制住狂喜，依旧保持着云淡风轻的样子，对着修罗君再次躬身。多谢君上，合作愉快。这4个字宣告了西莫域有史以来最离谱、报酬也最高昂的一份代撩合同正式成立。修罗君冷哼一声，算是回应。下一秒，一枚刻着修罗鬼面的储物戒指从虚影中飞出，悬停在林峰面前。定金在里面，从今天起你就是本君的人了，记住你的身份，也记住你的承诺，若是敢有二心，本君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完，那庞大的魔神投影便化作点点红光，消散在空气中。密室重归寂静。林峰拿起那枚储物戒，神识探入，瞬间那堆积如山的上品灵石差点闪瞎了他的狗眼。林峰强忍着当场数钱的冲动，将戒指戴在手上。成了，西莫域开荒的第一桶金到手了。密室之内，随着修罗君的投影散去，那股压人的煞气也随之消失。红三娘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饱满的胸脯一阵起伏。她靠在柜台上，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林峰。小哥儿，你可真是让三娘我开了眼了。她的声音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慵懒和调侃，只剩下震惊。那可是修罗君啊，西莫域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居然被这小子3言2语就给忽悠瘸了，还心甘情愿地掏出了10万上品灵石。10万上品灵石，把他这流沙阁卖了10遍都不值这个价。从修罗君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你还是西莫域有史以来的头一个。红三娘摇着头，重新捡起那把团扇，给自己扇着风，试图平复一下自己狂跳的心。三娘，我今天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不可貌相。你这张嘴比修罗君的斧头还要厉害得多啊！林峰对着红三娘微微一笑，维持着月白长衫的清冷模样。仙子谬赞了，在下也只是混口饭吃。混口饭吃？姐，你格局再大点，这叫风险投资，这叫天使轮融资，我这是凭本事拉来的赞助。再说了，这可是拿命换的，收他10万都算我心善了。林峰心里疯狂刷着弹幕，脸上却依旧平静。他对着红三娘微微躬身，算是告辞，转身
推开密室的石门走了出去。洪三娘看着他那修长孤高的背影，扇子停了，勾人的丹凤眼里异彩连连。这个男人太神秘了。林峰走出流沙阁，门帘在他身后轻轻晃动，隔绝了阁楼内昏暗的光线和女人的视线。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下一秒，林峰脸上的清冷孤高全部消失，整个人原地蹦了起来。我操，发了，老子发了！林峰一个闪身，做贼似的窜进旁边一个无人的小巷。他靠着墙，心脏砰砰砰的狂跳，整个人都在哆嗦，不是怕的，是激动。他迫不及待地举起右手，看着那枚刻着狰狞鬼面的储物戒指，神识探入，没错，堆积如山的灵石，上品灵石，那璀璨夺目的光华，那浓郁到化不开的灵气，比他上辈子见过的所有钻石加起来都他妈的晃眼。林峰赶紧把神石收回来，捂着胸口大喘气，不行，太刺激了，得再看一遍。林峰又把神石探了进去，嘿嘿嘿嘿，我的，都是我的。林峰抱着胳膊靠着墙，笑得像个300斤的地主傻儿子，来回查看了好几次，确认那些灵石没有长腿跑掉，这才心满意足地收回了神石。有钱了，腰杆硬了，必须消费。林峰大摇大摆地走出小巷，直奔黑沙城最奢华也是最纸最金迷的地方——销金窟。这里是集酒楼、赌场、勾栏于一体的顶级娱乐会所。林峰一脚踏进去，立刻有穿着暴露的侍女迎了上来。这位公子，里面请。林峰现在可是身怀10万巨款的狗大户，大手一挥，派头十足，把你们这最好的招牌菜、最贵的灵酒都给我上一遍，再找个雅间，要视野最好的，还有找几个弹曲儿的，要技术最好的。侍女被他这豪气的做派惊得一愣，随即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好嘞，公子您就瞧好吧。很快，林峰就被请到了3楼临窗的雅间，桌上摆满了珍馐美味，香气扑鼻。旁边几个身段妖娆的魔女乐师奏着靡靡之音。林峰翘着2郎腿，一边往嘴里塞着喷香的烤肉，一边听着小曲儿，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爽，太他妈爽了！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腐败、堕落，我喜欢。酒足饭饱，林峰直接在销金窟开了间最顶级的上房。房间里铺着厚厚的妖兽毛皮地毯，中央是一张能睡下7、8个人的大床。林峰一个猛子扎进柔软的大床里，来回滚了2圈，舒服啊！他成一个大字躺在床上，盯着华丽的屋顶。这床又大又软，就是有点空。要是身边再有个妹妹抱着睡觉就好了。浪够了，也该干正事了。林峰从床上一跃而起，走到房间里的巨大铜镜前。他需要为这次的带撩任务设定一个完美的身份，一个足以让那位头盖骨爱好者都感到惊艳的人设。林峰的眼神变得专注，脑子开始飞速运转。镜子里，他的容貌开始悄然变化。姓名：袁，背景：来自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上古神族天鹰神族，是该族唯一的幸存者，背负着整个种族的悲伤与传承。林峰对着镜子缓缓抬起眼，镜中的自己黑发如瀑，眼眸化为银色，俊美的脸上带着忧郁，气质清冷孤高。特长：弹奏一种名为魂响的奇异乐器，乐声不入凡耳，只入神魂，能唤醒听者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与空虚。性格：表面冷漠寡言，对世间万物都漠不关心，实则内心温柔而悲悯。林峰对着镜子里的渊，尝试着做出一个45度角仰望天空的悲伤表情。妈的，中二病都要犯了，这不就是经典的美强惨人设吗？身负血海深仇，外冷内热，孤僻忧郁，专门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不过林峰摸了摸下巴，用来对付魅魔皇那种活了几千年什么男人都玩腻了的老妖婆，说不定有奇效。你强任你强，我用悲伤感染你。就在林峰对着镜子疯狂练习表情，内心疯狂吐槽的时候，他手上的修罗鬼面戒指突然震动了一下，一道讯息直接传入他的脑海：令牌已至。林峰心念一动，一枚通体漆黑的令牌出现在他手中，这是进入魅魔皇领地极乐天的通行证。紧接着，修罗君那凶悍暴虐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小子，记住你的承诺，若是敢耍花样，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本君也会亲手捏碎你的神魂。林峰掂了掂手里的令牌，自信地笑了起来：君上放心，我出马没有泡不到的。可他赶紧咳嗽一声，改口道：没有完成不了的委托。第二天一早，林峰再次来到了流沙阁。当他推开门帘走进去的时候，正在柜台后打着哈欠的洪三娘整个人都定住了。眼前的男人
一袭月白长衫，黑发银眸，俊美的脸上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清冷和一丝挥之不去的忧郁，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和这间充满了烟火气的阁楼格格不入，让人只敢远观，不敢靠近，却又忍不住想要飞蛾扑火。你，洪三娘的声音有些干涩。林峰渊那双银色的眸子淡漠地落在他的身上。我来辞行。林峰的声音如玉石相击，不带半点感情。洪三娘这才回过神来，却不敢再直视林峰，她怕自己再多看一眼，心神都会被吸进去。你要去极乐天？一个简单的音节，却带着决绝。洪三娘沉默了许久，那颗在黑沙城里锻炼的坚硬的心，此刻莫名的揪了一下。她看着眼前这个不真实的男人，鬼使神差地提醒了一句：公子，小心，别把自己也赔进去了。林峰渊顿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只是微微颔首，然后转身离去，背影孤高。洪三娘痴痴地望着林峰消失在门口，直到那晃动的门帘彻底静止，才长长地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到了极点。而此刻踏出流沙阁的林峰，已经走在了通往西墨域中心的大道上。极乐天，一座悬浮在9天之上的巨大魔宫，无数条粗壮的黑色锁链从宫殿底部延伸而出，没入翻涌的云海深处，不知连接着何方。整座宫殿并非用金石建造，而是由一种温润如玉的白色骨质材料雕琢而成，奢华之中透着一股诡异的迷离。林峰踏上连接着魔宫的白玉长桥时，耳边就传来了阵阵靡靡之音，那乐声带着奇异的魔力，能直接钻进人的骨头缝里，勾起心底最原始的欲望。宫殿内外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魔族，男的俊美异常，女的妖娆妩媚，他们行走坐卧间都散发着一股与生俱来的魅惑。当林峰一袭月白长衫，顶着那张清冷孤傲的脸出现在桥头时，几乎所有魔族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他身上，那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带着审视、欲望和侵略性的眼神。我操，这阵仗怎么感觉像是唐僧进了盘丝洞，一个个的眼神都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林峰强装镇定，抱着那把造型古朴的混响琴，一步步朝着宫门走去。还没走几步，2道香风就扑面而来，2个身材火爆到极致的魅魔侍女，一左一右的拦住了他的去路。左边的侍女皮肤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淡紫色，额前长着2只小巧精致的黑色犄角，打磨的油光锃亮。她身上只穿着几条暗紫色的绸带，堪堪遮住关键部位，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随着她的动作，腰肢扭动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右边的那个则是一头海藻般的红色长发，眼角下有几片细密的红色鳞片。她的衣着更为大胆，几乎就是一层薄薄的黑纱，丰满的身体若隐若现，充满了致命的诱惑。这位公子看着面生的很呀。左边的紫肤魅魔伸出缠着绷带的手臂，就要往林峰的胳膊上缠，声音腻得能滴出水来。是第一次来我们极乐天吗？不如让奴家姐妹带你四处逛逛。右边的红发魅魔更是直接，吐出分叉的舌尖，轻轻舔了舔自己的红唇，一双勾魂眼直勾勾地盯着林峰的脖颈。公子身上的味道真好闻，让人家好想咬一口呀。2人说话间，一股魅惑之力扑面而来，换作任何一个定力稍差的男人，此刻恐怕早就神魂颠倒，任由他们摆布了。啧，上来就搞夹击。林峰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有点想笑，业务能力不错，有点职业素养。但是姐姐们，你们这魅惑术段位也太低了点吧，跟我那几个动不动就开启修罗场模式的前女友比起来，你们这顶多算是新手村教学关卡啊。林峰甚至都懒得开启什么防御，只是抬起眼，用那双银色的眸子扫了他们一眼，没有杀气，没有威压。那2个本来还满脸媚笑，准备上下其手的魅魔侍女，在对上那双眼睛的瞬间，身体猛地一僵，他们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寒意让他们如坠冰窟。2人心神俱颤，竟不受控制地松开了手，踉跄着后退了2步，脸上满是惊恐和难以置信。这个男人，他的神魂是一片绝境。林峰的免疫表现立刻在周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那些原本还用看猎物的眼神打量他的魔族们，此刻都收起了轻视之心，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他居然挡住了莉莉丝和萨萨的魅惑，这2个小妖精的手段，就算是一些魔将都顶不住啊！这家伙是什么来头？怎么从来没见过？看他那副装模作样的清高样子，8成又是哪个不知死活，想来博取女皇陛下青睐的蠢货吧。议论声中，一个身材魁梧、身穿黑色骨甲的魔将排开众人走了出来。他长着一张粗犷的脸，下巴上满是青色的胡茬，神情蛮横霸道。他
他也是媚纱的众多追求者之一。最看不惯的就是林峰这种长得比他还俊的小白脸。魔将走到林峰面前，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喝道：新来的，见到本将为何不跪？懂不懂极乐天的规矩？恐怖的威压朝着林峰压了过去，带着浓重的血腥气。然而林峰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他完全无视了面前这个咋咋呼呼的魔将，而是伸出修长白皙的手指，将怀里的混响琴轻轻托起。那是一张由不知名星辰遗骨雕琢而成的古琴，琴身漆黑，散落着点点银灰，是林峰斥巨资买的中品仙器，配合上易容界的伪装效果，能将狐假虎威的气势发挥到极致。在所有魔族惊疑不定的注视下，林峰的手指轻轻地拨动了一下琴弦，铮，预想中的琴音并未响起，整个空间安静得可怕。但是那个耀武扬威的魔将却像被一道无形的重锤狠狠击中了神魂，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脸上的霸道和嚣张瞬间退得一干二净，他的瞳孔急速收缩，脸色煞白。啊，不要过来！魔将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尖叫，双手抱着头，噔噔噔地连连后退，最后脚下一软，竟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浑身筛糠般的抖个不停，裤裆处迅速蔓延开一滩可疑的液体。全场鸦雀无声，所有魔族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谁也没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男人只是拨了一下琴弦，甚至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把以悍勇著称的血屠将军吓得尿了裤子。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手段？卧槽，这就是中品仙器吗？怪不得卖我 3W 上品灵石。林峰收回手指，重新将混响琴抱在怀里，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看那个瘫在地上的魔将一眼。他抱着琴迈开脚步，径直朝着主殿的方向走去。所过之处，魔族们纷纷向两旁退开，再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看向他的眼神也从之前的欲望和轻视变成了深深的忌惮与恐惧。这个男人不是来献媚的猎物，他是一头披着羊皮来自深渊的恐怖凶兽。林峰走在用白骨铺就的大道上，身后是一众目瞪口呆的魔族和那个依旧瘫在地上口吐白沫的血屠将军。他的初次亮相堪称完美，成功的将神秘、高冷、不好惹的人设深深地烙印在了每一个魔族的心里。他一步步走到宏伟的主殿门前，那两扇高达数十丈的殿门是用一整块巨大的血色晶石雕刻而成，上面流淌着诡异的光华。就在林峰准备推开殿门的时候，他身后的窃窃私语声终于再次响起，只是这一次声音里充满了敬畏。他到底是谁？那种攻击神魂的手段闻所未闻。他来这里难道不是为了追求女皇陛下？一个年长的魔族看着林峰那孤高的背影，忽然想到了什么，声音颤抖地说道：你们说他会不会是来挑战女皇陛下的？此言一出，全场皆惊。挑战女皇陛下？兄弟，你们的想象力是不是有点太丰富了？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练气期情感代练啊，拿命上班的打工人挑战最终 BOSS， 我疯了还是你们疯了？林峰没有理会身后那些魔族越来越离谱的猜测，只是抬起手推开了那扇高达数十丈的血晶殿门。吱呀，沉重的殿门向内开启，一股比外面浓烈100倍的香风夹杂着令人骨头发软的靡靡之音扑面而来。我操，这味道是把10瓶香奈儿5号倒进了盘丝洞吗？林峰屏住呼吸，抬眼望去，主殿之内奢靡到了极致，地面铺着不知名白色妖兽的长毛地毯，踩上去柔软无声。穹顶之上镶嵌着无数拳头大小的发光宝石，将整座大殿映照得宛如白昼。空气中飘荡着半透明的粉色纱幔，纱幔之后隐约可见无数身材妖娆的魅魔侍女正在嬉戏追逐，体态撩人。而大殿的最深处，一座由无数森白头骨与璀璨宝石混合铸造而成的巨大王座上，斜倚着一道让天地都为之失色的身影。魅魔皇魅纱，他只穿了一件薄如蝉翼的黑色轻纱，那轻纱的材质极为特殊，紧紧贴合着他成熟丰腴的身体，却又在关键部位聚拢，形成一片片朦胧的阴影。玉遮还休，比什么都不穿还要引人遐想。一条修长匀称的玉腿从轻纱的开叉处伸出，随意地搭在王座的扶手上。白皙的脚踝上系着一串由细小血色宝石串成的脚链，随着他无意识的晃动，闪烁着妖异的光。最让人心神摇曳的还是他那张脸，美艳到无法用言语形容，每一个五官都精致的像是神明最杰出的作品。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眸，眼角微微上翘，眼波流转间带着一股天生的魅意与高高在上的漠然，仿佛世间万物
在他眼中都只是可以随手捏碎的玩具。在他身后，一条覆盖着细密黑色鳞片的修长尾巴正懒洋洋地晃动着，尾巴的末端是一个心形的如同黑曜石般闪亮的倒钩。此刻他正单手支着下巴，饶有兴致地看着走进来的林峰，那眼神就像在打量一只闯入自己领地的新奇小虫子。哦，媚纱朱唇轻启，声音软糯又带着勾人的尾音，在大殿中轻轻回荡。一个有趣的小家伙，是谁给你的胆子在本皇面前故作姿态？媚纱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天生的威严，那是源自血脉与力量的压制，换做任何一个魔将都该跪地献上忠诚。然而林峰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不行礼，不言语。他抱着琴一步步走到大殿中央，然后在所有魅魔惊诧的目光中盘膝坐下，将那张漆黑的混响琴稳稳地置于膝上。他抬起头，一双银眸对上王座上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没有敬畏，没有欲望，更没有恐惧，只有一片死寂。稳住，稳住，林峰，你现在是冤。高冷，忧郁，目空一切。妈的，这老妖婆的气场也太强了，光看着她我都感觉自己要被吸干了。易容剑，给力点啊，千万别掉链子。林峰内心慌的一批，冷汗都快把背上的衣服浸湿了，但他脸上的表情依旧是无懈可击的高冷。王座之上，媚纱的眼神冷了下来，这个小家伙居然敢无视他。嗡，一股精神威压从王座上扩散，席卷整个大殿。这股威压足以让元婴修士心神失守，跪地求饶。殿中还在嬉笑的魅魔侍女们当即浑身颤抖的匍匐在地，不敢喘息。而林峰就是这片精神风暴的中心，神魂传来被攥紧的剧痛，无数迷离的幻象冲击着他的识海，堆积如山的灵石宝藏，至高无上的权力王座，还有无数赤身裸体的绝色美女对着他搔首弄姿。这些幻象能勾起任何生灵心底最深处的欲望，然后将其彻底吞噬。卧槽，卧槽，来了来了！精神攻击，这他妈是 4K 超高清 VR 沉浸式体验啊！顶不住，真的顶不住。戒指，我的好兄弟，顶住啊！你要是崩了，哥们儿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了。林峰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快要炸了，但他全部的意志力都用来维持脸上那副风轻云淡的表情，全靠易容界模拟出的天鹰神族血脉天赋，在疯狂地抵挡着这恐怖的魅惑之力。戒指完美地制造出了一种精神免疫的假象。外界看来，林峰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任凭那精神风暴如何肆虐，他的衣角都没有动一下。那双银色的眸子里依旧是一片古井无波。王座上，媚纱好看的眉头微微蹙起，她轻咦了一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精神魅惑落在这个男人身上，竟没有半点波澜。这怎么可能？多少年来，从未有过任何一个雄性生灵能如此彻底地无视他的力量。这个男人有意思，真的有意思。媚纱收回了精神威压，大殿内的压力骤然一空。他换了个更慵懒的姿势，身体微微前倾，胸前那惊心动魄的弧度也随之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看着林峰，眼中的漠然消失不见。林峰脑中那股要捏爆他的力量终于消失，他心里松了口气。妈的，差点就当场表演一个大小便失禁了。赌对了，这老妖婆果然吃这一套。时机已到，林峰缓缓抬起眼，他看着王座上那个集世间所有魅惑于一身的女皇，薄唇轻启，吐出了几个字，声音清冷空灵，不带一丝一毫的情感。你的心很吵。此言一出，整个极乐殿针落可闻，所有魅魔都用看疯子的表情看着林峰，就连王座上的媚纱脸上的慵懒笑容也僵住了。吵！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评价他。几百年了，跪在他脚下的追求者只会用最华丽的辞藻赞美他的容貌，他的身体，他的力量，却从未有人敢去触碰他的内心。媚纱愣了片刻，随即不怒反笑，他伸出猩红的舌尖轻轻舔了舔自己诱人饱满的红唇，这个动作妖异到了极点。有意思，那你来告诉本皇，本皇的心在吵什么？他倒要看看这个故弄玄虚的小家伙能说出什么花样来。林峰修长白皙的手指抚上冰冷的琴弦，声音淡漠。他在说，他很孤独。话音落下的瞬间，铮，第一个音符从他的指尖流淌而出，那不是声音，而是一道无形的波纹，无视了距离，无视了防御，直接撞进了媚纱灵魂的最深处。王座之上，那个玩弄众生、视感情为玩物的魅魔女皇，身体一震，
紫罗兰色的眼眸也骤然收缩。